秦隐，与我们9人双修之后，你可离开藏神渊。藏神渊内，9位神态各异、绝美若仙的女子伫立在秦隐面前。3年前，秦隐意外坠入藏神渊，却发现藏神渊内囚禁着9位女子，9人自称乃是无上女帝。3年内，秦隐多次想要离开，却被9位女帝阻拦，并且废掉了秦隐的修为，声称秦隐乃是普通天赋，要为他打造无上根基。3年来，秦隐不断忍受非人的折磨，9大女帝传授给秦隐各自的绝学。我拒绝。秦隐一本正经的拒绝。虽然他也很心动，但9个女帝一起上，他不得被榨成人干。拒绝无效。我们9人耗费3年为你重塑修罗圣体，你唯有答应。一袭白裙，修长玉足的南宫婉歌一脚将秦隐踢翻，双指一并，一道剑气斩出，秦隐身上的衣服瞬间炸裂，裤衩子都不剩。强大的剑威压得秦隐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9大女帝身上的衣裙一件件褪去。9大女帝个个都是天姿绝色，或是妖颜，肌肤吹弹可破，秦隐只能默默流下眼泪，希望自己不要金劲亡。整整3天3夜，秦隐扶墙而起，感觉身体宛若被掏空一般，被整整采补了3天3夜，居然没死，也算是福大命大了。秦隐苦笑一声，你还死不了，你如今拥有禁忌之体、修罗圣体，这些精元虽然足以让你虚弱一段时间，但还不至于让你因此而死。南宫婉歌一双粉嫩的玉足出现在秦隐面前，一股睥睨的剑威辐射而来，让秦隐浑身一颤。9位女帝，我现在可以走了吧？秦隐看着高高在上的9大女帝，苦笑问道。当然可以，不过这是修罗剑，品阶不详，对你的修罗圣体而言，乃是相辅相成的绝世神兵，记住此剑一出，必要性命。白衣剑帝南宫婉歌一袭白衣，手中一把黑色的大剑飞出，落入了秦隐的手中。这是一把黑色的大剑，大剑之上布满狰狞的道纹，秦隐立刻感觉到了体内涌现出一股杀意，似乎有种要杀人的冲动。不过这种杀意很快被秦隐克制下去。趁手，多谢婉歌女帝赠剑。秦隐当即背负着修罗剑抱了抱拳。一袭紫色长裙的丹帝洛依依走出，眸光清澈若水，掌心之中则是一本丹书，此乃玲珑丹书，收罗无数天下丹药，除此之外，其中蕴含着无上炼丹术，足以让你成为绝世丹师。秦隐嘿嘿一笑，一点也不客气地收入囊中，多谢依依丹帝。另外，龙帝龙妖妖莲步迈出，与我双修。你体内已有一具太古龙魂，有此龙魂，天下万魂皆不可侵入你身。秦隐内视神识世界，立刻看到了一条金色的巨龙盘旋，龙威浩荡。天毒女帝碧罗轻轻一扫，邪魅一笑，还有呢，双修之时，本帝给你注入了一滴天毒液，可以保你万毒不侵。当然了，可别把我教你的毒术忘干净了，否则我有10000种方式折磨你哦。秦隐看着天毒女帝幽绿色的瞳孔，打了一个寒战，这可是真正的毒女啊，这些年她可没少被下毒。不过她也感知到了体内的一滴绿色的毒液。金乌女帝穆青隐身上燃起金炎，宛若耀日，本帝已为你种下金乌火种，世间万火都将臣服于你。金乌火种落入秦隐体内，静静地躺在灵丹之中。玄阴女帝一袭幽蓝长裙，递出一本古籍，此乃诸天创世曲，收罗天下无数曲谱，将此练成，足以踏入阴地。不死女帝黑裙舞动，手中浮现出一道卷轴，不死圣经，修至大成，可不死不灭。无上阵地将空间介质递出，世间阵法皆在其中，领悟大成，可破世间万阵。最后，极阴女帝媚然走出，雪颊微红，高高耸起的雪白轻轻地贴着秦隐的胸口划过，倾吐香兰贴在秦隐的耳旁。我没什么给你的，就把身子给你吧。我的元婴可是世间最完美的双修炉鼎，可惜此处天道规则压制了我的血脉之力，等本帝出去之后，可与你日日双修。咕噜，秦隐的喉结一滚，9位女帝的恩情，秦隐此生难忘，告辞。秦隐正欲转身离去，等等，南宫婉歌突然声音一冷，记住，2年之内必须达到王侯境，而且必须回来与我等再次双修，否则的话，我们一旦被此处天道规则磨灭，你也会连同我们一起被天道诛灭。若你没有达到，也会因承受不住我等的元婴之力而暴毙于此。你的身上有一枚玉佩，我们皆注入了一丝神识于其中，休想偷懒。境界共分为筑气、灵藏、化海、凝丹、结婴、王侯、破道、称尊、化圣、圣王和道，每一境界分为9重。秦隐浑身一颤，
2年之内必须达到王侯境，而且还要回来葬神渊与9大女帝双修，这压力的确很大啊。毕竟秦颖先前修行了10年时间，也才化海境9重而已。至于王侯，曾经的秦颖压根没有见过，压力山大。葬神渊内法则混乱，秦颖却若无事人一般离开。天毒女帝宛若毒株的美眸微微闪过一抹异色，果然葬神渊对于她毫无影响，唯有与她双修，得其精元之力，才能对抗此处天道。姐妹们，我们走出葬神渊有望了。9大女帝的眼中皆是闪烁着一道璀璨的神采，秦颖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天玄大陆，秦家，秦颖，是他居然没死，他还有脸回来吗？如今咱们秦家沦落至此，都是他一手造成的。若不是他失踪3年，错过了前往昆仑圣地的保送资格，昆仑圣地的大人物岂会动怒，想法与我们秦家？他是罪人，是秦家的千古罪人。秦府外，诸多秦家的族人将秦颖围起，一个个眼中浮现出愤怒之色，恨不得将秦颖千刀万剐，仿佛秦颖是整个秦族的罪人。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秦颖眸光瞬间一寒，扫向众人。3年前，他拥有号称1000年难得一遇的圣品资质，仅仅18岁，便是横扫整个天玄大陆的天骄，破例被昆仑圣地直接保送录取。可就在前往昆仑圣地的途中，秦颖意外坠入了葬神渊，便有了与9位女帝之间的故事。但回到秦家，非但没有得到半点欢迎，反而是如同罪人被族人审视。此时，人群前方，一名穿着青色长袍的青年走出，戏谑一笑：“秦颖，你还好意思回来？实话告诉你吧，当年你失踪，触怒了昆仑圣地的大人物，如今你父亲已经不是家主之位，而是被关押在了昆仑圣地。至于你，更不是曾经那位高高在上的少主了。呵呵，看来连修为也跌落至了筑气境了，真是可悲。趁我还没动手之前，你还是自己滚吧，秦家已经没有你的一席之地了。”此人秦颖当然不陌生，正是秦府的门客李周，地位不高，当年给自己提鞋都没有资格，而今却趾高气扬的要将自己扫地出门。秦颖眯了眯眼，双眸射出一道刺骨的寒芒，一抹杀意瞬间绽放。不过是秦家养的一条狗，也敢跟主人狗叫？李周捧腹大笑，合不拢嘴，哈哈哈哈！你还真以为你还是曾经那个少主吗？怎么想打我？就凭你区区筑气初期的境界？下一刻，一道宛若从地狱深渊之中响起的寒音响彻而起，不是杀你！这一瞬，杀意陡现，李周疯狂嗤笑，不断挑衅秦颖：“杀我！听到没？他要杀我，你倒是杀一个试试！”开玩笑，如今秦颖人人喊打，且修为倒退至筑气境初期，而自己已经是筑气境5重的修为，给秦颖100个胆子，也绝不敢对自己出手。轰！话音未落，毫无任何预兆的一拳轰出，没给李周任何反应的时间，其脑袋瞬间炸开，鲜血四溅而出，一缕漆黑的死气涌入秦颖的体内。这正是修罗圣体的特殊能力，杀人可以获得对方的死气，以供自身修行。秦颖扫向惊魂未定的众人，大步流星地走入秦府。谁要拦我，大可试试！无人再敢阻拦秦颖。秦颖下手之狠辣，与3年前相比，似有着天壤之别。但谁也知道，秦颖修为倒退，恐怕资质受损，即便归来，也难以掀起大风大浪。秦颖归来的消息不胫而走，毕竟当年秦颖可是一段传奇，年仅18便踏入了化海境巅峰，足以堪比一些大家族的顶级强者。而此刻的秦颖已经回到了自己曾经的院子，推门而入，院门一道略有些消瘦的身影瞬间正然，直接飞扑到秦颖的身上。颖哥，真的是你吗？青年名为秦玄，是三叔的儿子，从小跟在秦颖的屁股后头，视秦颖为偶像。是我回来了，小玄子，3年不见，果然长大了。秦颖拍了拍秦玄的肩膀，淡淡一笑。接下来从秦玄口中，秦颖大概得知了他失踪之后秦家发生的变故。因为触怒昆仑圣地的缘故，他的父亲被昆仑圣地带走关押，而家主一位也落到了三叔的头上。自此之后，秦家一蹶不振。除此之外，在秦府之内还有内患。三叔秦未阳天赋平平，至今也才化海境而已，而家中门客纷纷抱团，以林平虎为首，与秦未阳分庭抗礼，预谋家主之位。看着秦玄红着双眼述说这3年来的屈辱，秦颖声音低沉下来，沉吟道：“此事因我而已，既然我归来了，自然该由我来结束。”秦玄离去之后，秦颖呼出一口寒气，眼中迸射出一道道的杀意。没想到一群秦家养的狗，现在居然敢觊觎秦家的一切。
由他而起，自该由他终结。无论如何，这些人一个都不可能放过。秦颖回到房间，盘膝而坐，当务之急便是提升修为。如今9大女帝已为他重塑无上资质，体内灵丹储纳的灵气更是3年前的10倍不止，更何况今还拥有修罗圣体。按照9位女帝的说法，修罗圣体乃是禁忌之体，可通过杀人吸收死气，提升自身的修为。而今刚好可以试试。从李周身上吸来的死气被秦颖顷刻炼化，仅仅一瞬，秦颖便是感觉到了修为提升。不过李周的境界还是太弱了，而且资质平平，炼化的死气不足以让他突破。但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修罗圣体的可怕之处。灵气在体内运转，眨眼间便有着天地灵气肆无忌惮地汇入秦颖的体内。秦颖微微吃惊，若是之前的他，这般修为绝不可能调动如此庞大的灵气，而如今却是先前的10倍不止。炼化速度也快得惊人，顷刻间便被几身炼化，且灵气几乎毫无杂质，极其纯粹。这便是无上资质吗？9位女帝果然没有欺骗我，以这般资质，我先前的资质的确很普通啊。秦颖不得不发出一声感慨。时间迅速流逝，而秦颖也在短短1夜之间将境界突破至了筑气境6重，1夜突破3重，这般速度简直是光速。呼，翌日呼出一口浊气，秦颖伸了一个懒腰，浑身骨头噼里啪啦作响，好不酸爽。筑气境还远远不够，2年之内必须达到王侯境，否则岂不被9大女帝活活榨干而亡？看来需要去弄一些药材，炼制一些聚灵液再说。得到了丹帝的传承，炼制聚灵液自然不在话下。秦颖直奔药堂而去。秦家子弟每个月都可以领取一批药物以供修行。来到药堂，不少秦家子弟都来了此处，可脸上分明一个个写满了不满。每个月只有这少得可怜的几株药材，这些门客分明是要霸占整个药堂。是啊，药材越来越少，门客的药材却越来越多，这分明是要把我们秦族之人往绝路上逼。少说2句吧，如今林平虎的实力可是比家主还强，谁敢说不是呢？你不服，给我打！这时人群之中突然一人被直接撞飞了出来。发放药材的门客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就要暴打这名秦族子弟。就在这时，一道寒音响起，稳稳地将那名倒飞出来的少年接住。来者赫然是归来的秦颖。诸多目光望去，这些目光之中不少人都是幽怨之色，若不是秦颖，他们秦家怎会沦落至此呢？被安排发放药材的正是李周的兄长李天。昨日秦颖一拳击杀了李周，他居然还敢来这。李天可是筑气境8重，实力不俗啊。众人纷纷感叹一声，觉得秦颖过来显然是找虐的。门客为首之人正是一身白袍的李天。秦野，没想到你居然还敢出来，你可知道你昨天杀死的是我的弟弟？李天双眼瞬间迸现出血丝，眼中浮现出一股杀意。我没去找你算账，你却主动送上门来了。秦颖平淡看去，随口说道：是吗？一条狗而已，死了也就死了。李天狞笑一声，好一个死了也就死了，你真以为你还是曾经那位少主？呵呵呵，现在的你早已经不是了。你现在给我跪下，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然后自断一臂，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否则的话……秦颖侧目望去，否则如何？李天浑身气息瞬间爆开，杀意四射，要你性命。秦颖冷笑一声，狗咬主人，杀了的话应该也理所当然吧。没有丝毫的犹豫，秦颖一步迈出，灵气雄厚如山，掌心之中浮现出一道寒芒，正是修罗剑。李天嗤笑一声，觉得秦颖这是在自寻死路。你现在不是少主，而是罪人，就算是杀了你，谁敢如何？甚至杀了秦颖，自己还能去向林平虎请功，说不定还能获得重赏。李天当即抽出一把大刀，一刀劈出，没有丝毫留手。众人纷纷闭上眼睛，不敢看接下来的惨状。以秦颖的修为，如何和李天相比？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啊！啊！一道惨绝人寰的惨叫声响起，众人纷纷浑身一颤，但睁开双眼之时，一个个却全部呆若木鸡。却见李天的身上划过一道平滑如镜的伤口，从中间被直接一分为2，死的不能再死了。这是秦颖做的。秦颖一步迈出，吸收了李天的死气，看向了其余的门客。接下来一剑斩出，一剑要一人性命。白衣剑帝说过，修罗剑出剑必杀人，动用修罗剑的那一刻起，秦颖就没打算放过这些人的性命。药堂门口宛若一片人间地狱，对于秦颖而言，这些人
都是秦家的蛀虫，一个都留不得。短短10息不到的时间，便是足足有着近乎10余人死在了秦颖的剑下。这一刻，所有人都浑身战栗不止，仿佛归来的不是秦颖，而是一尊杀神。秦颖取得了聚灵液的药材，便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院子，而药堂一事也令得整个秦府为之动荡，特别是秦家的诸多门客感觉到了一缕危机。无论如何，绝不能再让秦颖崛起，否则后患无穷。对于秦府的风波，秦颖充耳不闻。现在的他只有一个目的，加速提升修为，唯有提升修为，才能解决如今秦家的危机。聚灵液作为最为基础的药液，仅仅是一品药液，对于秦颖而言自然不难。毕竟获得了丹帝亲手指点的他，炼制聚灵液简直是有手就行。不过是短短1个下午的时间，秦颖便是炼制出了10瓶极品聚灵液。而正当秦颖准备离开，开始借助聚灵液开始修行之时，秦府却来了一行不速之客。秦玄敲响了秦颖的大门，推门而出，便是看到了秦玄急躁的表情。颖哥，不好了，上官家来人了，说是要和你取消与上官揽月的婚约。秦颖的眉头微微一皱，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烦是一件件找上门。走吧。秦颖随着秦玄直奔会客堂而去。他与上官家的大小姐上官揽月的确有婚约，是当年双方父母定下的。会客堂内，此时已经来了诸多人影，为首的自然是上官家的家主上官清以及一众上官族老。在上官清的身后，还有一名穿着朴素长裙的女子，一脸怯懦地站在众人身后。秦颖扫视了一番，并未看到上官揽月的身影。既然要与我退婚，上官揽月人呢？秦颖大步流星走来，直接来到了堂内中央，与上官家族之人对峙。三叔秦未阳也在堂内，眸中蕴含一丝怒意。上官家这么做，无疑是要秦家难堪，丢尽颜面。上官清神色冷淡，直接开门见山道：揽月如今已经进入昆仑圣地修行，无法归来。不过揽月早就说过，你若归来，便取消与你的婚约。因此这次听闻你归来的消息，便打算告知你一声。秦未阳顿时一怒：上官清，你这做得太过分了吧？这将我们秦家的脸面置身于何处？秦未阳身为秦颖的三叔，对于秦颖疼爱有加，曾经秦颖可是家族的骄傲，如今却被上官家如此欺辱，他怎能忍受的了？秦颖来到秦未阳的身前，眸光冷冽地看着上官家众人。上官家可真是会挑时候，不过当年我可记得你与我父亲都起了大道誓言，若是退婚，你就不怕遭受大道反噬？为了避免对方反悔，双方父亲都曾起过大道誓言。大道誓言一旦违背，将会引来大道反噬，自然不是上官清能承受的了的。上官清淡淡一笑：不错，我与你父亲的确起过大道誓言，因此这一次来不是退婚，而是改变婚约，让小女上官婉代替揽月与秦颖你的婚约。一时间，诸多目光纷纷落在了那道身着朴素长裙的怯懦少女身上。少女的脸上有着狰狞的疤痕，甚至其瞳孔呈现的乃是一种血红之色，极其诡异。身材固然是一绝，但这脸蛋却让人望而却步。改变婚约，一时间，诸多秦家门客纷纷冷笑不已。一个落魄的少主配一个毁容的丑女，当真是绝配啊！哈哈哈，亏上官家主想得出来，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法子。一众讥讽之声当中，秦未阳的脸色铁青，咆哮道：上官清，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想要借此羞辱我们秦家，也没必要用这种手段。自从秦颖失踪，得罪昆仑圣地之后，上官家一直想要撇清与秦家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如今秦家之内门客的崛起，也与上官家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秦颖注视着上官婉，只见得上官婉一直扣着手指，低头不敢面对众人。秦颖当然知道上官婉，据说其出生之时天现红月，其母亲也因其难产而死，因此自其出生之后便被视为不祥之人，在上官家中也没少受到欺凌，可以说是虽是上官家的小姐，但却人嫌狗气。为此，秦颖也为上官婉出面过几次。然而就在秦颖思索之际，一道宛若剑芒般锋利的声音自脖子上的玉佩之中响起，正是9大女帝注入神时赠送给她的那枚玉佩。没想到这荒芜之地居然出现了这等奇童，赫然是南宫婉歌的声音，其声音微微一颤，显然有所诧异。秦颖当即传音进入玉佩之中：婉歌女帝，她是什么奇童，能让你都如此惊讶？开玩笑，这可是无上女帝，什么没见过，但却能让婉歌女帝如此震惊的，难道还能是什么凡俗之物？秦颖当即好奇了起来。其双瞳有着大道法则束缚，乃是禁忌之瞳，
也被称之为血月圣童。血月圣童一旦觉醒，可自主吸食天地日月精华，修行速度更是骇然无比。总而言之，这般资质当称绝世之资，修至大成，一个眼神便足以毁掉一片世界。我靠！秦颖就差没劲的当即跳起来，一个眼神就可足以毁掉一片世界，那是何等的逆天！以秦颖如今的境界眼界，自然无法理解这血月圣童的可怕之处。但既然婉歌女帝都如此说了，那必然是逆天之资。这等绝世天骄，若是放在此处，简直是浪费了如此逆天的资质。何况上官婉儿真的长得丑吗？一些疤痕而已。对于得到了丹地真传的秦颖而言，恢复容貌只是一抬手的功夫而已。他在葬神渊受尽折磨，可没少毁容。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些恢复容貌的丹药呢。上官清冷笑一声：“秦家主，你应该很清楚现在秦家的境况。”这句话显然是对于秦未阳的威胁。如今秦家内忧外患，若是再得罪死上官家，可想而知。何况即便是发了大道誓言，但只要秦颖出了意外的话，那么就不算是违背大道誓言。退一万步讲，这已经算是上官家的恩赐了。就在秦未阳面露难堪之时，一道铿锵之音却瞬间让所有人都愕然住了。我同意。一双双眼睛纷纷看向了秦颖。这句话赫然是秦颖说的。上官婉儿抬起那双妖异的红瞳，难以置信地看着秦颖。秦颖目光一寒，扫视上官家所有人。不过你们记住，不是上官揽月要与我取消婚约，而是我要休了他，主动与上官婉儿结为夫妻。嗡！秦颖一袭黑袍鼓动，神色坚决。会客堂内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就连上官家的人都没意料到这秦颖居然这么快就答应了下来。不过对于上官清而言，秦颖说什么不重要，不过是想要维持那可笑的颜面而已。至于上官婉儿，上官清从未将其当作亲生女儿看待，否则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上官婉儿遭受族人欺辱也视若无睹。对于他而言，如今的上官揽月已经步入昆仑圣地，而上官家足以凭借揽月的身份水涨船高，而秦家只是一个受死的骆驼，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哈哈，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曾经威风凛凛盖压天骄的少主，没想到如今与一个天下第一丑女结为夫妻。先是失踪3年，令得秦家遭受圣地降罚，如今归来迎娶丑女，还真是秦家的耻辱。秦家有这样的少主，真是悲哀。周围的门客讥笑不止，秦未阳的脸色难看，但如今秦家的情况众人皆知。林平虎的实力比起秦正阳还要强上不少，即使是秦未阳身为家主，却也绝对不敢直接与林平虎撕破脸皮。可秦未阳不敢，不代表秦颖不敢。啪！一道黑影袭出，方才带头哄笑的门客眼珠子瞬间瞪大，只见得眼前一道拳影宛若山岳般重重砸来，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直接正中面门。清晰可闻头骨破碎的声音，那名门客瞬间倒下，浓稠的液体迸溅而出，死得不能再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秦颖站在尸体面前，冷笑一声：“年轻真好，倒头就睡，可惜再也醒不过来了。”诸多门客皆是浑身一颤。秦颖归来已经杀了不少门客了，手段之狠辣，如同一尊万古杀神。秦正阳看向秦颖，眸光也隐隐有所触动。秦颖这次归来与先前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眼中的杀意，即使是秦正阳的境界都感觉到一股如同坠入地狱般的毛骨悚然感。这真的还是秦颖吗？其实秦颖的性格变化与修罗圣体有关，修罗圣体修行的本就是杀戮大道，其虽然杀的人不多，但哪怕是一个眼神，都如同一个杀了成千上万人的嗜血恶魔。死气悄无声息地流入秦颖的体内。此刻自门客之中，一名锦衣华服的青年迈出脚步，气息直接轰开，赫然是灵藏之境。其余门客都颇为敬畏尊称：“龙哥，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门客之首林平虎之子林玉龙。秦颖，看来你是真没把我放在眼里。林玉龙寒音响起，双眸微眯，死死地盯着秦颖。秦颖对于林玉龙自然是有所印象，当年便是自己的剑童，陪着自己练剑，如今却如此趾高气扬地走出，仿佛他才是那个少主。对此，秦颖冷声嗤笑一声：“我倒是谁？原来是本少曾经的剑童啊！一个只配捡剑的剑童而已，凭什么要本少把你放在眼里？”你！林玉龙当即增怒起来。如今的他虽然不是少主，但却胜似少主，有着林平虎在身后撑腰，他与少主的地位没有区别。想起曾经那段剑童的画面，
林玉龙将之当作自己的屈辱。他凭什么要寄人篱下？凭什么要陪他人练剑？林玉龙咬牙切齿开口道：“这3年，秦家若没我父亲坐镇，你认为凭什么秦家还可以安然无恙？而你，导致秦家落魄的罪魁祸首，有什么资格诛杀门客？”面对林玉龙的质问，秦颖却嗤声一笑：“凭什么？就凭我是少主，而你们不过是一群妄图欺主之犬。”秦颖的话让林玉龙瞬间哑然，体内灵气暴走，机欲出手。这一刻，秦未阳站了出来，目视所有门客、无关人等全部离开。秦颖归来，轰杀了不少门客，与门客之间已经撕破脸皮了。秦正阳这个时候若是还怯懦，就不配为秦家家主，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秦家祖先。林玉龙冷哼一声，挥袖离去，背对着秦颖等众人道：“待我父亲出关，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少主是否还能坐稳。我们走。”一众门客离去。目睹了这场闹剧的上官家众人心中皆是一叹，秦家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遑论秦颖还得罪了昆仑圣地的大能，秦家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和未来了。秦颖看向上官清，方才的杀意瞬息收敛，淡淡一笑，让上官家的诸位见丑了。上官清的神色微微一变，秦颖方才手段之狠辣果决，完全不像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更像是一个老辣无比的老怪物。这短短3年，秦颖究竟经历了什么？不过这些显然不是他现在关心的。既然你与婉儿的婚约已定，依我看，你与婉儿之间不如尽快成婚。上官清目光冷淡，对于自己的亲生女儿嫁人并无任何的情绪波动，似乎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垃圾。上官婉儿始终低着脑袋，不敢面对众人，出生至今府内的丫鬟都不如，她还能期许什么呢？秦颖答应，或许只是和揽月妹妹怄气而已，或是因此泄恨。他从未想过秦颖会是真心真意的，毕竟以她的容貌，连孩童见到了都会害怕，怎么可能有人会心甘情愿地娶她呢？他早已经认命了。秦未阳看向了秦颖，此事需要秦颖自己定夺，他无权干涉，只是觉得上官家欺人太甚。但如今上官家背靠昆仑圣地，纵然是千不甘万不愿，也不可能与上官家撕破脸面。好，既然如此，10日之后我便来接婉入秦家。秦颖毅然决然开口道，不容置疑。上官清露出笑意，如此甚好，解决了一句心头大事，上官清自然高兴。秦颖目光逐渐变得温柔下来，看向了上官婉儿，轻柔道：“婉儿，10日之后我来接你。”上官婉儿娇躯轻颤，声音如此轻柔，让她有些受宠若惊一般。我……秦颖来到了上官婉儿的面前，手指轻轻挑起上官婉儿的下巴。上官婉儿宛若一只受惊的小猫，不敢与秦颖对视，更不愿让秦颖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自己这张丑陋的脸面。可她力气哪里有秦颖大，脸上宛若蚯蚓一般的血色痕迹，在众人看来格外狰狞恐怖。可秦颖的眼中却丝毫没有嫌弃之色。上官婉儿的五官其实十分精致，只是那天生的胎痕，而这一旦褪去，秦颖相信上官婉儿绝对拥有着一张倾世之颜。最重要的是，上官婉儿拥有连婉歌女帝都震撼不已的血月圣瞳，其直视着上官婉儿的双瞳，宛若一对血色的宝石，璀璨无比。10日之后，我一定让你成为最美的新娘。上官婉儿眸光动荡，对于这句话居然深信不疑，随后心中不禁嘲笑自己的幻想，自己只是可怜的丑小鸭，最美的新娘，可能吗？只怕是安慰自己吧。确定了婚期，10日之后，上官清便是带人离去。此事在秦家内外不断传播，对于秦颖迎娶上官婉儿，更多的则是大多数人的讥笑。上官婉儿被称之为世上最丑女子，而曾经风光无限的无上骄子，如今改变婚约与上官婉儿成婚。在秦府的后花园内，秦未阳将秦颖唤来此地。秦颖，这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秦未阳转过身来，看着秦颖问道。秦颖轻叹一口气，三叔一言难尽。总之，3年前我有难言之隐，最近才得以重获自由。秦颖自然不可能将9大女帝的事情告诉三叔，即便是说出去，三叔也未必理解。秦家说到底在这世上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家族而已，怎能理解女帝那等至高无上的存在呢？也罢，你归来就好。秦未阳露出一抹笑意，随后神色又变得凝重起来。只是三叔无能，无法守住秦家的家业，居然让林平湖等人在秦家作威作福，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颖安慰道：三叔不必自责，此事说到底因我而起，才让这些人有了可乘之机。秦未阳的天赋意志一般，压不住林平虎是自然的，
何况这世间本就是弱肉强食，实力为尊。林平虎的实力要强于秦未阳，秦未阳压不住林平虎，不足为奇。秦未阳忧心忡忡道：林平虎如今正在闭关，其若出关，怕是要突破至化海境后期，而且应该不会太久。如今你又公然击杀诸多门客，恐怕林平虎不会放过你。要不你先躲躲。化海境后期，若是曾经的秦颖，自然不会将林平虎放在眼里，但现在的秦颖修为倒退，秦未阳不得不做出打算。秦颖却淡然一笑：躲？我秦颖的字典里就没有躲这个字。三叔不必忧虑，我既然已经归来，自然该替秦家扫除这些杂碎。可是你……秦未阳看着秦颖眼中的杀意，连他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后怕，像是一个杀了成千上万人的杀人魔头，给人极为可怕的威慑感。秦颖取出一本古籍，交到了秦未阳的手中。三叔，我记得你修行的是枪法，这是一门枪法武技，正好适合三叔你修行。秦未阳起初还并不在意，毕竟自己已经修行了秦家最强的枪法武技，乃是一部玄阶下品的枪法。武技共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玄阶武技已经是秦家最强的武技，拥有这等武技已经足以在同等境界内傲视大多数人了。可当他低头一看，下一瞬，整个人如同被黄钟大吕敲击一般，嗡嗡作响，一个趔趄，差点没一屁股坐下去。地阶枪法，天龙枪。这……秦未阳脑袋一片空白，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的地阶枪法。地阶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天玄大陆之内，哪怕是最强的，也只是地阶武技，而且都掌控在那些最为顶级的势力之中。秦颖随手拿出的一部枪法，居然是地阶枪法，秦颖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秦颖波澜不惊地淡笑一声道：一本地阶枪法而已，三叔就先拿来练练手。地阶枪法而已，练练手。秦未阳整个人都不好了，若不是秦颖的亲三叔，真的要吐血啊！世人眼中足以引起一场腥风血雨的地阶武技，在秦颖的话语之中，就像是一部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凡物。这特么合理吗？装逼，太装逼了！其实秦颖说的是大实话，类似这种武技，秦颖太多了，主要是9大女帝实在是给的太多了。若是曾经，秦颖可能也会和三叔一样的表情，但现在当侧指秦颖都嫌他太硬了。秦未阳视若珍宝，得此枪法，足以让他实力增强不少。或许有机会在林平虎出关之后与林平虎抗衡。秦颖其实还有更强的枪法，但也没必要拿出来，秦未阳的境界也无法修行那些更高阶的武技，地阶正好适合。辞别了秦未阳之后，秦颖回到了住处。先前斩杀了10数位门客，再加上炼制的极品聚灵丹，足以让他在往上提升境界。林平虎随时可能出关，他必须要在林平虎出关之前尽量提升自己的修为。调动修罗圣体，一缕血色的气息将秦颖笼罩，可怕的戾气连虚空都隐隐荡动起来，似在忌惮。炼化死气，秦颖从筑气境6重再次得到了提升，踏入了筑气境7重。若是他先前的灵气储纳足以迈入筑气境8、9重，但他现在的灵丹突破一次所需要的灵气是先前的10倍乃至更多。接下来便是炼化聚灵液，极品聚灵液疯狂灌入，若是有旁人在场，必然会大吃一惊。这般狂灌聚灵液足以将灵丹撑爆，而秦颖却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是体内的气息水涨船高。随着聚灵液的入体，很快便是迈入了筑气境9重之境。可就在这时，秦颖突然身躯狠狠一震，脑海之中似有一股血气洪流冲击，狠狠冲击着他的神识。啊！一道惨叫之音响起，秦颖睁开双眼，双目顿然变得血红，浮现出一根根的血丝，浑身的青筋绷紧，宛若一尊魔王欲要冲体而出。秦颖只感觉到这一瞬，居然有种无比可怕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嗜血杀人的冲动。什么东西，居然在攻击我的神识？秦颖强忍着内心的冲动，不由向玉佩之中的女帝问道。此刻，天毒女帝的魅音响起，修罗圣体被誉为禁忌之体，自然不是寻常体质。修罗圣体是天生的杀道主宰，而你每一次突破，你自身增强的同时，修罗圣体的杀戮欲望也会增强。曾有修行修罗圣体之人，因为无法压制住体内的杀意，从而被杀意吞噬意识，屠杀了数十亿人，灭掉了数十座世界。秦颖的脑海被不断轰击，杀戮欲望正在疯长，其咬紧牙关道：这么可怕？天毒女帝道：你以为修罗圣体虽强，但若压制不住杀意，便会堕落成杀戮魔头。所以虽然给你重塑了修罗圣体，但你也要切记，不可盲目突破。秦颖有些蛋疼，这不是限制他突破吗？
天毒女帝姐姐，那我该如何压制这股杀人冲动？秦颖问道。她虽然不是圣母，但可不想成为一个杀人魔头。天毒女帝道：修罗圣体内拥有9道天道禁制，你需打破天道禁制，可压制住修罗圣体。在你达到化海境之前，必须打破第1道禁制，否则随时都有被杀意侵蚀的可能。秦颖内视体内，在1刻钟的时间左右，秦颖果然发现了自己的体内似乎隐隐有着一道气旋，气旋之上似有一股神秘莫测的力量正在封禁。这是天道禁制？秦颖问道。天毒女帝会心一笑，果然不愧是我们选中的人，这么快就找到了天道禁制。秦颖苦笑道：天毒姐姐就别挖苦我了，我该怎么解开天道禁制？天毒女帝接下来的声音顿然一寒：很简单，杀人。杀人？就这？秦颖还以为解开天道禁制很难，没想到居然就这么简单。身怀修罗圣体，就注定了秦颖接下来的道途便是以杀伐之道为主。杀人便能解开修罗圣体的天道禁制，这不正好是他的拿手好菜吗？天毒女帝听着秦颖这不以为意的语气，便是媚然含笑一声，不禁让秦颖打了一个寒战。你真以为那么简单？秦颖反问。不然呢？天毒女帝道：现在你可以内视那道天道禁制看看。秦颖再次内视，仔细观摩，逐渐发现了一丝端倪。天道禁制之上似乎缠绕着几道死气，但这些死气还远远不够冲击天道禁制。秦颖眉头一皱，天毒女帝的声音传入耳中：不错，这些正是你现在所杀之人，但是修为太弱了，不可能冲击天道禁制。而你修罗圣体带来的杀念，随时有可能在化海境之前吞噬你的灵识，使你化为一具只为杀人的行尸走肉。你需要在化海境之前必须斩杀一名化海境至少后期修为之人，化海境之前必须斩杀一名化海境后期强者，意味着要越一大境界杀人，这可不是轻易之事。这还只是开端而已，须知修罗圣体可是拥有着9道天道禁制，意味着每解开一道都需要越境击杀强者吗？越修行往后越为艰难，一个小境界之差都或许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想要越境杀人无疑会更加艰难。当然摆在秦颖眼前的当务之急是斩杀一名化海境修为的强者。现在还觉得简单吗？天毒女帝悠悠然的声音传来。秦颖摇了摇头，苦笑道：是我天真了，不愧是修罗圣体，禁忌之体名不虚传，多谢天毒女帝解惑。好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哟。天毒女帝的声音隐去，秦颖呼出一口浊气，继续炼化体内剩余的药液，很快炼化的一干二净，最终的境界也是稳固在了灵藏境一重。迈入了灵藏境，灵气可以达到外放的程度，意味着可以隔空杀人。随手一招便是取来了修罗剑，修罗剑剑刃之上浮现出一抹血色，仿佛刚刚沾染过新鲜的鲜血一般，极为妖异。一剑斩出，院内的一棵古树瞬间拦腰而断，威力之大可想而知，这绝非是灵藏境一重所能表现出来的可怕战力。秦颖越发的觉得如今的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相较于先前的天赋而言，如今的他才是真正的妖孽。杀一名化海境，林平虎，你还有什么资格不死呢？秦颖的眼神微微一眯，眼中蹦出一道凛冽的杀机。无疑，这第1道天道禁制，秦颖打算拿林平虎开刀。接下来，秦颖开始修行不死圣经。按照不死女帝的说法，不死圣经修至大成，可不死不灭。虽然不知道是否夸张了，但不死圣经与肉身有关，即便是受伤再重，只要没有一击毙命，都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恢复过来，这可是保命神迹啊！3日之后，秦颖打算继续炼制一批聚灵液以供修行，达到了灵藏境需要的灵气更是海量级别的。现如今秦家之内能够找到齐全的药材，也就只有聚灵液的药材了，其他的丹药暂时还无法炼制。灵藏境修行的话，聚灵液也能发挥一些作用。换了一身干净的黑袍，秦颖离开了院子，直奔药堂而去。自秦颖击杀了10数名门客之后，不少门客见到秦颖皆是不敢指指点点，躲到了远处，生怕秦颖一个不高兴再次杀人。对此，秦颖视若无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何况他也不是真正的杀人狂魔，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林平虎。路过演武场时，秦颖却突然被一道熟悉的声音吸引了过去。只见得在演武场内，此刻站着不少的门客，门客正汇聚在武场中央的位置，疯狂叫好。哈哈哈哈，这就是如今秦家的少主吗？秦玄身为家主之子，却沦为林玉龙的贱童，简直可笑啊！如此唯唯诺诺，劝你还是将少主之位交给玉龙少爷好了。
听到此起彼伏的哄笑声，秦玄二字直接让秦颖的神经顿时狠狠一紧，双眸之内直接爆开一道惊人的杀念。秦玄从小就是秦颖的跟屁虫，对于秦颖更是亲如兄弟，其天赋与三叔差不多，有些一般，但秦颖绝不容许任何人欺负秦玄，在他眼中这就是他的亲弟弟。只见得在一座比武台上，秦玄较为瘦弱的身躯被轰飞出去，飞出了擂台之外，同时一把飞剑也笔直地刺在秦玄的身旁。比武台上正是林玉龙那嚣张跋扈的身影，林玉龙狞笑着看向秦玄，还请秦玄少主将剑带回来。秦玄性格软弱，不敢不从，从地上爬起，拿起一旁的长剑。林玉龙大笑一声，指着秦玄道：“秦颖说我是他的剑童，可他哪里知道，如今堂堂秦家少主却成了我林玉龙的剑童。秦颖也配？你可以欺负我，但你没有资格这么说，秦颖大哥。”秦玄将手中的剑一丢，怒目而视。林玉龙拍腿大笑：“不服？你不服？也好，那就把你打服为止。你最好不要告诉秦颖，否则等他来了，我绝对会狠狠地羞辱他。”林玉龙一个眼神，便要让门客将秦玄带到比武台上去。两名门客走向秦玄，一把就要抓住秦玄。秦玄的眼中浮现出一抹惧意。不等门客的手接触秦玄的刹那之间，两道惨叫声几乎是同时响起。啊！我的手断了！诸多目光瞬间骇然望去，却见得两名门客伸出的手臂竟是直接被斩断了。究竟是谁呢？一道黑影闪现，直接出现在了秦玄的面前。秦玄的眼中浮现出一丝泪花，看着面前修长的身影，巍峨如山。尹哥，一袭黑袍，正是秦颖。较多门客纷纷后退，而方才断臂的两名门客脖子上一致的出现了一道血痕，随后脑袋直接滚落，死了。秦颖回眸直视秦玄，拍了拍秦玄的肩膀：“是我没本事，给秦家丢脸了。”秦玄低下了脑袋，不敢抬头与秦颖对视。秦颖只淡淡开口：“不怪你，怪我没保护好你。接下来都交给我。”接下来，一双宛若死神般充斥着惊天杀念的双眸看向了比武台上耀武扬威的林玉龙。一道刺骨追魂的寒音钻入林玉龙的耳膜之中：“你想怎么死？”冰冷刺骨的寒音回荡在演武场上。饶是林玉龙嚣张跋扈惯了，如今也居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敢与秦颖对视。这种感觉就像是被地狱深渊凝视，十分可怕。可笑，他害怕什么呢？如今他可是灵藏境四重，早已非当年那个给秦颖捡剑的剑童了。等林平虎出关之后，整个秦家就是他们父子的了，他才是秦家真正的少主。不对，到那个时候，秦家都得改名了，叫做林家。林玉龙冷冷狂笑出声：“哈哈哈哈！我想怎么死？怎么莫非你还想杀我？”秦颖的双眸蹦出一道极致的寒芒，低沉之音缓缓响起：“杀你，太便宜你了！欺辱主人的看门狗，我该怎么让你死的后悔今日所做的一切呢？”秦颖看门狗三个字深深地刺痛了林玉龙的神经，其双拳一握，一股浩瀚的灵气瞬间轰开。这不过是你们秦家咎由自取而已。你不是说我是你曾经的剑童，如今我就让你们秦家尝尝做一个剑童的滋味。轰！秦颖一步迈出，脚下似有万钧神力，地面似乎都轻微一颤，可见秦颖真的动怒了。动他可以，但欺辱他的兄弟唯有一死。秦玄慌忙地拉住秦颖的袖子：“秦颖大哥，其实我没事的。”秦玄自然是担心林玉龙的实力不弱，而秦颖刚刚归来不久，如今正在实力恢复期间，唯有秦颖才是秦家未来的希望，不能出现半点意外。秦颖回眸看着担忧的秦玄，道：“小玄子，你也长大了，你要懂得，有些时候你若懦弱心软，他人就会肆无忌惮地骑在你的头上放屁拉屎，唯有杀到对方胆寒为止，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秦玄的眸光颤动，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以隐忍为主，因此这些年没少受到门客的欺负，即便父亲是家主，也改变不了他的性子。秦颖的话宛若一根针，深深地刺入了他的心魂深处。大臂一挥，秦颖数步登上了比武台。看着比武台上的秦颖，围观在此处的门客不少都是浮现出一抹疯狂的冷笑。秦颖太狂了，如今谁不知道林玉龙才配成为真正的少主？玉龙少爷可是灵藏境四重巅峰，一步便可迈入五重之境。秦颖天资受损，怎么跟玉龙少爷相比？就等着看吧，到时候秦颖被玉龙少爷踩在脚下时候的样子。一些秦家的年轻族人也都被吸引而来。自从秦颖在药堂击杀李天等人之后，
众人对于秦颖也逐渐有所改观。秦颖归来之时，他们认为秦颖是秦家的罪人，而今秦颖似乎让他们看到了秦家的一丝希望。少主真的能战胜林玉龙吗？实力差距太大，且林玉龙的天赋不差，恐怕很难吧。众人的态度不一，但无不都希望秦颖能够出一口恶气。这些年，他们被林玉龙都或多或少的欺凌过，身为真正的秦家人，却被门客欺辱，谁不想看到林玉龙被凌虐的画面？可是归来之后的秦颖，当真能够做到吗？林玉龙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目视秦颖：“你能上来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不敢呢。若是被曾经剑童踩在脚下的话，肯定不好受吧？”数日前，林玉龙便被秦颖大骂，因此耿耿于怀。如今终于可以找到泄愤的机会了，林玉龙自然会好好把握好这个机会。若是将秦颖踩在脚下的话，那种滋味肯定很不错的。秦颖凝视而去，随手一招，掌心之中正是修罗剑，一股惊人的煞气荡开，令得诸多人都是纷纷浑身一颤。我在想，用什么方式杀狗会更让人兴奋？秦颖的话音落下，林玉龙被彻底激怒了。这一刻，林玉龙手掌一握，掌中赫然浮现一把长剑，剑锋凌厉，一剑刺出，眨眼间化作了一道肆虐的龙卷，朝着秦颖袭杀而去。你找死！林玉龙出手便是黄阶上品的武技剑气龙卷。看来玉龙少爷是不打算给秦颖任何机会了。若没有人阻拦的话，就算是秦颖死了，秦家也不敢放一个屁吧。大多数门客皆是似乎看到了接下来秦颖被一剑刺杀的画面了，简直不要太美。龙卷袭来，秦颖依旧静静伫立，不为所动，连手都不敢出了吗？林玉龙的讥讽声传来，眼看着剑气龙卷越来越近，这一刻秦颖终于动了，手中的修罗剑一剑斩出，没有任何的花哨招式，十分朴素的一道剑招。众人看来，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更遑论两人本就差距不小。一股灵气顿然自秦颖的体内爆开，爆开的一瞬，形成一股强大的风暴。林玉龙的脸色微微一凝，剑气龙卷与修罗剑斩击在一起。轰！就在林玉龙以为秦颖抵挡不住之时，一股骇然的力量却瞬间让林玉龙仿佛遭到了万钧重击，浑身的骨头都剧烈一颤。什么力量？剑气龙卷被直接展开，修罗剑笔直落下。林玉龙眼神惊惧，长剑被荡开，不得已一退，但他退的速度哪里有剑快？一道鲜血狂飙而出，一根断臂直接掉落下去，正是林玉龙的右臂。这一幕令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如今见鬼！看着林玉龙的惨状，门客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一剑，林玉龙居然被斩断一臂，哪怕是之前的秦颖也没有如此逆天吧？秦颖究竟是人是鬼？秦家众人也都神经一颤，好强的剑，这便是3年之后归来的少主吗？事实上，跟随白衣剑帝，秦颖足足练剑3年，在他看来，天下所有人的剑道也不过如此。秦颖傲立不屑地看着林玉龙，林玉龙抱住断臂，眼中浮现出一抹惊惧之色。怎么可能？几日前你还是筑气境，怎么如今迈入了灵藏境？秦颖提着修罗剑，一步步走向林玉龙，杀意惊人，低沉寒音笼罩比武场。一个剑童胆敢在主人头上放肆，方才你这双手出的剑欺辱了秦玄吧？那就都斩了吧！寒音落下，林玉龙的瞳孔一瞪，充满了一股惊惧骇然之色。归来之后的秦颖分明就是一个魔鬼，一剑斩断林玉龙一臂，如今还想要斩断其仅剩的一个手臂。众人秦颖个个内心都胆颤不止，凶残，太凶残了。而秦家众人则如同出了一口恶气，纷纷叫好。林玉龙在秦家作威作虎，秦族子弟早就恨不得将其大卸8块。秦颖此举无疑是替他们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其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逐渐由罪人转变成为了秦家未来的希望。这就是实力，这个世道，实力就是王道，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林玉龙的眼中浮现出一抹深深的忌惮之色。你敢？他没想到秦颖居然在短短几天突破到了灵藏境不说，而且无论是剑道还是其对于战斗的理解，都远非是自己可以比拟的，有种似乎跟一个老怪物交手的感觉。秦颖的天赋似乎完全不像是流言之中说的那样天资受损，反而似乎比起3年前要更加的可怕的多。这是错觉吗？短短几天，就算是3年前的秦颖都绝不可能做到。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场而已。秦颖一步欲要迈出，就在这时，林玉龙大吼起来：还不快上来！我就不信
一群人还堆不死他。林玉龙下令，足足有着数十道身影来到了比武台上。面对着数十人，其中也有灵藏境修为的门客，可即便如此，秦颖却神色平静，没有丝毫的波澜。也好，反正都得杀，那就一起杀了好了。秦颖的眼神陡变，犹若索命的厉鬼，一股足以惊动鬼神的煞气冲天起。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色变，如同深陷一场恐怖噩梦之中。修罗剑一出，便有着数人直接应声倒地，鲜血直流。这些人都是普通门客，天赋一般，怎么可能是秦颖的对手？短短10余息的时间，便有着10来号人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一刻，门客们害怕了，他们根本不是秦颖的对手。这个秦颖是一个杀人狂魔，是魔鬼。就在这时，一道掌印轰来，化作一道小山一般轰在了秦颖的修罗剑上。秦颖倒退了出去，止住了身影，抬眸看去，不远处正是一个中年男子，此人名为林二虎，是林平虎的兄弟，实力不俗，显然已经达到了灵藏境巅峰，差一步可以迈入化海境了。二叔！林玉龙连忙一个胳膊抱住了林二虎的手臂。林二虎看了一眼，冷冷地瞥向秦颖：“是你干的？”秦颖无所谓地笑了笑：“是又如何？”林二虎看着脚下的尸体，眼角抽搐了一下：“二叔，你可要为我做主啊！他斩断我的一臂，我要他死！”林玉龙嗷嗷大叫起来。不过林二虎不是傻子，现在大哥还未出关，不是杀人的时候。你以为你如此做法还能安然无恙？大哥出关，到时候你觉得你的下场会是如何？林二虎冷冷凝视着秦颖。秦颖冷笑道：“关我屁事！”林二虎带着林玉龙离开了比武台。你嚣张不了太久了。说完便是要带着林玉龙离开。秦颖冷笑一声道：“林玉龙，你的命不是不收，下一次你必死！”诸多门客纷纷散去。众人看着傲立在比武台上的秦颖，说不出的震撼。这一战彻底让秦颖在秦家众人心中恢复了以往的地位。少主归来，真是我们秦家之幸。秦家能有少主，必然可以再创辉煌。诸多秦家子弟纷纷狂呼起来。秦颖淡淡一笑，便是带着秦玄离开了此地。给秦玄服下了女帝给炼制的疗伤丹药之后，秦玄的伤势很快恢复。秦颖大哥，是我太无能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像你一样优秀就好了。秦玄有些自责地说道。秦颖轻轻拍了一下秦玄的肩膀，遇到事不要怕，直接干，实在不行还有我。秦玄内心一阵触动。接下来秦颖让秦玄回去休息，而自己则来到了药堂。数战过后，药堂之内的门客也不敢对于秦颖不敬，直接取来了药材，双手奉上。一处床榻之上，林玉龙缠上了绷带，疼得嗷嗷大叫：“我一定要亲手宰了秦颖这个混蛋！”林玉龙疯狂嘶吼，断去一臂意味着他的战力将会大打折扣，而且还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颜面尽失。林二虎沉吟道：“在大哥还未出关之前，你先隐忍一下你的性子，下一次我未必有机会保住你。”林玉龙咬牙切齿：“我不甘心，当年给他当剑童，如今还要如此屈辱的隐忍，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林二虎目光一沉，对于林玉龙的性格他十分了解，但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除非找到一个绝佳的时机。秦颖回到了房间，直接开始炼制聚灵液。短短1个下午的时间，秦颖便是炼制出了足足25瓶的聚灵液。秦颖将秦玄叫来，直接将聚灵液交到了秦玄的手中。秦玄怔了一下：“颖哥，这是？打开看看。”秦颖道。秦玄打开瓶子，一股极其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聚灵液好像比我吃过的聚灵液要更加纯粹10数倍。秦玄惊呆了。聚灵液作为最为基础的丹药，十分普遍，但是如此浓郁纯粹灵气的，真是头一回见。而且秦颖足足给了他10瓶，就跟不要钱似的。即便是秦家的家底，如今也因为门客的关系捉襟见肘，秦玄3个月只能领取1瓶。1瓶聚灵液的价格可不便宜，这太多了，颖哥，我不要，还是留给颖哥你用，你比我更需要。别废话，给你就拿着，这样的聚灵液我要多少有多少。秦颖豪气说道。要多少有多少。秦玄傻了，这也太好了吧。颖哥，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当问不当问。秦玄弱弱问道。秦颖道：问吧。秦玄小声说道：颖哥，你不会这3年傍上什么富婆了吧？秦颖轻轻拍了一下秦玄的脑门，不由是笑道：当然不是，不过也没什么区别。有区别吗？9大女帝，那比起富婆可香得很啊。
虽然不知道9大女帝的年纪，但至少让自己少走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弯路啊！富婆好，富婆香，还是9位美若天仙的富婆，能不爱吗？秦玄大笑道：“我就知道，尹哥的魅力无限，没有女人可以拒绝尹哥的诱惑。”秦颖一听，怎么听着有点怪怪的？我又不是去卖。秦玄嘿嘿一笑，如今秦玄乃是灵藏境2重，有了这些聚灵液，突破也不是问题。何况秦颖这一次归来，不只是要铲除秦家的那些祸害，也要让秦家真正壮大起来。秦玄屁颠屁颠的离去之后，此时在玉佩之内突然响起金乌女帝的一道较为疑惑的声音。这个秦玄身上似乎有种令本帝都熟悉的感觉。秦颖愣了一下，让金乌女帝都有些熟悉的感觉，是他们秦家？秦玄？金乌女帝突如其来的声音让秦颖有些摸不着头脑。金乌女帝可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古老女帝，而秦玄身上居然有金乌女帝熟悉的气息。故人？怎么可能？秦玄才多大？秦玄比起秦颖还小上2岁，怎么也不可能和金乌女帝扯上什么关系才是。金乌女帝，你别告诉我，小玄子是你的故人。秦颖有些好笑地说道。金乌女帝悠叹一口气，也许是错觉吧。算了，现在的你还是抓紧提升实力再说，就算是真有什么瓜葛，迟早也能感应出来。秦颖也很快打消了其他的杂念，开始心无旁骛地修行起来。有着无上资质的他，修行起来1日千里，不是曾经可以比拟的。与此同时，修炼达到了一定的瓶颈，秦颖也开始钻研9大女帝赐予他的宝物，类如玲珑丹书、不死圣经、无上阵图，还有曾经在藏神渊内9大女帝指导他的一些心得等等。需要一部趁手的剑道武技，才能发挥出修罗剑的最大潜能。秦颖便是在白衣剑帝曾赐予他的一些剑道武技之中寻找。以他现在的境界，按照先前的资质而言，至多发挥出玄阶的武技，达到了地阶，即便是他得到了，也无法发挥出来。地阶武技需要的灵气十分恐怖，即便是达到了化海境，也只能发挥出地阶武技的一丢丢战力而已。不过现如今不同往日，秦颖的灵丹之内储纳着远比先前更加精纯且磅礴10倍不止的灵气，或许可以试试地阶武技。该选哪部呢？秦颖一时有些犯难。这时白衣剑帝南宫婉歌的清寒之音传来，修罗圣体和修罗剑都是杀道至尊，自然是要选一部与杀法有关的剑道武技。我记得有一部名为藏命剑典。秦颖连忙从这些武技之中寻找，很快便是找到了藏命剑典。藏命剑典是地阶下品的剑法武技，但其不出剑则已，出剑必要命，正如其名一般。看着藏命剑典的注释，秦颖顿然一喜，这才是最为适合他的剑法。多谢白衣剑帝指点。藏命剑典共有7式，第1式名为藏心，第2是稳杀，第3是风梅，第4是陨魂，第5是分尸，第6是藏地，第7是藏天。7式皆是极致的杀人技。藏心，一点寒芒先出，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化作残影，直接将一棵古树直接洞穿。稳杀，修罗剑横斩而出，又是一棵古树拦腰而断，断处宛若镜面一般，直至第3式风梅刺出，剑出如龙，所过之处虚空寺都被直接穿透。好强，不愧是专门为杀人而生的剑法。秦颖尤为欣喜，有了如此强大专门的杀人技，足以发挥出自己更强大的瞬杀能力。当然了，现在的他还无法发挥出后面的几式，施展出前3式已经是秦颖如今的极限了。就如此，时间流逝，秦颖在院内一直闭关修行藏命剑典，修行也没落下，继续炼制聚灵液。在短短6天时间内，秦颖的境界已经稳固在了灵藏境4重，要不是不可着急突破，否则至少能够突破到灵藏境5重。毕竟修为越强，那么体内的杀念也会逐渐增强，他必须在化海境之前打破第1道天道禁制，否则不可盲目突破。秦颖呼出一口浊气，眼神变得愈发的犀利起来。该出门接上官碗了。推门而出，便是看到了秦玄。与数日前相比，秦玄的气息也得到了提升，达到了灵藏境4重了。颖哥，你又突破了。秦玄激动开口，似乎比起自己突破还要更为兴奋。秦颖淡淡一笑，你也突破了。秦玄嘿嘿一笑，还得多亏了颖哥你的聚灵液，否则我最起码还要半年的时间。秦颖点了点头，秦玄突破这是好事。如今父亲被昆仑圣地带走关押，他注定要离开秦家，不可能久待。今后的秦家注定要让秦玄守护。走吧，去见见三叔。不久，
两人来到了一间书房之内。秦未阳早早就在此看书，见到秦颖二人来，秦未阳瞧了一眼秦玄道：“你看你颖哥已经突破灵藏境4重了，这归来不过是短短的半个月时间而已，便马上要修为恢复了，你真该好好学学。”秦玄道并未不开心，而是展露出了自己的灵气：“爹，你看我也突破了。”秦未阳眸光一闪，果不其然，秦玄的气息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秦未阳高兴一笑，毕竟自己也得到了地阶枪法，秦颖的归来当真是秦家的最大幸事。三叔，该出发了。秦颖道：“秦家和上官家都在天玄大陆，距离不算太远，但也路上需要1天左右的时间。当然，这一次可是你娶媳妇，本该是头等大事。可是上官家，其实秦颖你大可不必如此委屈自己。”秦未阳当然指的是上官婉配不上秦颖，让秦颖现在后悔还有机会。秦颖摇头：“既然我亲口答应了，自然不能食言。秦颖与上官婉的婚事一切从简，如今秦家也不适合大张旗鼓，何况秦颖归来这个消息，等他实力恢复差不多之前，还不想太过声张。”秦未阳眼见劝不动，也只能叹了一口气：“也罢，既然是你的决定，三叔也不阻拦你。这一次，我亲自带你去上官家接婉回秦家。”只是秦颖却突然摇了摇头：“三叔不必了，这一次我自己去即可。”秦未阳突然一怔，这可万万不行，路途虽然不算很远，但也需要1天时间。如今你又伤了林玉龙，即便是林平虎还未出关，但也肯定不会放过你，太危险了。秦未阳担心的自然是林二虎。林二虎虽然没有达到化海境，但好歹也是灵藏境9重巅峰，与秦颖的实力相差巨大，不可冒险。秦颖却笑了笑：“他若要来杀我，让他来便是了。”可是秦未阳眉头一皱。秦颖淡淡道：“三叔尽管放心，若他们真来了，一个也别想活着回来。”看着秦颖眼中的杀意，秦未阳有些纠结，但秦颖肯定是有所自己的想法。秦未阳也只能作罢，道：“既如此，那便听你的，只是一定要万分小心。雪儿，你陪着你颖哥去吧。”秦玄应了下来。很快，一艘云船从秦家开始启程，前往上官家，而这个消息在秦家之内大肆宣扬开来。此刻，诸多门客汇聚在一起，林玉龙右臂缠着绷带，一旁正是林二虎。“二叔，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秦颖居然如此不知死活，竟然独自前往上官家，我们可千万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在半路截杀秦颖，以免夜长梦多。”林二虎振臂一挥：“既如此，那就在半道上截杀秦颖。”林玉龙的目光变得阴沉下来：“秦颖，这一次我要你有去无回。”1日后，上玄城上官家，秦颖迎娶上官婉之事在城内早已经传遍四方。此刻，上官家门口早已经汇聚来大片的城内百姓。秦颖曾经可是天玄大陆的风云人物，轰动一时，被誉为天玄大陆的千年难得一遇的罕世天骄。其如今居然要迎娶上官家自出生以来便称为天命灾星，且样貌甚至足以称为天玄大陆第1丑女的上官婉，这想要不引起轰动都难。上官家也并未阻止这些人围观的举动，反而是纵容这一切。说到底，对于上官家而言，上官婉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垃圾，随时可以丢弃。甚至上官婉还是上官家的累赘、耻辱。上官婉离开上官家，对于上官家而言有益无害。当然，也为了满足心中的恶趣味，让所有人看看曾经名动天下的妖孽，如今却要迎娶一个天命灾星为妻。同样的，上官家完全没有任何嫁女的装饰，看不出半点的喜庆之色，似乎与平日毫无区别。都这个时候了，秦颖莫非还没来？依我看，该不会秦颖是后悔了吧？也是，娶这样的天命灾星，又是咱们天玄第1丑女，谁能乐意呢？不过是当时为了发泄上官揽月退婚的怒火而已。切，上官揽月早已走出天玄大陆，如今贵为昆仑圣地的弟子，哪里是秦颖比得上的？大概率是不会来了。人群中不少人都是议论纷纷，而今烈阳高照，接近午时了，秦颖却还未现身，不免让人以为秦颖这是后悔了。不过想想也是，秦颖好歹是曾经的天之骄子，怎能愿意迎娶这样一个丑陋的女子？只是发泄愤怒而已。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一道云舟缓慢降落，落在了上官家的大门广场之上。云舟之内，一袭黑袍身影从中一跃而下，此人大多数人自然不可能不认识，赫然是今日的真正主角秦颖。来者只有2人，秦颖以及秦玄。来了，终于来了。
哈哈，没想到曾经的天玄大陆第一天骄，如今真要迎娶天玄第一丑女，这就是秦颖吗？除了长得确实帅，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啊。不少第一次见秦颖的人都是撇了撇嘴，一脸不屑。秦玄有些胆怯地扫视了一圈，跟在秦颖的身后。对于这些人，秦颖视若无睹，直奔上官家的大门而去。众人皆是目不转睛地看去，等着看一场好戏。上官家必然不可能让秦颖这么轻易地迎娶上官婉，说不定还要故意刁难，挖苦秦颖。这就是曾经的第一天骄吗？秦颖，少主有令，今日你要迎娶上官婉，就必须拿出自己的诚意出来，否则休想进入大门。门口的守卫一个个表情调侃，充斥着一抹不屑，显然是要刁难秦颖。秦颖露出一抹人畜无害的笑意，这是想要什么诚意呢？秦颖看得出来，这些人显然打算闹事。既然如此，秦颖可不是吃素的。守卫抬起头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这样，你们跪着进入上官家的门楣，算是你们对于上官家的诚意。跪着进入上官家的门楣，围观之人皆是轰然大笑。这上官家简直太损了。秦颖何等高傲，居然要他们两人其中一人跪着进去。秦颖会答应吗？秦颖的眸光逐渐变得冰寒起来，一股凶悍的煞气自眼中涌现而出。守卫冷哼一声，秦颖，今日你们必须跪着进去，否则的话……轰！几乎是瞬息之间，一双拳头化作重重黑影，直接砸在了那名说话守卫的面门，牙齿直接拳碎，舌头都被咬断了，直接说不出话，疼得抱着嘴。秦玄也被吓了一跳，这里是上官家，可颖哥这也太猛了吧！一言不合就直接开干。其余人等也没想到秦颖居然这么刚猛，直接就一拳把守卫的牙齿都打碎了。小玄子，身为秦家人，面对不公就拿拳头说话，记住，秦家人永远不可以向他人低头。另外，数名守卫见此，直接气息爆发，显然都是达到了灵藏境的气息。秦颖斜眸一扫，眼中宛若地狱深渊，手掌成刀，一劈而出，灵气化作血色的刀光，直接斩击在了守卫的双膝之上。咔嚓，数名守卫直接双腿断裂，血流一地，跪在地上，一个个哀嚎不止。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宛若见鬼。这个秦颖实在是太可怕了，那种眼神简直跟魔鬼一样。围观众人纷纷打了一个寒战，不敢与秦颖对视。秦颖实在是太胆大包天了，这里再怎么说也是上官家。只见秦颖拍了拍手，直接从几名守卫上面跨了过去，寒音道：让我跪着进去，上官家还不配。至于你们，这辈子都给我好好跪着。你们应该庆幸，今日是我的大喜之日，我不想杀人，否则你们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话音落下，秦颖推开大门，带着秦玄一步迈入了上官家内。数名守卫看着秦颖的背影，眼中唯有惊惧之色。颖哥，这么做，上官家会不会因此对你出手？秦玄有些担心，毕竟他们只有2人而已。秦颖摇头，上官清与我父亲有大道誓言，他不敢在上官家内杀我，否则便是违背了大道誓言。这才是秦颖如此肆无忌惮的愿意。扫视上官家内的情况，完全没有办喜事的装扮。对此，秦颖早已经心中有数，直接抓来一人，询问到了关于上官婉的住处。来到了仆人所指之处，秦颖的眸光却冷厉了下来。此处根本不是人住的，前方居然是一个圈养灵珠的猪圈。上官家从未将上官婉当人看待。而在这时，秦颖却隐隐听到了前方猪圈之内居然传来了一道求饶声，这声音正是上官婉的声音。秦颖的神经狠狠一绷，眼中陡然迸现出一抹宛若冰窟的凛冽杀机。猪圈之内，上官婉穿着一身素色的麻裙，脸上还有着一道清晰可见的巴掌印，整个人蜷缩在一个角落之处。而在上官婉的面前，则是一个锦衣华服的青年以及数名侍卫。青年不是别人，正是与上官婉同父异母，同时也是上官揽月的亲弟弟上官晨。我的好姐姐，这些灵珠可是父亲大人交给你打理的，你瞧瞧这些灵珠，这几日都瘦了，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是以为自己要嫁人了，可以脱离上官家了吗？上官晨俯身而下，一双戏谑冰冷的眼神盯着蜷缩在角落的上官婉身上。不是的，我都是按照正常的食量喂食。上官婉那双血月般的双眸之中滴下一滴眼泪。上官晨见到上官婉哭了，愈发的肆无忌惮起来。哟，委屈了？哭了？你还委屈上了？长得比鬼还难看，你简直就是我们上官家的耻辱。父亲
能够给你安排这一份差事，对于你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不过也好，如今你要替姐姐嫁给秦颖那个废物，也算是你为上官家做的最大的贡献了。但你不要以为凭此你就可以展翅高飞，远离上官家。算起来，今日正好是秦颖那个废物来迎娶你的日子，哈哈！我要让秦颖看看，他选的女人在上官家究竟是过着怎样的日子，看看他到底是真的要娶你，还是一场逢场作戏而已。啪！上官晨一巴掌直接甩在了上官婉的脸颊之上。上官婉瘦弱的身躯本就营养不良，哪里承受得起这种打击，整个人被扇得头昏脑胀。其实这个时候，上官婉是多希望有人能够拯救她于水火之中，但她被誉为天命灾星，又怎配得上这种真命天子呢？即便是上官婉自己都觉得只是一场逢场作戏而已。上官晨一把揪住了上官婉的头发，看起来如此瘦小可不行啊，看看这些猪食合不合你的口味，毕竟今天可是你的大喜之日，可不能吃不饱啊。上官晨按着上官婉的脑袋，就要将其按在食槽之中。上官婉拼命抗拒，但他哪里比得过上官晨的力气，含着泪很快就要被按进食槽之内。砰！就在这时，猪圈的大门被瞬间掀飞出去，上官晨也被突如其来的巨响给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身影，一道黑影瞬间袭来，宛若鬼魅一般，可怕的煞气直接笼罩住了上官晨。上官晨这一瞬只感觉如同置身地狱之中，没来得及反应，一巴掌直接狠狠地甩在了上官晨的脸上，啪啪作响，响亮至极，整个上官家仿佛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上官晨整个人扇飞了出去，砸在了一座猪圈上，直接重重地砸在了猪粪之中，整个人人仰马翻，好不惨烈。正在上官婉抗拒之时，秦颖突然拉住了上官婉的小手，将上官婉拉了起来。婉儿，让你受苦了，我来晚了，现在开始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一丝一毫，否则都得死。秦颖轻柔开口，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咬着牙说出，可见其愤怒。哪怕是秦玄见到这一幕，也直接破口大骂：你们上官家还是人吗？上官婉战战兢兢地看着秦颖，可听到秦颖那轻柔的声音，不由是心中微微一暖，甚至心中似乎有种错觉，难道秦颖真的是自己的真命天子吗？上官婉不禁自嘲一笑：上官婉，你还在想什么呢？这怎么可能呢？自己长得这么丑陋，怎会有人喜欢自己呢？秦颖轻轻拍去了上官婉头上身上的杂草，眼中唯有一股心疼之色。纵然他与上官婉之间先前并无太多的交集，但既然选择了上官婉，自己就绝对要对上官婉负责。从此刻起，你就是我的女人了。秦颖坚定的声音让上官婉的血眸微微一荡，不知道该相信是真还是假。秦颖将上官婉拉至身后，此刻上官晨也从猪粪之中爬出，浑身一股猪粪的恶臭味。秦颖，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对我出手！哦，就连上官晨都忍受不了自己身上的恶臭味，但上官晨一直都被娇生惯养坏了，哪里受过这种委屈？打你都算轻的，今日没有杀你，已经是我给你最大的恩赐。秦颖寒音响彻，让上官晨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这里是上官家，而不是你们秦家。你现在和这个贱女人一起，给我跪下磕头道歉，否则我让你走不出这个大门。上官晨使了一个眼色，让5名侍卫上前。这5人皆是灵藏境5重的气息，气息不俗。侍卫纷纷灵气爆开。上官婉瑟缩在秦颖的背后，秦颖轻柔回眸：别怕，我在。与秦颖对视，不知为何，上官婉居然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定，在府内战战兢兢活了近乎20年，而在这一刻，秦颖却宛若一座大山挡在他的身前。是吗？秦颖直视上官晨，眼中的寒意让上官晨都退后了一步，心中居然浮现出一股强烈不已的恐惧。给我上，把他给我丢到猪圈去！上官晨大声咆哮道。5名侍卫一步冲出，灵气爆开，一道道武技对着秦颖杀出。秦颖冷笑一声：都给我滚！气息荡开的一瞬，灵气浑厚，宛若一尊凶兽，拳影快到根本无法用眼睛捕捉，灵气喷涌而出，仅是一瞬之间，5名侍卫皆是倒飞出去。上官晨骇然看去，只见得5人都是出其一致的胸口凹陷下去，胸骨坍塌，无法起身。这时上官晨再次看向秦颖，犹如看到了一尊炼狱魔神。你别过来啊！上官晨本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贵公子，即便也是灵藏境，但气息虚浮不已。秦颖身影一闪，竟是直接一步来到了上官晨的面前，
直接扣住了上官晨的喉咙，眼神如刀，简直就像是要他命一样。上官晨彻底害怕了。你要干什么？被死死扼住咽喉，发出嘶哑的声音，上官晨动弹不得。你们上官家不管教你，就让姐夫来管教你。啪！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上官晨的脸上，响亮无比，脸颊瞬间肿起。这一巴掌打的是你，目无尊长，居然对你姐出手！啪！这一巴掌打的是你，口无遮拦，辱骂自己的亲姐！啪！这一巴掌打的是你，嚣张跋扈，居然让你姐夫跪下！啪！这一巴掌打的是你，没有教养，恃强凌弱，让你姐来这里喂猪！就在这时，秦玄弱弱的声音突然传来：“尹哥，那个能让我来一下吗？”秦颖也没想到，实则上官晨做的太过分了。无论上官婉儿长相如何，那都是他未来的嫂子，而上官晨居然这么对待他未来的嫂子，不可忍耐。何况秦颖也说了，秦家人要有骨气。当然，秦颖点了点头。秦玄一脚直接踹在上官晨的肚子上，就是你这么对待我未来嫂子是吧？让我嫂子睡猪圈喂猪，还欺负我嫂子，今天不好好教训你，我都对不起我嫂子。接下来一脚接着一脚狠狠踹出，就连秦颖也愣了一下，没想到这小子看起来唯唯诺诺的，出手却是一点也不含糊啊。不错不错，生得我真传啊！秦颖较为欣慰。大约10数脚之后，秦玄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就连上官婉儿也都露出了久违的笑意。难道这真的是他的真命天子吗？而此时的上官晨痛得死去活来。就在这时，一股强横的气息来到了此处，放眼望去，赫然是上官清的身影。好了，秦颖，放开茬吧。上官清一脸严肃，缓缓走来，看向了秦颖手中死死掐住的上官晨，不由是眼角微微一抽。上官晨可以说极惨，鼻青脸肿，牙齿都打掉了门牙，说话还漏风，最重要的是浑身都是猪粪，狼狈不堪。秦颖露出一抹人畜无害的笑意，道：“原来是上官家主来了。我这个当姐夫的，替上官家教育一下不识礼数的弟弟，应该不会让上官家主动怒吧？还是说上官家主也认为这没教养的样子是对的呢？”一声声质问让上官清都哑口无言。这无疑是明里暗里的说他管教无方，没有教养。不过现在对于上官清而言，头等大事自然是要完成秦颖与上官婉之间的婚事，如此一来，大道誓言也可以完全无需忌惮了。上官晨牙齿漏风的哭嚎道：“爹，快救我！唯我左猪啊！”上官清冷哼一声：“混账！今日是你姐姐与秦颖之间的大婚之日，你居然将你姐姐关押在猪圈之内！来人，给我带走，关禁闭10天，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出来！”秦颖将上官晨一把丢了出去，只见得两人将上官晨架起带走。拍了拍手上的猪粪，秦颖眸光逐渐微眯起来，拉起上官婉的小手，道：“上官家主便是这么对待自己女儿的？大婚之日，关在猪圈喂猪，甚至连一件合适的衣裳，难道都没有准备吗？这是不想让上官婉嫁给我了？”闻此，上官清的脸色微微一变，随后缓缓道：“自然不是，都是晨儿搞的鬼。我自然是为婉儿准备了崭新的衣裳。来人，备好嫁衣，除此之外，安排一间房间。”上官婉紧紧地抓住秦颖的手，躲在秦颖身后，似乎这样才会有点安全感。秦颖也顺手紧紧将其握住。在上官清的安排之下，秦颖也跟随着带路之人前往了一座厢房之中。进入房间，有人送来了崭新的嫁衣，大红喜袍，绣有金凤。看着嫁衣，上官婉有些不是滋味。他看着秦颖的双眼，居然扑通一声就要跪下：“多谢秦公子相助，我无法回报。若是秦公子不喜欢我，我哪怕是在秦家做一个丫鬟也可以，我什么都会做。”秦颖望着上官婉战战兢兢的样子，似乎担心他将他抛弃，隐隐有些心疼，显然是被欺负惯了，从未感觉过真正的爱是什么滋味。秦颖直接扶住了上官婉，柔声道：“婉儿，我这么做都是我应该做的。既然娶你为妻，那么就自然见不得任何人欺辱你半分。”上官婉双眼之中流出一滴滴豆大的泪珠。可是我长得这么丑，根本配不上秦公子你。何况妹妹那么好看，秦公子你应该只是为了泄恨才选择答应的吧？说完这句话，他根本不敢看秦颖的眼睛，似乎生怕看到秦颖肯定的眼神。秦颖摇了摇头，抬手放在上官婉的脸上：“你错了，我对于上官揽月的做法并不怨恨，只是觉得有些可惜而已。至于你，我这么做实则委屈了你，将你牵扯了进来。”
听到秦颖的回答，上官婉的内心微微触动，像是一滴水滴落入了湖面，泛起了阵阵涟漪。真是如此吗？何况我说了，我要让你今天成为最美的新娘。秦颖淡淡一笑道。上官婉自然不会相信自己脸上宛若蚯蚓一般的红色痕迹，与生俱来，怎么可能成为最美的新娘呢？自然是假的。秦公子就莫要和我开玩笑了。上官婉苦笑一声。秦颖认真地看着上官婉的双眼，相信我，你坐在这里别动。上官婉乖乖地坐在床榻上，不知道秦颖究竟要干什么。只见得秦颖取出一瓶药液，这正是他在葬神虚时玲珑丹帝为他恢复容貌之时的还颜膏。玲珑女帝还颜膏应该能够帮助上官婉驱除脸上的红痕吧。秦颖传音到玉佩之中，玉佩内瞬间传来玲珑丹帝不屑的声音：小瞧谁呢？你质疑我？秦颖立马认怂道：自然不是，玲珑丹帝单数天下一绝，我怎么敢小瞧你呢？玲珑丹帝轻哼一声道：油嘴滑舌，放心吧，还颜膏不仅能驱除他脸上的痕迹，还能让他的皮肤变得更加雪白。这可是当年在地界无数大能都哄抢之物。地界是哪里？秦颖自然不知道，但无数大能哄抢，秦颖自然明白，这绝非是凡物啊。闭上眼睛。秦颖看向上官婉，上官婉乖乖闭上双眼。随后秦颖将还颜膏轻轻涂抹在上官婉的脸上，最后用纱布将其脸蛋缓缓缠上。好了，你先清洗一下身子，不久你就可以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了。秦颖转身离开。上官婉呢喃一声：最美的新娘吗？他将信将疑。大约半个时辰的时间，门内终于传来了上官婉的声音：公子，你可以进来了。秦颖推门而入，他心中也颇为期待，不知道这纱布之下是一张怎样的脸。只见得上官婉穿着大红喜袍，整个人的气质焕然一新，若是先前无论怎么看去都是一个丫鬟，甚至连丫鬟都不如，而如今那玲珑秀气的身段，即便是不看脸也足以让男人都为之神魂颠倒。胸口处微微露出雪白半月状的饱满，呈现出几乎完美的曲线，隐隐可握的腰肢让人忍不住想要伸手揽去。看着秦颖微微有些发愣，上官婉也有些羞涩起来，他还是第一次如此被人盯着看。秦公子，我是不是很丑？秦颖摇了摇头：不丑不丑，就算是上官揽月也完全比不上你的身材啊。上官婉愈发的羞涩起来。秦颖将上官婉带到铜镜面前，很快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脸了。秦颖将上官婉脸上的白纱缓缓揭开，只见得上官婉闭着双眼，而下一刻秦颖整个人如同遭到雷击一般愣在了原地，却见得纱布之下是一张足以称之为绝世之颜的脸蛋，脸上的红色痕迹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薄如蝉翼的睫毛、吹弹可破的肌肤、挺翘的琼鼻，以及红润如珠的樱桃红唇，每一处都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完美。即便是与九大女帝比起来，除了气质上远远不如九大女帝之外，这容貌甚至可以说不会输给九大女帝。秦大哥，我还是很丑吗？上官婉不敢睁眼，小心翼翼地问道。秦颖这才回过神来，道：不丑，这世上没有比你更美的女子，快睁开眼睛看看。上官婉缓缓抬起那如同蝉一般的睫毛，一双如同红色宝石般璀璨的红眸看向了铜镜。这一刻，就连上官婉都直接呆滞了，手指轻轻摸过自己的脸庞，无法相信这居然会是被誉为天玄第一丑女的自己。上官婉难以置信地开口：这真的是我吗？秦颖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自然是你。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上官清的声音：秦颖，吉时已到，你们可以启程了。秦颖嘴角微微勾起，拉起上官婉的玉手：这一次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才是真正的天玄第一美女，让所有人都羡慕去吧，这才是我的新娘。上官清等族人就站在门外。秦颖给上官婉披上红盖头，推门而出。上官清的表情冷淡，并无对于上官婉出嫁有任何的不舍之意，而是加紧催促道：快点，再晚了就要错过吉时了。错过吉时是假，想要快点让上官婉与秦颖离开上官家是真。对于上官清而言，上官婉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而已，甚至连外人都不如，否则怎会让其住在猪圈之中呢？面对上官清的嘴脸，秦颖只是觉得恶心，这样的人枉为人妇，称之为禽兽都不过分。不过很快所有人将会看到上官婉真正的天姿绝色，
足以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到时候不知道上官清以及上官家的人会是何等的表情。上官婉儿早已经彻底死心了，只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上官家对于他而言不是家，而是他记忆之中的痛处，只想逃离此处。在上官清的催促之下，秦颖带着上官婉儿走向门外，秦玄则跟在身后。上官家族人纷纷露出较为欣喜的笑意，这个瘟神总算是走了。是啊，这样的女子在我们上官家简直给我们上官家丢尽脸面，唯有揽月才是我们上官家的荣耀。窃窃私语声不断传来，落入上官婉的耳中，并不好受。但很快，秦颖就会狠狠地打所有人脸面。走出上官府，此刻在府外依旧有着不少闻着风声赶来之人，围聚在上官府邸之外。秦颖曾经的无上骄子，没想到如此没落到什么都吃得下。到底说是胃口真好，这种举世丑女果真要娶回秦家。秦家的脸面算是丢尽了，有这样的儿媳，今后还怎么见人？诸多讽笑之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秦颖轻轻贴近在上官婉的耳旁，婉儿，很快你将会惊艳所有人，让他们乖乖闭上嘴巴。就在秦颖打算掀开上官婉的红盖头时，此刻自那天穹之上有着九头蛟龙从天落，九头蛟龙身后拉着一座车架，气势之恢宏，让人纷纷抬眸看去。那是谁来了？还能是谁？咱们这种小地方能出现九头蛟龙拉车，只怕也唯有上官揽月大小姐了。诸多人纷纷惊呼，一股颇为强大的气息落下。秦颖也抬头看去，九头蛟龙落在了上官府邸门前。自那车架之上，一道雪白的倩影从中缓缓走出，一身雪裙，冷冽如霜的寒眸宛若冰晶，其气质宛若九天之上的女子，给人一种无法靠近的感觉。而此人，秦颖自然不会陌生，赫然是要与他退婚曾经的未婚妻上官揽月，如今高高在上，宛若众星捧月般的无上娇女。她居然回来了。秦颖眸光微微一眯，对于上官揽月，他本就不感兴趣，其眸光微寒，并未给上官揽月什么好脸色。而上官家的众人也都纷纷上前，上官揽月可是上官家的骄傲荣耀，一个个都是纷纷行礼。揽月小姐。上官清也稍有诧异，揽月，你不是在昆仑圣地，怎么回来了？显然上官揽月归来并未告诉上官家，信中听闻姐姐成婚，自然是要回来一趟。上官揽月看向了秦颖，她与秦颖之间算是青梅竹马，曾经更是诸多人眼中的金童玉女，更遑论秦颖曾经的天赋可是极佳。可是自从秦颖失踪之中，秦家得罪了昆仑圣地，而自己又遭到了昆仑圣地的招揽，就必须与秦颖之间撇清关系。你没死。上官揽月来到秦颖的面前，目光冷淡，早已经没有了曾经的仰慕之色，有的只有冰冷。秦颖冷笑，你是希望我死，还是不希望我死？秦颖没打算给他什么好脸色，这样的女人唯有让秦颖厌恶。他与上官揽月之间有了此事，注定不会有更多的瓜葛。再加上他是昆仑圣地的弟子，而秦颖与昆仑圣地绝无缓和的余地。上官揽月淡淡道，与我无关。你果然是修为倒退了，天资恐怕也受到了影响。我此次归来，只为一件事而来。秦颖笑了笑，什么事值得你这位高高在上的昆仑圣地弟子亲自回来一趟？上官揽月道，你与上官婉成亲，这是你自己选的，我没有逼你。从今往后，不得提起你我之间婚事的半个字，否则我不会轻饶你。对于这种大圣地的弟子而言，名声很重要，因此上官揽月甚至亲自回来。就这？秦颖含笑一声，放心吧，我可不会提起你的名字，提起来我都觉得晦气。晦气二字让上官揽月的脸色顿时微微一变，众人也都纷纷一惊。秦颖疯了？上官揽月如今可是昆仑圣地弟子不说，实力也远要在其之上，他只是灵藏境而已，怎敢这么跟揽月小姐说话？就不怕揽月小姐一巴掌轻易拍死他？众人都认为秦颖这是在自寻死路，火坑里自焚呢。上官揽月的脸色很快恢复，道，那就好。还有别的事情吗？没有的话，大小姐就别站在我跟前了，我先碍眼。秦颖再次开口，丝毫没有遮拦。众人听得心惊胆战的，这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啊！不要命了！上官揽月看向了被秦颖拉着的上官婉，透过红纱看到了上官揽月的表情，上官婉娇躯轻轻一颤，揽月小姐。秦颖却拉紧上官婉的小手，声音并不洪亮，但却足以让所有人听到。不必如此害怕他，如今你已不是上官家的人，而是我秦家人，直接叫他名字，或是叫他妹妹。
有我在。上官揽月的神色微眯，似在威胁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敢吗？如今他已经重获新生，秦颖说的不错，他已经嫁入秦家，不是上官家的人了，没必要忌惮他们。他不欠他们什么。揽月，我要谢谢你，不是你，我不会遇到属于我的真命天子。上官婉儿声音变得逐渐坚定起来，不再颤抖。上官揽月呢喃一声：“你的真命天子吗？”只见得上官揽月猛地抬手，竟是直接掀开了上官婉儿的红盖头。秦颖，这就是你找的女人？你这辈子都配不上我上官揽月，今后你我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可就当红盖头掀开的瞬间，这一刻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表情极其丰富。整个上官府邸门口静若寒蝉，没有一点的声响，所有的注意力全都被那红盖头之下的脸深深地吸引住了，乃至是上官揽月也在扭头的瞬间彻底失去了所有的声音、表情，唯有震愕。整个上官府外一片死寂，落针可闻。几乎在场的所有男子都在这一刻恍神，甚至连上官揽月出现之时都从未有如此的失神。所有人都是一致的神色，宛若时空静止一般，看着那红盖头之下的雪颜，五官足以用巧夺天工来形容，宛若无瑕，根本挑不出任何的瑕疵之处。这何止是美，一切的美好事物仿佛都成为了其衬托之物，美的不可方物。特别是那双血月般的双眸，似如镶嵌在夜空的璀璨红宝石，闪耀夺目，令人挪不开双眼。平日里看到这双红眸，众人都将其视为灾厄之瞳，不愿多看一眼，而今却仿佛被可怕的魔力深深吸引住了，陷入沼泽一般，无法自拔。这当真是天玄第一丑女上官婉吗？好美，天上仙来形如都不过分。只是这怎么可能呢？上官婉明明长了一脸的丑陋红痕，这张脸怎么可能是她的？这一定不是上官婉，怎么可能连上官揽月小姐？比之似乎都有些不足。围观之人皆是发出难以置信的声音，喉咙中像是被硬生生的卡着一块巨石般，久久才发出声音。而上官婉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赞誉，难以想象这些居然都是用来形容她的词语。上官清更是浑身一震，瞳孔一缩，甚至还揉了揉眼睛。平日里看都不愿意看一眼的女儿，怎会是这般天姿绝色？这真的是他的女儿？而事实上，最为难以置信、最为震惊的，则是上官揽月。上官揽月从小便如掌上明珠，得到了家族内所有人的宠爱，所有的赞誉更是加之一人之身。而今，这些赞誉却落在了他嫌弃无比的丑陋姐姐身上。这些本是属于他的赞誉，而除此之外，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上官婉是如何变成如此模样的，甚至第一眼让上官揽月都有些自行惭愧的感觉。是秦颖做的吗？秦颖一把扯过上官揽月手中的红盖头，笑眯眯地看着上官揽月道：“你说的不错，这就是我的女人，可比起揽月小姐来说，要更加美丽动人。对了，我的确配不上你，因为配我秦颖的必须是心思澄净且美若天仙的女子。”秦颖的两句话无疑是狠狠地打了上官揽月的脸一巴掌，火辣辣的疼。方才上官揽月还想让所有人看看秦颖只配上官婉这种容貌之人，可现在呢，人家上官婉不只是美，且比她还要更美。先前高高在上的高傲态度，在这一刻似乎不攻自破。上官揽月背齿一咬，来自骨子里的高傲让他清楚，漂亮又能如何？他而今贵为昆仑圣地的弟子，依旧不是上官婉能比的。没想到姐姐竟是除去了脸上的红痕，不过丑小鸭注定是丑小鸭，永远无法飞上枝头变凤凰。这个世道，实力才是永恒的真理与王道。上官揽月高傲无比的开口，似在挽回自己内心的自尊心。周围之人也都有不少人起哄。揽月小姐说的在理，这个世道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实力才是王道。揽月小姐未来注定是要成为强者之人，上官婉注定无法与小姐相比。这些话更像是众人的心理安慰。秦颖紧紧地握住上官婉的小手，上官婉终于是鼓起了勇气。那我要多谢妹妹将秦颖让给了我，否则我一辈子都无法如此好看。上官婉的话狠狠地抨击着上官揽月的内心。至于修为，我一定会想办法追赶上来的，即便付出一切。上官婉如何不渴望成为强者？如此一来，就不必依附他人而活，才可以真正的活出自己的模样来。而只有强者才有资格为自己而活。上官家的经历让他体会到了人心的险恶会歹毒到什么程度，唯有自己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而此刻，上官清缓缓走出，道：“婉儿，说到底
终归是我的女儿。秦隐，你若要娶我儿，两手空空便想要带走我的女儿吗？秦隐这个时候顿然嗤笑一声。这个时候上官清站出来了，早干嘛去了？无非是当初觉得上官婉过于丑陋，拿不出手，因此从未关心过上官婉的死活。而现在想起上官婉是自己的女儿了吗？正当秦隐欲要开口，上官婉却一步迈出，与秦隐并肩而立。这一刻，万众目光都瞩目而来。父亲，不，曾经的我，甚至连唤你父亲的资格都没有。20年了，我在上官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你比我更加清楚。住猪圈，吃剩饭，甚至被府内的奴才欺压，人不如犬。就因为我的相貌，所有人称我为天命灾星，甚至连你都不曾来看望过我一次。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资格问秦隐要东西？这一刻，上官婉宛若洪水开闸一般，将这么多年积压在心中的委屈全部吐出，而所有人也都为之震动。虽然知道上官婉不受待见，但也没想到居然过的是这种日子。上官清只感觉恼羞成怒，指着上官婉：“你大逆不道！若没有我，哪里能有你？”上官婉轻笑一声：“我甚至从来不希望我曾来过这个世间。若非是秦公子，谁能拯救我？你不配为我的父亲。今日起，我上官婉从此之后与上官家再无任何瓜葛。”最后一句话响彻而出，令得整个广场瞬间死寂。再无任何瓜葛，上官婉这是要与上官家切断一切。秦隐淡淡一笑，这才是他想听到的，说出来好，这样心中积压的委屈才能发泄出来。上官清气得不轻，几欲吐血，而上官揽月一手伸出，欲要打在上官婉的脸上，却被秦隐死死接住，并未动用灵气，因此秦隐才能接下来。秦隐只看向上官揽月道：“婉说的不错，从今往后，你们上官家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上官揽月的目光一寒：“你不要后悔。”秦隐笑了笑，给上官婉披上红盖头，唤来秦玄，登上了云船之上，在众人的注视之下离开了上官家。而今日之事注定引起巨大的轰动，上官婉容貌恢复，甚至超过了上官揽月，且与上官家切断联系。上官揽月登上了车架，看向了秦隐离去的方向。两个废物而已，根本不值得我因此动怒。秦隐，我会让你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的。9条蛟龙离去，云船之上，上官婉这些天可能没睡好，很快便沉沉的睡了过去。来到甲板上，秦玄一脸崇拜的看着秦隐：“哇，隐哥你真是太厉害了，居然把嫂子的脸治好了。没想到嫂子居然是绝世大美女，这下子那些曾经嘲笑嫂子的人估计脸都火辣辣的疼。”秦玄是真心的替秦隐和上官婉高兴，笑得有些憨憨的样子。秦隐笑了笑，并未搭话，而是直接神识沉入了玉佩之中，询问道：“各位女帝大人，有什么方法可以觉醒血月圣瞳？”按照婉歌女帝的说法，血月圣瞳可是禁忌之瞳，与修罗圣体一般，沾染了禁忌2字，其强悍程度可想而知。修罗圣体的逆天程度，秦隐已经深有体会，更何况如今的秦隐还并未真正钻研透修罗圣体，恐怕修罗圣体真正的能力还要更为逆天。至于血月圣瞳，难不成还能简单？若是能够给上官婉觉醒血月圣瞳，足以让上官婉的资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上官家若是见到上官婉，今后比起上官揽月甚至要更加耀眼，怕是肠子都会悔青了。再者说，他看得出来上官婉的骨子里实则很要强，上官家的这段经历让上官婉比任何人都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如今上官婉已经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帮助上官婉觉醒血月圣瞳。极阴女帝极其妩媚的声音传来，这是媚到骨子里的声音，哪怕是秦隐都不由浑身如同窜过一道电流一般，有些受不了。这还不简单，夺取其原因不就可以了？秦隐，这么简单？秦隐愣住了，就这？他们已经成婚，合着入洞房便可觉醒血月圣瞳？真的假的？秦隐还是有些难以置信。极阴女帝噗呲一笑：“你还真信了？”秦隐有点无语。极阴女帝，你就别逗我玩了。极阴女帝道：“血月圣瞳极其罕见，因为其乃是禁忌之瞳，先天存在着天道禁制，如你的修罗圣体一般。不过，血月圣瞳的天道禁制若要解开，稍微会有些麻烦一些，但只是相对你而言。想要觉醒血月圣瞳，需要寻找到月之灵珠，方可觉醒。”月之灵珠？秦隐眉头微微一皱，他自然是听说过
但月之灵珠极其罕见。据说月之灵珠诞生在月之精华极其浓郁之处，而这种地方极难寻找，一枚月之灵珠的价格往往可以卖到天价。是因为月之灵珠汇聚月之精华，对于修士而言，可以净化修士体内的灵气，使得修士的灵气更为纯粹。若是佩戴在身上，甚至还能主动为修士吸收月之精华。因而月之灵珠一旦出现，价格极其昂贵，就算是把秦家给卖了都买不起，可见月之灵珠的罕见程度。不过对于秦颖而言，他现在缺的倒不是灵石，而是月之灵珠。他手中有着大量的9大女帝的武技等等，随便一步卖出去都足以卖出天价了。灵石不是问题，问题是从哪里去搞月之灵珠，这就有点头疼了。但此事急不得，一旦遇到月之灵珠，秦颖肯定是不会放过的。大致了解了解开血月圣瞳的禁制的方法之后，秦颖转身便坐在了甲板之上，一双寒眸射向了前方。秦玄站在一旁，颖哥，你真的不带心灵玉龙前来拦截我们吗？秦颖只冷淡道，只要他敢来，无论有谁都有来无回。至于你，接下来看好你的嫂子。秦颖双眸似世间最锐利的剑，看着脚下的丛林急速划过。林玉龙，你敢来吗？此刻在归去秦家的必经之路上，一座山头之上，林玉龙与林二虎早已经在此等候。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这些人都是秦家的门客，至于实力，皆是达到了灵藏境的修为。林玉龙闭目养神，此时有一名门客冲来道：二虎爷，玉龙少爷，在前方大概100里之地，据说发现了秦影云船的踪迹。这一刻，林玉龙陡然睁开双眼，眼中迸现出冰冷无比的寒意。二叔，秦影终于来了，如今我终于可以报仇雪恨了。林玉龙看着自己的断臂，他是一个剑修，断了一臂，战力大大受损，而这一切都是秦影所为。无论如何，他都要秦影死，而且要狠狠地折磨羞辱秦影致死。林二虎点了点头，灵藏境巅峰的气息在此刻隐隐而发，随时准备动手。大约半个时辰之后，一道云船从古林的上空疾驰而来。这一瞬，林二虎几人直接驾驭着云船，朝着秦影所在的云船对冲而去。此刻，秦玄的脸色微微一惊：“影哥，这好像是我们秦家的云船，是林二虎他们。”秦玄第一时间看到了对面云船之上的魁梧身影，赫然是林二虎的身影。而在林二虎的身后，正是林玉龙。秦玄的神情紧张，林二虎的实力在门客之中不俗，差点可以踏入化海境的修为。而无论是他还是秦影，都只是灵藏境4重，根本不可能是林二虎的对手。可为什么秦影如此的沉着冷静，甚至眼中的神色似乎只要来者必死无疑的感觉？云船停下，缓缓降落下去。秦影站在云船船头之上，眼神平淡地目视着林二虎等人。此刻周围有着大量的门客包围而来，将云船层层围住。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秦影静静而立，黑袍舞动起来，一双宛若地狱深渊的双瞳凝视着两人。林二虎和林玉龙的脸色微微一变，什么意思啊？秦影一直在等他们出现，故意的。只是秦影身上的灵气波动，毫无疑问只有灵藏境4重而已，他凭什么有这个底气等他们出现？林玉龙冷笑一声：“二叔，秦影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周围一片，根本没有秦家人。据府内的消息，秦未阳还在府中，并未离开。林二虎狂笑不已：“初生牛犊不怕虎，秦影，你胆子很大，明明知道这一次你回不去了，居然还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前往上官家。很好，今日起将是你的忌日，你应该后悔，你就不该回到秦家。”无论是林玉龙的断臂之仇，还是秦影这段时间带来的震撼，都不可能让秦影安稳地活下去。秦影不除，后患无穷。秦影揉了揉双拳，咔咔作响，扭了扭脖子，邪魅一笑道：“是吗？我还在想，若是你们不来，我就只能回到秦家，再解决你们了。”秦影的话简直太嚣张了，似乎已经将两人当作尸体一具了，太无法无天了。林二虎可是货真价实的灵藏境巅峰。林玉龙冷笑：“秦影，谁给你的勇气？怕是待会，你最好不要跪地求饶。”就在这时，在云船之内听到外面声音的上官婉缓缓走出。“秦公子，怎么了？”上官婉从云船房内走出，仅是一瞬，便是令得林玉龙等诸多门客都瞬间恍神。这世上居然有如此美妙的女子，这莫非是那个被誉为第一丑女的上官婉吗？怎么可能？这也美得太不像话了吧！此时林玉龙的眼中直接浮现出了贪婪之色。没想到
第一丑女如今居然摇身一变，如此绝色，若是带回去成为我林玉龙的暖床丫头，应该味道很不错吧。调戏上官婉儿，秦颖的眼中浮现出一道道猩红的血色，一道低沉无比的声音宛若恶魔的低吟。死！恐怖的煞气在此刻冲天起，秦颖手掌一握，掌心之中赫然浮现出修罗剑，修罗剑上煞气萦绕，宛若成千上万道血色游龙一般。这一刻，秦颖是真的怒了，戏谑他可以，但谁都不允许调戏他的女人。而林玉龙还在不断的眼冒金光，不停的发出贪婪之言，这般绝色，果真是人间绝色。秦颖，你真是好福气，可惜了，这个福气很快就轮到我了。真没想到曾经的第一丑女，如今居然这般动人，那滋味简直不要太爽了吧。他就是在故意挑衅秦颖，触怒秦颖的神经。秦颖越是愤怒，他就越是兴奋。小玄子，照顾好你嫂子。秦玄点了点头，灵藏境4重的气息也在此刻绽放，守在上官婉的一旁。上官婉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躲在秦玄身后。小心！上官婉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只见得数名门客直接齐齐杀向秦颖而去。而就在这一瞬之间，只听得一声低吟之音响起，藏命剑点，藏心！一剑穿刺而出，速度之快，无法用肉眼捉摸，只能看到血色的剑气爆射而出。齐齐射来的几名门客的身影如同被定身一般，僵硬在了秦颖的5米之外。不等众人反应，只见得几人的胸口一道血光爆射开来，随后股股的鲜血疯狂射出，一道狰狞的血洞浮现出来，毫无例外，几人全部穿心而死。这一幕令得其余门客皆是退后了几步。好快的剑，而且每一剑都是奔着心脏而去，一击毙命。这个秦颖果真是杀人恶魔。只见得秦颖消失在原地，化作一道血色的影子，居然是直奔林玉龙的方向而去。林玉龙感知到了一股惊人的煞气逼近，令得其毫毛倒竖，丝毫不敢开口再次调侃，而是直接喊道：二叔，杀了他！林二虎手中大刀一劈，朝着前方有着滚滚的浪潮劈砍而出。玄阶武技巨浪刀法，浪潮席卷，欲要将秦颖的去路全部斩断。可就在这时，一道血色的剑光竟是直接穿透了层层刀气，直逼林二虎而来。林二虎的脸色发生微妙的变化，他能感知到秦颖的武技似乎远超玄阶武技，这绝对不是玄阶，不敢大意，紧接着数道劈砍而出，但根本无法展开秦颖的修罗剑，直至秦颖逼至身前。当血影来到林二虎身前之时，林二虎的瞳孔顿然一缩，因为一道剑光在他的眼中不断放大，速度之快，乃至连林二虎都有些避之不及。秦颖的双瞳犹如被血气侵染，化作了杀人的魔鬼。藏命剑点，藏心，稳杀，风眉，几乎是同时间爆发出藏命剑点的3式。3式一出，3道剑光从不同的方位刺向林二虎。林二虎避之不及，眼中唯有一抹可怕的惊惧之色，大刀狂斩而下，欲要抵挡，但下一瞬，只见得他的眉心绽开一道血花，液体迸溅而出，脖子上出现一道光滑如镜的血痕，鲜血喷涌，宛若喷泉。胸口处穿出一道血洞。林二虎身后的林玉龙懵了，随即一脸惊恐，因为林二虎的身影笔直的倒下，溅了他一身的鲜血，露出来的是秦颖那双足以让他下地狱都无法忘记的可怕眼神。死了，林二虎死了！所有门客都在此刻瞬间慌了，很快有人落荒而逃。谁能想到秦颖不过是灵藏境4重，但却瞬杀了林二虎，那可是灵藏境巅峰啊！这家伙根本不是人，太可怕了！林玉龙至今才知道自己要杀的人究竟是一个怎样妖孽的存在。此刻他彻底陷入了恐惧之中。扑腾，几乎是一瞬之间，林玉龙直接双腿一软，跪了下去。秦颖，少主，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求你饶我一命。林玉龙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般结果，他开始求饶，但他们来不来，秦颖就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个人。现在知道错了，欺辱秦家子弟之时，我记得你可是嚣张得很。寒音落下，林玉龙双腿之间留下了莫名的液体。我错了，我错了。秦颖冷冷地看着林玉龙，告诉我，灵平虎在哪闭关？闭关突破乃是头等大事，一般都会寻找一处极为隐秘之处，不可能让人知道。毕竟一旦出了差错，甚至有可能走火入魔。林平虎显然不在府内，而是在一处极为隐蔽之处。林玉龙颤颤巍巍道：我若说了，
能饶我一命吗？唰，一剑落下，直接刺瞎了其一只眼睛，令得林玉龙发出惨叫。你说和不说意义不大，我又1万种方式让你说出口，太可怕了。秦颖简直不择手段，什么残忍就用什么。我说，父亲就在万妖林。林玉龙道出了具体的位置，万妖林正是秦家所在城池旁的一座山脉之中。少主，我可以让我父亲归顺秦家，从此之后绝无叛心。秦颖手起剑落，寒音阵阵，不必了，你们父子一个都别想活着。我说的。剑落，一颗人头落地，死了。林玉龙死了。周围的门客已经落荒而逃，秦颖没打算一个个去追，回到了秦玄两人的面前，秦玄都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颖哥，你简直太凶残了。秦玄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但每一次见这般画面都不禁有些害怕。秦颖道，对于敌人永远不要心慈手软，否则死的就是你自己，明白？秦玄将此话记在心中，明白了。婉儿，没吓到你吧？秦颖看着有些发呆的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很快恢复了神色，摇了摇头，没有，这些人该死。经历了自己血亲的抛弃、冷漠、折磨，上官婉儿的心性远要比起秦颖想象中要坚韧得多，意志也要远超常人，很快就能接受。秦颖简单打扫了一下战场，将几人的东西全部收走，这些都是属于秦家的，死气也都全部吸入体内，准备找个时间炼化。瞬间将林玉龙与林二虎的人头收走，很快登上云船，便是返回秦家。秦颖站在云船之上，眼神微眯，杀意不减。林平虎，下一个轮到你了。秦府一天的赶路，秦颖一行人终于是回到了秦家。秦未央早就在秦家门口等待，心中万分焦急。当看到秦颖一行人的云船停靠之时，心中的石头这才彻底落下。他已经得知了林玉龙和林二虎已经离开秦家了，如今安全归来，说明二人没有得逞。三叔，秦颖看着秦未央抱拳道。秦未央露出笑意，回来就好。林玉龙和林二虎都离开秦家了，你们路上没有遇到？秦颖还未开口，秦玄却是激动不已地说道：爹，怎么可能没有遇到？只是林二虎他们根本就是一群小菜比，根本不是颖哥的对手，颖哥3下5除2就杀了他们。秦玄不说还好，一说就连秦未央都吓了一跳。林玉龙和林二虎都死了，这个结果始料未及，怎么可能想得到呢？毕竟林二虎的实力差一步就是化海境了，而秦颖还只是灵藏境4重而已。秦颖从空间戒指之中取出2个包裹，秦未央打开一看，正是林二虎二人的项上人头。秦未央的表情变得无比精彩，这些都是秦颖你杀的？秦未央还是有些难以置信。秦颖点了点头，是我亲手所杀。秦未央大笑一声，好啊，秦颖你就是我们秦家未来的希望啊，你的天赋比起3年前还要更为可怕。的确，哪怕是3年前的秦颖已经足够妖孽了，但应该绝对做不到这般以灵藏境4重斩杀灵藏境9重巅峰强者。就在这时，所有人的眼珠子都直了，就连秦未央都愣了一下，因为从云船之内还走出一名女子，面容堪比仙姿，无法形容，正是上官婉儿。婉儿，这是三叔。秦颖介绍道。上官婉儿来到了秦未央的面前，秦家儿媳婉儿见过三叔。秦未央惊呆了，这与10日之前所见到的上官婉儿完全是天上地下。若先前是连孩童见到都会做噩梦的样貌，而今简直是天上下凡的仙子。好好，快快回家，咱们回家再聊。这可是大喜事一件接着一件。原本秦未央还担心上官婉儿会令得不少人耻笑他们秦家，现在看来他们秦家才是捡到宝的那一个，其他人只有羡慕眼红的份。三叔将秦家所有人包括门客全部召集过来。秦颖边走边说道。上官婉儿被安排回去休息了。半个时辰之后，秦家广场之上，秦颖与秦未央站在高台之上，门客与秦家族人全部召集而来。只是较多数门客见到秦颖之时有些意外，毕竟林玉龙已经离开，准备半路截杀秦颖，这不是什么秘密了。秦颖居然活着回来了。就在这时，秦颖手掌一翻，掌心之上出现了2颗人头，赫然是林玉龙和林二虎的人头。这一刻，整个广场瞬间炸开了锅。这是林玉龙和林二虎的人头，他们据说去截杀秦颖了，难不成秦颖杀死了林二虎？这是真的吗？诸多人纷纷浑身一颤，难以置信地看着2颗人头。秦颖眸光四溅，扫视所有人，
林二虎与林玉龙在秦家为虎作伥，作威作福，甚至意图谋反。今日甚至半路截杀本少主，可惜被我一剑斩杀。哗然之音响彻而起，秦家子弟更是一个个热血沸腾。他们苦门客已久，这些年没少被门客欺压，因此才将怒火发泄在秦颖的身上。而今秦颖斩杀了林二虎等人，简直是大快人心。秦颖在众人心中的地位回到了之前。少主真是我们秦家之幸，有少主在，我们秦家便有崛起之日。不错，永远追随少主，唯有少主才能带领我们秦家做大做强。而相较于秦家子弟的态度，门客们却一个个心惊胆战。林二虎都死了，他们会是什么下场？可想而知。秦颖目光扫向了在场的门客，现在你们都可指证，在场门客之中，谁做了欺压我们秦家族人的事情？欺压秦家者死，其余人等可活。几乎是一瞬之间，所有秦家子弟都纷纷开始诉苦。方平，他抢夺我的灵石，为此打断了我胳膊，死！秦颖剑光一闪，名为方平的门客直接洞穿胸口，瞬死。还有他，居然要霸占我的娘子，死！又是一剑，一名门客应声倒下。整个广场在短短1刻钟的时间，便是有着上百号尸体倒在地上，而这些全是秦颖所杀。秦家的门客总共有着500余人，绝大多数的门客都或多或少欺压过秦家子弟，只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门客受过秦家的恩惠，在门客之中也不受待见。这些人粗略算去也只有100余人而已。这一次算是秦家的一次大清洗，扫除那些老鼠屎。秦颖的地位逐渐再次在众人心中拔高，一扫先前的误会，清除门客之后，秦家终于是上下一心。而这只是秦颖归来要做的第一步而已，他还要壮大秦家。此时风波之后，在周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秦颖乃是一尊杀人魔头，见人就杀，短短1天血洗了数百人的性命。当然也有人听闻上官婉容貌恢复，据说现在貌如天仙，甚至比起上官揽月还要更美。诸如这等传闻不断传播开来，而秦颖也回到了自己的婚房之中。只见得上官婉乖乖地坐在床榻之上，今日之事没让娘子受惊吧？秦颖揭开盖头，看着上官婉那绝美的脸庞，有些吃醉。上官婉咬了咬红唇，秦颖大哥，我生是你的人，死也是你的鬼，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秦颖看着上官婉缓缓褪去了身上的喜袍，露出了足以称之为魔鬼的身材，完美的雪白，隐隐若现，大气磅礴，似要呼之欲出。上官婉的脸颊上也浮现出熏红之色，好不诱人。秦颖只感觉体内有一团躁动的火焰正在燃烧，实在是顶不住啊。而上官婉也在此刻发出叮咛之音，秦颖大哥，要了我吧。秦颖，卧日，这能受得了吗？不过就在这时，极影女帝的声音突然悠悠然地传来，血月圣童现在可不适合夺取元婴，否则的话对于其未来修行大打折扣哦。秦颖，我干，这也太搓火了吧，蛋疼啊，这都箭在弦上了，硬生生让他憋回去。不行，婉儿，我不能这么做。秦颖直接拒绝了上官婉的请求，这让上官婉的神情浮现出一丝落寞。是因为我之前很丑吗？所以让秦颖大哥心中有阴影吗？上官婉黯然神伤说道。秦颖立刻摇头，捧起上官婉精致无比的脸蛋，不，当然不是，你是我的女人，无论你什么样都是属于我秦颖的女人。只是你听我说，你身上有特殊的体质，因为它，所以暂时我还不能和你行夫妻之事，这是为你好。上官婉自然不知道秦颖所言的特殊体质是什么，但他很快嫣然一笑，你是我的恩人，我相信你说的一切。只是我有什么体质？很厉害吗？秦颖并未道出实话，现如今告诉上官婉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是点头说道，自然厉害，这个体质一旦觉醒，就算是上官揽月在你面前也算不得什么。真的？上官婉欣喜万分，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变强，至少他不希望拖秦颖的后腿。秦颖一日日变得强大起来，而自己若是一辈子弱弱无能的话，如何有资格与秦颖站在一起？自然，我怎会骗你？说完，秦颖安顿上官婉睡下，自己则是为了泄火，转身出了房间，再待下去，真怕自己忍不住。毕竟枕边就是一个如此绝色的美女，任何一个男人怕是都会忍不住吧。一夜无眠，秦颖炼化了吸收而来的死气，
足足有着数百人的死气，再加上灵二虎近乎化海境的死气，这些死气直接让秦颖一夜之间突破了2重，达到了灵藏境6重之境。天光破晓，秦颖换了一身衣服，穿着黑色的斗篷，直接离开了秦府。他自然要去寻准备诛杀林平虎的办法。林平虎闭关之后，极有可能突破化海境后期，一大境界之差，即便是秦颖也不得不认真面对。当然，他的手段有很多，阵法或是下毒都是可行之法。拥有女帝真传的他，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不久，秦颖出现在了一座巨大恢宏的建筑面前。这座建筑是一座塔状的建筑，牌匾之上赫然写着几个大气磅礴的大字：古月商会。这是天玄大陆之中最大的商会，据说不是天玄大陆的本地商会，其上的总行实力极其可怕，来自天玄之外。天玄大陆本就是一个小世界而已，不算很大，强者也不会太强，类似之前秦颖达到化海境就已经站在了强者一列了。当然，他之所以来古月商会，自然是因为古月商会的信用最好，且是最大的商行，可以购买到绝大多数的东西。古月商会前门庭若市，十分热闹。秦颖戴着黑巾遮住了脸庞，钻入人群之中并不算起眼。秦颖来过数次，倒也算是熟悉此处。换你们管事的过来，我有一笔大生意想要谈。秦颖直接开门见山，直接换来了一位小二。小二的神色打量着秦颖，来古月商会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是一见面就要见管事的也是较为少见。这位客官，想要见管事的可以，但是要先看看你能拿出什么来。很显然，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直接面见管事的，想要见必须拿出足够的价值出来。秦颖掌心一翻，也没废话，掌心之上赫然是一道古籍。小二微微瞥去，随后顿时心惊，这可是一本玄阶上品的武技，价值连城，足以惊动管事的了。而在周围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目光瞬间投射而来，看出来了，这居然是一本玄阶上品的武技。玄阶上品，哪怕是类似秦家这种较大的家族都没有一部，足以引起不少人的觊觎了。一些贪婪的目光落下，这时小二也连忙嬉皮笑脸的给秦颖带路：这位贵客，还请随我来，我这就去唤小姐过来。小二将秦颖带到了一处较为私密的房间之内。古月商会不必担心什么黑货的事情，否则古月商会的名誉早就不保了，甚至上了一些灵茶、灵果，对于修行都有一些帮助。而此刻，在一座古色古香的阁楼之上，一名穿着紫色长裙的女子正在弹着古琴。小二缓缓走来：小姐，有人点名说要找您，说是有大生意，而且此人出手就是一本玄阶上品的武技，恐怕有些实力。哦，女子的红唇温润如珠，缓缓掀开，走吧，去瞧瞧。不久，秦颖便是看到了紫裙女子进入了房间之内。女子戴着紫色的面纱，双眸如同碧波一般，倒是一副美人姿色。不过秦颖并未瞧太久，紫裙女子道：我便是这里的管事，公子也可以称呼我为紫月。秦颖不拐弯抹角：我需要一些东西，都在这里。一张白纸取出，递给了紫月。紫月看了一眼，管事多年，自然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这些材料倒是都有，只是这3枚化海境后期的妖丹，恐怕价值不菲哦。不知道公子，这些显然都是布置阵法所需要的材料，而达到了化海境后期的妖丹，在天玄大陆而言，都属于是上等货了。想要购买这些妖丹，一些大家族都需要大出血，甚至是都买不起。秦颖当然知道，直接取出了方才的那本武技，这本武技应该买得起所有材料吧。紫月取过武技，一双紫眸微微一闪，玄阶上品武技撼山拳，自然足以了，甚至还有一些富余的灵石。武技可是极其稀少的，基本不在市面流通，类似这种品阶的武技更是被不少家族当作是压箱底的宝物，根本不可能卖出去。而秦颖这随手就是一部如此高深的武技，其必然不是一般人，至少一般家族也绝对拿不出手。我这就令人取来，不知道公子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紫月嫣然一笑道：剩下的灵石全部给我兑换成这些材料。秦颖早就准备好了，他需要的材料正是炼制2品丹药圣灵丹的药材。紫月瞧了一眼，紫眸之中闪烁着愈发好奇的神采。这些药材显然是炼丹所需的，这位神秘人莫非还是炼丹师？紫月好奇之际，秦颖打破了紫月的思索，道：不知道古月商会可有月之灵珠？月之灵珠？紫月的紫眸都顿然一闪，笑道：公子说笑了，月之灵珠极其罕见，100年都难得一见一枚，
何况还是在小小的天旋之内。不过最近我倒是听说了，我们古月商会即将举办一场拍卖会，而这场拍卖会内，据内部消息，似乎就有一枚月之灵珠。这种宝物不可能私下买卖，一般都是在拍卖会上拍卖。而听闻了关于这月之灵珠的消息，秦颖的心中也是顿时为之一动。这可是给婉儿解开天道禁制的必不可少之物，他自然不会放过。好，还请紫月小姐将拍卖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告知一下。紫月笑道，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在半个月之后举行，至于地点，在天玄城内。不久，秦颖收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便是直接转身离开。紫月看着秦颖的背影，露出一抹好奇之色。月之灵珠可是价值连城之物，那些顶级大家族甚至都需要耗费血本，何况这一出手就是一部如此高深的武技，而且药材还是炼制圣灵丹的药材，这位公子怕是背景不凡。事实上，这种武技对于秦颖而言，应有尽有，实在是太多了。女帝给的武技之中，比这更强的都有。对于秦颖而言，跟一粒芝麻没什么区别。秦颖离开之后，在远离了古月商会之后，一处人迹罕至的偏僻野外，一股阴风窸窸窣窣地吹过。秦颖双足停下，背对着身后，嘴角一咧：“打劫我的东西，你们想好了怎么死吗？”拥有着龙帝给的太古龙魂，秦颖的神识极其灵敏，早就发现了身后来人。数道气息笼罩而来，直逼秦颖而去。没想到居然被你小子发现了，呵呵，交出你身上的所有财物，饶你不死！秦颖回身望去，身后有三人从林间窜出，三人之中，一人较为年轻，一身干净的白袍，另外两人较为年长，是两个中年男子。而那年轻之人，秦颖居然有些印象，早在5、6年前就见过，正是来自吴家的一位公子哥，名为吴凡。甚至可以说，不止见过，5、6年前几乎也是相同的画面，吴凡也曾打劫过自己，而当时自己的才刚刚在天玄大陆年轻一辈崭露头角，因此算盘打到了他的身上。当年就被秦颖打得屁滚尿流，答应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打劫之事。没想到还真是一段孽缘啊！冤家路窄，5、6年过去了，如今居然又打劫到了自己的头上。呵呵，吴凡，5年过去了，你还是没有长进啊！当年答应我的事情，我可是记得，你若是还行这种事情，我要你命！记吃不记打。秦颖的声音逐渐恢复正常，而当吴凡听到秦颖的声音之后，突然眉头一皱，似乎感觉有所印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看向了秦颖：“你是秦颖？”吴凡眼神之中竟是浮现出一抹忌惮之色。秦颖3年前可是天玄大陆诸多天才的噩梦，而在5年前自己被秦颖揍得亲妈都不认识，这件事他可记忆犹新的很。熟悉的声音瞬间让他退后一步。秦颖摘下了面巾，双眸悠然地盯着吴凡：“答对了，可惜没有奖励。”吴凡定睛一看，是秦颖无疑，只是自己怕什么？据说秦颖归来了，听闻天资受损了，修为倒退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而且他身边还有吴家的高手，还怕他一个小小的秦颖？哈哈，还真是冤家路窄。5年前我打劫你，被你打断手臂，我正愁没有机会找你报仇呢，没想到居然是你！听说你修为倒退，天资受损，果然是真的，居然只有灵藏境的修为了。3年前，你可是已经达到了化海境巅峰了。秦颖，这一次，你是乖乖的交出你身上的宝贝，还是要我们动手？吴凡的声音戏谑：“怕个锤子啊！他自己是灵藏境巅峰，而身旁的更是有着2位化海境初期的强者。秦颖不过是灵藏境6重的修为而已，正好可以一雪前耻。”秦颖冷笑一声，一股无形的煞气自动散开，盯着吴凡：“修为确实是倒退了，但杀你们3个杂碎足够了。既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劫到我头上，这一次你就不用活着回去了。”吴凡冷哼一声，狂笑起来：“我就喜欢你这么狂的样子，有本事你就干死我啊！”秦颖露出一抹鬼笑，还真没听过这么无理的要求。好，我满足你。几乎是一瞬之间，秦颖的身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化作了一道血线，而惊天的煞气也在此刻瞬间爆发，犹如一片血海，将吴凡3人笼罩住了。2位，杀了他！煞气影响之下，吴凡也感觉到了一股心中发凉的寒意袭来，不敢有任何的大意。化海境的气息瞬间爆开，达到了化海境，灵气发生了实质化的变化。化海境的强者体内的灵气足是灵藏境巅峰的数十倍不止，浑厚如海的灵气激荡而出，2人各自手持兵器，
一刀一剑各自朝着秦颖杀去，刀光与剑气如滚滚浪潮，仿佛下一刻就足以震杀秦颖。秦颖却不屑地冷笑一声，华海境不过如此。藏命剑点，藏心，稳杀，风眉，同时施展3道剑光，竟是笔直的从两人的灵气气海之中穿透而出。两人不得已提起武器回防，这才勉强挡住了这一剑的袭杀。可是秦颖的速度太快了，如同闪电一般，便是提着修罗剑来到了其中一人的身前。此人手握长剑，只看到了一双血色的眼珠子盯着自己，提剑斩击而去，被秦颖直接闪避开来。第4式陨魂，下一瞬，男子的瞳孔竟是瞬间有些失神。这正是陨魂的效果，可以让对方短暂的失神，而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爆发。陨魂发动的瞬息，修罗剑便是带起了一蓬血雨。只见得男子的脖子上被一道血光划过，切割出深深的血痕，直接殒命。这吴凡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整个人都倒退了数步，脸色有些苍白。秦颖居然一剑斩杀了他们的一名长辈，这家伙怎么感觉比起3年前要更加恐怖？这怎么可能呢？另外一名男子发出嘶吼：“二弟！”秦颖悠然看去，冷笑道：“不急，很快就送你下去见你二弟了。”一剑杀出，藏命剑点直接瞬间爆发。第5式分尸，随着修为的提升，秦颖自然而然掌握到了第5式的程度。数十道剑光呈现出一种奇诡的形状，悍然杀出。男子眼珠子一瞪，这道剑气根本避无可避，而且防无可防，无论怎么提防都会必遭数剑。其提起手中之刀，一刀斩出，手中的刀被直接击飞出去，而紧接着数十道剑光直接斩击在了他的身上，一块块血肉掉落下来，整个人直接被大卸8块。惨，极惨！秦颖回眸望去，一双杀意尽满的双瞳自然而然落在了吴凡的身上。吴凡一屁股跌坐下去，他还没达到化海境啊！更何况秦颖实在是太变态了，居然瞬杀了他们吴家的2位化海境的强者，这还是人吗？吴凡恐惧无比地看向秦颖，如同看到了恐怖绝伦的杀人魔头。我错了，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做这种事情了。秦颖看着求饶的吴凡，却是冷声笑道：“有些人狗改不了吃屎，有一就有二，何况你惹谁不好，却偏偏要惹我。”吴凡恐惧无比道：“你不能杀我，若是杀我，我们吴家不可能放过你的。”秦颖看了一眼荒郊野外，你自己挑的葬身之地，谁能知道呢？一剑落下，穿过了吴凡的眉心，直接毙命。搜罗了3人身上的东西，秦颖一把金乌岩直接将3人烧了个精光，灰都不剩。对待这种人，秦颖绝对不会有任何心软。四下无人，秦颖直接朝着秦家而去。接下来就该准备谋划诛杀林平虎这个心腹大患了。吴凡之死令得吴家震动，可惜吴家出动大量人马，甚至都没有找到吴凡等人的尸体，只在一处山林间发现了一处灰烬。此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向吴家透露了消息，杀了吴凡几人的应该是一个神秘人所做的，只是想要找到这个神秘人绝非轻易。而对于这些，秦颖自然不知，他直接回到了秦家。经过秦颖的肃清那些门客之后，如今的秦家已经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不过所有人都清楚，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已，因为真正的幕后人物林平虎还未死，其一旦归来，秦家怕是要遭劫难。而秦颖溜回了房间，见到上官婉还未睡下，有些心疼的抱了抱上官婉：“婉儿，你先休息，这几日我还有大事要办。”上官婉虽不知道秦颖要干什么，但也知道秦家如今的危机，乖巧的点头道：“秦颖，你一定要小心。”几日的相处之下，上官婉儿也开始直呼秦颖的名字了。秦颖离开房间，很快来到了练功房内，催动修罗圣体，吴家几人的死气很快便被体内的血气炼化干净了。而秦颖也顺理成章地踏入了灵藏境7重，这还不够，至少要达到灵藏境9重左右。为了确保击毙林平虎万无一失，秦颖不敢有任何的大意。很快，秦颖开始炼制圣灵丹，拥有着玲珑女帝的炼丹心得，再加上金乌女帝赠予的金乌火种，对于秦颖而言得心应手。一夜之间，便是炼制出了大致10余枚的圣灵丹，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吞服圣灵丹，体内的灵气也在此刻节节攀升。接下来的几日如此往复，秦颖不曾有任何的休息，期间给秦玄送了几枚圣灵丹，
让秦玄震撼万分。愈发觉得秦颖傍上了什么巨大的富婆。继续巩固不死圣经，不死圣经其还未真正领悟第一层，让秦颖有些着急。秦颖直接传音给不死女帝，不死女帝，这不死圣经怎么领悟起来这么困难？足足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距离第一层似乎还是差一点火候。不死女帝没好气地说道：“你想得倒美，不死圣经放在地界都足以引起无数大能的腥风血雨，即便是地界的天骄，想要领悟，至少10年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呢。”不死女帝差点没被秦颖气死，这家伙简直是太装逼了。难道不知道不死圣经想要达到他如今修炼的火候，哪怕是地界天骄都需要数年的功夫，而秦颖这才短短半个月而已，已经快要接近第一层了。秦颖撇了撇嘴，这不是嫌太慢了吗？不死女帝冷哼一声，再装逼，信不信我锤死你？秦颖，有必要这么凶吗？秦颖有些无辜，但很快便开始专心修行。10日之后，秦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一道锋利至极的血芒乍现，体内的煞气愈发的强横。秦颖隐隐有种感觉，似乎已经有些无法压制体内杀念。这股杀意，即便是强行收敛，都足以令得周围的虚空都似乎冷得刺骨。看来必须尽快解决林平虎了，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不解开第一道天道禁制，随时可能被杀念吞噬自身的意识，到时候自己便会成为一具杀人的行尸走肉。而这几日的修行也成功让秦颖踏入了灵藏境8重巅峰，距离9重还差一丝。不过留给他的时间不会太久了。秦颖起身直奔三叔秦未阳的院落而去。而与此同时，上玄城上官家，上官晨从禁闭室内走出，脸上至今还是肿胀。其一出来便是打听了10天前的事情，听闻了上官揽月归来，但让他震愕不已的是，曾经被他任意欺凌蹂躏的上官婉儿居然脸上的红痕消失了，甚至从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为了绝世美人，乃至超过了上官揽月的容貌。这让上官晨本就是一肚子的火，其被秦颖狠狠打脸，这是他有史以来最为憋屈的一次，从未受过这种委屈。秦颖，父亲不敢杀你，但是我敢。还有上官婉儿那个贱女人，居然敢公然大骂父亲，还想超过揽月姐，简直痴心妄想。你们这对狗男女必须死！不久之后，上官晨来到了一处极为隐蔽的建筑之外，此处建筑四周极为静僻，没有任何人烟。推门而入，一名戴着鬼面具的黑衣男子正背对着上官晨。血屠楼白银杀手9号，见过上官晨少爷。血屠楼，没错，这就是专门暗杀的组织，收钱买命。上官晨令人联系了血屠楼，为的就是杀死秦颖这对狗男女。而白银杀手个个都是顶级杀手，拥有着堪比灵藏境后期的实力。虽然请一次杀手价格可不便宜，但上官晨更香看到秦颖2人死。这是一半买命钱，事成之后再给另外一半。我要见到他们的项上人头。9号取过买命钱，点了点头，嘶哑的声音响起：“上官晨少爷放心，我9号从未失手。”说完，9号直接消失。上官晨目光彻底冰寒：“秦颖，这就是打我脸面的下场。”秦家，秦颖来到秦未阳的院内。秦颖，你怎么来了？秦未阳还在钻研地阶枪法，见到秦颖便是放下了手中的长枪。秦颖问道：“天龙枪法，三叔练到哪一步了？”秦未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我天赋一般，只是勉勉强强达到了刚刚入门的阶段而已。这么久的时间才只达到入门，的确不算快。不过，即便是入门地步，比起玄阶武技而言，地阶武技的威力也要远远胜之。不急，三叔慢慢来。”秦颖淡笑道。秦未阳看着秦颖，问道：“你这是有事？”秦未阳感知到了秦颖身上隐隐若现的杀意，必然是有事而来。秦颖点了点头，不打算拐弯抹角，直接开门见山道：“一切准备的差不多了，三叔，该去送林平虎下地狱了。”这一瞬，杀意冲天，大风扬起，寂静的黑夜之下，一抹极致的杀意悄然绽放。起风了，秦未阳与秦颖直奔110而去。秦未阳的眉头微微一皱，心中自然有激动，也有所顾虑。林平虎是如今秦家之内最大的威胁，一旦铲除，秦家内部的忧患便完全没有了任何威胁。可是林平虎的实力不可小觑，而秦颖的气息分明只是灵藏境8重，便有斩杀已是化海境后期林平虎的实力了吗？这让秦未阳有所怀疑。这可是整整一大个境界，即便是先前的秦颖也绝对不可能做到。正是送林平虎下地狱的好时候。
秦颖目光沉着，有着强烈的杀意涌现出来。这般沉着冷静的性格，完全不像是一个刚刚20出头的年轻人，甚至连秦未阳都感觉自己的心性与秦颖相比，有些自叹不如。秦颖，我总感觉在你面前，连我都像个小孩子一样。秦未阳淡笑一声。秦颖道来，三叔说笑了，但实则他虽然只失踪了3年，但他3年所经历的，可能比起正常人100年乃至数百年经历的都要更多。更别提跟随着9大女帝，他的眼界早已经不是天玄大陆这种弹丸之地的修士可以比拟的。心性也是修行的一部分，他的心性丝毫不比那些老怪物要差。前方赫然出现了一座客栈，客栈的不远处则是一座山洞。这种荒山野岭之中出现客栈自然很奇怪，而此处正是林平虎的闭关之地。引入密林之间，秦颖一双隐隐有些发红的血眸凝视而去。三叔，林平虎就在此处闭关。秦未阳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大战随时可能爆发，他不能有半点的松懈。此处有着林平虎的亲信，包括庞猛、刘峰这几人都是真正的化海境前中期的实力。我去解决他们吧。秦未阳提枪便要出去。闭关之事十分重大，因此林平虎将最强的亲信都安排在了此处，为他护法，这才让秦颖可以轻易地扫除族内的门客。秦未阳的实力足以解决这些人，但秦颖却摇头道：三叔，不急，这些人大多都是化海境3重左右，三叔出手，动静或许会稍大一些，必须在悄无声息之间击杀几人，最好不要惊动林平虎。不惊动林平虎，这可能吗？再怎么说也是化海境的修为，即便是秦未阳更强，但也必然会造成一些动静出来。那该如何？秦未阳眉头一皱。秦颖身穿黑袍，逐渐引入黑夜之中，交给我就行。秦未阳有些吃惊，但发现秦颖已经不见了，无声无息。这些都是化海境前中期，秦颖真能无声无息杀了他们？这也太逆天了些。不过眼下秦未阳除了等只能等。而在客栈之内，一名黑衣人有些醉醺醺地走出。我去方便一下，等我回来继续喝。男子走向了一旁的林间，其吹着口哨，解开裤腰带，正要开闸泄洪之时，一股寒意瞬间从背后袭来，让他有点毛骨悚然。其背后突然浮现出一道黑影，男子回头一看，却并未看到任何人。可一扭头的瞬间，在他的前方，一道寒光侵染的剑光在他眼中瞬间放大，没来得及发出半点声音，甚至才尿到一半，一剑便是直接刺入了眉心之中。秦未阳看在眼中，不由是震撼无比。秦颖如同鬼魅一般，没有半点的声响，即便是身为化海境的他，都绝不可能做到这般毫无声息。而且秦颖不出剑则已，一出剑必要性命，像是一个杀了无数人的杀手，洞悉一切杀人的技巧。秦颖直接换上了此人的黑袍，遮住了脸庞，随后大摇大摆地走向了客栈之内。牛三，尿个尿去这么久，来继续喝，今天喝不吐你，我跟你姓。众人纷纷起哄。秦颖眸中浮现出一抹寒意。众人举杯之时，纷纷看向秦颖，怎么不喝了？快举杯啊！就在这时，秦颖冷冷一笑，哼，当然得喝，不过喝完就得送你们上路了。几乎是一瞬之间，修罗剑豁然出现在其掌心之上，血色的剑光瞬间涌现，不等几人反应过来，秦颖手中的修罗剑瞬间斩出。藏命剑典、藏心、稳杀、风眉、陨魂、分尸，几乎是一瞬之间，剑气瞬间纵横。庞猛几人这才反应过来，但是为时已晚。一人直接洞穿心脏，瞬间毙命；一人脑袋瞬间滚落下来，鲜血喷涌；一人眉心爆开，死得不能再死。而庞猛和刘峰正要出手，陨魂一出，两人眼神瞬间空洞，旋即剑气已至他们的眼前，他们的眼中唯有惊恐之色，根本发不出任何的声音。剑气落下，两人的身体之上斩过数道剑气，整个身体被分成数块。收剑，这一切一气呵成，仅仅只在几息之间，秦颖便是瞬间斩杀了5人，而这5人无不例外都是真正的化海境。可惜这是一杯送命酒。秦颖走出了门外，看向了秦未阳的方向，秦未阳这才走来。当他看到客栈内的场景之时，就连秦未阳都差点吐出来。残忍至极的杀人手法，这些人可以说都死得极惨。而从秦颖进去绝对不会超过30息的时间，也就是说秦颖在悄无声息之间便葬送了几人的性命。这些可都是化海境的强者啊！
秦未阳震撼地看着秦颖，眼中甚至都浮现出一抹骇然。如今的秦颖不像是人，更像是杀神，实在是太可怕了。三叔，走吧。秦未阳愣了愣，随后跟着秦颖来到了客栈前方的那座山洞之外，而秦颖也直接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了在古月商会之中购买的材料——阵旗、妖丹。秦未阳眸光一颤，秦颖这是要布置阵法？什么时候秦颖成为了一名阵法师了？秦未阳愈发的震惊，3年不见，他似乎都不认识秦颖了一般。很快，秦颖在山洞四周插上了阵旗，以妖丹为能源，一座大阵布置而成。这座大阵不算什么厉害的阵法，只不过是他如今所能布置的大阵。天雷阵。秦颖来到山洞前，一剑斩出，直接轰击在山洞之处，石门瞬间绽开，碎成无数块。林平虎，本少收你命来了，滚出来领死！月黑风高，凛风四起，秦颖之音充斥着肃杀之气，一股刺骨的寒风袭来。山洞之内，一道浩瀚雄浑的灵气瞬间冲荡而出，这绝对是迈入了化海境后期的灵气气息。秦未阳眉头皱起，手中死死握住长枪，准备随时出手。哈哈哈！秦颖，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来找我。本来我打算这几日闭关之后便去宰了你，你却自己送上门来。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闯，真是不知死活。山洞之内，一道魁梧无比的身形掠出，足足有着2米之巨，肩上扛着一把大刀，摇摇晃晃地走出。这便是林平虎。他自是听说了秦颖归来的消息，不过尚未稳固己身的境界，还不打算出关。但他却没想到秦颖居然敢主动送上门来，简直是找死啊！秦颖一双血色的寒眸凝视着林平虎，其周身的气息显然迈入了化海境7重，不过稍微有一点虚浮，显然是并未彻底稳固住境界。林平虎，你先看看这是什么再说吧。2个黑色的布袋被秦颖抛出，滚落出2颗人头，赫然是林二虎和林玉龙的人头。看到林玉龙2人的人头之后，林平虎的双眸顿然浮现出一根根狰狞的血丝。无儿、二虎，他们是你杀的！惊人的杀意自林平虎的眸中射出，这可是林平虎唯二的亲人，竟居然死了！林平虎如何不怒，眼神恨不得将秦颖2人碎尸万段。秦颖冷笑一声，自然是我，不过别急着悲痛，很快我就送你下去和他们见面。林平虎浑身一震，举起手中的大刀。秦颖，今日我要血洗你们秦家，以祭奠我儿和二虎的在天之灵，从此之后再无秦家。此刻秦未阳长枪一指，寒芒指向林平虎，道：林平虎，你作恶多端，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此地。林平虎狂笑一声，秦未阳，你不过是化海境5重，就凭你也有资格杀我。既如此，那就先送你这个窝囊家主去死好了。一刀劈出，化作层层骇浪，凶猛无比，朝着秦未阳斩出。仅仅一刀便足以证明林平虎的气息雄浑，不是寻常的化海境7重。地面宛若被犁过一般，露出深深的沟壑。秦未阳不甘示弱，一枪刺出，灵气喷薄，刺向层层巨浪而去。可惜秦未阳终归是与林平虎相差2个小境界，直接被轰得倒退出去数十步。林平虎嗤笑不已，凭你们如何杀我？都给我死！就在这时，秦颖的眸光微微眯起，别急，还有一份大礼呢。天雷阵。一时间，一座阵法笼罩开来，直接将林平虎笼罩在内。眨眼间，只见得在林平虎的上空凝聚着一道雷龙，顷刻间雷龙呼啸而下。林平虎的脸色微微惊变，自然感知到了这阵法的不俗，甚至连他都感知到一股忌惮之意，一刀斩击而出，不敢有任何的留手。雷龙轰击之下，林平虎的浑身如同流过电流，浑身狠狠一麻。不等林平虎反应，这一刻秦未阳也直接出手。他早就被林平虎压得有些憋屈，身为秦家家主却无法镇压一个门客，简直是屈辱。天龙枪，天龙倒海，一枪刺出，似有一道白色的龙影浮现，虽然还有些虚浮，但威势却直接攀升，达到了与林平虎近乎齐平的程度。刚刚接下雷龙的林平虎脸色哗然一变，这一枪的威势绝对超过了他的意料之外。虎啸刀，一刀斩下，有着虎啸之声，刀气如同化作一道白虎，朝着白龙斩去。两者碰撞之间，白虎竟是被轰开。本就是仓促之间的出手，自然比不过秦未阳这蓄力一击。与此同时，雷霆再次轰下，不给林平虎任何反应的时间。
林平虎只能再次提刀一挡，整个人瞬间被轰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山洞门口，将山洞砸得坍塌下来。林平虎起身，愤怒无比地盯着秦未阳，地阶枪法，没想到你居然还私藏着地阶枪法。毫无疑问，能让秦未阳爆发出如此可怕战力的，必然是地阶枪法，而这种级别的枪法，哪怕是天玄大陆之中都极其罕见，唯有一些顶级的大势力才可能存在，且是镇族之宝。秦未阳持枪而立，寒音道：“林平虎，你死期已到。”林平虎狂笑：“地阶枪法，你的灵气又能撑多久呢？地阶武技所需要耗费的灵气也是十分恐怖的，哪怕是秦未阳也不可能一直施展地阶枪法，很快便会耗尽。接下来，黑夜之下，秦未阳与天雷阵相互攻击，而秦未阳的灵气也逐渐浮现出亏虚之态，显然无法支撑太久。不过，林平虎也并不好受，林平虎的身上如今是大大小小的血洞，正是被枪芒所刺以及雷霆轰击导致的。林平虎的气息也明显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轰！一刀劈出，秦未阳被轰飞出去，重重地砸在了一棵大树之上，大树拦腰而断。秦未阳欲要站起，发现体内的灵气已经完全耗尽，无法支撑再战。秦颖将秦未阳扶起，三叔将林平虎耗到如此程度，已经足矣了，接下来看我的吧。秦未阳有些担忧道：“小心，林平虎虽然受伤，但都不是致命伤，气息仍然不俗。”秦颖并未回答，而林平虎放声大笑：“就这，也想杀我？还是说，你一个小小的灵藏也想杀我？”林平虎自然不信。秦颖眼中杀意绽放，血色浮现在双瞳之中，这股杀意，即使是林平虎都不由浑身一颤，有些惊触。你若巅峰时期杀你确实有些麻烦，但现在足矣了。修罗剑在手，黑袍鼓动起来，此刻的秦颖彻底化作了一尊杀神，身影一闪，即使是林平虎都仿佛有些捉摸不到秦颖的身影，而这正是秦颖这段时间内新修行的身法，地阶身法天蝉幻影。林平虎咬了咬牙，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秦颖的速度竟会如此之快，一刀无差别的劈出，却直接劈空了，斩击在了一道残影之上。太慢了！藏命剑点，陨魂，血色的剑光闪烁，林平虎的眼神瞬间一空，但也只是一瞬，可杀人也就只需要一瞬而已。如今的林平虎身上受伤，灵气也被消耗大半，虽是化海境后期，但与化海境6重差不多战力，而秦颖则是巅峰战力。藏心，稳杀，风眉，一剑刺出，3道剑光瞬杀而出。林平虎挥刀一震，可仍旧无法抵挡住3道剑气。只见得一道血色的剑芒在他眼中放大，其瞳孔死死睁大，冰凉的寒意触碰在他的眉心之上。林平虎骇然地看着前方，秦颖宛若地狱般的双瞳凝视而来，而修罗剑则死死地抵在他的眉心。林平虎，你千不该万不该在我离开之后竟欲要造反欺主，现在我送你和你的儿子你的弟弟下去见面。林平虎未能发出声响，喉咙一滚，修罗剑刺入了眉心，生机流逝，已然是一具尸体了。死气涌入秦颖的体内，秦颖隐隐察觉到了自己的第一道天道禁制有所松动了。秦颖心中微微一荡，要解开了吗？修罗圣体的第一道天道禁制，一缕缕猩红无比的血气自秦颖的体内射出，萦绕在秦颖的周身，而周围的花草树木在沾染到这一缕缕血气的瞬间，便瞬间枯萎而死。见到这一幕，秦未阳自是心惊无比，完全不知道秦颖身上发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当他看到那瞬间枯萎而死的花草，整个人变得愕然起来。此刻的秦颖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夺万物生灵性命的阎王爷。秦颖，你这是？秦未阳声音轻微一颤。秦颖顿时咬牙道：“三叔，为我护法，至于其他的不必理会。”秦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体内的杀意了，如今必须尽快冲开第一道天道禁制。体内的杀念蠢蠢欲动，随时可能复苏，占据他的神识，吞噬他的灵智，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了。秦未阳也不敢多问，只能守护在不远处。可越看越是心惊胆战，血气不断的壮大，一棵棵参天大树都在接触死气的瞬间枯败，翠绿的叶子也在此时迅速的枯黄，继而疯狂掉落下来。落叶之中，秦颖强行将自林平虎身上吸来的死气疯狂冲击第一道天道禁制。天道禁制犹如枷锁，死死束缚住气旋。
欲要抵挡秦颖的冲击。不过，正如女帝所言，林平虎的死气较为浑厚，即便是天道禁制，都隐隐冲开一道缺口出来。接下来，秦颖心无旁骛，不敢有任何的分神，只是不知道，若是冲开第一道天道禁制，对于修罗圣体会有什么影响。眼下管不了那么多，至少不能被杀念侵蚀了。血气逐渐扩散，甚至来到了秦未阳的面前。秦未阳伸手轻轻触碰了一下，下一刻瞬间如同被毒蛇咬了一口般迅速弹回，而他居然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生机也在流逝。还好只是一瞬，否则不敢想象会流逝多少生机。他退到了更远处，难以置信地看着秦颖吞噬生机，这究竟是什么恐怖的血气？他无法理解。而继而他的眼珠子瞬间死死睁大，这是那些血气在秦颖的身后居然凝聚出来了一道庞大血色虚影。这道虚影似乎仅仅一个眼神就足以杀死一切，如同一尊万古杀神立在秦颖的背后，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笼罩而来。纵然是秦未阳都在这一刻有种魂飞魄散的感觉，脸上瞬间没有了半点血色，宛若白纸。而秦颖自然不知道这些，只感觉到体内的杀气正在疯狂的暴涨，第一道天道禁制也在不断的冲击开来。秦未阳的眸光颤抖，不敢靠近半分，周围煞气滔天，狂涌而起，如同那一道血色的虚影逐渐凝实，宛若一尊上古修罗，哪怕是看一眼，似都要魂飞魄散。好可怕的杀气！随着不断的冲击之下，宛若铁索断裂的声音在第一道天道禁制之处响起，咔嚓，死气钻入天道禁制禁锢的血色气旋之中。秦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化作了纯粹的血色，极为可怖。其看了一眼周围的景象，就连秦颖都无比的心惊，这便是打开第一道天道禁制造成的吗？周围的一切生灵全部死亡，无一幸免。而三叔在较远处看得目瞪口呆，手掌一握，修罗剑在手。这一刻，秦颖只感觉自己能够感知到周围的一切生灵，在其眼中，哪怕是10里之外的一只蚂蚁，都身上泛着一抹血光。其洞察之力居然变得如此的敏锐，打开天道禁制，居然还能让它发生如此的蜕变。秦颖颇为欣喜，随后调动体内的血色杀气，如同无数的血色小龙游走在周身。很快，全身上下的肌肤之上布满一道道的血色纹迹。这是秦颖一步迈出，竟是化作一道纯粹的血影，速度之快，即便是没有动用天蝉幻影，如今的速度也仅是逊色天蝉幻影丝毫而已。除此之外，洞察力变得极其敏锐，似乎只要是生灵拥有生命，就能被其轻易洞悉。而且一道血气剑光斩击而出，直接将地面离出足足10米之深的剑痕。这般威能，哪怕是不动用天雷阵，都足以击杀林平虎。逆天！秦颖深吸了一口气，按照他的猜想，解开一道禁制便能够打开修罗圣体的一种禁忌能力。而这第一道禁制之下，显然是让他的战力、速度、观察力都得到了巨大的长进。须知修罗圣体可是足足有着9道天道禁制，这其后的禁制解开，岂不是可以获得更为逆天变态的能力？秦颖突然有些期待起来，不过暂时没有时间去询问9位女帝。收敛浑身的杀气，秦颖走向了仿佛石化般的秦未阳跟前。三叔，你没事吧？秦颖问道。秦未阳这才反应过来，看向秦颖时，眼神之中居然还有一抹挥之不去的恐惧之意。没事，秦颖刚刚是。秦颖自不可能道出修罗圣体的秘密，而是找了一个其他的解释，不小心突破了一下而已。没想到动静这么大，三叔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太他妈大了。秦未阳，不小心突破一下而已。的确，秦颖吸收了林平虎的死气之后，成功迈入了灵藏境9重，但这个不小心简直也太不小心了吧。而且谁突破一下，吞噬生机，杀气冲天，就跟杀神似的，离谱，离了个大谱。秦未阳深吸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大叫一声道：秦颖，我怎么感觉你这次回来不是人？秦颖，这话怎么听着像骂人呢？三叔怎么骂我呢？我不是人，那是什么？秦未阳转身，像一个杀人无数的杀神。秦颖笑了笑，三叔就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呢？我还是我，怎么可能杀人无数呢？很快，秦颖看到秦未阳夹着腿走路，随后在秦未阳的裤腿上居然发现有些湿润，不由直接提醒道：三叔，你裤子湿了，是不是不小心尿了？秦未阳脸色一黑，你丫的能不揭人丑吗？那是湿了吗？那分明是被你吓的。也不怪秦未阳，毕竟修罗虚影
远不是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存在。闭嘴！尿你大爷！今晚入秋了，地上打霜了，不小心做湿了而已。秦颖瞧了一眼，现在不正是仲夏吗？哪来的霜？翌日，林平虎已死的消息在秦家之内如同惊涛骇浪一般传播开来。秦未阳更是直接大摆宴席，准备了一场庆功会。而这一次庆功会的主角自然是秦颖。秦家子弟纷纷震惊，按照家主的意思，林平虎是秦颖所杀的，也就是说，秦颖仅凭灵藏境便斩杀了华海境后期的林平虎。这般天赋，何止用逆天来形容？而起初，众人将秦颖视为秦家的罪人，陨落的天才。可这一刻，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让众人觉得秦颖是秦家的救世主。跟随秦颖，未来的秦家必可飞黄腾达，发扬壮大。自此，秦颖已经完全成为了秦家的主心骨，甚至影响力上远远要超过了秦未阳这个家主的影响。人太多，秦颖受不了这种场面，很快便是找到了一处较为僻静之地，沟通着第一道天道禁制解开的血色气旋。气旋之内，杀戮的血气瞬间喷涌而出，如同开红蟹闸一般可怕，止都止不住。而秦颖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自身的战力上涨了数倍。各位女帝大人，这是修罗圣体的何等能力，居然能让我战力涨幅如此巨大？秦颖直接询问9大女帝，自己钻研也钻研不明白。这不是有9个现成的老师，不问白不问。白衣剑帝南宫挽歌的清寒之音响起，修罗圣体共有9道天道禁制，你已知晓，之所以会被天道布下禁制，便是因为修罗圣体的9种神力过于逆天。这是神力？神力又是什么？秦颖自是不知道什么是神力的意思，但绝对是远远超过了他如今所在世界能够接触到的力量。南宫挽歌淡然道：你暂时不必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9道禁制，每一禁制都镇压着一道属于修罗圣体的专属神力，而这种神力不会随着你的境界的提升而显得逐渐鸡肋，反而这每一道神力都拥有着成长性，其会随着你的实力不断的提升。秦颖震惊了，这么恐怖，神力居然还能成长，如何不震惊呢？类似于武技、黄阶武技，对于灵藏境或是化海境的强者而言，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即便是施展，也与没有施展武技的战力相差不会太大，因此便会逐渐随着境界的提升而变得鸡肋无比，作用不大。可9道禁制之下的神力居然能够伴随着他的成长而成长，意味着即便是修行到后期，这9道神力都足以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恐怖威能。那这第一道修罗神力是什么？秦颖好奇问道。毕竟这第一道禁制带来战力已经十分恐怖了。修罗变，其会不断的积攒死气，死气越多，你便能直接借用修罗之力爆发出远超自身几倍，甚至是10倍、100倍的战力。当南宫挽歌的最后一个字落下，秦颖彻底惊呆了。逆天，太逆天了！10倍、100倍的战力，还能再变态一点吗？这第一道修罗神力尚且如此变态，那么接下来的8道修罗神力呢？秦颖不得不颇为期待。挽歌女帝，接下来的8道修罗神力又是什么？秦颖好奇询问。南宫挽歌淡淡道：等你达到了那一步，自然知晓其中神力的奥妙。那我要何时才能开启第2道修罗神力？秦颖再次发问。这要看你自己了，有些上古之人即便开启了第1道修罗神力，也未必能够开启第2道修罗神力，亦或是哪怕修至极为后期的修为，也只能开启3、4道左右的修罗神力。这么困难？秦颖颇为惊讶，没想到开启修罗神力居然如此艰难。南宫挽歌道：你以为9道修罗神力任何一道都足以堪称绝世神力？开启一道要看你自身对于杀道的悟性，杀戮一道的悟性越高，便能领悟更多的修罗神力。不过迄今为止，从未有人真正开启过9道修罗神力。南宫挽歌的话倒并未给秦颖浇冷水，相反的是，从未有人做到的过的事情，反而让秦颖觉得颇有挑战。这也愈发的证明了修罗圣体的强悍之处。大概清楚了天道禁制所压制的乃是修罗神力之后，秦颖接下来便是潜心修行修罗变。而今的修罗变内视其间可以看到3道血气，对应的也就是3倍左右的战力，这已经极为可观了。3倍战力足以让他爆发出更强的战力，例如再战林平虎，甚至可以轻易碾杀林平虎，而不需如此大费周章了。不过如今最重要的还是提升修为，2年时间必须达到王侯境，与9大女帝第2次双修，他可不想真的因为经济而亡而死。1日修行，秦颖拖着疲累的身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上官婉儿早已经打来了洗脚水、洗脸水，为秦颖洗去一日的疲惫。秦颖看得出来上官婉儿眼中的倔强，如今林平虎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再过几日便是古月商会的拍卖会举行之日了。到时候拍卖月之灵珠，觉醒上官婉儿的血月圣瞳，就足以成为人们眼中的天之娇女。两人并未分床而睡，只是身边躺着这样一个人间角色，难免让秦颖颇为躁动。可惜蛋疼的是，偏偏什么也干不了。娶了一个如此貌美如花的媳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真是苦逼啊！秦颖，如今你杀死了林平虎，成为了秦家的主心骨，我真的好害怕。有一天，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远，甚至远远配不上你。上官婉儿如同一个小猫一样，依偎在秦颖的怀中，眼角一滴泪悄然落下。婉儿，你相信我，绝非是他人口中的平庸之辈。我说过，你有特殊的体质，这种体质足以让你成为世人眼中的绝世天骄。我会想办法让你踏入修行之路的。秦颖认真的回答，给上官婉儿重重承诺。我始终相信你，只是心里有些害怕而已。上官婉儿抹干净眼泪，挤出一抹灿烂的笑容。而就在此刻，秦颖的双眸之中顿现一道恐怖的血芒，一股冲天的煞气瞬间激涌而出。上官婉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察觉到了秦颖的气息突然变得无比的冰冷。婉儿，别怕，不过是有一只小老鼠来了。轰！秦颖瞬息起身，手中的修罗剑当即刺向了上方，屋顶被直接轰开，一道黑影被秦颖直接逼退了出去。秦颖站在屋顶之上，俯瞰而下，只见得在院内一名黑袍身影伫立。你是怎么发现我的？黑衣人震惊地看向秦颖，显然没料到秦颖居然能这么快发现他的踪迹。秦颖冷笑一声，寒笑回荡在夜空之中，手中的修罗剑泛出嗜血般的寒芒。不重要，你应该回答我，是谁派你来的？居然敢来刺杀我！月黑风高，暗夜无星，一股寒风袭来，秦颖单手附在身后，立于屋顶之上，血眸凝视着院内的黑衣人，似乎他压根没有将黑衣人放在眼中。明明黑衣人才是化海境后期的修为，远超秦颖，可秦颖却给人一种他才是高高在上的那位，居然给黑衣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甚至黑衣人杀人不少，但却感觉到了一股胆寒之意。秦颖身上隐隐散发出来的杀意，即使是他都心中万分悚然。怎会如此呢？而且他常年暗杀，甚至杀死过的化海境后期强者都有着双手之术，而秦颖分明是灵藏境9重巅峰，根本未有达到化海境，居然能发现自己可以悄无声息地潜入秦府。莫说是秦颖，秦家如今的家主秦未阳都压根不可能发现自己的一丝踪迹，这才是他敢如此明目张胆来到秦家的原因。哼，9号杀手冷冷一笑，你只需要知道有人要你们的命，而你们今夜注定必死无疑。秦颖的眉头微微一凝，要他和上官婉儿的性命。秦颖的确有一些对头，但他如今归来的消息并未大肆宣扬出去，而秦家的内患已经消除，究竟是谁要他和上官婉儿的性命呢？要自己的性命可以理解，但还搭上了上官婉儿，绝对与上官婉儿都是相识之人。秦颖的心中隐隐有所猜测，但还未确定。至于这个黑衣人，应该是一名真正的杀手，从其身上的杀气便足以看出，不杀数十上百人，无法凝聚出这种杀气。只是秦颖却不屑一顾地嗤笑一声，杀我？你恐怕杀错人，比杀人，我比你更在行。开玩笑，秦颖身怀修罗圣体，可是杀道最强体质，和他比杀人，无异于是鸡蛋碰石头，找死。嘴是真硬，给我死！9号杀手的掌心一翻，手中则是一把泛着寒光的长剑，一步迈出，身形如同鬼魅一般，速度的确很快，在黑夜之下，甚至仿佛融入了黑夜之中。若是一般化海境的强者，的确很难第一时间发现黑衣人的踪迹。但秦颖岂是一般人，身负太古龙魂不说，如今修罗神力开启，其观察力变得何其敏锐，仅是一眼，血眸便是扫向了黑衣人的方向。找到你了，小老鼠，正好，那你来试验试验。秦颖正打算找一个人试试修罗变的威力，如今却自己送上门来了，正好试试修罗变有多逆天。数道剑芒在黑夜之下绽放，9号杀手每一招都是杀人招法，招招致命，直奔秦颖的命门而去。任何一道剑气都足以要秦颖的性命。可就在这时，秦颖的身上突然爆开一道道的血气，这些血气萦绕在秦颖的体表之上、肌肤之上，如同烙印上了一道道猩红纹迹。这正是修罗变开启的一瞬间，杀意滔天。纵然是9号杀手也在此刻
脸色哗然巨变，如同坠入了一座恐怖的地狱深渊，那般杀意将其瞬间吞噬其中。怎会有如何恐怖的杀意？不过那又如何？你终归是灵藏境而已。9号杀手似在强行安慰自己。与秦颖相比，秦颖似乎才是一个真正的杀手。秦颖一步迈出，瞬间化作一道残影，那些致命的剑气竟是从血色的残影之上擦过，完全没能命中秦颖一丝一毫。9号杀手的脸色一变，好诡异的速度！秦颖身上越发多的力量让9号杀手难以置信，即便是化海境后期都不见得有这般速度，能够躲开他的剑气，可秦颖却完全轻易地闪避开来了。和我比杀人，你还是太嫩了！眨眼间，一道血影已经倏然出现在了9号杀手的面前。9号杀手的瞳孔一缩，也是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一剑朝着秦颖横斩而出。秦颖提起修罗剑与之碰撞，正面碰撞的瞬息之间，9号杀手居然感觉到浑身受到了冲击，如同有着一股可怕无比的力量钻入了体内。仅仅一剑，9号杀手直接倒飞出去。9号杀手的实力应该比起林平虎要强上一丝，但不算多。不过现在的秦颖开启修罗变，可是足以直接爆发3倍之多的战力，这便是神力之威。9号杀手稳住身形，秦颖的身影已经逼近到了10米左右。9号杀手不敢有任何的大意，手中居然出现了9根银针，银针之上冒着淡淡的黑气，显然这些银针都沾染了毒气。真正的杀手自然有着暗器，而且这些银针若不仔细察觉，很难看到，极为细小。夺命九针，9号杀手将银针挥出，在夜色之下完全看不清楚，秦颖却视若无睹，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御的想法。却见9根银针直接没入了秦颖的体内。9号杀手冷笑一声：“你已经中了我的熔骨化灵毒，如今你无法动用灵气，你就乖乖等死吧。”秦颖嗤声一笑，直接震出了体内的银针。你说的是这个？随后只见得秦颖的灵气非但没有半点减弱，反而愈来愈强。9号杀手瞳孔疯狂颤动，难以置信地看着秦颖：“你怎么没有中毒？”秦颖冷笑道：“这也算毒？不过是过家家而已。开玩笑，天毒女帝可是赐予他天毒液，足以保他万毒不侵。这种毒，挠痒痒都不够。”9号杀手看着秦颖，如同看到了一尊恶魔，杀气如此强盛，就连剧毒都对其丝毫没有任何影响。这怎么可能？利用此毒，我可是杀死过8、9名化海境后期的强者，你怎会没事？9号杀手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死亡的恐惧。秦颖一步迈出，血影层层叠叠，仅仅一瞬便出现在了9号杀手的面前。修罗剑轰出，直接将9号杀手轰飞出去。9号杀手咳血坠落，受到了重击。而秦颖来到其面前，此刻的9号杀手彻底丧失了所有战斗力。面对一尊魔鬼，还怎么打？这家伙就是一个十足的怪物。秦颖眯眼露出人畜无害的笑意，反而更加的瘆人。现在该说说你是谁，又是谁指使你来的？杀意笼罩，9号杀手如坠九幽寒窟。秦颖蹲在9号杀手身前，杀气笼罩，可怕的压迫感让9号杀手根本无法动弹。何况其已经被重创，已经沦为了待宰的羔羊。身为血屠楼的杀手，自然有血屠楼的规矩，刺杀失败，无论如何不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及雇主的身份。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杀了我吧，我不会说的。死在你手中，算我倒霉。9号杀手咬牙说道，并不打算说出实情。秦颖冷冷一笑，哼，你觉得你不说，我便没有办法让你说出口吗？我有1万种方式让你说出来。9大女帝可是赐予秦颖诸多武技，想要找到一部控制对方神识的并不困难，而恰巧秦颖就知道那么一部。御魂。秦颖双眸之中涌出一股神识，神识之中蕴含着太古龙魂之威。9号杀手的眼神瞬间变得空白，空洞起来。说吧，是谁让你来的？你是谁？秦颖的声音宛若不可抗拒的圣旨。9号杀手的声音空洞，一字一句的清晰回答道：是上官家的上官陈少主让我来暗杀你和上官婉的。我是血屠楼的9号白银杀手。秦颖的双眸微微一眯，听到上官陈的名字，一股凛冽的杀意瞬间从双眸之中迸射而出。至于血屠楼，秦颖自然知道，这可是天玄大陆上颇为出名的杀手组织，实力不俗，白银杀手可以轻易杀死化海境的修士。这个上官陈还真是找死啊！
上一次自己饶过了上官晨的性命，无非是看在其是上官少主的身份，再加上身处于上官家，当时的他还不足以杀死上官晨而安然无恙地离开上官家。可没想到上官晨居然不长教训，如今竟然还要刺杀他和婉儿。刺杀他或许他还没有这么生气，但关于婉儿真的触怒了秦颖的神经。婉儿本就在上官家遭受无尽的屈辱折磨，而今离开上官家，他居然还要置之于死地。上官晨，本来饶你一命，可你偏要寻死啊！秦颖的杀意彻底绽放，没有丝毫收敛，一剑落下，脚下的9号杀手直接殒命。与此同时，上官婉儿听到没了动静，担心无比的走了出来，却发现地上多了一道尸体。秦颖相安无事，这才松了口气。秦颖，这是……秦颖转身看向上官婉儿，很快杀意隐去，笑道：“没事，婉儿你先回去休息，我先处理一下。”秦颖没打算将上官家要杀他的事情说出，对于上官婉而言，能够离开上官家已经是他最大的幸福了，不想再牵起他之前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上官婉乖乖回去。很快，秦未阳和秦玄也着急忙慌地赶来，显然是听到了动静。秦颖，这是……秦未阳看着地上的尸体，不由是直接询问道。秦颖淡淡道：“有人来刺杀我，不过被我反杀了。”似乎说的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可当秦未阳感知到这具尸体生前的气息之时，不由震愕地看向秦颖。他是化海境后期的气息，甚至比起林平虎还要更强一些。你居然把他杀死了！秦未阳如何不震撼？对付林平虎时，秦颖可是大费周章才击杀林平虎，而此人比起林平虎还强，居然被秦颖击杀了。而且从方才一响的时间看来，时间很短，也就是说，秦颖在极短的时间内击杀了一名化海境后期的强者。这实力太恐怖了吧！就连秦玄都大吃一惊，不由惊呼道：“颖哥，你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严重怀疑颖哥你不是人，是个怪物。”秦颖笑了笑：“小玄子，你骂我？”秦玄连忙道：“当然不是，我怎么敢？”秦未阳问道：“秦颖，知道是谁吗？”秦颖点头：“知道，不过三叔你不必管了，这件事情唯有我才能解决。”秦未阳当然知道，这种强者就连自己都解决不了，根本无法参与进来，自然有管的资格。三叔，把尸体处理一下，顺便让人来修一下房顶。说完，秦颖便是回到了房间内。经历了这次暗杀风波之后，秦颖一夜无眠。而古月商会的拍卖会即将在3日之后举行，前往天玄城还需要2日时间。恰好的是，从秦家前往天玄城，正好要经过上玄城的上官家。上官晨既然要杀他和上官婉儿，自己自然不可能再次放过上官晨。无论是谁胆动他的女人，哪怕是一根毫毛，唯有一死。这一次，秦颖直接将上官婉儿带在了身边。得知秦颖要去天玄城，秦玄也吵着要跟着一起去，正好去见见世面。天玄城可是作为天玄大陆最大也是最辉煌的城池，哪怕是秦玄也未去过。秦颖答应了下来，毕竟秦玄身上怕是也有什么秘密，他也颇为好奇。毕竟当时女帝可是从秦玄身上似乎感知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秦未阳叮嘱了几句之后，秦颖3人便是乘上了云船，前往天玄城而去。与此同时，上官家此刻一座大堂之内，气氛颇为压抑。堂内唯有上官清和上官晨2人。上官晨跪在地上，上官清则是一脸的怒色：“你这个混账东西，看看你干的什么蠢事！”上官清从上官晨的口中得知了祈请了杀手的事情，而血屠楼也传来了消息，9号杀手死了，刺杀任务失败了。上官晨苦苦说道：“爹，这不能怪我啊，我以为万无一失，所以这才……”上官清冷哼一声：“万无一失？婉儿如今已经嫁人了，你却还要她的性命，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平日里，上官清对于上官晨很少管教，基本都是由着他来。可谁能想到，上官晨居然去寻找血屠楼，要刺杀秦颖和上官婉儿。上官晨道：“我就是不服而已，一个丑小鸭，天命灾星，凭什么比我姐还美？何况秦颖当着众人羞辱我，我咽不下这口气。”上官晨活脱脱就是一个纨绔的样子，这让上官清看得气愤不已。不过血屠楼有着十分森严的规矩，不会暴露雇主的消息。上官清只是狠狠呵斥道：“这一次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但若还有下一次，我打断你的狗腿。”可他们哪里知道，秦颖早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上官晨所为。最重要的是，秦颖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云船上，
秦颖看向了上玄城的方向，前方不远处便是上玄城了。上官尘，你准备好怎么死了吗？寒芒射出，看向了上玄城，杀意凛然。上玄城，秦颖寻了一座偏僻的客栈，将秦玄与上官婉安顿下来。等到深夜，看到上官婉熟睡，便是悄悄离开了客栈。上官府灯火通明，身为上玄城内的豪门大族，守卫森严。但对于秦颖而言，潜入上官家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施展天蝉幻影，再加上龙魂的敏锐洞察力，足以规避所有人的视线。秦颖早就来过上官家数次，自然知晓上官尘的住所所在之处。是夜，月明星稀，一道黑影在上官家的屋檐之上不断跳跃，潜入在黑夜之中，似与夜色融为一体。此时，上官尘正醉醺醺的归来，怀中还有搂着一名穿着暴露的粉裙女子。陈公子，今夜可要好好宠幸人家。粉裙女子依偎在上官尘的怀中，风情万种。秦颖目视着这一切，不由是心中冷笑，到底是一介纨绔，死到临头了，居然还想风流一夜。眼看着二人进入了房内，四下无人，甚至连侍卫都被上官尘安排走了，这可真是杀人的完美时机。房间内绮丽无比，两人不断纠缠在一起，很快便是来到了床上。正当上官尘欲要更进一步之时，一股寒意瞬间袭来，这让上官尘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陈公子，窗户开了，我去关窗。女子扭动着腰肢走向窗边，就在女子伸手关窗的刹那，女子瞬间倒下。上官尘还未反应过来，便看到了女子胸口染血，而在自己的床前居然鬼魅般的出现了一道身影。你！上官尘还未开口，一把剑便是瞬间抵在了上官尘的眉心。那双浸满杀意的双瞳让上官尘浑身的酒意瞬间消散，唯有一脸的恐惧之色。只见得秦颖摘下了斗笠，斗笠之下露出了一张冷峻无比的脸。秦颖，上官尘的声音颤动起来，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秦颖居然会出现在上官家，且进入了他的房间。上官尘，上次我饶你一次，没想到你居然还想要我和婉儿的性命，你觉得我应该如何？秦颖的声音如同从地狱之中响起，震得上官尘浑身颤抖，大气不敢喘息。特别是秦颖的双眼，足以让人看出他是真的敢杀自己。不，姐夫，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上官尘已经顾不得其他了，现如今只有不断的求饶。秦颖冷笑一声，有些时候犯错只有一次，而第二次唯有一死。感知到秦颖的杀意，上官尘喉结一滚，你不能杀我，这里是上官家，而且再怎么说上官婉儿也是我们上官家的人。秦颖呵呵一笑，寒音刺骨，你似乎忘了婉儿已经和上官家断绝了关系，今日你不会有别的结果，唯有死。上官尘张口欲要大喊，可秦颖怎会给他这个机会呢？一剑刺出，直接刺入了上官尘的眉心之中，一剑毙命，转身便是直接离开了上官家。天还未亮，秦颖便是带着秦玄二人离开了上玄城。此刻似乎还没有人发现上官尘之死。正午时分，上官家内传来了一声刺耳无比的尖叫声。上官清等诸多上官家高层纷纷来到了上官尘的房间，赫然看见了上官尘早已经僵硬无比，眉心一道血洞，死的不能再死。按照上官尘的尸僵程度，恐怕昨夜就已经死了。究竟是谁居然敢如此潜入我们上官家，杀死了少主？众人自然不知道上官尘因何而死，只是觉得震惊，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上官家，并且刺杀上官尘，此人必然有着极为强大的暗杀本事，而能有这种暗杀本事的，唯有真正的杀手。莫非是血屠楼干的？有人想要少主的性命？有人猜测道。上官清浑身颤动，他就上官尘一个儿子，就算是上官尘再怎么纨绔，上官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上官尘是唯一有资格继承他的家主之位的。而今看到上官尘如此惨死，上官清如何不震怒悲愤？是他，是秦颖杀了晨儿。上官清的话让众人一头雾水。且不说秦颖有没有这个本事，何况秦颖为何要杀上官尘？晨儿派人刺杀秦颖失败，肯定是秦颖为了报复而杀了晨儿。给我找出秦颖，若找不到秦颖，二弟你便去一趟秦家，让秦家交出秦颖，否则我要让整个秦家为吾而陪葬。上官清双眸血红，看向一名气息浑厚的魁梧男子，正是他的二弟上官武。上官清很清楚，这个时候秦颖很有可能已经离开了上官家。上官尘之死，
且是独苗，上官清无论如何不可能放过秦颖，秦颖必须死。很快，上官晨惨死的消息在上玄城内引起轩然大波。可惜这个时候秦颖早就直奔天玄城而去了，哪怕是掘地3尺，也根本寻不到秦颖的半点踪迹。1日之后，哇，这就是天玄大陆最繁华的天玄城吗？秦玄都睁大眼睛看着眼前辉煌无比的天玄城，与上玄城等诸多城池比起来，天玄城可宏大得多，足足是10倍不止的规模。而且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皆是来自天玄大陆各地的修士都赶来了此处。平日里颇为罕见的化海境、巅峰之类的强者，在这里都层出不穷。对于天玄大陆而言，天玄城是最为繁华之地，几乎所有物品都在此处可以购买得到，因此天玄城这才汇聚来了这么多的修士。当然了，这也与近日的古月商会的拍卖会有关。每一届的古月商会拍卖会都会拍卖一些非同寻常的宝贝，包含灵器、武技、丹药，种类诸多，而且都是颇为罕见的宝贝，吸引来了天玄大陆无数的修士，络绎不绝。而上官婉儿也是第一次来到天玄城，曾经的他哪怕是上官家都不曾迈出，见到这般场面，自然也是觉得壮观无比，大开眼界。秦颖带着秦玄2人并未先找住处，而是直奔古月商会，想要拍卖月之灵珠，自然需要足够的灵石，眼下正好前去兑换。公子，紫月恭候多时了。刚刚踏入古月商会，一身紫色衣裙的紫月便是连步走来。秦颖依旧带着斗笠，但那一身的气质，身为生意人一眼便是认出来了。为了避免麻烦，秦玄和婉儿都刻意遮盖了容貌。秦颖打了一个招呼，紫月小姐。不久，紫月带着3人进入了一座包厢之内。紫月嫣然笑道：公子，这一次的确有一枚月之灵珠，不过价格可是十分昂贵，诸多豪门大族都听闻了这个消息，想要争夺月之灵珠，不知道公子的筹码可够？包厢内，紫月姹紫嫣然，笑眯眯地望着秦颖3人。于他而言，秦颖可是大客户，足以拿出玄阶上品的武技，甚至还要拍卖月之灵珠，显然家底深厚。能攀上这样一个大客户，他自然恭敬无比。秦玄和上官婉儿都是第一次进入这种大商行，显得有些拘谨。而秦颖淡淡一笑，价格不是问题，只要有月之灵珠，任何价格我都可以接受。就连秦玄都惊呆了，月之灵珠即便他没有见过，但也听说过，就算是把秦家打包卖了，都买不起一枚月之灵珠。但颖哥却如此的阔气，直接说价格不是问题。紫月微微一笑，那是自然，不过拍卖会有拍卖会的规矩，公子若要进入拍卖会需要先验资。这种大型拍卖会且是天玄最大的商会举办的，自然不是鱼龙混杂之地，需要足够的地位与身价才能有资格参加。放心吧，已经准备妥当了。秦颖随手一翻，掌心之中又是一本古朴的书籍。紫月随手一翻，可当他打开第一页的时候，一双美眸瞬间正然，宛若被定身了一般，一动不动，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无比急促起来。这是一部地阶下品的武技，地阶下品的武技。此话一出，秦玄刚喝下去的一口热茶直接喷了出来，震撼无比地盯着秦颖。我去，这也太好了吧！地阶下品的武技，秦家根本不可能拥有，否则他不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最重要的是，地阶下品武技，放眼整个天玄大陆，都足以称之为最为顶尖的武技了。而颖哥一出手就是地阶下品的武技，这也太富了吧！秦玄不得已越发的怀疑，颖哥这是榜上真富婆了啊！突然有点羡慕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紫月更加明白这等武技会带来的轰动，丝毫不会弱于这一次的月之灵珠。一本地阶下品的武技，足以让一个2、3流的家族跻身进入顶流之列。这等武技在天玄大陆，足以用重磅炸弹来形容。不错，帮我拍卖这本地阶下品的武技，应该足够购买月之灵珠了。秦颖淡淡说道，语气之平淡，让人不禁怀疑其背后有着难以想象的恐怖背景。随手就是一部玄阶武技不说，如今又是地阶武技，这哪怕是天玄大陆的顶级豪门都不可能这般富有。大客户，简直就是顶级大客户。紫月嫣然一笑，这是自然的，公子稍等，这本武技需要经过商行内的专业人士检验，若是真的，我们古月商会自会替公子拍卖此物。秦颖点了点头，看着紫月离去的背影，秦玄直接靠近秦颖，小声地说道，颖哥，你这是绑了一个多大的富婆？这也太富有了吧！教教我呗，怎么勾搭富婆？
看着秦玄那副嘿嘿一笑的表情，秦颖没好气的笑了笑：“小玄子，做人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靠自己那才是真本事。”秦玄，他真的很想问一句：“颖哥，你靠自己了吗？”当然没有，这些都是九大女帝的。不过，只要脸皮厚，女帝给的就是自己的。古月商会的核心之处，一座密室之中，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研究着紫月递来的武技。海老，这是真的地阶武技吗？紫月的眼神期待，对于面前的老者颇为敬畏。海老的气息一震，脸上也浮现出一抹震惊之色。千真万确，的确是地阶武技。这是谁给你的？能拿出这等武技，可不是寻常人士。海老也颇为好奇。紫月道：“紫月不知，这位公子2次都是蒙面而来，但上一次是玄阶武技，而今又是地阶，只怕身世并不简单。”哪怕是以海老这般阅历之人，此刻都有些难以遏制内心的激动，道：“务必要拉拢此人，赠其古月商会的金卡。”金卡？他们只是古月商会的一个小小分会，最大的权限便是金卡。但要知道，得到古月商会的金卡，整个天玄都绝对不会超过3个人，足以可见海老对于对方的重视之意。是。不久，紫月缓缓走来，呈上一张金卡。这位公子，上面的大人已经检验过了，的确是地阶武技，这是我们古月商会的金卡，还请笑纳。此金卡，整个天玄大陆拥有者不超过3个人，得此金卡，可以在古月商会以8折的优惠购买任何物品。除此之外，还会为公子开启一些特权，比如为公子打探一些消息，或是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金卡，秦颖瞧了一眼，直接收了起来。古月商会身为天玄最大的商会不说，未来走出天玄大陆，或许还有合作的机会。这金卡代表了自己在古月商会的身份以及一些权限，秦颖自然不会有半分的客气。或许还有需要用到古月商会的地方，也说不定。多谢。秦颖淡淡道，表现出一副十分平静的样子。见识过9大女帝的无数秘藏的他，自然不会被这一张小小的金卡所动容。很快，紫月直接带领秦颖等人来到了一座至尊包间之内。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拍卖场，视野极其宽广，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资格坐在这种包间之内，足以可见古月商会对于其的看重，还有着诸多灵茶、灵果等等奉上。我去，颖哥，金卡居然是古月商会的金卡啊！我听说天玄大陆能得到古月商会金卡之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啊！颖哥，你简直太牛了！秦玄第一次见到金卡，自然而然地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澎湃，无比的崇拜秦颖。秦颖笑了笑，淡定淡定，你身为我们秦家的少主，见识要宽广一些。区区一张金卡，算得了什么？秦玄，好装啊！但是他好喜欢，简直不要太帅了。一侧的上官婉看向秦颖之时，眼中却有着更为复杂的神色。秦颖当然知道上官婉在想什么，无非担心秦颖如此优秀，而他除了美貌却一无所有，无法配得上秦颖。接下来拍卖会即将开始，陆陆续续来了诸多大家族，来到了拍卖场内。而与此同时，门外也响起了一道重重的踹门声，一道嚣张跋扈的声音传入了包间之内。这间包间分明是属于我们慕容家的，谁敢做我们慕容家的包间？门口，一名衣着华贵的青年踹开了大门，表情极为张扬。大门被一脚狠狠踢开，门口的青年，秦颖远远望去，眼神微微一眯，浮现出一抹寒意。这个青年居然又是一个老熟人，慕容家的3公子慕容复，天赋还算不错，当年曾挑衅过秦颖，可惜被秦颖一脚干翻，踩断了一只腿。没想到现在居然如此不长记性，还是这般嚣张跋扈。与秦颖对视一眼，慕容复居然有种颇为熟悉的错觉，他自然想不到秦颖的头上，此人的眼神极其犀利，仿佛眼神便能杀人。可他害怕什么？他是慕容家的3公子，慕容家更是天玄大陆的顶流家族，这一座包厢向来都是为慕容家准备的。你们是谁？可知道这里是我们慕容家的位置？慕容复的身后还有数名化海境巅峰的强者，其中一人更是达到了凝丹境的修为，气息不可谓不强。慕容复之所以敢如此的嚣张跋扈，依仗的便是慕容家可是有着真正的凝丹境后期老祖坐镇，整个天玄大陆能够达到凝丹境后期，已经足以称之为能够压盖一方的强者了。这般一想，也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诸多人皆是纷纷隔着窗户看向了包间而去。什么人啊，居然敢做慕容家的包间？难道不知道慕容家可是顶级豪门，拥有凝丹老祖坐镇？就算是古月商会，都或多或少会看在慕容家的面子上，此人究竟是谁？
不少人似乎等着看一场好戏开始。慕容复可是出了名的纨绔，平日里嚣张跋扈惯了，但绝大多数人也根本拿慕容复没有任何的办法。若对方没有任何背景，怕是要被慕容复直接丢出包间。慕容复感知了一下对方的气息，不过是灵藏境而已，甚至还有一个没有任何修为，就这也敢然抢占慕容家的位置。秦颖没有起身的意思，而是目光冷冷地扫向了慕容复，跪下道歉，这件事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秦颖的话直接让众人一愣，好胆，这家伙居然让慕容复跪下，这简直太胆大包天了吧。慕容复没让他跪下都不错了，居然比起慕容复还要更加的嚣张啊。慕容复愣了一下，旋即肆意狂笑，跪下？你让本公子给你跪下，我看你是诚心找虐。区区灵藏境，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本公子说话？慕容复怎么可能跪？灵藏境居然这般胆大包天，瞬间让嚣张惯了的慕容复感觉到极其不爽。见秦颖没有开口说话，慕容复自然是以为对方怕了。慕容复冷笑一声，今日本公子心情很不好，本公子便打断你们的双腿，让你们爬着出去。慕容复的修为早就是化海境的后期之境，实力不俗，区区灵藏境而已，简直信手拿捏。折扇一开，慕容复五指成钩，直接朝着秦颖抓去。慕容家的其余人并未出手，而是静静看着，这种小角色慕容复解决足矣。秦颖一动未动，自然被众人以为吓坏了。毕竟灵藏境与化海境之间的差距可是犹如鸿沟，更何况慕容复还是化海境后期，一根手指头就足以轻易碾压秦颖等人。就在五指即将抓落在秦颖身上之时，秦颖突然起身了，一身的灵气雄浑无比，身上有着森然无比的血气爆开，双眸化作一抹幽红之色，一掌探出，竟是将慕容复的手腕直接死死钳住。慕容复心中冷笑，这无异于是鸡蛋碰石头找死，只是笑不到1秒，他的表情变了，手腕之上传来一股无与伦比的可怕力量，宛若一头凶兽之力，将他死死抓住，无法动弹。很快慕容复的表情变得通红，要打断我的双腿是吗？秦颖的幽寒之音缓缓吐出，钻入慕容复的耳中，宛若恶魔的低吟。咔！手腕瞬间弯折，不给人任何的反应时间，即便是慕容家的那位宁丹境的强者也根本反应不过来。毕竟谁会觉得一个灵藏境的小子而已，居然能够硬生生折断化海境修士的手腕啊！慕容复爆发出惨烈的叫声。不等慕容家的人出手，秦颖另一只手双指一夹，指尖之上有着一道血气凝现成一道寒芒，径直斩下。慕容复的双腿瞬间被削掉，鲜血直流，只留下2只脚与其身体分离，掉落在地面之上。这众人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好残忍的手段！何况他还只是灵藏境而已啊，但这般实力却直接碾压慕容复，轻而易举卸去了慕容复的双腿。这家伙还是人吗？我的腿，我的腿！慕容复看着地上的断腿，陷入了无限的恐惧之中。秦颖冷淡道：现在谁要跪着？此时慕容家族的那位宁丹境强者神色哗然大怒，直接爆发出无匹的灵气，欲要冲击秦颖。秦颖冷笑一声，动一个试试，我可不保证下一刻不是慕容复的人头落地。男子瞬间定住，不敢上前半步。秦颖敢卸去慕容复的双腿，自然敢杀慕容复，众人不会怀疑，毕竟已经得罪死了慕容家。你想怎么做？男子咬牙切齿道。秦颖寒声道：很简单，滚出去，交出100万下品灵石，我饶他一命。100万下品灵石，这可不是小数目，哪怕是秦家也拿不出这么多灵石。慕容家自然可以，只是同样不是小数目，何况这一次拍卖会空前盛大，100万灵石亦有大用。秦颖可不管这么多，现在秦家正是需要发展的时候，而地阶之类的武技自然不能暴露太多，否则即便是古月商会，他也担心会动什么恻隐之心。你不要太过分了！男子暴喝一声。秦颖笑了笑，慕容家的公子的性命配不上100万下品灵石吗？多犹豫一息，我便断其一根手指。秦颖直接掰断了慕容复的一根手指头，疼得慕容复差点昏死过去。在场之人皆是看得心惊胆战，这家伙也太猛了吧！这是直接敲诈勒索慕容家啊，而且还是当着慕容家的面。秦颖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人，既然是慕容家先得罪自己的，自己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情的必要了。天书，快给他，快给他！慕容复彻底害怕了，这家伙真的什么都敢干。慕容天的脸色一沉，抛出一个储物袋，
秦颖大概清点了一下，数目不错，人还给你，对了，腿也带走吧。秦颖一丢，将慕容复丢了出去，地上的腿也给踢了出去。慕容家的众人连忙接住慕容复，慕容复发出怒吼：天书，杀了他，我要他死啊！慕容天身上的灵气暴走，但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宛若山岳般的沉重威压直接镇压而来，就连慕容天都在此刻浑身一颤。只见得紫月缓缓走来，而在其身侧则是一名老者，老者的气息浑厚无比，给人一种巍峨大山的错觉。慕容家，这里是古月商会，难道要在我古月商会闹事不成？慕容天此刻的灵气顿时收敛，抱拳道：海老。海老身穿一身朴素的素袍，一脸威仪。秦颖落目望去，看起来慕容家很忌惮这位海老。他自是没有见过，不过这位海老的气息尤为深厚，恐怕绝非是宁丹境的修为，甚至超越了宁丹境之上的存在。这般强者，在整个天玄大陆都绝对找不出几个，难怪慕容家如此忌惮这位海老。慕容天凝声道：海老，此事不可怪我等，是此子斩断了慕容复的双腿，否则我也绝不会在古月商会出手，还请海老给我们慕容家做主。慕容天义正言辞。海老的眸光落向了慕容复的身上，即使是他那古井无波的眼神之中，此刻都浮现出一抹诧异之色。慕容复是化海境修为，而那个少年分明只是灵藏境，却断了慕容复的双腿，这般战斗力足以称之为惊世骇俗。海老此刻望向秦颖，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海老会看在慕容家的颜面上而惩治秦颖一行人之时，没想到海老却是表情上浮现出一抹笑意。这位公子却有此事，这所有人都吃惊万分。海老居然对这个神秘人如此客气。以往在古月商会闹事，海老若是出手，对方唯有一死的下场，可这却怎么听起来语气之中似有一丝敬意。众人诧异无比，海老在古月商会可是名头极盛，除了其实力还是宁丹之上的真正结阴境强者之外，其对于在古月商会闹事更是零容忍的态度，而今却如此的恭敬态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秦颖笑了笑，海老觉得呢？慕容家一来便扬言这是他们慕容家的包间，随后便要让我跪着出去，敢问海老应该如何应对？海老的脸色瞬间沉下，这一切都是我们古月商会的失职，慕容天，你们在古月商会做出这种事情，老夫没有出手将你们诛杀于此，已是对于你们最大的恩赐了。慕容家的众人震撼万分，海老居然帮着这个神秘人说话，而不是他们慕容家。这个神秘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能值得海老如此的恭敬？他们自然不知道，秦颖给出的地阶武技足以让古月商会万分重视了。区区一个慕容家也比不上一部地阶武技，何况在海老看来，秦颖的背景十分神秘，能出手如此阔绰的，恐怕身后有大背景。身为海老这种久经商场的人而言，看人的眼光是很准的，这样的人不可得罪，只能深交。可是海老，慕容天的声音还未落下，海老猛地呵斥一声，浑身一震，一股灵气威压瞬间笼罩开来，令慕容家的众人难以喘息，仿佛被大山死死压住。离开此处，这间包间属于这位公子，若还要纠缠，休怪老夫不顾情面了。话说到这里，已经很明显了，慕容家动一个试试，只怕海老会直接出手，将众人诛杀于此，不会顾及半点情面。慕容天只能咬了咬牙，幽怨无比地看着秦颖，最后极为不甘地悻悻离去。而海老也走进了包间之内，老夫失职了，公子还勿见怪，有任何需求，公子可以随时提。子越，令人守好包间，任何人胆敢闯入半步，格杀勿论。秦颖对于海老的行事态度自然颇为满意。海老言重了，不过是一些苍蝇而已，无关紧要。秦颖淡淡道。海老离去，很快包间外便有强者镇守于此，而此事在整个拍卖会也不断的酝酿开来，掀起轩然大波。堂堂顶级家族慕容家却被因一个灵藏境修为的小子而吃瘪不说，慕容复更是被断了双腿，好不凄惨。甚至海老都如此敬畏这名神秘人，不由得让众人纷纷开始好奇此人的身份。毕竟以海老的身份，值得他如此的，即便是天玄大陆最为顶尖的势力，也最多是平起平坐而已，绝对不可能让海老以这般态度对待。此人到底是谁？慕容家的众人简直是比吃了屎还难受。而在人群之中，显然也有人颇为关注秦颖二人，赫然是先前秦颖所杀死的吴凡所在的吴家人。吴家得到消息，吴凡是被神秘人所杀，而且曾与紫月走得颇为接近。
此人也是紫月接待，再加上几乎一样的装扮，让人很难不联想起这就是杀了吴凡之人。秦颖对于杀意的感知颇为敏锐，拍卖会还未开场，便是感觉到了不少的杀意涌来。这一次想要杀他的人还真是不少。不过秦颖并未担心，既来之则安之。眼下专心拍卖月之灵珠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闭目养神，接下来就静静的等待拍卖会开始就行。而秦玄则激动的不行，这些平日里根本见不到，只能听闻的强者，如今对于尹哥如此的敬佩，让他对于秦颖的仰慕之心更胜了几分。何况尹哥还直接打劫了慕容家，这简直不要太爽歪歪。秦玄心中只想，何时才能像尹哥一样优秀才好。经过这场闹剧之后，陆陆续续有着大量的人来到了拍卖场，整个拍卖场座无虚席，一众眼神都万分期待。据说这一次拍卖会有月之灵珠，那可是无上至宝啊，佩戴身上足以加快数倍的修行速度。除此之外，听闻小道消息，好像不久前宣布还有一部地阶武技拍卖。天哪，真的假的？一本地阶武技足以造就一个顶级家族了。这一届拍卖会真是太重磅了。诸多人纷纷讨论，对于接下来的拍卖物愈发的好奇。类似这种大型拍卖会举办很少，拍卖之物都是极其罕见的宝物。众人都有大致的拍卖目标，眼神火热无比。此刻只见得一袭婀娜子裙的紫月缓缓走上了拍卖台上，秦颖俯瞰而去，赫然是紫月的身影。紫月嫣然万分一笑，诸位等候多时了，接下来我就不过多废话了，相信诸位都已经对接下来的拍卖品迫不及待了。既然如此，拍卖会现在开始。顷刻之间，整个拍卖会热火朝天。接下来便是第一件拍卖品。据检测，这是一柄上等灵刀，可惜稍有残缺，起拍价3万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灵石。一把略有些斑驳的大刀被搬运上了拍卖台。上等灵刀，灵器分为下等、中等、上等3个等级，至于之上的，哪怕是天玄大陆都尤为罕见，达到了上等程度的灵器都足以被当作是镇族之宝了。而显然紫月说了，此刀有所残缺，自然是发挥不出真正上等灵刀的威力，但即便是如此，也绝对是强于一般的灵器。一时间，这把灵刀的价格直接被哄抬到了10万灵石的价位。最终这把灵刀以15万的灵石被一个大家族拍卖而去。接下来类似丹药以及一些玄阶的武技都层出不穷，令人惊叹，不愧为是最大的拍卖会，这每一件拍卖品平日里根本有价无市的存在。有些人心满意得，拍卖到了所需之物，而不少人则垂头丧气。接下来这件拍卖品，诸位应该都极少听过，这是一朵海藏灵花。紫月的话音落下，整个拍卖场瞬间沸腾起来。海藏灵花，居然是海藏灵花！此物极其罕见，据说生长在大海10万米深处，而且成熟一朵需要100年时间。化海境若是吞服，足以生生多开辟出数道灵川。灵川便是化海境修士最重要的一环。海纳百川，化海境每个人都可以开辟体内灵川。灵川有着数量之分，据说化海境的终极之境便是100道灵川。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仅能开辟出10余道的灵川，就算是妖孽一些的，也很难开辟出超过50道的灵川。而50道灵川之上，那就属于最为顶级的万古妖孽了。据说能够达到50道灵川之上的，未来必然成为一方巨擘，镇压一方。至于百川，那根本就属于不可能存在的，至少天玄的历史之中从未出现过。而此刻秦颖也终于是睁开了双眼。海藏灵花对于天玄大陆的人而言，或许只知道海藏灵花可以开辟更多的灵川出来，而对于秦颖而言，在藏神渊内的修行，丹帝授予的心得之中，却知晓海藏灵花可以炼制出辟川丹，这可是现如今几乎已经失传的丹药，只存在于古老的历史之中。而现在的秦颖恰好是灵藏境巅峰，只差一步便可以迈入化海境，正是需要海藏灵花的关键时候，所以这海藏灵花它自然是势在必得。这一瞬，在场的化海境修士都沸腾无比，皆是想要抢夺海藏灵花。诸位不必着急，先听我说完。海藏灵花的起拍价为10万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灵石。几乎是一瞬之间，便是有人直接将价格哄抬到了20万的灵石。我出30万。海藏灵花，我势在必得，我出40万。诸多大家族开始出手，得到海藏灵花，可以为自家的天骄开辟出更多的灵川，自然不想放手。不过
等价格到了50万之后，逐渐开始出价之人越来越少。一般而言，就算是海葬灵花十分罕见，但50、60万的灵石已经是极限了，不能再多了。到了60万灵石已经涨不动了，而出价者正是吴家之人。就在吴家出价之后，已经没有人竞价了。而吴家以为势在必得的刹那，自那包间之内一道轻描淡写的声音响起：80万灵石，直接加价20万。诸多目光看去，毫无疑问，正是秦颖所在的包间传来的竞价声。众人纷纷眼红道：这小子真就不怕死了吗？得罪死了慕容家就算了，现在还想得罪吴家吗？吴家的实力不弱于慕容家，这可是2大顶级家族，现如今虽有海老庇护，但走出古月商会呢，谁能护他？诸人只觉得愚蠢，这不是找死吗？吴家之中，一位有些苍老的老者看向了秦颖的包间，在其一旁，一名较为年轻的青年道：三长老，没必要竞价了，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海藏灵花的价格，何况此人杀了吴凡，何不直接杀他？这一切不都是我们的了吗？三长老神色暗沉，并未开口，而是放弃了竞价。数息之后，无人再出价。紫月欣然一笑，恭喜至尊3号包间的尊贵客人获得了海藏灵花。秦颖闭上双眸，没有在意那些眼红的目光，接下来其他东西都让他无动于衷。灵气、丹药他都自然看不上一点，9大女帝给的比这可香太多了。不久之后，紫月嫣然笑道：诸位想必也对后面的压轴拍卖物颇为期待，接下来这一件绝对是重量级的拍卖物，一部地阶下品的拳法霹雳神拳。当紫月的话音落下，整个拍卖会瞬间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便是宛若浪潮般的声音席卷而来：地阶下品拳法，居然真的有地阶武技！我的妈，这一次也太重量级了，地阶武技啊，足以开山立派了。没错，这正是秦颖交给古月商会拍卖的地阶武技，而地阶武技能引起这般轰动，秦颖自然是一丁点也不稀奇。地阶武技极其罕见，类似慕容家、吴家这种庞然大物，恐怕最多也就只有一部地阶武技，而这已经足以让他们晋升成顶级家族了。可想而知，一部地阶武技带来的诱惑力会有多大。拥有地阶武技，便意味着足以傲视天玄大陆绝大多数人。吴家、慕容家等一些顶级家族对于这部地阶武技自然十分眼热，皆是想要争夺一二。若能再得到一部足以让他们的家族地位再次水涨船高，三长老，这部拳法我势在必得。吴家的那名青年眼神火热，欲要争夺。他修行的就是拳法，有此拳法足以实力暴涨。三长老目光一凝，既然适合你，我们当然会全力争取。起拍价30万，加价不得低于5万。几乎是一瞬间，整个拍卖场被声潮淹没，而吴家三长老直接大吼一声：150万！秦颖静静地看着下方，不由是嘴角微微掀起。看来一部地阶武技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加火爆啊！但这样的地阶武技于我而言跟白菜毫无区别。地阶拳法的火热程度空前绝后，一经出场便是引爆全场，当然这是必然的。不过很快除去一些顶级势力之外，其余人等皆是不敢出价。首先是因为出不起，其次就算是出得起，他们就算得到了，难道还能活着回去吗？地阶拳法唯有那些大势力才有资格守护，其余散修得到了也恐怕大概率会变成一具尸体。秦颖静静看着好戏，吴家、慕容家纷纷起价，以及一些其余有实力的家族。很快价格便是直接哄抬到了300余万的灵石。这般灵石对于常人而言乃是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天文数字，对于这些顶级家族而言也已经达到了所能付出的极限价格了。灵石可不是黄金白银这种，而是修饰的货币，极其稀少，哪怕是顶级家族一次性能够拿出300-400万的灵石，已经足以伤筋动骨了。这部拳法我们吴家势在必得，看在我们老祖的颜面之上，诸位还请收手。这一次我们吴家出400万灵石。吴家三长老直接倒出400万的灵石，一瞬间不少人都冷静了下来。400万灵石，在场的一些大家族也出不起了。而慕容家与吴家不算死对头，没必要与吴家硬刚。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月之灵珠价值与地阶武技也几乎差不多，他们的目的便是月之灵珠。最终地阶拳法被吴家收入囊中，青年尤为欣喜，即便是没有得到月之灵珠也丝毫不亏。我们吴家本就有一招地阶炼体之法，
如今有了这地阶拳法，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不错，地阶炼体之法，再得到这地阶拳法，足以发挥出其最大的威能。相信不久的将来，吴家势必更加强大。吴家之人尤为欣喜。对于秦颖而言，这些都不重要，他只对灵石感兴趣。400万再加上自己从慕容家弄来的100万，已经足足有500万的灵石了。即便是买海藏灵花，花费了一些灵石，也无关紧要。反正不够了，他身上还有大把其他的宝贝，随便都是价值连城。伴随着地阶拳法拍卖带来的轰动逐渐落幕之后，紧接着便是最后一个压轴的拍卖物了。最后一件拍卖品，诸位应该都听说了，且不少人都是为其而来的。没错，这最后一件正是极其罕见的月之灵珠，哪怕是佩戴在身，都足以加快数倍的灵气吸收速度，更能净化灵气。而这件月之灵珠起拍价则是50万，加价不少于5万。紫月眸光微微闪烁，似是看向了秦颖所在包间的方向去。几乎是在一瞬之间，全场再次沸腾起来。月之灵珠据说蕴含着月之精华所在，对于灵气拥有着无可匹敌的净化之力。月之灵珠的价格只怕不会低于地阶拳法吧？若我能得到月之灵珠，说不定未来都有机会突破宁丹老祖那等境界。诸多人分外心动，澎湃不已。但如同地阶拳法一样，这些东西很难是他们可以染指的东西。吴家已经因为耗费了大量的灵石而争夺地阶拳法，自然而然便是直接退出了月之灵珠的争夺。接下来便是要看其他几位顶级豪门谁能出价更高了。只是慕容天等顶级家族还未开口，却见得在那至尊包间之内有着一道明亮的声音响起：250万灵石。几乎是一瞬之间，所有人都是直接看去，分明是秦颖所在包间所出的价格。这也太狠了吧，直接就是250万灵石，这小子疯了吗？他现在能安然无恙，是因为有海老坐镇为他出头，若是走出古月商会，其不得被弄死。不错，就算是真的拍卖到手，恐怕还没焐热就被那些顶级家族争夺而去了。有命花没命享，自然不会有人觉得秦颖真能斗得过那些顶级家族。为了一个月之灵珠，没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这种走出拍卖会儿被半路截杀的事情比比皆是。慕容复几乎是咬牙切齿，眼中有着血丝，又是这小子，天书一定不能让这个小子得逞。慕容天寒眸一扫，随即直接道260万。随后又有其他人出价，价格很快便是来到了300万灵石。慕容家更是再次竞价，将价格哄抬到了350万。秦颖坐在高处冷笑一声，10万10万的加有什么意思？我出400万。天啊，400万，我没听错吧？此子是什么身份，居然能出得起这么高的价格吗？哪怕是慕容家这等都要掂量掂量了。400万，这是暴发户吗？诸多惊呼之音传遍拍卖场。秦颖没有别的，就一个字：好。可恶啊，臭小子，你这是想死吗？这月之灵珠，我们慕容家势在必得，你最好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慕容复忍着剧痛，咬牙切齿地怒喝道。秦颖静静端坐，冷笑一声：拍卖会公平竞价，与你们慕容家何干？慕容复气得浑身发颤，但偏偏此子有海老护着，无能为力。此刻在一旁有着一名青年道：公子，就算是让其拍卖去了又如何？他难道还能离开天玄城吗？到时候我们慕容家岂不是白白获得了一枚月之灵珠？白嫖，还有什么比起白嫖更有诱惑力的呢？秦颖就算拍卖到了月之灵珠，只要离开拍卖会，他必死无疑。慕容复冷冷一笑，眼中释放出一抹强烈的杀意。400万的灵石已经达到了诸多家族所能付出的极限价位了。而接下来秦颖仅仅是加价了30万，最终以430万的价格成功拿下了月之灵珠。而这一时间内，秦颖也直接感知到了诸多不怀好意的目光投射而来，显然是觊觎月之灵珠的。秦玄寺也察觉到了，不由有些担忧道：颖哥，我们这会不会太嚣张了点？我怎么感觉现在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命呢？秦颖冷笑一声，一股煞气袭开。不必担心这些，他们若真敢来，我敢保证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秦玄浑身一颤，这一刻的颖哥也太可怕了。颖哥，你别说了，我突然有种想要尿尿的冲动。秦颖，拍卖会结束之后，至尊包间神秘人的身份让诸多人对此感到好奇，甚至在天玄城内不少人都在猜测其身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先不说这神秘人直接硬刚慕容家，斩断了慕容复的双腿，光是古月商会海老对其无比恭敬的态度就让人万分惊讶。
海老可是天玄大陆之中古月商会的会长身份，其实力更是毋庸置疑，在整个天玄大陆绝对属于数一数二的强者。纵然如此，这位海老居然对于一个仅仅只有灵藏境的神秘人如此的恭敬。更遑论如今神秘人获得了月之灵珠，暗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其性命，想要夺取月之灵珠。慕容家一行人此刻正在一座大堂之内端坐，这一次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非但地阶拳法没有拍卖成功，就连月之灵珠都被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小子抢走了。而慕容复更是直接差点成为了残废，好在是花了大价钱购买了疗伤续骨的丹药，但即便是恢复也要一段时日。天书不杀此子，断不可能离开天玄城。慕容复咬牙切齿，眼中血丝遍布。他堂堂慕容家的少爷，居然被这般当众羞辱，不杀了此人，他今后如何出去见人？慕容天神色暗沉，阴冷道：放心吧，古月商会周围都安排了我们的人，一旦此子离开古月商会，定让他插翅难飞。即便是不为了慕容复复仇，慕容天为了月之灵珠也不可能放过秦颖。只要秦颖不是与古月商会的人一直在一起，那么就有机会杀死秦颖。而与此同时，另外一边吴家三长老与那名青年就在古月商会对面的客栈之上观察着古月商会的一举一动。三长老，你说此人会不会故意换一身行头出来？青年名为莫尘，乃是莫凡的兄长，一身天赋不俗，而今30左右的年纪，已经达到了化海境的巅峰。三长老眸光似若鹰眼，道：放心吧，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灵气波动，此子一旦暴露，逃不出我的眼睛。吴尘一笑，如此正好，此人杀了我弟，如今又有月之灵珠在手，就更加没有不杀他的理由了。不过可不能让其他人成了先机。三长老冷笑一声，若是抢来月之灵珠，今后便无人再可阻拦我们吴家了。外面波流涌动，秦颖自然心中有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便是这个道理。不过秦颖却丝毫不惧，世人都以为他只是灵藏境而已，但其实他的战力远远不可用境界来衡量。紫月送来了海棠灵花以及月之灵珠。公子，外面如今风云诡谲，对于公子手中之物上心的人大有人在。明日我们即将启程回归，不如公子与我等同行。秦颖笑了笑，如此甚好。秦颖自然不会拒绝。还有一件事需要麻烦紫月小姐。紫月行礼，嫣然笑道：公子可是我们古月商会的贵客，公子但说无妨。秦颖也不客气，相信古月商会应该觉得他的背景不凡，否则也不至于如此拉拢他。秦颖便是直接开门见山道：麻烦将我2位朋友安排一下，护好我的2位朋友。紫月笑了笑，公子不说也是自然的。秦颖接着说道：其次给我准备一间密室，我需要修行。虽然得到了月之灵珠，但如今秦颖并不打算直接给我儿觉醒血月圣瞳，毕竟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何况这个世道，即便是古月商会看中他，但这也是建立在互利的情况之上。若是我儿暴露，他也害怕会出什么变故。一切稳妥起见。跟随9大女帝这几年，他不只是修行9大女帝的真传，除此之外，对于为人处事也同样绝非先前那个愣头青的自己可以比拟的。丝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他的阅历和那些几十年的老怪物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这就为公子安排。紫月当即离去。上官婉儿有些担忧地看向秦颖：秦颖，你不打算跟我们回去休息吗？秦颖轻轻揉了一下上官婉儿的脑袋，道：我先不回去了，你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我，你不必担心。婉儿自然知道自己即便是担心也没有任何用处，只是从秦颖的眼神之中，他似乎有种隐隐的感觉，秦颖怕是要干一件大事。秦玄倒是心大得很，嫂子，你就别担心了，我哥这么强，没人能对他做什么的。自从秦颖归来，这一件件事情早就让秦玄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是这一次跟秦颖出来见见世面，愈发让他觉得秦颖简直就是无所不能，强得可怕。上官婉颔首微点，道：万事小心。很快有人将上官婉2人带离，而秦颖也跟随着紫月来到了一座极其隐秘的密室之中。进入密室之内，密室内的灵气极其充沛，显然有着一些特殊的阵法，将这些灵气都汇聚在此处。密室之外，紫月的身后，海老的身影走出。海老，紫月行礼。海老点了点头，只是看向密室，不简单啊。灵藏境却是让慕容复没有半点还手之力，而这又是地阶5技，务必要倾尽一切与他建立关系。紫月道：海老放心，这般大客户关乎着我们的业绩，紫月自然不敢怠慢。
海老凝视着密室，沉默不语。密室之内，秦颖唯有一个目的，自然是提升修为。如今外面群狼环伺，都想要抢夺他的月之灵珠。灵藏境巅峰还不够，必须突破化海境修为。而海藏灵花便是关键，乃是开辟灵川的专属丹药的材料。辟川丹，玲珑丹书之中赫然记载着辟川丹的详细炼制手法。秦颖祭出金乌岩，直接开始着手炼制。于他而言，辟川丹的炼制自然是手到擒来。很快，一枚冰蓝色的丹药浮现在其掌心之中。3年前，我突破化海境之时，开辟了45道灵川，已经在天玄大陆之中足以称之为妖孽之资了。而今拥有修罗圣体的我，再加上辟川丹，又能开辟多少条灵川呢？秦颖将辟川丹直接吞服而下，直接开始突破化海境。灵藏破化海，最重要的便是在灵丹之处凝聚所谓的灵川。灵川的数量越多，代表着灵气越发浑厚，踏入化海境本就是质变。一般而言，化海境初期也足足是灵藏境9重巅峰的灵气10倍之多。当然，秦颖这个变态除外。不过，灵川数量越多，无论是对于自身的根基，还是未来的道途，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秦颖聚精会神，有了一次凝聚灵川的经验，这一次凝聚灵川自然相对轻松一些，只是不知道具体能够开辟出多少条灵川出来。给我开辟！秦颖暴喝一声，辟川丹化作滚滚的灵气，宛若磅礴川流，不断地涌入灵丹之内。而不过短短的数十息之间，秦颖便已经感知到了体内的灵川数量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开始凝聚。10道灵川，20道灵川，大约半个时辰的时间，秦颖已经开辟出来了50道灵川，这已经超过了3年前的他。须知那时的他也不过40来道灵川而已。50道灵川所储纳的灵气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了。灵气雄浑如海，50道灵川汇入灵丹之内，仿佛要冲刷一切。不够！秦颖声音一沉，再次一喝，开！灵川再次陡增，一缕缕血气竟是涌入灵丹之内，助长着灵川的疯长。秦颖能感觉到，这绝不是修罗圣体的极限。如今他的天赋远非先前可以比拟的，50道灵川只是开胃前菜而已。又过了大约1个时辰的时间，70条灵川汹涌冲击，汇聚一起，似化作一片汪洋无际的大海。达到这般，秦颖已经隐隐感觉到了灵丹有种充盈无比的感觉，甚至似乎随时要爆裂开来。这就是极限了吗？海纳百川，那是女帝曾告诉他的化海境的极境程度。古老的历史长河之中，做到这般的，可以说凤毛麟角。而70条灵川，哪怕是放在历史之中诸多强者之内，已经足以傲视绝大多数上古大能了。可秦颖仍觉得不够。从藏神渊归来，他如同重活一世，见识过9大女帝的强大，自然愈发的清楚，当年的自己不过是一个井底之蛙。3年前的自己被誉为天玄第一天骄，在女帝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更遑论2年之后，自己必须达到王侯境，否则自己被9大女帝直接榨干。忍受着灵丹带来的似要爆裂之痛，秦颖双眸血红，周身的煞气肆无忌惮地涌荡开来。在其身后，似有一尊血色的修罗血影浮现出来，一股连虚空仿佛都在站立的气息波及。灵川再次开辟，71条，72条，最终灵川的数量定格在了81条，任凭秦颖如何开辟，也无法再开辟出新的灵川。秦颖缓缓睁开双眼，自知这已经到了如今能够达到的极限程度。81条灵川是3年前的足足2倍数量，虽是2倍灵川，但对于其好处却远不只是2倍。可惜了，海纳百川终归是如同神话一般，根本无法完成。秦颖苦笑一声，这个时候一道龙吟之音响起，震得秦颖头脑瞬间有点发昏，紧接着便是龙帝龙夭夭的一道娇哼之音传来。你在想什么呢？百川是什么概念？你可知晓，放眼100亿年来，能达到百川之人绝不会超过3位，何况这些人都绝不可能是刚刚突破化海境之时便达到了百川，而是后期不断凝练之下方才达到了百川。哪怕是我等在开辟灵川之时，也绝不会超过80道灵川。听到龙帝的娇嗔之音，秦颖不由摸了摸鼻子，摇摇女帝，这么说来，我比起女帝大人们第一次开辟出来的灵川还要更多。龙帝没好气地说道，你这不是废话，灵川达到50条以上便是一大天堑，每多一条都有着巨大的质变。至于你81道灵川，在历史之中至少连我们都几乎没有听过。
能在第一次开辟之时开辟这般数量的灵川。秦颖嘿嘿一笑，这才心满意足地说道：“原来这么强了啊！实则后期的确还能开辟灵川，但绝不会有人去尝试，因为想要开辟新的灵川，就需要打碎灵丹，重新开辟。打碎灵丹，哪怕是秦颖都愣了一下。灵丹可是修行之根本，除那灵气所在，灵丹一旦破碎，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彻底沦为废人。至少在他之前的看法是如此的。这种方法简直闻所未闻，而且太过难以置信了。不死女帝的声音此刻传出，对于世人而言，打碎灵丹的确没有修复的可能，与自废无异。但别忘了，我可是赠予你不死圣经，不死圣经可以保你一次灵丹破碎。等你什么时候不死圣经领悟第一层之后再说吧。秦颖惊呆了，不死圣经居然可以保一次灵丹，这就意味着他完全可以打碎一次灵丹，重新再次开辟。不过现在秦颖并未将不死圣经第一层领悟，暂时想要打碎灵丹根本不可能。秦颖笑了笑，不愧是9大女帝大人，有9大女帝相助，我何愁无法踏入百川之境。女帝没有理会油嘴滑舌的秦颖，接下来秦颖简单休整了片刻，将状态调整至了最完美的程度，便直接离开了密室。其穿着斗篷融入了黑夜之中，一股无比浓郁的肃杀之气弥漫开来。真正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我倒要看看谁想来杀我。古月商会周围一道道身影跟随着秦颖而去，吴家和慕容家也在这一刻得到了消息，直奔秦颖离去的方向。今夜的风格外的冰冷，黑云笼罩住了明月，将天地完全吞噬在了黑暗之中。秦颖一路西去，速度不快不慢，直至离开了天玄城大约100里之后，秦颖缓缓停下，黑袍随风而起，猎猎作响，一双猩红的双瞳似有着滔天杀意，转身望向了身后。龙魂的感知之下，足以清晰地感知到了有着大量的人影就紧随在自己的身后。都出来吧，既然要杀我，何必隐藏在暗中？秦颖寒音开口，声音传彻，整个山脉之间的气氛都变得陡然凝固。几乎是与此同时，不少人都面面相觑。显然秦颖这必定是有备而来的，谁也不是傻子。秦颖身怀月之灵珠，再加上境界不强，盯上他的人自然不会少。而除了慕容家和吴家之外，自然也有其他人想要秦颖身上的月之灵珠，那可是一枚就足以堪比一些一流家族底蕴的灵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世道就是如此。哼，你倒是胆子不小，明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猎物，却居然还敢走出古月商会。一名化海境巅峰的散修此刻散出雄浑的灵气，冷笑一声，交出月之灵珠，可饶你不死。又有一道较为魁梧的身影扛着狼牙棒一喝，来者之人皆是化海境巅峰左右的气息，足足有着20-30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一些散修或是一些大家族的长辈。秦颖冷冷一笑，眼中泛起一抹杀戮的寒光，谁是猎物，谁是猎人，你们应该还没弄清楚情况。不属于你们的东西也敢染指，死有余辜。修罗剑直接祭出，几乎是一瞬之间，秦颖消失在了原地，直接不见了。人呢？那名扛着狼牙棒的化海境巅峰强者突然一愣，在这，寒音彻骨，一道剑光照目的瞬间，一蓬血雨瞬间炸开，走！而接下来直接就是秦颖的杀戮主场，所过之处一剑斩下一颗人头，足足20-30位化海境巅峰全部陨落于此，地上血流成河。秦颖望向不远处，随后冷笑一声：慕容家、吴家来都来了，难道就躲在暗处看戏吗？密林之中，吴家3长老与慕容天等人神色微微有些凝重，他们只是想看看这秦颖到底想干什么，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离开古月商会。可方才他们亲眼目睹秦颖那凶残狠辣无比的手段，一个个的心中竟是有些惊触之意。不过事到如今，他们也没有理由放过秦颖。别忘了，无论是吴家3长老还是慕容天，那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凝丹境修为。而秦颖虽然已经迈入了化海境，但终归是化海境初期而已，再加上先前的恩怨，秦颖不得不死。这一刻又有着数十道人影走出，为首的赫然是慕容天以及吴家3长老2人。化海境初期却能在瞬息之间斩杀这么多化海境巅峰之人，难怪你敢如此胆大妄为地走出古月商会。慕容天的脸色阴寒，古月商会一事让慕容家颜面尽失，慕容天对于秦颖自然有着很强烈的杀意。秦颖笑了笑，笑得令人毛骨悚然，一股惊人的煞气笼罩开来，
如同置身九幽寒窟之中，止不住的浑身颤抖。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也会死呢？吴家三长老大喝一声：“好狂妄的毛头小子！我问你，吴凡可是死在你的手中？”秦颖没有丝毫的隐晦，而是直接笑道：“不错，那蠢货半路截杀我，自寻死路，怪得了谁呢？”秦颖的态度极其嚣张，甚至完全没有将两大家族放在眼里。吴家三长老浑身噼里啪啦的作响，上衣炸开，露出宛若囚笼般的肌肉，一看便是常年炼体，而一身气息俨然是宁丹境初期的修为。灵气炸开，将秦颖笼罩其中。果然是你，那就留下你的命吧！吴家三长老暴喝一声，随即看向了慕容天。慕容天，此子诡异，你我一起联手如何？吴家三长老自然不是傻子，就算是杀死了秦颖，他也担心慕容天会黄雀在后，不得不防。慕容天冷笑一声，自然可以，不过事先说好，谁杀了此子，谁得其身上之物。吴家三长老没有丝毫的犹豫。好！几乎是瞬息之间，两位宁丹境的气息同时爆发出来，化作猛烈的狂风呼啸在秦颖的身上，而秦颖不为所动，唯有衣袍鼓动起来，正好拿他们实验一下如今自己凝聚出81条灵川的实力如何。慕容天大手一握，掌心之中出现一把银枪，却见得两人当即杀出，银枪一点，如同化作一道银龙，朝着秦颖呼啸而去。而吴家三长老则是一双铁拳，覆盖着璀璨的金光，朝着秦颖震杀而出。两位宁丹境初期的强者同时出手，而秦颖不过是化海境初期，拿什么打？一大境界之差不说，达到了宁丹境，体内的灵气更加的凝练浑厚。秦颖虽能杀死化海境巅峰，但岂能是宁丹境的对手？还是以一敌二？只是当两人同时出手的瞬息之间，秦颖身上涌荡起一股森寒的猩红血气。这一刻，血气滔天，杀意笼罩一切。秦颖似化作修罗杀神一般，一道惊红的血影掠出。修罗变，体内的灵川沸腾，齐齐炸开，灵气浩瀚宛若大海，直接将吴家三长老两人淹没其中。这一瞬息之间，纵然是慕容天和吴家三长老的脸色都陡然一沉，因为他们居然感觉秦颖的灵气甚至比起他们还要更为浑厚。这怎么可能？区区一个化海境而已，怎会有如此浑厚的灵气？藏命剑点、藏心、稳杀、风眉、陨魂、分尸，五式齐出。两人只感觉自己被卷入地狱之中，死亡的气息不断涌来，来不及任何反应。吴家三长老的铁拳之上，金光直接被血色剑气展开，一道森罗剑气直接死死地定在了他的眉心之间。慕容天接触剑气的瞬间，竟是感觉到浑厚如海的灵气冲击的他五脏六腑都狠狠震荡，其手中的长枪瞬间震荡开来，数道剑气从其身上斩过，化为数块血肉。两位宁丹境的强者居然是被秦颖瞬杀，哪怕是秦颖都有些意外。81道灵川的化海境果然可怕无比，即使是宁丹境初期，也完全无法与他的灵气雄浑程度比拟。一双血眸凝视，扫向了吴家与慕容家的其余人等。慕容复和吴尘皆是直接吓得屁滚尿流，跪地求饶：“求求你饶我一命，我什么都给你。”秦颖露出森罗地狱般的笑容：“既然选择杀我，就必须做好被反杀的准备。何况你死了，这一切不还是我的吗？”一剑落下，夜空之下一道道血光爆开。秦颖在这些人的身上一顿摸索，足足有着400-500万的灵石，再加上自己拍卖出去的地阶拳法，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我自己的手中，这不相当于是白赚了数百万灵石吗？秦颖淡淡一笑，很快引入了黑夜之中。而他离开不久之后，海老和紫月的身影出现在了这片战场之内。紫月一步迈出，眼神中出现一抹惊骇之意：“都死了！”海老的眼神之中也充斥着难以置信的震撼之色。化海境初期却如此轻易地斩杀宁丹境，肃杀之气如此浓郁，此人太过可怕，杀心太盛。若是为友还好，可若是为敌，需尽一切手段将其诛杀。黑云散去，天玄城的夜空繁星满天，哪怕深夜，天玄城依旧热闹喧哗。没有人知晓，这一夜天玄城外不远处便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秦颖回到了古月商会之中，吸收了这些人的死气，炼化之后直接迈入化海境二重。2名宁丹境初期及数十名化海境巅峰，这些死气已经颇为浑厚了。若非开辟出了81条灵川，这些死气
应该足以让我踏入3重之境了。不过81条灵川的灵气储备太过雄浑，现在的我只怕是宁丹境3重之下皆可杀。秦颖暗暗揣测着自己的战斗力，现如今的他，只要不是碰到那种超级逆天的妖孽，宁丹境3重之下应该都不是自己的对手。秦玄一直守在院外，见到秦颖落下，不由是猛地吃惊：“颖哥，你不会突破化海境了吧？”秦玄感知到秦颖身上的气息，惊呼不已。秦颖拍了拍秦玄的脑门：“刚刚迈入化海境而已。”秦玄欲哭无泪：“和颖哥你相比，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十足的废物。”这也不怪秦玄感到自卑，秦颖归来之时，自己就是灵藏境，可现在即便是秦颖给了他足够的丹药，如今秦玄也才堪堪只是灵藏境6重而已。眼睁睁地看着秦颖，这都已经迈入化海境了。秦颖笑了笑：“放心，很快我就会让你的修为提升上来的。”秦颖这次归来，自然是要为秦家做什么的，至少在离开之前，必须要让秦家的整体实力提升一大截。毕竟秦颖不可能一直待在天玄大陆之内，父亲被昆仑圣地关押，至今不知死活，想要对抗昆仑圣地，待在天玄大陆绝不可能做到。你嫂子呢？秦颖问道。秦玄道：“我一直在这里守着，嫂子应该已经睡了。”就在这时，上官婉推门而出，数步直接扑进了秦颖的怀中。上官婉似是知道自己去做了什么，紧紧地抱住秦颖，温润无比的朱唇竟是贴上了秦颖的唇角，湿润的舌尖宛若小蛇撬开了秦颖的唇瓣。秦玄在一旁欲哭无泪：“能不能等等再亲啊？这里还有人呢。”少儿不宜啊！秦颖只感觉浑身燥热，有种忍耐不了的感觉了。许久，上官婉这才退了一步。这一夜注定又是难受的一夜啊！翌日，秦颖让紫月准备了一些药材，大概花费了数十万的灵石。不久之后，紫月便是准备启程离开天玄城。在秦颖等人离开天玄城后不久，天玄城内便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天玄城外不远处的山脉之中，据说发现了数十具的尸体，其中还有吴家和慕容家2位宁丹境强者的尸体。一时间，天玄城议论纷纷，而无一例外，所有人的目光都将杀人者指向了那名黑衣人。吴家和慕容家也因此震动，出动大量人马，甚至发布重磅悬赏。可惜，此时的秦颖早已经逃之夭夭，离开了天玄城。而此刻，秦家一股压抑至极的气氛笼罩住了整个秦府。秦府之外，有着一道道雄浑不已的气息，将整个秦府包围得水泄不通。秦未阳的神色凝重，走出秦府。秦家的一些长辈脸色沉重，不知该如何是好。秦府外正是上官家的人，上官武神色震怒，怒视秦家众人：“秦未阳，交出秦颖！”秦未阳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不解道：“上官家这么做，这是意义何为？”扫视周围，上官家足足出动了上百人，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上官家的精锐，其中有不少都是化海境的修士，而上官武则更是货真价实的宁丹境强者。若是3年前，秦家自然不惧上官家，但自从秦家被昆仑圣地打压，秦家的强者皆是突然暴毙而亡。而今刚刚扫除族内的隐患，斩杀了林平虎为首的门客，上官家却突然围困住了整个秦家，还要交出秦颖，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官武呵斥一声：“数日前，秦颖深夜潜入我们上官家，并且残忍杀死了我们少主。家主已经下令，秦颖必须死，否则就让你们整个秦家为之陪葬。”一语出，众人大惊失色。秦未阳更是瞳孔一缩，道：“什么？秦颖杀死了上官晨？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上官武斩钉截铁，不容置疑道：“没有误会，这一切就是秦颖所为。”秦未阳的眉头一皱，突然想到了什么。前不久，秦颖杀死了一名化海境巅峰的刺客，而后秦颖便说要去一趟天玄城，难不成那名刺客其实是上官晨派来刺杀秦颖的？越想，秦未阳觉得越有可能，否则秦颖不可能去杀上官晨，而这种刺杀之事，上官家自然不可能说出。秦未阳只道：“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如今秦颖不在秦府，秦颖自然不可能交出。他归来之后的天赋，甚至远超3年前的秦颖。秦颖乃是秦家未来的希望，哪怕是整个秦家覆灭，秦颖也不能出半点意外。不在秦府，好，来人，给我搜！”上官家众人鱼贯而入，直接闯入秦家。数个时辰之后，上官家就差把秦家掀得底朝天了，仍旧是没有找到秦颖，乃至是上官婉的下落也没有。上官武低沉寒音道：“秦未阳，2日之后，
秦颖若不归来，便让秦颖给你们秦家所有人收尸吧。秦府外被上官家围困而住，一只苍蝇也不可能跑出去。而在秦家的大堂之内，诸多人此刻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家主，我们如何是好啊？有秦家人开口询问。秦未阳狠狠一拍桌面，桌子瞬间化作齑粉，道：还能如何？大不了与上官家死战。秦颖是秦家的希望，无论如何其不能出事。对，和上官家死战到底，哪怕是死，少主也不能出事。死战到底！秦家上下一心，纷纷露出必死之意。宁丹境的强者亲自前来，秦颖即便归来，恐怕也凶多吉少。此时外界已经传开上官家围困秦家的消息，甚至扬言秦颖若不归来，便要灭秦家满门。这显然是故意传播消息，为的就是逼秦颖现身。秦未阳只能在心中祈祷，秦颖最好不要回来。而1日之后，秦颖与子月分别，路过了上玄城内。本打算就此停歇一下，三人来到客栈之内，便是听说了一旁有几人在议论纷纷。听说了吗？上官家派出上官武，据说如今围困住了整个秦家，若是秦家不交出秦颖的话，就要灭秦家的族。几乎是一句话，直接让秦颖的双眸瞬间变得血红，一股无边的煞气瞬间席卷而开。上官家，若动我们秦家人一根手指头，我秦颖必屠灭你们上官家。秦颖心急如焚地带着秦玄二人直奔秦家方向而去，一刻也不敢耽搁。上官武的鼎鼎大名他自是知晓，上官武已是宁丹境3重的强者，实力不俗。如今秦家上下百废待兴，怎么可能是上官武的对手？此刻的秦颖杀心肆虐，秦家对其而言是绝对不可触碰的逆鳞，那是生他养他之地。第2日，上官武依旧等待在秦府之外，其缓缓睁开双眼，烈阳高照，午时已到，约定的2日时间已经到了。上官武手持大刀，一刀斩向了秦府的大门，偌大的大门瞬间4分5裂。时间到了，秦颖还没归来，你们秦家打算如何交代？秦未阳等一众秦家的老一辈纷纷走出秦府。上官武，你别费心思了，秦颖不可能回来了。至于秦颖做的事情，我秦未阳可以一人承担后果，跟你们回去上官家，是死是活，任凭你们上官家处置。秦未阳一脸肃穆，打算用自己的性命来平息上官家的怒火。只要暂时秦颖并未归来，秦家自然还有希望可言。只是上官武要的可不是秦未阳的命，而是秦颖。如今的上官家足以称之为天玄大陆的顶级家族，拥有着上官揽月这位昆仑圣地弟子的身份，天玄大陆内鲜有人敢与上官家抗衡。而今上官晨惨死在上官家内，事情已经传开，人尽皆知，这无疑是让上官家丢尽了颜面。若是无法擒拿秦颖归去，并且当众斩杀秦颖，那么上官家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任凭是谁都会觉得上官家乃是纸老虎一个。再者说，上官晨可是上官清唯一的儿子，是未来的家主继承之人，这等于是让上官清断了后。无论哪一种，都绝非可以用秦未阳性命来偿还的。秦未阳，你还真是伟大，只可惜秦颖若不归来，你的命我自然会收。至于秦家，我说过的，秦颖若不回来，秦家所有人给其陪葬。上官武神色狠厉，充斥着一股强烈的杀意。秦家之内，一名较为年老的族老站出道：死了这条心吧，秦颖不会回来的。我们秦家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会让你们上官家以此要挟我们少主。又有秦家诸多人站出：对，你们上官家要杀要剐一句话。上官武看向那名老者，神色变得狠厉下来，几乎是一瞬之间，一道刀芒直接笔直斩出，却见那名老者直接应声倒下，倒在了血泊之中。秦未阳的双眼一红：二叔！秦未阳咬牙切齿，怒目而视。上官武，分明是你们少主派杀手前来刺杀秦颖，否则秦颖怎么可能杀了上官晨？你们上官家要杀人在先，如今还想倒打一耙吗？我呸！一时间，一些围观之人纷纷嘈杂起来。事情败露，上官武却依旧傲然而视道：是又如何？秦颖不是没死吗？可他杀死了上官晨，便是他必死之罪。秦未阳，你活了这么久，总不会不知道，这个世道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王道。你们秦家早已经日薄西山了，我要灭你们秦家，不过是动根手指头的功夫而已。秦颖若不归来，接下来一刻钟我杀一人，直到把你们秦家屠光为止，我倒要看看他能龟缩到什么时候。此刻秦家之人虽然谁都清楚他们绝对不可能是上官武的对手，但没有一个人显露出退缩之意。
上官家，尔等欺人太甚！又一名秦家老者一步迈出，华海境初期的修为一震，但上官武仅仅是一刀劈出，便是将这名老者直接一分为二。上官武冷笑一声，没必要殊死一战了，你们与我的悬殊太大了，我还不想杀得这么快，我要让秦颖好好看看秦家人是怎么一个个被我屠戮干净的。为了以防万一，来人，将秦家人全部给我拿下！一时间，诸多上官家强者的气息纷纷爆开，其中华海境巅峰都有着5人之多。上官揽月这2年没少往家里送一些丹药等等，直接造就出来了一批的强者。而秦家不过是负隅顽抗的蝼蚁而已。秦卫阳欲要出手，但直接一刀就被上官武劈飞了出去，直接重创。至于其他欲要反抗的秦家人，一个个都被重创，全部被上官家众人带到了秦家的广场之内，囚禁于此。大约1刻钟的时间，上官武一刀劈出，一名秦族老者当场殒命。秦家人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秦卫阳也在心中祈祷：秦颖，听到消息，万万不要归来。纵然是我们皆死，你也要活下去。等你强大之后，再来为我们血债血偿。上官家太过强大，秦族人心中唯有浓郁的绝望之意。而与此同时，秦府的不远处，一袭身影落下，正是秦颖、秦玄、上官婉3人。秦玄看到秦府门口赫然摆放的几具早已经干涸的尸体，眼中顿时炸开一道道的血丝。二爷爷，还有韩爷爷，怎么会都死了？不对，我爹！秦玄欲要冲出，他的父亲秦卫阳还在家中。自从听到了上官家围困秦家的事情之后，他心急如焚，心中万般担忧父亲的情况。不过秦颖一把拉住了秦玄。秦颖的眸光森寒无比，若说先前秦颖眼中的杀意已经十分可怕了，而今其双眸之中的杀意，仿佛似要将这片天地化作修罗地狱。这些死去的人，如何不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亲切长辈，而今却死在秦府之外，被曝尸在烈日炎炎之下。秦颖阴沉的声音响起：照看好你嫂子，这里还轮不到你来出手。话音落下，秦颖与上官婉对视一眼，上官婉道：秦颖，千万小心。秦颖一步迈出，消失在了2人面前。与此同时，上官武轻轻抬起手中的大刀，又是1刻钟了，一刀劈出，直斩一名中年男子。男子双眸紧闭，坦然赴死。可就在这一瞬之间，整个秦府的广场之上突然卷起了一阵幽寒至极的寒风，令得诸多人都是心头狠狠一颤。一道剑光袭来，将那道刀光瞬间斩灭。上官武凝目望去，只见得在广场之上，一名浑身似沐浴着无尽血潮的黑衣身影落下，一双如同欲将一切化作修罗地狱般的血眸凝视着上官武。低沉至极的寒音自其唇角之间一字一句地吐出：上官家之人都该死，今日没有人能活着走出秦家。低沉的寒音响彻在秦府上空，令得虚空都似乎陡然凝固，一股无与伦比的肃杀之气汹涌荡开。秦颖周身翻腾的血气宛若猩红的浪潮汹涌肆虐开来，其死死地盯着上官武。当眸光扫过地面之上的数具尸体之时，这一刻秦颖内心的杀意彻底释放，再无任何的压制。而秦卫阳等人也在此刻震惊，没想到秦颖此刻居然回来了。秦颖，快走，不必管我们，你活下去才是秦家的希望。少主远走高飞，我们虽死无憾。秦家众人纷纷呐喊，希望秦颖尽快离开。秦颖却纹丝不动，摇了摇头：我不会走的，这是我的家。立于高处的上官武冷哼一声，狂笑不止：秦颖，你总算是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要龟缩起来，一辈子不敢露面了。我们上官少主之死，你想做什么解释？秦颖目光凝视而去，死死盯着上官武：没什么好解释的，人是我杀的。上官晨买通血屠楼的杀手，欲要杀我和婉儿，我杀之天经地义。诸人纷纷一惊，没想到上官晨居然真的是秦颖所杀的。但听闻血屠楼3个字，谁都清楚，血屠楼可是职业杀手。上官晨欲要秦颖的性命，难怪秦颖会冒险前往上官家袭杀上官晨。上官武冷哼一声，一身气息瞬间轰开，化作层层气浪。好一个天经地义！上官晨乃是我们上官家的唯一继承之人，而你将其杀了，就是与我们整个上官家为敌。秦颖突然含笑不止，仿佛渗出血来的血眸凝视着上官武：与整个上官家为敌？你错了，你们上官家如此行径，杀我秦族之人就注定了，你们上官家所有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众人纷纷大惊失色，这表现出来的杀意绝不是假的，秦颖是真的动了灭上官家族的杀心。
上官家欲灭秦家满门，而这是秦颖唯一的家，已经狠狠触动了秦颖心中的逆鳞。何况看着数位曾经待自己不错的长辈倒在血泊之中，被曝尸街头，就凭这一点，秦颖还有什么理由不灭了上官家？上官家都得死！上官家族之人此刻竟是有种战栗之感，乃至是上官武的脸色都暗沉下来。秦颖身上的杀意，乃至是他身为真正的宁丹境修为，都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一抹对于死亡的恐惧。于上官家而言，自然得知了秦颖斩杀了林平虎等众，血洗了秦族的那些逆反门客，这样宛若杀神之人绝对不可活着，否则便是整个上官家的噩梦，后患无穷。毕竟秦颖自归来便流传天资受损，修为倒退，可如今秦颖身上的气息竟是让他都莫名的感到一丝压力，而这却不过短短1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已，秦颖便几乎恢复了3年前的实力，这样的隐患绝对留之不得。哈哈哈哈！区一个化海境初期便敢说出这样的狂妄至极之言，今日要死的人是你！上官武话音一落，只见得秦颖掌心之上赫然浮现出一道剑光，正是漆黑如墨的修罗剑，血色翻涌而起，成千上万道血气流转在修罗剑上。这一刻的秦颖气势陡然变化，宛若杀人无数的魔头，血眸一凝，仅仅一瞬之间，秦颖的身影化作一道模糊无比的血线，宛若一道天蝉，速度快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上官武的神色亦是一变，双眸微眯而起，宁丹境的气息瞬间释放，一颗金色的金丹浮现，金丹之上有着10余道纹迹，代表着化海境之时，上官武曾凝练出10余道的灵川。宁丹境的气息远不是化海境可以比拟的，几乎是上官武气息爆发出来的瞬间，秦家众人的神色皆是一变，这股气势宛若山岳镇压而来，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而那道血影直奔上官武而去，意味着秦颖居然要和上官武硬碰硬吗？化海境初期，面对已经是宁丹境2重的上官武，无论如何看来都没有任何胜算。上官武气息刚刚释放的瞬间，血影便是直接闪现至其身前，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仅是电光火石之间，便是一剑横斩而出，杀气爆开。上官武冷哼一声，好胆，一刀直劈而去，与剑光碰撞在一起。秦家众人纷纷闭上眼睛，这无异于是鸡蛋碰石头。可接下来的一幕结结实实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却见得一道身影被轰飞的倒退出去，直接砸在了一座房屋之上，将整个房屋都砸得轰然倒塌，地面狠狠震动。而令得所有人诧目的是，倒飞出去的不是秦颖，而是上官武。这一剑击飞了宁丹境的强者，这便是他们少主的战力吗？3年前秦颖乃是化海境巅峰，当时的秦颖的确也能越界一战击败宁丹境初期的强者，但现在秦颖可仅仅是化海境初期啊，竟是一剑斩飞了上官武，这般战力合理吗？太逆天了吧！哪怕是上官家的人都一个个眼珠子一颤，这家伙还是人吗？上官武狼狈地从废墟之中站起，身上竟是有着一道道剑痕，极其狼狈不堪。而上官武的脸色也在此刻变得凝重起来。方才那一击，他分明感觉到一股如同面对一尊狂暴凶兽般的感觉，对方的灵气浓郁程度甚至还要在自己之上，这怎么可能？化海境的灵气怎可能比你自己宁丹境的灵气浑厚程度？你的灵气怎会如此浑厚？浑厚如海。上官武凝声开口。秦颖手持修罗剑，斜指地面，剑锋摩擦着地面，发出尖锐刺入的寒音，一步步朝着上官武走去。死人没有必要知道答案，我这就送你去见阎王。一步迈出，咚的一声，广场都似在颤动起来，化作一道惊红血影，直射上官武而去。这一刻，上官武大刀朝着前方劈出，有着一头蛟龙浮现。蛟龙刀法，切切实实的玄阶中品刀法。蛟龙呼啸而出，而秦颖也瞬间斩出数道剑光，每一道剑光都似要一击毙命。葬命剑点，蛟龙在虚空定格，随后数道血光从蛟龙的体内射出，整个蛟龙4分5裂。这一刻，上官武被震得退后了数步，踉跄无比，刚刚站稳，一道血芒直指在上官武的眉心，继而瞬间穿透而过，带起一片血雨。秦颖转身再未看一眼，只见得上官武笔直倒下，众人狠狠倒吸了一口凉气。秦颖一剑杀死了上官武，死寂。秦家广场之上一片死寂。秦颖缓缓转身看向了那些上官家之人，所有上官家族之人此刻瞳孔瑟缩，看着秦颖身后倒下的上官武，
眼中唯有恐惧之色。化海境初期斩杀宁丹境2重，整整跨越一大境界，且如此轻易击杀，这家伙的战力根本无法用境界来衡量。何况其身上的杀意绝非常人身上所能释放出来的。此人是一个恶魔，你若敢动一下，我便杀了一名化海境巅峰的上官修士，抓来一人，欲要要挟请你。只见得一道血色的剑光射出，此人还未来得及反应，瞬间穿心而亡。不等其他上官族人反应，秦颖低沉无比的呢喃一声：“我说的，没有人能活着走出秦家，全都得死。”一道道剑光宛若天女散花，瞬间射出。只见得一道道上官族人身影纷纷笔直倒下，无不是被一击毙命而亡。足足数百位上官族人在这一瞬之间成为了一具尸体。广场之上血流成河，秦族众人如释重负，秦家大捷没想到就这般化解了。所有人都振臂高呼：“少主无敌！少主无敌！”这一刻的秦颖在秦族众人心中宛若一座稳固无比的大山，似有秦颖在，秦家便可万古无忧。归来之时，被千夫所指，秦族千古罪人，再到铲平临平虎，而今又斩杀上官武，解救秦族于灭族之危。秦颖的地位已经无法有任何人可以动摇，彻底稳固。不久，秦玄带着上官婉回到族内，看着重创的秦未阳，秦玄健步上前，哭得稀里哗啦：“爹，你没事吧？”秦未阳不顾身上的疼痛，笑道：“臭小子，哭什么？还没死呢！多向你颖哥学习，这一次你颖哥可是秦族的救世主啊！”秦未阳不禁感慨，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秦颖所震撼了，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短短1个来月的时间，秦颖带来的震撼简直是他的小心脏都难以承受的。秦玄看了一眼身旁的尸体，不由一触。秦颖来到了上官婉的身旁，却见上官婉的神色淡然：“婉儿，这些都是你的族人？”上官婉摇了摇头：“我嫁给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不是上官家的人了，而是秦家人。他们自作孽，不可活。”嫁给秦颖之后的这段时日，是他这辈子以来最幸福的时光。至于上官家，除了将他当作累赘、祸害、灾厄，根本没有把他当人看待。秦颖点了点头，眼中的寒意愈发的浓烈起来。大堂之内，秦颖给秦未阳喂了一颗疗伤丹，这是当初在藏神渊内女帝给他炼制疗伤所用的，成效极快，几乎是时息不到的时间，秦未阳身上的伤势已经全部恢复如初了。秦未阳气血红润，此刻诸多秦家长辈在此，一众秦家长辈纷纷感慨秦颖归来之后的强大，但同时心中也有同样的忧虑。秦颖，你要不还是先出去躲躲，上官家的目标是你，而今你又斩杀了上官武，上官清绝对不会如此轻易的放过你。是啊，你杀死了上官晨，如今又是上官武，上官清必然会用尽一切手段要你的性命。长辈们纷纷苦口婆心的劝说，但秦颖却摇了摇头：“我不会躲的。今日之事，死了诸多族人，若有下次，我内心难安，这辈子都会后悔的。”这些都是看着秦颖长大的长辈，对于秦颖而言，乃是为数不多的亲人，他怎么可能抛弃亲人自己逃跑呢？何况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上官家。上官家既然欲要灭秦族，在他的心中就已经上了他的必杀榜，上官家必须除。无论如何，只是谁都清楚，上官家真正强大的不是上官清，而是那位进入昆仑圣地修行的上官揽月。昆仑圣地不在天玄大陆之中，而是在真正的大世界之中。对于昆仑圣地而言，其中的强者一根手指头就可以镇压整个天玄大陆，何况是秦家了。可是秦未阳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秦颖的性子他是了解的，倔得很，一旦决定的事情，谁都不可能说动的。三叔，不必劝我，虽然解决了这一次秦族之危，但对于秦家而言，依然宛若覆盖着一层乌云，极其压抑。上官家太强了，远非是秦家可以抗衡的。上官家，此刻上官清正襟危坐，下方一名门客跪在大堂之内：“家主，不好了！据秦家传来的消息，秦颖归来了，上官武等诸多上官家的兄弟们全都被秦颖一人所杀。据说秦颖只是化海境初期而已，就连武大人都被其2剑所杀。”嗡！上官清以及上官族内的高层纷纷震动，一个个头脑发震，难以置信。化海境初期却2剑击杀了上官武，上官武可是宁丹境2重啊，意味着秦颖直接越了整整一个大境界，击杀了上官武，这合理吗？此子的战力未免太恐怖些了吧？
上官清的浑身颤动不止，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居然会是这般的结果。有人凝声道：“家主，既如此，我们已经完全与秦家撕破脸皮了，必须倾尽一切办法除掉秦颖，否则的话，后患无穷啊！”不错，秦颖此子杀心太重，睚眦必报。少主只是派血屠楼去刺杀他，便潜入上官家，杀死了少主。如今上官武也死了，他恐怕若是成长起来，第一个就要向我们上官家开刀。要不叫大小姐回来吧？有人提议让上官揽月归来，上官清却冷哼一声：“揽月在昆仑圣地苦修，归来岂不是浪费时间？一个秦颖而已，我就不信天玄大陆没有人可以杀他。替我去请一请血屠楼主。”上官清自然十分清楚，秦颖留不得，后患无穷。其天赋似乎比起3年前还要更为可怕。既然如此，若不尽快让其夭折，将会是上官家的噩梦。哪怕是付出一切代价，都必须让秦颖灰飞烟灭。一尊穿着黑色衣袍、戴着鬼面具的男子出现在了上官家。上官家主，你要杀秦家秦颖？此人正是血屠楼的楼主，也被人誉为血屠人魔。其组建起来的血屠楼是整个天玄大陆最强大的杀手组织，天玄各地招募了成千上万的杀手，极其庞大。上官清的脸色阴寒，我知晓上一次我儿也曾请你们血屠楼出手，可是那一次你们血屠楼失败了，甚至道出了我儿的名字，否则秦颖不至于杀到我们上官家，杀死晨儿。血屠楼主声音嘶哑道：“此事我万分抱歉，此子定然是有非常的手段，否则我们血屠楼的杀手经过严格的训练，不可能道出雇主的。这一次，我希望你们血屠楼不要再失手了。”上官清眼神微眯道。血屠楼主笑了笑：“这个好说，只是价格方面。上官家主，我也听说了，上官武都死在了秦颖之手。这一次想要杀死秦颖，我需要调动多名黄金级别的杀手，不知道价格上官家主想要付多少？”上官清冷哼一声，自然知道血屠楼只认钱，只要钱到位，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情。300万灵石。上官清咬牙一喝，300万灵石对于刚刚崛起不久的上官家而言，已经是一笔巨款了，足以让上官家伤筋动骨。这个价位也完全足以请得起黄金级别的杀手。血屠楼主颇为满意的冷笑道：“上官家主果然大气，既如此，我们血屠楼便出动9名黄金级的杀手刺杀秦颖，这一次保准万无一失。”上官清直接递上定金，道：“希望血屠楼不要让我失望。”下一刻，血屠楼主消失。上官清双拳一握，咬牙切齿道：“秦颖，这一次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黄金级别杀手都是清一色的宁丹境的强者，而且甚至达到了宁丹境中期。上官清也是下了血本，买动9名黄金级杀手，难不成还杀不死一个秦颖？1日之后，秦家，整个秦家的气氛仍旧是较为压抑，众人心头似笼罩着一层乌云，挥之不去。夜色已深，秦颖凭借从古月商会买来之物布置了一座阵法，这座阵法足以隔绝所有气息，而他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为上官婉儿觉醒血月圣瞳。血月圣瞳属于禁忌之瞳，秦颖尚不知觉醒血月圣瞳会带来何种的影响，因此做好万全之策，以免万一。毕竟自己的修罗圣体解开第一道禁制，便是吞噬了周围所有生灵的生机，同样沾染禁忌2字的血月圣瞳自然不会简单。房间内，秦颖紧闭房门，上官婉儿扣着冰凉的手指，神色歉意万分地看着秦颖：“秦颖，都怪我，若不是我，秦家不会遭受这种危机，而你更不会死这么多亲人。”上官婉儿的心思澄明，无比单纯，他只知道这一切绝大部分因他而起。如果不是他，秦颖不会出手打上官尘，更不至于引来上官尘的刺杀，更不会有今日之事。秦颖却双手握住上官婉儿的肩膀，和煦无比道：“傻丫头，怎么能怪你呢？这一切只怪上官家的人，人性太坏，明明已经折磨了你20年，却还要你的性命。他们说到底都是死有余辜，你千万不要有一丁点的心理负担，否则我也会心疼的。”有着秦颖的安慰，上官婉儿的内心流过一阵阵的暖流。这辈子他只认定了秦颖一个男人，无论如何他都誓死相随。至于上官家，如今已经是不死不休的恩怨了，今后我若屠了上官家，你会怪我吗？秦颖问道。上官婉摇头，无比坚定地回答：“当然不会，上官家对我而言是一片噩梦，那里根本不属于我，也不是我的家，何况我已经断绝了与上官家的一切。上官家是死是活与我无关，
何况如今我是你的女人，上官家如此对待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是支持你的。他们就算是死，也是死有应得的。秦颖勾了勾上官婉的鼻尖，道：还记得我曾跟你说过，其实你拥有着无比逆天的资质，甚至一点也不比上官揽月要差。一旦觉醒，哪怕是上官揽月也只能仰视你。听着秦颖的话，上官婉的血珠般的双瞳轻微颤动起来，就连呼吸都变得无比的急促。实力，他渴望实力。曾经被上官家所有人耻笑，与上官揽月更是有着鲜明的对比，让他对于实力有着难以想象的渴求。可他不敢奢望，而今秦颖的话点燃了他深埋已久的渴望。真的吗？秦颖看着上官婉那渴望的眼神，淡淡一笑，自然是真的，我何必骗你呢？接下来我就为你觉醒属于你的天赋。随后秦颖取出了月之灵珠，月之灵珠之上有着银白色的月辉涌现，宛若一颗缩小版的月亮，璀璨无比。上官婉娇躯一颤，这是月之灵珠，他如何不知道秦颖为了这颗月之灵珠可是专门去了一趟天玄城，甚至花费了足足400万的灵石。这般数字的灵石他根本不敢想象，而今秦颖居然取出月之灵珠，意味着这一次秦颖前往天玄城完全为的就是他。足足400万的灵石才拍卖而来的月之灵珠是给他准备的。这一刻的婉儿娇躯轻颤，双手捂唇，不敢相信真的有人会对他这么好，哪怕倾尽一切。而秦颖当下也直接传音进了玉佩之中。婉歌女帝大人，血月圣童如何觉醒？秦颖自然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但九大女帝肯定知道。南宫婉歌肃然的声音响彻而起，你既然已经得到了月之灵珠，的确可以为其觉醒血月圣童。接下来按照我所说的去办。上官婉儿没有丝毫灵气，甚至还未凝聚灵丹，尚没有灵气，你需与他一同浸泡在聚灵液内，助他引动月之灵珠的月之精华。秦颖愣住了，沐浴在聚灵液之内意味着他们要完全脱光，这他能忍耐得住吗？瞄了一眼上官婉儿那足以今天的绝色之姿，一同沐浴，这丫的不是玩火吗？这特么也太刺激了吧！秦颖怎么了？上官婉儿看着嘿嘿发笑的秦颖，不由轻声问道。秦颖回过神来，她长这么大与女子一同沐浴的确是头一回，虽然上官婉儿是她明媒正娶的妻子，但是为了上官婉儿的天赋，秦颖可是一直刻意压制自己心中的欲望。其瞄了一眼上官婉儿，先不说上官婉儿那精致到无法挑剔的脸蛋，光是那凹凸有致堪称完美的身材，真的是自己能顶得住的吗？干了，顶不住也得顶啊！秦颖一本正经清了一下嗓子道，婉儿，是这样的，你如今没有灵丹，体内没有灵气储备，因此需要我帮你牵引月之精华，只是这需要与我一同沐浴在聚灵液内。这样吗？秦颖的话音还未彻底落下，上官婉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熏红之色，好似一个红扑扑的苹果，任人忍俊不禁的想要咬上一口。只是下一幕让秦颖彻底看傻眼了，上官婉直接褪去了身上的衣裙，露出了露骨的肌肤，胸口之上唯有一块蓝色的肚兜遮盖而住，却根本无法掩盖住上官婉足以称之为傲人的身材。如玉胜雪的肌肤让秦颖挪不开眼，只是这也太快了吧，这么直接吗？这下轮到秦颖有些不会了，毕竟他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毫不遮掩的看这般几乎一丝不挂的女儿身。这上官婉靠近秦颖，轻柔道，我本就是你的女人，我还有什么可害羞的呢？是你将我拯救于水火之中，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温柔的声音让秦颖浑身有种冒火的感觉，很不舒服啊，只想要赶紧发泄出来。不过秦颖很快压制住了内心的燥火，转过身去，很快令人取来了浴桶，将聚灵液倒入了浴桶之中。秦颖深吸了一口气，婉儿，我们开始吧。上官婉颔首微点，玉足轻轻地迈入了浴桶之中，而秦颖也咬了咬舌尖，钻入了浴桶之中。这太蛋疼了，这不要把人活活憋死吗？房间内旖旎无比，秦颖不敢耽搁，生怕忍不下去，直接取出来了月之灵珠。南宫婉歌的声音在此刻响起，将月之精华凝缩出来，顺着其体内的脉络牵引至血月圣瞳之中。按照南宫婉歌的意思，秦颖直接将灵气注入月之灵珠之内，只见得灵珠内有着银白色的月辉般的光泽闪烁，旋即凝聚在一起。光是接触到月之精华的一瞬，秦颖甚至都感觉到一股极其纯净的气息。难怪月之灵珠这么多人争抢，灵气哪怕是注入的一瞬间，便是被月之灵珠彻底净化，恍若毫无杂质，乃是最为纯粹的灵气。
也知道血月圣童觉醒之后会有多强。婉儿，接下来你忍耐一下。秦颖双掌探出，轻轻地贴在上官婉儿的胸口之上。上官婉儿发出一声叮咛之音，让秦颖差点破防。好在她的意志力还算坚定，毕竟与9大女帝相处这么久，这点忍耐力还是有的。只是手掌之上绵柔的触感，还是让她颇为燥热。以防万一，秦颖还是抓紧开始，顾不得什么手感了。月之精华被牵引进上官婉儿的体内，顺着脉络，秦颖将其一点点地送入血月圣瞳之中。当月之精华流入血月圣瞳之中的瞬间，秦颖顿时有种神识被强烈冲击的感觉。神识世界之内似是触碰到某种禁忌，似乎有着一道猩红之月，竟是逐渐显现出来。这一刻，秦颖只感觉自己无法感应到自己的肉体，而是坠入了一种深渊之中，如同深陷泥潭，无法逃离的感觉。这就是血月圣瞳吗？在机遇窒息之时，一道龙吟之音响彻而起，赫然是他神识之内的太古龙魂发出来的咆哮之音，直接将猩红之月震散开来。秦颖剧烈的喘息，睁开双眼，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方才那是什么感觉？秦颖有些无法理解。南宫婉歌冷淡道：“那是血月圣瞳自带的神力，名为猩红幻月，会在瞬息间摧毁一个人的神识，将其拉入一场幻境之内。这种神力曾在上古时期一位血月圣瞳的拥有着，曾将一座世界全部笼罩在猩红神月之下，其中所有的人全部在梦乡之中死去。”秦颖瞬间冒出冷汗，心中陡然浮出一抹惊惧之意。这么恐怖，直接将一座世界拉入幻境之内，那该需要何等强大的神识？直至此刻，秦颖才算领会到所谓的禁忌之瞳何等逆天。仅是一瞬，若不是龙魂在身，怕是自己也会有危险。也难怪上官婉儿的血月圣瞳根本无法觉醒，除了自己之外，就算是他人拥有血月圣瞳，若没有强大的神识，怕是会直接被反噬而亡。这是……秦颖抬眸望去，只见上官婉儿的双眼睁开，但是显然有些空洞，猩红色的双瞳之中似有着血色在旋转起来，化作一道漩涡，看得久了，甚至有种要陷入幻境的感觉。秦颖赶忙挪开双眼，血月圣瞳已经觉醒了，他的身体需要先熟悉一下这股力量。你现在可以离开了，等他觉醒即可。秦颖离开了浴桶，穿好了黑袍，现如今不得打扰上官婉儿。何况按照女帝的意思，接下来只需等待即可。离去之前，秦颖还是忍不住再看了2眼上官婉儿的娇躯，最终实在忍受不了，离开了房间。秦玄此刻正在湖边刻苦修行，突然扑通一声，水花溅了秦玄一身。定睛一看，湖面之中可不正是秦颖大哥吗？颖哥，你怎么想不开跳河了呢？秦颖脸色一黑，跳你大爷！我这是在泄火。秦玄哪里知道泄火的意思？不过现在的秦颖的确火气很大，如此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只能看不能碰，怎么不火大？但就在秦颖好不容易火气消下一些之后，一道道冰寒至极的气息让秦颖突然眸中浮现出一股肃杀之意，又有不知死活的来了。深夜，寒风萧瑟，数道身影潜入夜色之中，悄无声息地进入了秦府之内。他们正是上官清请来的血屠楼杀手，真正的黄金级杀手，每一个都拥有着堪比宁丹境中期的实力。这般的强者，哪怕是放在顶级家族之内，都是妥妥的中流砥柱，真正的大人物。而这一次潜入秦家的足足有着9人之多。9人直接来到秦颖所在的院子之外，正欲杀入院内。一道血影袭来，冲天的煞气令得9人不由眉头微微一皱。一名杀手还未反应过来，身后多出一道血影，一道血气覆盖的剑光毫无声息地刺下。血光照目的刹那，这名杀手居然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身上多了数道剑痕，且都是致命伤，瞬间暴毙。这一幕无疑令得其他8名杀手警觉，宁丹境中期的气息瞬间爆开，一时间纷纷锁定了那道黑衣身影，赫然是秦颖。8名黄金级杀手的脸色阴冷，确实没想到这秦颖的境界不过世化海境3重而已，居然直接刺杀了一名宁丹境4重的黄金级杀手。而且秦颖的杀人手法十分娴熟，每一剑都是奔着杀人而去的，其眼神之中的狰狞杀意，乃至比起他们都要更为浓郁可怕。须知他们可是专业的杀手，手中不知道沾染了多少的鲜血，而今他们心中居然有种质疑自己杀人能力的感觉。是错觉吗？于秦颖而言，想要正面如此轻易地击杀一名宁丹境4重的杀手，自然是不易的。但别忘了，比起正面拼杀，他的刺杀能力
绝对不输任何杀手。他所修行的所有武技都是为了杀人而修，不愧是秦少主，难怪上一次白银级的杀手失手了，化海境3重，却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瞬杀一名我们黄金级杀手。其中为首的那名杀手声音嘶哑低沉道。秦颖目光似一片血海，凝视着杀手，宛若已经将8名杀手当成一个死人。如果我没猜错的，应该又是上官清那个狗贼派你们来要我性命的吧？秦颖慢悠悠地说道，寒风呼啸。男子冷笑一声，你猜的对错都没有用了，因为今夜你必死无疑。我们可是整整8位黄金级杀手，你有什么理由不死呢？秦颖立在院门之上，修罗剑上还有着温热的鲜血滴落而下。现如今上官婉还在房间内觉醒，万不能让这些杀手打扰了婉修行。以他现在的实力，面对宁丹境中期尚有一战之力，不过足8名黄金级的杀手的确有些棘手。此处的波动也同时引来了秦家的不少人。秦未阳与秦玄匆匆赶来，只见得8道黑影伫立，秦未阳的脸色不由一变，这8人的气息无比雄浑，远不是一般的宁丹境强者。秦家所有人全部退后！秦颖冷喝一声，这些杀手要的是他的性命，一般而言，血屠楼的杀手只会针对目标人物，不过宁丹境的战斗很容易波及其他人。秦玄有些急躁，爹，我们该怎么办？秦未阳直接拎起秦玄，还能怎么办？似你这种实力，莫非还想上去帮忙？这场危机只有秦颖能够解决，我们人再多，上去也是送死无益。秦家众人退到了较远处，诸多人面色担忧，自然知晓对方的实力不俗，心中为秦颖捏了一把汗。秦颖，今日你死期已到，给我上，杀了他！浩瀚的灵气在这一刻瞬间爆发，8道身影手中持着不同的武器，一道道足以致命的武技直接朝着秦颖袭杀而去。秦颖施展天禅幻影，直接躲避了数道攻击，修罗便与此同时直接轰开，漫天的血气爆开，化作无边的肃杀之气，身影一转，一道血色的剑光爆闪开来。藏命剑典，武士齐出。一名杀手感知到了杀意，欲要退后，但却被秦颖牢牢锁定住了，心中瞬间疯狂颤抖起来。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杀意，宛若杀神。秦颖一剑落下，陨魂之下，此人被瞬间定身一般，双目空洞，仅仅一瞬，一道血光没入了其眉心之间。瞬杀一人，秦家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少主无敌！不过唯有秦颖清楚，他的修罗变虽然能够短时间内凭借杀意提升其数倍的战力，但是同样消耗也是巨大的。先前他施展修罗变没有遇到消耗的问题，是因为人数太少，而这里足足有着7、8名杀手，数量太多，且都是宁丹境中期，想要全部杀死显然不太可能。其中为首的那人似乎还是宁丹境5重。我身为黄金1号杀手，还从未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你算一个。为首的黄金1号杀手寒音阵阵，其首当其冲，手中是一把唐刀，唐刀挥出，一道破空之声响起，虚空寺都被切裂开来。秦颖一剑横斩而出，碰撞的瞬间，秦颖被轰退出。不愧是宁丹境5重，实力果然不俗。秦颖的眼中也浮现出一抹强烈的战意，自从重塑修罗圣体之后，还从未有这种危机感，心中的杀念愈发的浓郁。其余杀手抛出一道道的暗器，暗器宛若暴雨梨花，在夜空之中仅能看到星星点点的光亮破空而来。秦颖施展天禅幻影，自然不敢有半分的大意。一道暗器贴过秦颖的胸口，将秦颖的胸口划拉开一道血洞。秦家众人神色惊变，秦未阳也眉头紧皱，对方实力太强了，人数太多，秦颖占据下风了。可这一刻的秦颖却突然发出癫狂的笑意，极其瘆人。哈哈哈，流血了，有点意思，但是不多。藏命剑典，藏地！倏然间，秦颖竟是迎着暗器，完全不顾暗器在其身上划开一道道的血痕，似乎其根本感受不到痛苦，眼中唯有杀戮。藏地乃是第6式，突破化海境之后，秦颖已经将其掌握，只不过没有人能让他有机会施展，而今终于得以施展。秦颖很兴奋，猩红的双眼，血气狂暴。2名杀手被瞬间锁定，秦颖浑身是血，出现在了2人的上空。藏地直接斩出一道足有数十米之巨的血色剑气，在其剑下凝聚，豁然斩下。2名杀手施展浑身灵气，统统爆发，但在这一刻被直接斩爆，2人的身体也瞬间炸开。
化作了血雾。所有人看着如此残忍的一幕，都浑身狠狠一颤，太恐怖了！直接一剑将2名黄金级杀手斩成血雾，凶残！如今就剩下5名黄金级杀手了，而1号黄金杀手的脸色沉下，这般剑招，你还能施展几次？何况你已经被伤，今日你注定一死。1号黄金杀手说的的确没错，如今的秦颖、修罗便无法维持太长的时间了，想要彻底杀死最后5人的确极为困难。不过正当1号黄金杀手的寒音落下之际，自那身后的院子之内，一股猩红无比的浪潮凶悍袭来，一道绝美的身姿腾空而起，宛若一颗猩红血月悬挂在夜空之下。这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视而去，一个个瞳孔纷纷睁大，表情无比震撼。这是一道足以冰封一切的彻骨寒音响彻，伤我相公者死！这一刻，整片天地宛若时空静止一般，天地间死一边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一道猩红色的倩影之上。秦颖也被吸引过去，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上官婉儿。这一位上官婉儿觉醒了血月圣瞳，就连秦颖都刹那失神，因为此刻的上官婉儿不似凡间女子，而是宛若天女下凡，猩红之色笼罩一切。上官婉儿身穿一身白裙，可连白裙都被映照成了一片猩红之色，玉足踏落，堪称完美的雪颜之上，与平日的精致连人不同，唯有的则是一抹无上的冰冷气质，宛若足以将一切冰封。什么上官揽月高高在上的高傲之气，在这一刻上官婉儿的面前简直宛若一名人间凡女，这才是真正的天之神女，至高无上。这般气质让人望而却步，甚至不敢多看一眼，仿若凡人赌神，生怕亵渎了她的高贵。特别是那双血月般的双瞳，宛若猩红之月，纯粹无比。秦玄愕然许久，此刻这才发出惊呼之音：别告诉我这是我嫂子，我怎么感觉跟神女一样高高在上，不可亵渎？这还是上官婉儿吗？其身上的气息怎么会如此可怕，宛若一座巍峨大山，压得我等喘不上气。诸多人纷纷瞳孔睁大，血月之气笼罩之下，有种可怕的窒息之感。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传闻之中的丑女，如今丑小鸭变天鹅也就算了，可是上官婉儿之所以被上官家抛弃，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因为上官婉儿自小没有灵丹，根本无法修行。而今无论如何都让人无法将此刻的上官婉儿与传闻之中的她联系在一起，简直判若两人。此时此刻，那名1号黄金杀手的脸色也变得万分凝重起来，不知为何，他居然感觉到了一股死亡的深渊笼罩住了自己。是错觉吗？但下一瞬，上官婉儿那冰薄的红唇微微掀开，也是猩红之色，一道寒音响彻开来，震荡在天地之间。都该死！充斥着无边肃杀之意的寒音响彻，几乎是这刹那之间，只见得上官婉儿的猩红双瞳之内，那些猩红之色居然在迅速的扭曲，逐渐的化作了一道猩红色的漩涡，一颗硕大的红月浮现在了上官婉儿的身后。整个天地在这一刻都仿佛瞬间扭曲起来，包括在场的秦家众人也在这一瞬间失去了神智，双目空洞，仿佛自己被拉入了一片猩红色的漩涡之中，根本无法抽离出来。而那剩余的5名杀手也在此时直接定住，双目空洞失神，仿佛失去了神智，被夺走了魂魄一般。秦颖凭借着太古龙魂自然不受影响，但看到眼前的一幕，还是心中有所震撼。这丫的不愧是禁忌之瞳，简直太变态了！所有人就跟被锁魂了一样，无法动弹。当然了，秦颖感受过那种感觉，但还是不得不感慨，血月圣瞳的确变态如斯啊！娘子，简直不要太帅了！秦颖当然没有忘记杀人，当即一步迈出，身影如一道血光。仅仅是瞬息之间，5名杀手直接被一剑分尸，死的不能再死。足足9名黄金级杀手全部被秦颖所杀。秦颖直接吸收了9人的死气，旋即来到了上官婉儿的面前。只见得上官婉儿的眸光变得冷静下来，轻柔道：秦颖，你没事就好，我好累，先睡一会。话音刚落，上官婉儿便闭上了双眼。秦颖将其抱住，而秦府之内的猩红之光也在此刻完全消散。所有秦家族人惊魂未定，看着地面上的那些碎块，不由是心中一震。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自己瞬间就被拉进了一股漩涡之中。我也是，实在是太可怕了。众人根本不知道方才发生了什么。而秦未阳和秦玄看到秦颖抱着上官婉儿，
立马来到了秦颖的身前。婉儿她……秦未阳的眼中看着昏睡过去的上官婉儿，方才那恐怖的一幕仿佛还历历在目。秦颖道：无碍，只是有些消耗过度，昏睡了过去。秦未阳松了一口气，颇为惊叹道：没想到婉儿的天赋居然是如此可怕，上官家若是知晓的话，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秦未阳虽然不知道上官婉儿是什么天赋，但能造成如此影响的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垃圾天赋，而是绝世的天资。秦颖的眸光冷冽起来。是啊，上官清若是知道，肠子怎能不悔青呢？他们肆意欺凌被当作灾星的上官婉儿，实则拥有着禁忌之瞳的逆世天赋，而这样的天之娇女却被他们欺压、抛弃、侮辱，如何能不后悔呢？秦玄欲哭无泪道：完了完了。秦未阳冷冷地瞥了一眼秦玄：你玩什么？秦玄哀嚎道：这下完了，我连嫂子都保护不了了，我他妈就是一个十足的废物啊！以后我还怎么跟着尹哥混？秦未阳，让你不好好修行！秦未阳恨铁不成钢的道。秦玄心里苦，这是修行的问题吗？要是修行有用的话，要天赋有什么用？眼睁睁看着上官婉儿从手无缚鸡之力，到现在直接秒杀几名宁丹境的杀手，这特么合理吗？也没见嫂子修行啊！秦颖转身抱着上官婉儿欲要离开，三叔，我先带婉儿回去休息。秦未阳点头，但心中仍未安定下来。血屠楼死了这么多的黄金级的杀手，再加上上官家对于秦颖的怨恨，秦家的危机还未真正结束。今日之事在秦家之内掀起了狂澜大波，9名黄金级杀手全部陨落。最重要的是，上官婉儿不知道觉醒了什么天赋，居然如此恐怖，直接让秦颖脱离危机，瞬杀杀手。不过秦未阳早已经下令封锁消息，而此刻上官家一道黑袍身影出现在了上官清的房间内，赫然是血屠楼的楼主。上官清看着血屠楼主道：如何，秦颖死了？血屠楼主的眼中有着骇人的寒意迸射而出，双拳一握，咔咔作响。秦颖没死，9名黄金级杀手全部葬身在秦家。什么？这一刻上官清的脸色哗然巨变，脸色惨白。上官清的脸色惨白如纸，双眸爆裂。什么？血屠楼主，你的意思是9名黄金级的杀手全部都死了？上官清难以置信，黄金级杀手足足9名，都是宁丹境中期，任何一个都足以吊打一些2、3流的家族了，可居然全部死在了秦家，这合理吗？秦颖斩杀上官武时，也就是化海境初期而已，如何有能力斩杀9名黄金级杀手？根本不可能。血屠楼主脸色暗沉无比，同样不可置信。虽然我也不愿意相信，但是此事千真万确。上官清陷入了混沌之中，头脑一片空白。血屠楼主沉吟道：上官家主，此次对于我们血屠楼而言也是损失惨重，何况据我所知，这秦颖睚眦必报，如此可怕的天赋一旦成长起来，恐怕连我们血屠楼都不会放过，此子断不能留下。上官清有些浑浑噩噩的点头，楼主说的不错，秦颖绝对不可留。上官清十分清楚，3年后归来的秦颖简直就跟杀神一样，而他如此针对秦颖，乃至是秦家，秦颖怎么可能放过上官家？血屠楼主寒音道：现在我们是统一战线，不过在此之前，希望上官家主付清一下上一次的灵石。上官清没有犹豫，直接交出了剩下的灵石，因为他很清楚，现在的上官家需要血屠楼的相助，必须倾尽一切斩杀秦颖。血屠楼主接下灵石，上官家主放心吧，若真迫不得已，我自会亲自出手。秦家，秦颖将上官婉儿带回了房间内，手掌探出，感知上官婉儿体内的情况，下一刻却浑身一震，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我去，9位女帝大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秦颖惊呆了，不由向玉佩传音：我怎么感觉婉儿的气息比我的还要更强，似乎迈入了宁丹境，一步入宁丹。我勒个乖乖！秦颖怎么能不震惊？须知他重修修罗圣体1个多月的时间，也才达到化海境而已。而上官婉呢？就在今夜，上官婉还毫无修为，甚至手无缚鸡之力，怎么一觉醒血月圣瞳，就直接一步登宁丹了？嘟，这也太变态了吧！天毒女帝啰啰的笑声传来，那是自然了。要不说为什么血月圣瞳是禁忌之瞳呢？秦颖道：这也太禁忌了吧，怎么感觉比我修罗圣体还逆天呢？天毒女帝悠悠然一笑：当然不是，
修罗圣体比起血月圣瞳可是要更强的哟。不过呢，血月圣瞳的逆天之处就在于，血月圣瞳甚至根本不需要自主修炼，就可以吸收月之精华，凭借月之精华便可迅速提升修为。当然了，上官婉儿之所以直接一步登灵丹，是因为这20年来，他虽然一直没有灵丹，无法修行，但是他的血月圣瞳可是一直在吸收月之精华。秦颖整个人都愣住了，居然还能这样，他算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了。他的眼界还是太低了。这世上有着众多稀奇古怪的天赋，而血月圣瞳这般天赋绝对算得上是极为恐怖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婉儿没有修行，这20年来一直在积攒月之精华，所以才一步登灵丹的。天毒女帝浅浅一笑道：“不错哟，不过月之精华的能量太过强悍，即便是上官婉儿现在，恐怕也只是消化了远不足1成的程度。”秦颖听完有些头皮发麻，不足1成的月之精华直接让上官婉儿踏入了凝丹境，这要是全部消化了，那还得了，那不得上天啊！好家伙，上官清若是知道了上官婉儿天赋逆天至此，不知道会是什么感受。这可是上官清几乎是亲手将其踢出家门的。这一次，上官婉儿足足昏迷了1天1夜的时间，而秦颖寸步不离。他当然知道，这么多黄金级杀手死在了秦家，哪怕是对于血屠楼而言，也是巨大无比的损失，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自己。至于上官家，就更加不可能了，毕竟他给上官家带来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不过，接下来猫和老鼠的游戏也该换个方式了。这几次他都是被动，而接下来他必须主动。无论是与女帝之间的境界约定，还是被关押在昆仑圣地的父亲，接下来必须尽快将此件事了。趁早离开天玄大陆，而离开天玄大陆之前，自己必须解决一切隐患，否则离开他也无法安心。这1天1夜，秦颖炼化了9名黄金级杀手的死气。秦颖呼出一口浊气，眼中有着璀璨的金光绽放。不愧是黄金级杀手的死气，果然雄浑。如今我已经迈入了化海境5重了。9名黄金级杀手直接让秦颖迈入化海境5重之境，而其真正的战力，只怕根本无需上官婉出手，就能轻易斩杀那9名凝丹境的杀手。浑身上下涌来狂暴的力量，这让秦颖颇为舒适。而不久之后，上官婉也睁开了双眼，宛若血珠般的双瞳看着秦颖，睁开眼的瞬间，便是担忧地扯开秦颖的上衣，检查秦颖的伤势。所幸秦颖的身上那些伤痕已经完全消失了。上官婉这才呼出一口气，想起了前夜的画面。秦颖，我这是怎么了？我好像体内突然莫名多出了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上官婉感知着体内的气息，有些分外诧异。婉儿，你成功觉醒了自己的天赋血月圣瞳，如今的你已经迈入了凝丹境。秦颖欣然一笑，较为激动地握住了上官婉的香肩。上官婉美眸睁大，难以置信。你的意思是，我一夜之间踏入了凝丹境？上官婉自然知道凝丹境意味着什么，哪怕是上官家，除了已经踏上昆仑圣地的上官揽月，就连上官清也只是凝丹境而已，而自己居然直接踏入了凝丹境，这就是他渴望的力量。不错，你的眼睛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灾厄之瞳，而是血月圣瞳，能够吞噬月之精华。这20年来，你的眼睛一直在吞噬月之精华，所以让你直接迈入了凝丹境。你要记住，你现在炼化的月之精华不足1成，意味着你接下只要不断的炼化体内的月之精华，实力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这些话从秦颖口中说出，上官婉都有些无法相信，这居然会是自己的天赋，自己居然拥有着如此可怕的天赋。而他的眼睛不是灾厄之瞳，20年来无论是谁见到他的眼睛都说他是灾星，可秦颖告诉他，他非但不是灾星，而是拥有着极其逆天的眼睛。秦颖，谢谢你。上官婉一把抱住了秦颖。20年来，他无不渴望这一天的到来，而这一切都是秦颖帮助他得到的，否则他一辈子都会以为自己真的只是一个废物。秦颖搂紧上官婉的腰肢，微微一笑：谢什么？你是我的女人，这些都是你应得的。良久，上官婉的眸中浮现出一道凛冽的寒意。秦颖，我的一切都是你带给我，如今上官家要杀你，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想回一趟上官家，我绝不容许再有任何人敢威胁你。秦颖望着上官婉的双眼，并非是上官婉变了，而是如今上官婉真正可以做自己了。这些年，
上官婉儿一直将真实的自己埋藏在心底深处，忍受无数的屈辱。此刻的上官婉儿才是真正的他自己。秦颖淡淡一笑，道：“回去，当然要回去好好谢谢我那位岳父大人，不是他，我也不可能和你结为夫妻。这份大恩，我该如何感谢他才好呢？”一抹凛冽无比的寒意迸射而出。上官婉儿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如此迫切地想要回到上官家。他这一次回去，不是为了去见任何人，那虽是生他之处，但于他而言是长达整整20年的噩梦之地。他回去，只为了告诉所有人，他们看走眼了。他上官婉儿不比任何人差，为什么却要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这不公平！事实上，上官婉儿远比秦颖所想的要坚强，适应力也极强。一般人而言，很快在如此迅速的时间之内接受自己身上如此巨大的变化，而上官婉儿却十分平静，甚至平静的有些可怕。这与上官婉儿的经历有关，早已经磨练出了上官婉儿无比强大的心性。与秦未阳简单说了一声，秦颖便带着上官婉儿乘上云船，直奔上玄城而去。这一次归去上官家，为的就是让所有人看到，曾经的上官婉儿已经死了，而今则是一个脱胎换骨、蜕变到足以让所有人都只能仰视的存在。谁能想到，一个人人喊打的丑小鸭，而今却会成为上官家这辈子都在后悔中度过的天之神女。上玄城，上官家9大黄金级别杀手暴毙的消息，只有上官清知晓，以及一众高层知晓。而今上官家内倒是一片祥和，唯有上官清等高层脸色颇为凝重。秦颖所带来的威胁太大了，不过是短短1个月的时间，如今竟然能斩杀9名宁丹境中期的杀手，其天赋实在是太过恐怖，甚至是上官清都产生了后悔之意。如果不是听了揽月的话，就不会去秦家让婉儿替婚，更不至于有后来的事情发生。而今已经得罪死了秦颖，秦颖岂会放过他们？大堂之内，诸多高层的脸色极其沉重。家主，要不要通知揽月小姐归来？是啊，黄金级杀手都被此子诛杀，再加上此子在秦家肃清门客的手段，此子心性狠辣无比，是万不可能放过我们上官家的。唯有揽月小姐归来，可以彻底镇杀此子。诸多人都将目光投射在了上官清的身上。正如众人所言，如今想要彻底铲除这个后患，唯有让上官揽月归来。上官清也脸色凝重，道：“够了，揽月还在昆仑圣地修行，岂能打扰揽月修行？血屠楼主已经与我答应联手，灭掉秦颖。秦颖他再强大，难道还能在这短短几日之间拥有杀死宁丹境后期的实力吗？血屠楼主，毫无疑问，其是真正的宁丹境后期强者，极其接近结阴境修为。这等修为，若是结阴境强者不出，在整个天玄大陆之内，完全足以一手遮天了，十分可怕。秦颖的确变态，但岂能杀死宁丹境后期的血屠楼主？何况杀死这么多杀手，于血屠楼也已经是死敌了。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但就在此时，自上官府的上空，有着一道雷霆之音骤然响起，不啻于是雷霆炸响，令得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直接跳了起来。上官老贼，我秦颖来了，还不快速出来接见你的姑爷！雷霆之音不断传荡开来，整个上官家为之震动。一些不知晓前因后果的上官族人纷纷嘲弄不已。这个秦颖简直找死啊！居然敢如此大骂家主，就不怕家主一掌劈杀他吗？杀死少主，如今家主还愁如何杀他，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上官府外，不少上官族人纷纷赶来，而在上玄城内，这道声音也引来了大量的上玄城之人。一时间，整个上官家外被围得水泄不通，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那悬浮在半空之中的云船而去。秦颖立在船头的位置，一袭黑袍，好不霸气。秦颖击杀了上官晨，如今上官家满世界追杀他呢，他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莫不是他要一个人单挑整个上官家吗？我勒个豆，这小子的胆子也太肥了吧！围观的众人纷纷你一嘴我一嘴的，皆是觉得秦颖胆大包天，这个时候还敢来上官家，且如此的声势浩大，这是要单挑整个上官家的节奏。不久，上官清携带着一群上官家的高层走出府内，站在了门外。秦野，你还敢来我上官家？上官家的某位老者突然大喝一声，一时间诸多气息纷纷锁定在了秦颖身上。秦颖却若无事人一般，淡淡一笑：你们上官家就在前天请来了9名血屠楼的黄金级杀手来暗杀我，却被我反杀，谋害亲姑爷，这笔账难道不该算算吗？
什么？一句话宛若惊雷炸开，所有人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秦颖击杀了9名黄金级杀手。据说黄金级别的杀手都是宁丹境中期的实力，距离上次秦颖成亲也没过去1个月的时间吧，他居然杀死了9大黄金级杀手。骇然之音不断响起，而上官家也出现了躁动。年轻一辈在得到了族中长者的肯定之后，纷纷后怕，方才他们之中还有人想要对秦颖出手呢。万幸没有出手，否则的话那不是死翘翘了。秦颖，你袭杀我儿，断了我的香火，你就算是万死也难逃其责。上官清终于是开口，声音愤怒无比。秦颖嘴角微微掀起，泛着一抹冷笑，是吗？上官老贼，这难道不是你管教无方吗？不过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上官晨纨绔不已，甚至将自己的亲姐关押在猪圈之中，就凭这一点，我杀他1万次都不足以。话说回来，你也没好到哪去，对待婉儿甚至比起对待猪狗都不如，我看你也是一个畜生不如、不配为人的狗东西。秦颖直接破口大骂，诸多围观之人听起来居然有种极其舒爽的感觉，而上官清则是一脸黑线，愤恨滔天。秦颖淡淡一笑，不过今日的主角不是我，而是我的娘子。婉儿，出来吧。话音一落，一袭谢裙的绝色身姿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与秦颖并肩而立，仅仅一瞬，便是令得所有人都瞬间失神。美，绝美，令人不得感慨，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绝色的女子？不过很快有人发现了异样之处。若说先前的上官婉儿唯唯诺诺，一看便是卑微无比，而今的上官婉儿却宛若华丽转身，那双血珠般的双瞳，宛若一双足以洞穿一切的双瞳，分明是透露出一股尊贵无比的气息，而其浑身上下的气场，无论如何让人无法与之前那个住在猪圈之中的可怜少女联系在一起。此刻的她更像是一个天上下凡，让人无法接近的9天神女。上官婉儿注视着上官清等所有上官族人，冰雹冷淡的红唇微微启开，一道似乎不容任何反抗的声音威压而下：上官家所有人全都给我跪下！上官家所有人全都给我跪下！上官婉儿立于高处，俯瞰着上官家的所有人，而当众人听到上官婉儿的声音之时，一个个震得灵魂发颤，皆是不可置信地看向那高处的上官婉儿。这真的还是曾经那个世人便能欺辱的上官婉儿吗？我怎么感觉她变了，变得宛若9天之上的神女，无法接近。好可怕的气势！上官婉儿这是向上官家讨债来了吗？相比较起旁人的惊颤，此刻更加难以置信的是上官家族人。曾经那个唯唯诺诺、被众人所弃的上官婉儿，竟敢让上官家所有人跪下，简直反了天了。但为何从上官婉儿的身上散发出一股令人根本难以抗拒的恐怖压迫感？居然是让上官家众人有种难以喘息的窒息之感。这真的还是上官婉儿吗？此刻在上官家族内，一名族老在此刻站出：上官婉儿，你好歹身上流着的还是我们上官家的血脉，你这是要反了天吗？你这做法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秦颖并未说话，而是看着上官婉儿。上官婉儿饱受欺辱这么多年，也是时候该发泄出来了，她需要得到解脱，而今日就是上官婉儿彻底蜕变的第一步。大逆不道！哼！上官婉儿发出一声冷笑的声音，随即双眸之中似有一道血腥色的漩涡凝现出来，死死地盯着老者。我大逆不道？我的确有上官家的血脉，但上官家可有将我当人看待？这些都是你们欠我的，而我不欠上官家什么。何况我已经不是上官家的人了，你们曾经对我的所作所为都该得到应有的恶果。老者冷哼一声：上官婉儿，你放肆！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这些长辈给你跪下？何况那些都已是曾经的事了，早该过去了。上官婉儿嗤笑一声，觉得可笑无比。过去了，你们这些作恶之人自然觉得无所谓，可对我而言，这些事永远无法过去。跪下！双眸之中血月凝现出来，一道漩涡似是直接将老者带入了漩涡之中。这名老者可是宁丹境初期的实力，可在上官婉儿的一声喝下，竟是在众人的眼前，双腿不受控制的弯曲，瞬间跪倒在地。此时此刻，众人的脸上浮现出了惊恐的表情，因为他们感知到了上官婉儿体内的气息竟然已经达到了宁丹境，这怎么可能？特别是上官清眼中无法理解，20年来上官婉儿没有灵丹的事情是人尽皆知的，
上官婉根本无法修行，可这嫁入秦家不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已，怎么就达到凝丹境了？不可思议，甚至其眼中还涌现出无比的好奇。我的好女儿，你居然是凝丹境，如今的你终于可以修行了吗？上官清突然开口，声音一颤。上官婉寒眸落下，上官老贼，谁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只有上官揽月一个，可没有我上官婉。上官清看着上官婉的清冷寒意，不由是心中竟是浮现出一抹悔意。上官婉在这短短1个月的时间，竟是由一个凡人成为了一名凝丹境的强者，足以证明上官婉的天赋绝对十分恐怖。可这样的妖孽之姿，居然被他自己赶出了家门。不，上官清还想试图挽回与上官婉之间的关系。对于上官家族而言，若能让上官婉回心转意的话，意味着上官家同时拥有2位绝世天骄。是爹对不起你，当年你娘死得早，爹处理家事很多事情无法顾暇，因此这才冷落了你，没注意到你受苦了。秦颖心中呵呵一笑，这嘴脸当真是比翻书变得还快。上官婉冷笑一声，是吗？你分明亲眼看到我在猪圈之中，却置之不理，真以为我是瞎子吗？我一无是处之时，弃我如垃圾，而看到我拥有一定天赋之后，却试图用你那可怜的父爱来挽回吗？上官老贼，晚了！今日我来上官家只为了一件事而来，伤我之人，我一个不会放过，害我相公之人，更是必须死。秦颖露出满意的笑容，如此霸气，这才是他的女人，简直不要太帅了。不过这些人也都是罪有应得的。我记得你曾怀疑我偷你东西，因此将我关入黑屋整整10天10夜。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上官婉看向一名上官家的青年，青年脸色哗然一变。我错了，我错了。上官婉闭上眼睛，没用了。却见得一道剑气落下，秦颖出手了，血色的剑气直接将青年展开，肉身直接爆开。此刻一名族老瞬间怒了，你竟然残害同族之人！上官婉，看来你已经沦为恶魔了。凝丹境的气息爆开，是凝丹境初期，手中一把长枪直接刺向了上官婉而去。只是一瞬，上官婉的眼中血月浮现，老者直接双目空洞，随后手中的长枪竟是不受控制地刺向了自己，刺入心脏，一命呜呼。这般惨状令得无数人纷纷胆寒无比。可怕，太可怕了！上官婉竟然能让一名凝丹境初期的强者自杀而亡，这是什么可怕的手段？上官家众人战栗不已，但却也知道自己或多或少都曾欺凌过上官婉。上官婉今日归来，是打算回来血洗上官家的。一时间，诸多气息统统爆开，欲要与上官婉决一死战，但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一轮妖异无比的血月浮现在上官婉身后，似有一只血色的眼眸凝视着众人。这一刻，众人皆是僵硬在了半空之中。秦颖的身影宛若鬼魅一般，血影如同一条血线自人影之中一剑穿过，只见得一道道尸体落下，全部一剑击杀。上官家人心惶惶。这一刻，所有人都宛若看着恶魔般看着秦颖二人。上官清脸色一变，无比惨白。上官家死亡100余族人，这些都是核心人物。上官婉，这是要灭族的节奏。婉儿，你这是要灭族吗？上官清咆哮一声。上官婉血色月眸落下，如同深渊般凝视着上官清。上官老贼，现在轮到你了，这是你们应得的报应。上官婉立于高处，猩红无比的眸光俯瞰着上官清。此刻的上官清神色之中有着无比复杂的情绪涌出，而谁也没想到上官婉的再一次归来上官家，却是以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归来。不久前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而今却是强势归来，成为凝丹境的超级强者，甚至几乎血洗了上官家诸多高层强者。这一次上官家可以说是损失万般惨重，众人纷纷感慨无比道：上官家主也是看走眼了，上官婉这哪是什么天命灾星，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天之娇女啊！谁说不是呢？论美貌，上官揽月压根与上官婉没有可比性；论天赋，似乎上官婉的天赋也要强于上官揽月，上官家却几乎亲自将其逼出家门。上官家主估计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不错，上官婉已经是凝丹境的修为了，看样子是凝丹境初期，却能一眼直接摄魂上官家如此众多的凝丹境强者，简直太可怕了。要我说，上官家也是活该，从未将上官婉当人看待，他们是罪有应得的。
城内百姓纷纷开始为上官婉打抱不平。上官婉在上官家的待遇如何，几乎人尽皆知。诸多指责谩骂声中，上官清的神智逐渐变得狰狞，愤怒起来。婉儿，你如今已经被秦颖这个杀人魔头迷了心智，无论如何，上官家才是属于你的家。你现在若是回来，我定会比起先前千倍万倍的好去对待你。20年来，的确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失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挽回的机会。如此一个闪耀的天骄，上官清自然不希望看到与上官家为敌。若上官婉能够回来，对于上官家而言，死多少人都无所谓。一个天骄的分量，足以胜过千人、万人的性命。可这个时候，秦颖却啐了一口唾沫，冷笑一声：“回来你马勒戈壁！”上官清一瞪，怒目而视，看向秦颖。秦颖嘴角一掀，道：“上官老贼，婉儿如今已经是秦家人，跟你们上官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回来，让婉儿回来继续受你们上官家欺辱吗？你他妈还是人吗？”上官清几乎是咬牙切齿，于他而言，秦颖才是必须死的那一个。秦颖，你找死！婵儿是你杀的，婉儿也被你蛊惑，你必须死！刹那之间，上官清体内的灵气猛然爆发，直达宁丹境中期的气息爆开，只见其一掌朝着秦颖盖压而去。这道掌印雄浑无比，诸多人退到了更远处，神色骇然，纷纷看向秦颖。上官清可是货真价实的宁丹境中期，秦颖能是上官清的对手吗？上官婉眸光猩红，欲要出手，秦颖嘴角微张：“我来。”上官婉眼中的猩红逐渐淡去。上官老贼，你算是有福了，婉儿好歹有你的血脉，揍你不合适，今天就让姑爷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配为人的父亲。众人惊呼：“好家伙，这也太倒反天罡了吧！”血气顷刻爆发，浩瀚的煞气令得所有人都脸色煞白，宛若坠入地狱之中。秦颖迈入化海境5重，尚还未检验自己的战力呢，如今正好拿自己这不是人的老丈人开刀。一剑落下，修罗便直接大开，气息瞬间暴涨数倍。只见得掌印被修罗剑一剑斩开，秦颖如同一道血线斩击而下。此刻上官清的脸色惊变，秦颖身上的煞气连他都感到了一股死亡的惧意。天罡拳，真正的地阶拳法，不过显然只是达到了入门的阶段而已，但好歹是地阶拳法，威力极其骇人，一拳轰出，虚空仿佛都被轰爆开来，有着层层气浪朝着秦颖涌去。可秦颖不躲不避，藏命剑点藏地，直接斩下，血气凝聚出了数十米的剑气，直接狠狠斩击在了拳影之上。这一刻，拳影直接爆开，秦颖自劈开的拳影之中穿梭而下，众人只感觉秦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无比恐怖的猛兽。太猛了，硬汉宁丹境中期的地阶拳法，甚至一剑劈开，势不可挡。天蝉幻影，秦颖的速度陡然加快，化作血色的残影，看不清方向，就连上官清都捉摸不清。上官清本就是强行凭借上官揽月从昆仑圣地送回来的丹药提升上来的境界，境界本就虚浮不已，怎么可能是秦颖的对手呢？啪！清脆无比的一道巴掌声响起，上官清的脸上结结实实的挨了秦颖一巴掌，牙齿全部打碎，整个人被扇得倒飞出去，重重的砸在了上官府的大门之上，大门轰然倒塌下来。众人眼皮子皆是狠狠一颤，狠，太狠了，对自己老丈人也下手这么狠，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一个狼人啊！秦颖可不管什么老丈人，一步上前，直接出现在了上官清的面前。上官清还未反应过来，怒目狂瞪：“秦颖，尔敢！”秦颖冷笑一声：“老贼，打的就是你！今天不把你打出翔来，你就不知道婉儿这些年究竟在你们上官家受了什么委屈。”啪！一巴掌狠狠甩出，不给上官清任何的反应时间。你这种人，猪狗不如，也配当父亲？紧接着又是一巴掌，妄图杀自己的亲姑爷，简直大逆不道。随后又是一巴掌，今天我就好好教育教育你，让你知道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啪啪啪！众人看的那叫一个目瞪口呆，这简直惨不忍睹啊！太惨了！堂堂上官家的家主，更是培育出昆仑圣地弟子的女儿，在众人眼中一向高高在上、无不敬畏的上官清，此刻被打得脸上肿胀无比，仿佛一颗血淋淋的猪头。秦颖，让我来吧！婉儿的声音缓缓响起。秦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看着已经没有人样的上官清，退到了一旁。上官婉儿落在上官清的面前，目光冷淡如冰。上官清几乎是爬着来到上官婉儿的脚下。婉儿，我知道错了，
这些年都是爹对不起你。你说的没错，我不配为父，更不配为人。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可以如此对待你？上官婉漠然地看着上官清，知道我上官婉没有爹，而你，我不会杀你，但这辈子我要你都在悔恨之中度过。我要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一步步地成为真正的强者，而注定我上官婉与上官家永世再无瓜葛。上官清眸光疯狂颤动，还希望能够让上官婉回心转意。只是下一刻，上官婉伸出一根手指，轻轻一点，却见得上官清体内的灵气疯狂溢散出来，一道血光穿透了其腹部。这意味着上官婉摧毁了上官清的金丹，上官清彻底沦为一个废人。既然你知道错了，那就尝尝曾经我被你们称之为废人的痛苦。上官清的双目涣散，对于一个修士而言，修为散尽意味着再也无法修行，这辈子只能沦为一个废人，这比死了还要更为难受。上官清宛若死狗一般瘫倒在地，已无人形。谁能想到如此狼狈不堪的男子，居然会是平日里威风凛凛的上官家主？而上官清唯能眼睁睁地看着上官婉与秦颖离去。我恨啊！上官清不断地捶打着地面，直至血肉模糊。若不是他掀起上官婉的丑陋容貌，认为上官婉乃是灾星；若不是他认为上官婉没有灵丹，从此之后只是一个废人，怎会沦落至此呢？上官婉明明是一个绝世妖孽，却被他亲手推出家门，否则他们上官家将不会是今日这般近乎惨状，而是一片兴荣。上官家若是走出2位天之娇女，天玄大陆之内，上官家足以称得上是第一家族。可这一切都被他自己亲手毁了，这辈子他都将在悔恨之中度过余生。上官家的事情在周遭不断传播开来，掀起一片狂澜。无数人惊呼感慨，上官婉的天资之可怕，出嫁不过短短1个月不到的时间，而且重回上官家却近乎毁掉了整个上官家，屠杀一众上官家高层，甚至连上官清也被废掉了金丹，沦为废人。上官婉曾经的第一丑女之名，而今彻底改变，不仅仅是容貌恢复之后，甚至让上官揽月都自觉不如，而今就连天赋似乎都不比上官揽月要差。不知道若是上官揽月知晓如今上官婉的天赋如此恐怖，会作何感想？离开上玄城之后，云船之上，上官婉的神色有些复杂。婉儿，怎么了？秦颖轻柔问道。打他的心底，自婉儿嫁给他的那一刻开始，婉儿就是他秦颖一辈子都不离不弃的女人了。看到婉儿如此，秦颖自然知晓上官家一行定然让婉儿心绪有些复杂。上官婉儿的血眸颤动起来，眼中有着泪花打转。想哭就哭出来吧。秦颖轻轻抱住上官婉儿的娇躯，呜哇哇哇，呜哇哇哇。这一刻，上官婉儿再也无法憋住，彻底大哭了出来。秦颖如何不心疼？足足隐忍了20年的委屈，在这一刻，终于宛若如释重负一般，彻底宣泄了出来。过了许久，上官婉儿才将眼泪哭干。秦颖，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没本事了？上官婉儿眼巴巴地看着秦颖。秦颖笑了笑，怎么会呢？20年来，你过的什么日子？我心知肚明，有些时候就该宣泄出来才好。上官婉儿的眼神逐渐坚毅起来，格外璀璨。我上官婉儿终于可以告诉世人，我不是一个废人，也绝不是小丑。这一刻起，我终于可以赢得重生。没错，这一刻开始，上官婉儿彻底换来新生，这才是属于他真正的自己。做自己。秦颖微微一笑，你放心，从今往后，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让你掉一滴眼泪。上官婉温婉一笑，我信你。秦颖，我们接下来去哪？上官婉知道，这一次出来绝不是仅仅去一趟上官家那么简单，想杀秦颖的人还有很多，而这些都足以对于秦家造成威胁。秦颖目光微眯，看向了东方血屠楼，也该去收他们命了。上官婉血眸冷淡下来，我陪你。血屠城，血屠楼。血屠城以血屠楼闻名天玄大陆。血屠楼作为天玄大陆的第一杀手组织，其规模极其庞大，拥有着数以万计的杀手，分布在天玄大陆各地。正因如此，血屠楼几乎没有人敢轻易招惹，就算是知道血屠楼杀人，也不敢报复。毕竟，一旦被血屠楼报复，无疑将迎来灭族之危。而血屠楼主更是一名真正的宁丹境后期的强者，足以傲视天玄大陆的绝大多数强者。此时已是半夜，夜空无星，城中却依旧灯火通明。
血屠城是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没有任何大家族坐镇，更无人管辖，因此血屠城也成为了诸多凶名赫赫之人的天堂。街道之上都是各种青楼的妓女站街，大多数人左拥右抱，整个城内混乱不堪。当然也无时不刻有着杀戮在城内出现，而谁也不知道两道人影进入了血屠城内，此刻正朝着城中心的血屠楼而去。血屠楼门前，数十名杀手在门口镇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化海境的修为，不可谓不强。而两道身影如今已至血屠楼门前。站住！血屠楼已经关门，若是有事，明日再来吧。数名杀手持剑挡住了两人的去路。只见得一双血眸缓缓抬起，一股难以想象的肃杀之气突然绽放。不等几名杀手反应过来，一道血色的剑气瞬间将几人穿喉斩杀。数名杀手捂着喉咙，鲜血直流，一命呜呼。其余20余名杀手的脸色顿时惊变，胆敢在血屠楼杀人，你们找死！这一幕也被自血屠楼外路过的众人看到，一时间众人纷纷头皮一麻。反了天了，居然在血屠楼杀人！难道不知道血屠楼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杀手组织吗？这两人是谁？居然胆子大到了这种无法无天的程度了！死！一道血色的残影在数十名杀手之间掠过，一切不过是电光火石之间，数十名杀手几乎是一致的割喉而死。足足数十名的杀手仅在数息之间全部惨死，这也太恐怖了吧！众人只感觉一股死亡之意笼罩而来。此刻有人认出来了秦颖二人，她是秦家少主秦颖，另外一个似乎是上官家的那位天下第一丑女。听说上官家高层在今日被两人近乎屠尽，上官清也被废了金丹，沦为废人。难不成他们这是想要灭杀血屠楼不成？疯了疯了！诸多人惊呼不已，一个个分外站立。杀至血屠楼，这可是天玄大陆这么多年头一回，越来越多人围观而来。而秦颖一步上前，直接一剑劈开了血屠楼的大门。血屠楼所有人都给我滚出来！我秦颖今日来此，只做一件事，屠灭整个血屠楼！屠灭整个血屠楼！寒意肆虐，响彻在整个血屠城的上空。这一刻，城内所有人都被惊动，一时间，无数人朝着血屠楼赶去。一股难以想象的肃杀之气弥漫在整个血屠城内。疯了疯了！秦家少主居然要屠灭整个血屠楼！血屠楼建立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从未有人胆敢杀至血屠楼，这个秦颖也太狂妄了吧！血屠楼主可是宁丹境后期，足以站在天玄大陆最为顶尖的一批强者之列了。他秦颖就算是再逆天，也不可能灭了血屠楼吧？血屠楼外，人群蜂拥而至，这可是一场惊天大戏啊，足以轰动整个天玄大陆。血屠楼是什么组织？天玄大陆第一杀手组织，而居然有人要屠了血屠楼，这不是疯子是什么？妥妥找死的节奏吗？血屠楼内所有杀手都被惊动，一时间有着成百上千名黑衣杀手从血屠楼内冲出，将秦颖二人死死围住。血屠楼的每一个杀手都经受了杀人考验，可以说哪一个人的手上没有沾染几十条性命。而整个血屠楼总部足足有着上千名杀手，这些人的肃杀之气齐齐爆发的一瞬间，围观之人都是感到头皮发麻。只是在这种肃杀的恐怖气氛之下，秦颖二人静静而立，甚至从秦颖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意丝毫不会逊色这上千人齐齐爆发出来的杀意。不少人都是眸光狠狠一颤，我怎么感觉比起这些杀手来说，秦颖身上的杀意要更为浓烈，上千杀手的杀意都不足以媲美秦颖一人的杀意。相比起来，秦颖更像是一个杀了成千上万人的杀人魔头啊！这世上怎会有人有如此恐怖如斯的杀意？这得杀了多少人？无数人浑身狠狠站立，感知到秦颖的杀意，竟是浑身冒出了冷汗，脸色发白。不敢想象一个人如何可以做到这般惊天杀意的。修罗圣体本就是杀道至尊，别说是这上千人，就算是整个天玄大陆所有血屠楼的上万杀手在此，都远没有秦颖一人身上的杀意浓郁。而与此同时，自血屠楼内一道嘶哑森然无比的笑声回荡开来。呵呵呵呵呵，秦颖，本楼主正想去亲自杀你，没想到你居然如此不知死活，自己找上门来了。这一刻，血屠楼的楼顶之上，一名黑袍男子伫立，负手而立，脸上有着一道交叉的狰狞疤痕，浑身上下亦是散发出一股渗人无比的杀气。秦颖缓缓抬眸，眼中的杀意直接锁定血屠楼主。血屠楼今夜之后将彻底除名。众人纷纷心脏一颤，狂，
太狂了，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人。血屠楼主可是宁丹后期，他不过是化海境中期而已，凭什么杀死血屠楼主？若是秦颖的修为并未倒退的，一个人灭掉整个血屠楼自然轻而易举。但如今他重修修为，先不说杀了血屠楼主，光是这上千名杀手就足以把他淹死了吧？众人自然不觉得秦颖可以灭了血屠楼。血屠楼何等庞然大物，屹立在天玄大陆数百年时间都无人可灭，秦颖仅仅2人，如何灭得了血屠楼呢？血屠楼主站在高处俯瞰而下，冷笑一声，狂是真的狂，但很快本楼主也会将你们碎尸万段，悬挂在血屠楼前以儆效尤，是吗？秦颖浑身血气统统爆开，修罗便瞬间开启，身后似浮现出一道血影，虽然模糊，但这一刻却宛若有一尊杀神降世。顷刻间煞气冲天，上官婉儿似心有灵犀一般，仅是一瞬，没有丝毫的犹豫，双眸化作血色的漩涡，头顶出现一道猩红无比的血月。这一刻，所有人都在此时失神。秦颖赶来血屠楼，自然有着绝对的自信，若他一人，自然不可能灭了血屠楼，但加上婉儿足矣了。血屠楼主毕竟是宁丹境后期，秦颖要杀的第一个人自然是血屠楼主，而且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瞬杀。血月浮空，深渊般的血月圣瞳直勾勾地凝视着血屠楼主。这一刹那，血屠楼主的浑身一颤，只感觉灵魂被禁锢住了。该死，这是什么东西？一道剑光划破天际，直斩血屠楼主而去。血屠楼主强忍着灵魂深处被吸取般的痛苦，手掌一握，一把鬼刃在手，一刀劈下，虚空爆裂，直斩秦颖而去。可此时的血屠楼主被上官婉儿分走了绝大部分的心神，根本无法专心施展出全力。修罗剑血光爆开，藏地直接斩去，刀光破碎，直斩血屠楼主。血屠楼主无法及时反应过来，只能下意识地侧身，左臂之上一根断臂直接掉落而下，鲜血狂飙。这一幕令得众人骇然失神，血屠楼主竟然被秦颖直接斩断一臂。血屠楼主发出痛苦的嘶叫：该死，所有人给我杀死上官婉儿！若不是上官婉儿那诡异的双瞳，血屠楼主岂会被分走大半的心神，更不可能被秦颖斩断一臂。此刻有些杀手已经清醒过来，欲要杀向上官婉儿，但也就是这刹那之间，自那血月之中，一道道猩红月芒冷冽如刀，顷刻间爆射而出，一道道身影在此刻瞬间倒下，身躯之上千疮百孔，极其惨烈。诸多人倒吸一口凉气，这真的还是那个传闻之中一无是处的天玄第一丑女吗？怎么跟一个女杀神一样可怕？还有，她那双眼睛究竟是什么？怎么感觉能够夺人魂魄？血屠楼主，你杀了这么多人，如今也让你尝尝死亡的滋味吧。秦颖一跃而起，欺身上前，直接来到了血屠楼主的10米之内。血屠楼主骇然失神，惊魂不已。秦颖的杀意宛若恶鬼袭来，哪怕是他杀了成千上万人，都绝对无法爆发出这般杀意。死亡瞬间笼罩其神魂，疯狂站立起来，甚至连鬼刃都似乎拿不起来了。这怎么可能？一边是血月圣瞳的神力猩红幻月，而另外一边则是秦颖修罗圣体的神力。两种绝世神力的笼罩之下，让血屠楼主此刻竟动弹不得。藏天！秦颖手中的剑高高举起，自血屠楼主的上空凝聚出一道血云，将其遮盖。血云撕开，宛若天穹撕裂，一道纯粹无比的血色剑芒从天而降。不，2个杂碎怎可能杀我？血屠楼主发出嘶叫之音，战力不止，瞳孔死死睁大。紧接着剑光落下，血屠楼主的肉身爆开，化作血雨爆射开来。这一刹那，所有人看向秦颖之时如同见鬼，众人骇然失色，站立不已道：血屠楼主死了，真的死了！卧槽，秦颖竟然一剑干死了血屠楼主，他还是人吗？血屠楼主死了！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之中，唯有那屹立在血屠楼之巅的黑衣青年身上。此时的秦颖身上沾染了血屠楼主猩红的鲜血，显得格外的狰狞可怕。这一瞬，所有杀手宛若失去了主心骨一般。楼主死了，快逃！快逃啊！此子不是人，而是一个恶魔。刹那间，无数的杀手瞬间暴走，纷纷朝着四处逃窜，整个血屠楼混乱不堪。有人挡路，血屠楼的杀手直接杀人，只有一个目的，逃离此地。秦颖一步落下，眼中布满惊人的杀意，
似乎内心之中深藏已久的杀意被点燃了一般。一道道血色的剑影划过，短短数十息的时间，上百名的杀手人头落地。上官婉儿驾驭猩红之月，血色月光疯狂射出，如同收割机般疯狂地收割性命。大约1刻钟左右的时间，血屠楼门口遍地尸体，唯有2个浑身沾满鲜血的人站在尸山血海之上，赫然是秦颖和上官婉儿。还有一名杀手装死，秦颖随手一握，直接将那名杀手死死扼住了咽喉，提了起来。杀手的眼中唯有恐惧，无与伦比的恐惧。别杀我，别杀我！秦颖没有理会，只是漠然地开口道：血屠楼的宝库在哪？指个方向。血屠楼宝库。还有一些尚未离去之人纷纷惊愕，秦颖不只是屠了血屠楼，还要劫了血屠楼的宝库。不过想想也是，血屠楼成立数百年，又是第一杀手组织，底蕴何其深厚。一个血屠楼的底蕴完全不输天玄大陆最为顶级的那些家族势力。在那里，杀手战战兢兢地指了一个方向。秦颖迈入了血屠楼内，很随着杀手所指的方向，很快进入了地下。一座巨大的石门堵住了去路。大人，里面就是血屠楼的宝库，可不可以饶？话音未落，咔嚓一声，杀手的脖子被直接掐断。这些杀手都是残忍嗜杀之人，死有应得。秦颖一剑斩出，将石门直接斩爆。映入眼帘的则是堆积在地的灵石，秦颖的眼前都顿然一亮。灵石堆积如山，恐怕不会少于上千万枚的灵石。啧，真不愧是血屠楼啊！秦颖不由一喜，现如今秦家想要壮大起来，缺一不可的便是灵石。这些灵石哪怕是给秦家100年都不可能积攒出来，而若是将这些灵石带回秦家，无需10年，秦家足以一跃成为整个天玄大陆的顶级家族行列之内。取出空间戒指，好在他的空间戒指乃是9位女帝赠予他的，空间足够大，把整个血屠楼装下都没问题。很快，灵石全部被秦颖收入囊中，粗略算来，足以1500余万的灵石，堪称一夜暴富。啧，果然杀人越货才是财富来的最快的办法。秦颖自然是不缺钱的，他身上随便一个地阶武技都可以卖出天价，更别说他还有天阶的武技。不过这些不能轻易拿出手，很容易被人盯上。但这些灵石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除此之外，宝库之内还有诸多灵器、武技，这些秦颖自然全都看不上。至于婉儿就更加如此了，自己还有女帝的传承呢，没必要让婉儿看这些垃圾玩意。就在秦颖疯狂将宝物收入空间戒指之时，一枚玉玺突然落入秦颖的眼帘之中。这是什么？秦颖直接拿起玉玺，玉玺之上有着9颗龙头，每一颗龙头宛若真龙现世，即便是秦颖拥有太古龙魂，此刻的脑海也不由狠狠一震，竟然有种撕裂之感。啊！秦颖突然抱头，让一旁的上官婉儿瞬间一惊。秦颖怎么了？上官婉儿不由询问，却见秦颖摇了摇头，没事。这种痛苦没有持续太久，秦颖动用太古龙魂之力将其镇压。只是这枚9龙玉玺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连太古龙魂第一时间都没能防御住。而就在秦颖好奇之时，他突然感觉到9龙玉玺之中传来一股波动之意，而这股波动之意极其强烈，似乎是来源自自己的血液，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我的血液似乎对其有所感应，为何如此？秦颖搞不明白，只能请教9大女帝。女帝大人，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似受到了什么刺激？南宫婉歌清冷的声音微微一沉，是血脉感应。秦颖不太明白什么是血脉感应。南宫婉歌继续解释道，简而言之，就是你体内拥有着特殊的血脉，而你这玉玺似乎与你体内的血脉颇为熟悉。这世上除了体质以及类似上官婉这种特殊的部位之外，还有一种力量也被称之为血脉之力，而你体内似乎就存在一股血脉之力。血脉之力？我靠！意思是自己不仅仅是拥有修罗圣体，还存在特殊血脉。一般而言，血脉之力来源于家族之内的传承，意味着此物应该是你祖上某位先祖之物。某位先祖之物？等等，秦颖懵逼了，他也没听说秦家先前有什么很牛逼的先祖啊，否则的话，岂会现在秦家只能龟缩在天玄大陆这种小世界之内？秦颖好奇无比地问道：我是什么血脉？很强吗？婉歌女帝淡淡道：不知道，你的血脉尚未觉醒，不过应该不弱，这股感应之力极其强烈，
纵然是太古龙魂，都第一时间无法压制。等你以后觉醒了，自然知晓了。秦颖，好吧，问了等于白问。不过有一点知晓的是，他的祖上必然是一位恐怖的大能，否则不至于太古龙魂无法第一时间镇压住。收起九龙玉玺，虽然秦颖还有不少疑惑，但九大女帝都未能给出答案，需要自己去寻找。只是不知道这九龙玉玺为何会出现在血屠楼里。不管怎么说，这九龙玉玺便是秦颖这一次血屠楼一行最大的收获了。血屠楼宝库之内很快被秦颖搬空了，什么都没剩下，就连灵石碎粒都被秦颖打包带走了，一毛不剩。离开了血屠楼，秦颖带着上官婉儿直奔古月商会而去。而今日之事注定将轰动整个天玄大陆。一时间，血屠楼被灭的消息疯传整个天玄，诸多人纷纷开始重新审视这位归来的曾经第一天骄。仅仅1个多月的时间，从筑气境重修，直接跨入了化海境。这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秦颖斩杀了血屠楼楼主，那可是真正的宁丹境后期。秦家也在众人以为即将没落之时，再一次高调崛起。众人都认为秦家的崛起之势已经势不可挡了。3年后归来的秦颖，似要比起3年前更为妖孽。至于上官婉儿，同样名动整个天玄。与此同时，也有2个超级大势力在此刻盯上了秦家。吴家、慕容家。吴家家主吴天端坐在高座之上，神色愤怒。家主，这件事肯定是秦颖干的，除了秦颖，谁能在化海境斩杀我们吴家3长老？3长老可是宁丹境初期强者。我觉得也是，秦颖让上官家高层几乎全部陨灭，更是屠戮了血屠楼，而他如今只是化海境中期啊。我们吴家已经得罪了秦颖，秦颖很有可能回来扫清后患，等其成长起来，我们吴家唯有灭亡。一时间，吴家之内众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了秦颖。毫无疑问，这件事除了秦颖，谁也干不出来。至今为止，还没听说天玄大陆出现了这么逆天的人物，能够越一个大境界杀人的。3长老以及吴凡、吴尘都是死在了秦颖之手。既然已经得罪了秦颖，按照秦颖的做法，很可能会灭了吴家，为秦家铲除后患。不得不防，家主吴天也必须做出抉择。吴天手掌狠狠一片，桌子化为了齑粉，怒笑一声，通知吴家所有人前往秦家，必须血洗了秦家。秦颖这个小兔崽子必须死。还有，请老祖出关，一同出征。吴天心知肚明，秦颖带来的后患太过可怕，必须在其成长起来之前将其扼杀。秦颖，我要你们整个秦家为我2个儿子陪葬，想好怎么死了吗？吴家的大多数达到了灵藏境之上的修士全部出动，赶往秦家，声势浩大无比。与此同时，慕容家主慕容觉起身，前方就是慕容家祖地，有请老祖出关，诛杀秦家秦颖。祖地之内震动，一股恢宏无比的灵气呼啸开来，这是宁丹境巅峰，差之1步便可迈入结阴境的恐怖气息。这等老怪物早已经是站在整个天玄大陆最为顶尖的强者了。随着慕容老祖出关，这一刻慕容家全部震动，诛杀秦颖，血洗秦家，为慕容副公子复仇。慕容觉神色阴沉，咬牙切齿道：秦颖，洗好脖子等我，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得罪我们慕容家的后果。而另一方，秦颖已经带着上官婉儿来到了古月商会之内。刚刚进入古月商会，紫月便是出现了。紫月嫣然一笑：公子等候多时了。秦颖的眉头微微一皱：你在等我？对方显然是有事要找自己。换个地方。紫月带路。不久，秦颖跟随着紫月来到了一处阁楼之上，阁楼内赫然坐着一个熟人，笑眯眯地看着秦颖2人。海老，你在等我？秦颖有些意外，毕竟海老是古月商会的会长，身份极高，却在这里主动等他。2位请坐。海老淡淡一笑，没有一丝威压，颇为和蔼。秦颖2人坐下。海老有事直接开门见山吧。海老笑了笑：秦公子，上官小姐，我就直说了。秦颖愣了一下，他们刻意掩盖了容貌，而海老却直接准确无比地道出了他们的姓。秦颖摘下了斗笠，露出了自己的真容。既然对方知晓了自己的身份，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上官婉儿也摘下了斗笠。海老怎么知道是我的？秦颖问道。海老笑了笑，平淡说道：我原本自然不知，不过1日前2位险些血洗了上官家，又在晚上屠灭了整个血屠楼，我便确定
公子便是传闻之中消失3年归来的秦公子了。毕竟慕容家和吴家的慕容天以及3长老都死在了公子之手，而当时的公子可是仅仅只有化海境初期而已，却斩杀了2位凝丹境初期。越一大境界杀人，天玄大陆之内似乎除了公子之外，还从未听说有如此逆天的人物。秦颖摸了摸鼻子，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海老不愧是古月商会的行主，目光敏锐，秦颖佩服。海老摇头一笑，以公子和上官小姐的天赋，哪怕是进入古天界也是逆天之资，想要认不出来都难。古天界是一处极为庞大的星界，星界之内有着诸多类如天玄大陆这种的小世界，而昆仑圣地正是古天界内的庞然大物之一，是古天界内无数修士梦寐以求都渴望进入的修行圣地。秦颖淡淡道：海老过奖了，我只想知道海老在这里等我们是因为何事。秦颖没有多少时间闲聊，他此次来古月商会是为了接下来离开天玄大陆前往古天界做准备的。海老的神色正色起来，直接开门见山道：既然如此，我就不拐弯抹角了。这一次我亲自过来是看到2位的天赋，想要邀请2位前往古天界参加古天界选拔。古天界选拔？秦颖皱眉。海老接着说道：古天界选拔是古天界内的36圣地为了选拔古天界内诸片大陆之内的天骄而设置的一场试炼。换句话来说，只要通过了古天界选拔，便可进入36圣地之中修行。闻此，秦颖的心中微微一动。当年他是直接被特招的进入昆仑圣地，因此自然不需要参与什么选拔。而这一次选拔可以直接进入36大圣地之中修行。36大圣地无论任何一个都是足以让整个古天界都震颤的超级大宗门。进入这些宗门，即便是垫底的弟子，未来走出宗门也必然足以在一方小大陆内称霸。这就是36大圣地的影响力。类如昆仑圣地便是36大圣地其一，而上官揽月凭借昆仑圣地弟子的身份，令得上官家一跃成为顶级家族，其地位也足以令得天玄大陆内的所有人都为之忌惮。不过有一个问题，秦颖问道：海老，你们古月商会不过是一个商会而已，怎么与古天界选拔有牵涉？海老淡淡一笑，耐心解释：很简单，我们古月商会是生意人，与36大圣地皆有利益往来，我们为他们选拔人才。同样的，如果有人被选拔上了，我们也会获得圣地的奖励。除此之外，我想要晋升进入古天界内做事的话，同样需要业绩，而这个业绩就是有关这次古天界选拔。秦颖恍然大悟，不过也是，古月商会据说在古天界内也是影响力极大的商会，而且他们开遍古天界，很适合做这种寻找天才的事情。古月商会也很乐意引荐天骄，这些天骄若是今后一旦成长起来，对于古月商会也是好事。拉拢了这种顶级天骄，对于商会的发展和稳定也有巨大的作用。若是能够拉拢一个未来足以成长为盖世强者的天骄，这可是无价的。2位都是绝世的妖孽，参加这一次的古天界选拔，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若2位选拔成功，进入圣地修行，我们古月商会可以免费让2位挑选一样宝物，当然仅限于古月商会的宝库之中的宝物，也算是和我们古月商会交个朋友，如何？秦颖的眸光一闪，免费挑选一样宝物，古月商会不说是古天界内的最强商会，但至少也能名列前几。宝库之中的宝物珍惜程度自然不必多说。正好他修行不死圣经，按照不死女帝的说法，需要一些顶级的炼体至宝，正好可以去古月商会碰碰运气。何况秦颖没有理由不答应，他正打算离开天玄大陆参加古天界选拔，毫无疑问是他进入古天界最好的跳板。当然没问题。见到秦颖答应，海老心满意足的一笑。此时紫月眉头微微一皱，走了过来，来到了秦颖和上官婉的面前，凝声道：秦公子，据我们所知，吴家和慕容家派出重兵，似乎正在赶往秦家的方向。噌！这一刻，秦颖猛然起身，杀意惊天，一股足以冰封天地的杀意席卷开来。吴家、慕容家，你们还真是想死想疯了！我没去找你们，你们反倒自己找上门来了。秦家上空阴云笼罩，压抑无比。秦颖此次出门所做之事已经传播天玄，秦未阳等人自然是知晓的。秦玄一脸惊愕的表情，随后振奋无比。颖哥太牛了，居然险些灭了上官家那些狗东西，甚至还和嫂子2个人屠灭了整个血屠楼。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颖哥一样优秀？秦未阳瞥了一眼秦玄，叹了一口气。秦玄无语道：爹，
你什么意思？你就这么不相信你儿子吗？我好歹是你亲生的。秦未阳又叹了一口气道，你若有秦颖1%优秀，我们这一脉也算是烧高香了。秦玄，这特么也太瞧不起人了。而就在这时，整个秦家突然震颤起来，犹如发生了大地震。一众秦家子弟纷纷脸色骇然，只感觉到天都塌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压得他们根本喘不过气来。怎么回事？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远处一道道云船驶来，遮盖住了整个秦家的上空，强大的气息笼罩而下。家主，是上百艘云船，看旗帜，好像是吴家的旗帜。不对，又有上百艘云船来了，似乎是慕容家的旗帜。这一刻，整个秦家陷入了无比的慌乱之中，一股恐惧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天啊，顶级家族吴家和慕容家怎么如此气势磅礴地来到秦府？据说不久前吴家的公子哥死了2位，还有慕容家3公子也死了，包括一名宁丹境的强者。他们来这，难道是……城内诸多人抬头看去，无比惊恐。如此巨大的阵仗，意味着这是要覆灭秦家的节奏。而联想起之前2大家族传出来的事情，恐怕与秦家的秦颖脱不开关系。毕竟只有秦颖才有这个实力斩杀宁丹境的强者。秦未阳走出，眼神沉重，直接开口问道：“2大家族，这是何意？”此时，吴天从吴家的云船之内走出，上千名吴家强者纷纷踏出，气势浑厚如山，镇压而下，压得有人几欲跪下，抬不起头来。慕容觉也从云船走出，2人对视一眼，便是明白了，皆是为了秦颖而来。让秦颖出来，否则灭了你们秦家！吴天冷冷一喝，充斥着肃杀之意，分明是没打算让秦家有人活着。不错，秦颖，你给我滚出来！杀我儿子，还有我弟，必须血债血偿！这一刻，杀意惊天。秦未阳也立刻明白了什么，而秦玄也浑身一震。这么说来，上次我和尹哥去上玄城，这些人都是尹哥杀的。我的妈呀！秦未阳神色凝重道：“秦颖不在秦府，如今这种局面，秦未阳也不祈祷秦颖归来。虽然秦颖在几日前灭了血屠楼，但是这可是2大顶级家族，也是不惧血屠楼的。”吴天冷哼一声：“我不管秦颖在不在，秦颖若是不在，那就先屠了你们秦家再说。我数3声，3声之后，所有人都给我上！今日血洗秦家，一个不留！”诸多人脸色惊变，谁都知晓，秦家这一次恐怕是真的死到临头了，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性。2大顶级家族动了极其强烈的杀心。3、2、1，吴天的3声落下。这一刻，有着上百名吴家弟子直接冲杀而下，其中还有一名宁丹境的长老。慕容家那边几乎相同，齐齐杀下，欲要将秦家灭亡。就在数百人杀下之际，一道血光乍现，如同惊鸿血光，在数百人之间穿梭而过。一瞬之间，数百人瞬间僵硬在了半空之中，随后鲜血如同暴雨一般抛洒而下，一个个全部沦为了尸体，速度之快，让人根本应接不暇。而直至在秦家的大门之上，一具黑衣青年持剑而立，其一旁则是一名绝色的少女并肩而立，不是别人，正是秦颖。这一刻，秦家众人心中纷纷一喜，如今这般，除了秦颖，谁也拯救不了秦家。远处，海老和紫月静静观看，紫月娇躯一颤，有着浑身发寒的感觉，哪怕是隔着极远的距离，也有一种被死亡锁定的寒意，好可怕的杀意。海老，确定我们不要帮忙吗？海老眯眼摇了摇头，既然秦公子没让我们出手，就不必出手了。若真到了万不得已，我自会出手。这样的万古天骄，海老自然也想看看秦颖是如何解决秦家的危机的。2大顶级家族，这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啊！少主，少主！秦家上下响起雷鸣之音。秦颖立在秦府大门之上，一双幽红无比的血瞳凝视着虚天之上的数百艘云船，那威压而来的气息似乎对于其没有任何影响，仿佛秦颖才是那个最可怕的人。秦颖，你杀了我2个儿子，还杀我们吴家长老，你可知罪？吴天大喝一声，灵气陡然笼罩开来。慕容觉同样眸子爆裂开血丝，你杀死妇儿，还有我天帝，你可知罪？2大家主同时压迫，这般威压十分可怕。诸多人也纷纷脸色苍白。秦颖归来，当真能面对2大顶级家族吗？呵呵呵，秦颖冷笑不已，我知罪你妈逼！卧槽！卧槽！
所有人大惊失色。这秦颖太刚了，太狂了，直接大骂两大家主。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认怂吗？吴天和慕容觉的脸色大变，愤怒滔天。身为顶级家族的家主，从未受过这种屈辱。接下来，一道寒音传彻9天，落入所有人的耳中。慕容家、吴家，我秦颖还没去找你们麻烦，本来打算放过你们，但没想到你们如此不知死活，居然想要灭我秦家。既然如此，你们两大家族也彻底除名吧。曹，这句话也太帅了，直接炸裂全场。这秦颖居然扬言要灭掉2大顶级家族，这可是顶级家族啊，简直无法无天了都。此刻，在吴家和慕容家有着数位凝丹境的长老彻底无法忍耐了，瞬间灵气浩瀚轰出，直接杀向秦颖。秦颖仅仅是灵气爆开，其气息直接来到了化海境7重。没错，灭杀了上官家的高层，再加上屠灭了血屠楼，吸收了诸多死气，他的修为再次突破2重，达到了化海境7重。一道剑光斩击而出，天地似乎在这一刻仅能看到这一道血光。随后，在世人眼中，几名凝丹境的长老在虚空中瞬间如同西瓜一般爆开，化作漫天的血雨，直接斩爆了。所有人都惊呆了，无法呼吸。秦颖立在原地，似从未动过，只是森冷无比的笑道：“两大家族不过如此，我秦颖杀你们如杀鸡狗！我秦颖杀你们如杀鸡狗！”一句话引爆全场，所有人都骇然失色，心脏狂颤。2大顶级家族9名凝丹境强者瞬间爆开，化成血雨。这一幕太过骇人，也太过匪夷所思。这真的是一个化海境7重能拥有的力量吗？当真可怕啊！此子是修罗将士，简直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恐怖魔头。死寂，一片死寂。秦家众人在震惊与狂喜之中不断交叉。太强了，少主简直强得令人发指。一剑斩杀凝丹境，真就如同屠杀鸡狗一般简单。这一刻，2大家主吴天和慕容觉的脸色万般凝重。如今亲眼所见，他们的内心也狂掀起一股悸动之色，更加让他们决定此子断不可留，否则对于2大家族将会有灭顶之灾。这一刻，吴天一步踏出，虚空都狠狠震动了一下，所有人脸色哗然一变。这赫然是货真价实的凝丹境8重的气息，凝丹境后期极其接近巅峰之境了，气息恐怖无比。而且吴家还是拥有着地阶炼体之法，肉身极其强悍。一言不合，吴天的上衣炸开，浑身的肌肉全部暴起，肌肤之上有着金光漫漫，一股由力量而引发的风暴直接呼啸开来。好可怕的力量，这就是吴家的地阶炼体之术吗？凝丹境8重再加上地阶炼体之术，实力上甚至完全足以堪比一名真正的凝丹境9重强者了。诸多人心颤，这种级别的强者，众人自然是几乎从未见过。很简单，他们不够资格。而今可以看到凝丹境8重的强者出手，对于他们而言，无异于是一场大地震，无比的震撼。秦颖虽然可以越境杀人，但是面对炼体之术的强者，一旦被近身，恐怕十分危险啊！啊！吴家主出手了！这一刻，咚的一声，天地都死在震荡起来，力量掀起层层气浪，汹涌骇然，朝着秦颖席卷而去。而秦颖立在原地，居然没有任何动作，就是如此，静静立着，仿佛被这股狂暴的力量震傻了一般。吴天咬牙切齿，目光爆开一道道血丝，怒斥狂笑道：“秦颖，今日我要将你一拳一拳的砸成肉末。”秦颖冷冷一笑，这一笑让人毛骨悚然。是吗？我好怕啊！这句话听着极为不适，这分明是在故意挑衅吴天，完全看不起吴天吗？身后的上官婉儿没有出手的意思，似乎极其相信秦颖。秦家众人心提到了嗓子眼里，因为吴天已经出手了。伴随着轰隆一声，吴天朝着秦颖如同闪电般奔去，每一步踏下，虚空都震荡一下，引起滚滚骇浪，十分恐怖。双拳之上，金光弥漫，瞬间绽开，如同一颗缩小版的太阳，耀眼无比，给人极大的视觉冲击。来到了秦颖的10米之内，众人的心头一颤。与炼体的午休近战，这是禁忌，实力如果相差不大的话，会被炼体活活碾压。吴天看着依然不为所动的秦英，冷笑一声：“金刚断体诀，金刚拳，去死吧，秦颖！”一拳砸下，如同山岳冲击而去，朝着秦颖镇压，不留任何的余力。给人的视觉冲击力
就像是秦影被这道金光璀璨的全影完全覆盖。死了死了！这个秦影太目中无人了，这可是地阶炼体术，宁丹境后期强者，一拳足以将其砸成稀巴烂。可惜了，人一旦太过狂妄，就容易死得快。众人纷纷惊叹，觉得秦影必死无疑。可这一瞬，吴天瞬间死死地定格在了原地，似乎僵硬住了。下一刻，拳头上的金光竟是从中间劈开，一道血色的剑芒竟是展开金光，顷刻间无尽的血气爆射而出，完全笼罩住了金色的拳光。秦影还在原地，似乎从未动过，而面前吴天的瞳孔死死睁大，双拳之上有着密密麻麻的血纹裂开，随后双双手臂直接炸开，化为一片血雨。这所有人都惊悚无比，汗毛倒立。炸了！吴家主的一双铁拳竟然直接被斩爆了，这可能吗？可事实就发生在眼前，让他们不得不相信。吴天爆发出痛苦的惨叫：啊！魔鬼！这一定是魔鬼的力量！我的手，我的手！对于吴家而言，双手就是最强大的利刃，如今双手失去了，等于被废了一半。秦影眸中浮现出冰冷至极的血芒，盯住了吴天，随后一只手直接抓住了吴天的脖子，死死扼住。我说了，今天你们来的所有人，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秦家，这就是你们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就先拿你这个吴家家主开刀吧！所有人都傻眼了，彻底傻眼了。顶级家族的吴家家主，如同像是一条死狗一样被秦影掐住，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他自然没有，踏入了化海境7重的秦影，即便是血屠楼主也可做到秒杀之，何况是吴家家主。再者说，秦影拥有修罗圣体81条灵穿，杀一个吴家家主如同杀狗。远处的海老和紫月都眸光荡动起来，海老更是不由感慨道：这世上怎有如此逆天之人啊！杀伐果断，肃杀之气似杀了100万人了。秦玄看到秦影提着吴天的身影，不由崇拜无比：影哥，你简直就是我的神啊！吴家家主算个屁，在我影哥面前不堪一击。秦家响起一片震动，犯秦家者，虽远必诛。吴天嘶哑的开口，吐着血沫，眼中终于是浮现出了一股恐惧之色。他害怕了，彻底害怕了。他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人是鬼，怎会有如此可怕的滔天杀意？你不能杀我，老祖还请出手！镇杀此子！这一瞬，自那吴家的云船之上，一股遮天蔽日般的气息笼开，这股气息远要是吴天的10倍不止。咚！天地震动起来，如同击鼓之音，震荡诸天。云船之上，一名白发苍苍却精神赫赫的老者走出，身上的气息俨然已经迈入了宁丹境9重。这是真正的宁丹境巅峰强者啊，站在了天玄大陆真正的巅峰。老者赫然是吴家的老祖，其缓缓开口，声音宛若山岳镇压，威压无双。小子，我吴震天给你2个选择，放了吴天，我可只杀你一人，留秦家其余人性命；第二，不放吴天，今日踏平你们秦家。所有人都骇然地看着秦影，他会如何选择？秦影却是不由冷声嗤笑道：老匹夫，选你马勒戈壁，你耳朵聋了吗？今天所有人都得死。至于吴天，因为你的这句话，死得最快。吴天的瞳孔瞬间睁大，感觉到了咽喉之中的可怕力量传来，眼珠子突出，机遇炸开，眼中唯有后悔，不该得罪这个魔头。下一瞬间，吴天的身体直接狠狠爆开，像是西瓜一般。这一幕，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吴天死了，吴家家主晕。这一刻，所有人都触目惊心。秦影就像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狂徒，吴家老祖出面，此子都怡然不惧，似乎在他眼中，这世上没有什么值得他害怕的东西。那可是宁丹境巅峰强者，脚一跺，整个天玄大陆都要震上一震。而他秦影却当面杀人。吴震天的瞳孔一缩：天儿，你居然杀了天儿，我要将你挫骨扬灰！吴震天咆哮出声，诸多人的耳膜都似要震裂一般。宁丹境巅峰强者一怒，其后果难以想象。秦影冷冷一笑，杀意愈发的沸腾：老东西，别着急，很快就轮到你。诸多人睁大着眼睛，差点咬碎牙齿。秦影的意思是还要杀吴家老祖吗？这怎么可能呢？宁丹境巅峰已经半只脚迈入了结阴境了，结阴境强者在天玄大陆这种地方足以完全称霸的存在了，1000个宁丹境巅峰都不是结阴境的对手。
就在这时，吴震天朝着慕容家的战船咆哮而去。慕容岩，你要坐着看戏吗？这一刹那之间，自慕容家的战船之内，一股似要焚灭一切的火焰升腾而起，高温灼灼，令得无数人都如欲融化一般。这就是宁丹境巅峰强者的恐怖吗？慕容岩老祖据说在年轻之时得到了一朵妖炎，因此这才带领慕容家成为顶级家族。妖炎一出，焚天灭地啊！众人纷纷颤动，脸色有些苍白。可怕的温度灼烧着虚空，将一片天地化为火海。慕容家族之人也纷纷退到了远处。这种强者的火焰不是他们可以沾染的。一名皮肤有些干枯的老者从战船内走出，体表之上沐浴着可怕的烈焰，轻轻一震，脚下的战船瞬间化为灰烬。整个秦家的上空压抑无比。两大老祖同时出面，只为诛杀秦家秦颖一人，这是何等的场面！慕容岩声音嘶哑：“小家伙，没想到你居然有此逆天的实力，居然斩杀了慕容天，的确是不错。可惜今日注定你不会活着，而我会将你焚成一片灰烬。这就是得罪我们顶级家族的下场。”面对两大老祖，秦颖却面色不改，依旧一脸的平淡，平淡的有些可怕。两大老祖的确是有些唬人，不过你们这两个老东西就这么确定能杀我？两大老祖都是天玄大陆的顶级强者，秦颖面对两人自然有些压力，但别忘了，他可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样拥有禁忌之力的妻子。这一瞬，上官婉的身后浮现出一颗冰冷的猩红之月，仅仅一瞬之间，所有人都仿佛被拉入了一片漩涡之中，处身于幻境之内。天哪，这是什么能力？隔着这么远，我都感觉自己好像出现了可怕的幻觉。上官家，包括血屠楼，都是上官婉这诡异的血月出现，哪怕是血屠楼主都被瞬杀。众人狠狠站立，秦颖和上官婉简直就是两个十足的变态，拥有着极其可怕的能力。婉儿，吴震天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就先交给你牵制了，最后让我来杀。秦颖淡淡道。上官婉缓缓点头，血月双眸直接朝着吴震天凝视而去。猩红幻月是来自真正神识层面的攻击，吴震天强大的是肉身，神识方面自然薄弱，几乎是被上官婉盯着的刹那之间，吴震天的双瞳便是直接变得空洞起来。随后双拳朝着面前不断的挥出，甚至一些吴家之人都不由遭殃，被一拳直接砸死。看到这一幕，众人忍咽了一口唾沫。秦玄更是激动的张牙舞爪：“嫂子，太猛了啊！”此时秦颖的一双杀戮之眸看向了慕容岩而去，嘴角微微一掀，露出一抹骇人惊悚的笑意。这一笑让慕容岩都感知到了一股死亡的威胁，但他是宁丹境巅峰强者，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莫非还能杀他？绝无可能。小子，你很狂，不过能死在我慕容岩的苍狼妖炎之下，是你的荣幸。苍狼妖炎，众人纷纷眼珠子一颤。苍狼妖炎，居然是苍狼妖炎！据说苍狼妖炎足以排进妖炎的前100之列，我很想知道秦颖该如何面对。众人纷纷触目惊心地看着慕容岩手掌摊开，随后掌心之中一道令得虚空陡然沸腾的残红色妖炎凝现出来。只见得天地间出现一道火焰狼影，狼影咆哮一声，吐出一团足有着数十米之巨的巨大火球，火球温度何其之高，所过之处尽皆焚毁。而秦颖居然不为所动，任凭炎风呼啸而来。少主，快躲开！秦家众人心提到了嗓子眼里，如此正面应对妖炎，只怕是要被彻底焚成灰烬。慕容岩冷笑一声：“焚成灰烬吧。”火球如同一片焚天火海，将秦颖所在之处全部吞噬在内，整个空间充斥着沸腾无比的烈焰。诸多人叹息一声，终究是太过自负了，谁说不是呢？妖炎之下，众生平等，只怕是灰都不剩了。秦颖是个人才，可惜的是面对的是慕容家的老祖，且是凶名无比的妖炎之威，这不死都没有道理。慕容岩狂笑不止，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也敢挑衅我们慕容家的实力，不过是自取灭亡，是吗？就在此刻，慕容岩的笑声戛然而止，随后表情变得僵硬，逐渐地浮现出一抹惊恐之色。这不可能！却见在那妖炎之中，秦颖竟是一步步走出，身上沐浴着一层金色的炎光，金色炎光极其闪耀，妖炎在其面前如同萤火与皓月之间的差距，不可比拟。区区苍狼妖炎，不过如此吗？不痛不痒。
秦颖走出妖岩的范围，屈指轻轻一弹，面前的妖岩瞬间散作漫天的火星。秦家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目光之中唯有崇拜，而其余人更是惊骇欲绝，不知道如何形容此刻跌宕起伏的心情。无惧妖岩，这也太过炸裂了！还有比这更难以置信的事情吗？慕容岩整个人傻住了，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妖岩在秦颖的神秘火焰面前狗屁不如。秦颖自然无惧，她可是拥有着金乌女帝的金乌火种，金乌女帝可是说过，拥有金乌岩足以不惧世间任何火焰。小小妖岩屈指可灭。秦颖眼神摄魂无比，夺人心魄。慕容岩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却见秦颖朝着慕容岩缓缓抬起修罗剑，下一刻一剑斩出，剑气之上燃烧着的是金乌岩，金光璀璨的金乌岩直接落在了慕容岩的身上。这一刻，慕容岩发出了凄厉无比的惨叫，随后整个人在火焰之中扭曲挣扎，不过10息的时间，一片灰烬洋洋洒洒的落下，堂堂慕容家老祖却被火焰活活烧成了灰烬，天地间再无任何的声音。与此同时，秦颖抬眸看向了吴家老祖吴震天的方向而去，死寂，整个秦家内外死寂沉沉。慕容老祖，宁丹境巅峰强者居然被秦颖活活烧死，这对于所有人的冲击，恐怕这辈子都永远无法忘记，太可怕了！这还是人吗？此时，一双血眸凝向了吴家老祖吴震天。吴震天剧烈的喘息，此时才从幻境之中清醒过来。可当他看到已经化为灰烬的慕容老祖，心中顿然狠狠一颤，惊悚无比。秦颖居然击杀了慕容老祖，这怎么可能呢？你杀死了慕容老祖！吴震天震撼出声，眼珠子顿然一缩，难以置信地看着秦颖。秦颖淡淡一笑，似乎对于他而言，这只是波澜不惊的小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慕容老祖只是开胃菜而已，还少了吴家老祖你这一道大菜。众人惊魂不已。秦颖将2位老祖比作是菜肴，这也太侮辱人了。吴震天当然知道秦颖的战力极其诡异，不可用境界衡量，但这也太恐怖了吧。其头皮有些隐隐发麻，心中升起一股寒意，甚至有种想要逃的感觉。上官婉儿那诡异无比的幻境攻击让他束手无策，再加上秦颖，他居然生出一股无力之感。秦颖，我吴震天势必有朝一日灭你们全族，有本事你永不离开秦家！众目睽睽之下，吴震天居然是直接后退，疯狂逃窜，欲要离开秦家。众多人瞠目结舌，堂堂吴家老祖居然退了，而吴家众人则是惊悚无比，哀嚎出声：老祖，带上我们！可惜现在的吴震天哪里能保住他们，自身都难保了。只是在吴震天欲要狂逃出去的瞬间，其面前出现了一道猩红之月，一道绝美的倩影，玉足落下，猩红之眸直接锁定了吴震天。早在一开始，上官婉儿就在提防吴震天离开，他自然知道吴震天若是逃走，秦颖不可能安心，所以吴震天必须死，你无路可逃。上官婉儿的娇音宛若冰霜般彻骨，幻境大开，直接让吴震天浑身一震。你！吴震天反应极快，一拳已经抬起轰出，就要轰向上官婉儿。而就在这一瞬间，一道剑光笔直斩落，直接斩断了吴震天的左臂。啊！吴震天发出惨叫之声，抱着断臂。秦颖一剑扫出，寒音震荡诸天。死！吴震天的脑袋被瞬间削飞出去，与躯体坠落而下，砸出一个深坑，血肉模糊。这一幕，所有人灵魂都在战栗。2大老祖啊，全部死在了秦颖之手。远处，紫月的美眸剧烈的荡动，发出一道娇颤之音。死了，2大老祖都死在秦公子之手，好可怕！海老的神情也久久无法平静下来。如此杀伐果断的心性，绝非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可以拥有的。此子的心性、手段以及天赋之可怕，远不是我等可以揣测的。势必倾尽一切，也要与其结为朋友，而并非敌人。成为敌人，会是什么下场？眼前便可以说明一切答案。秦颖回身，此刻唯有慕容家和吴家一众已经失魂落魄的众人，所有人都失去了战意。还打什么？老祖都特么死了，他们完全就是一群菜逼。怎么杀秦颖？秦颖一步迈出，来到了慕容觉的面前，寒眸凝视，慕容觉毫不犹豫地直接跪下，疯狂朝着秦颖求饶：秦大人，饶了我等愿意守护秦家，为秦家效犬马之劳。秦颖淡淡一笑，
犬马之劳是吗？慕容觉疯狂点头，什么都愿意做，我什么都愿意做。秦尹俯看而下，是吗？那么死呢？慕容觉的瞳孔死死睁大，啪！秦尹一巴掌拍出，慕容觉的脖子疯狂旋转，拧成了大麻花。至于其他人，秦尹自然一个都不会放过。这些人对于秦家都是隐患，是威胁。他离开秦家之后，绝不允许秦家受到半点的威胁，否则他离开也无法安心。接下来，慕容家和吴家之人全部殒命当场，两大家族从此刻开始可以宣布彻底除名了。而今日之事注定在天玄大陆之上引起无与伦比的轩然大波，秦家自此崛起之势将彻底势不可挡。谁能想到，归来仅仅1个多月的秦尹，从筑气境开始修行，竟然灭掉了血屠楼、慕容家、吴家这些顶级的超级大势力。天玄大陆要变天了啊！诸多人倒吸凉气，发出感慨。秦家很快就会成为天玄大陆的顶级家族。处理完一切之后，所有人被秦尹散去。秦尹回到了秦家，秦家所有人的目光都敬畏无比地看着秦尹。秦尹才是秦家的顶梁柱。主心骨！秦未阳呼出一口气，心中的负担彻底落下。秦尹，多亏了你回来，否则的话，三叔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秦尹淡淡道：三叔，从今往后没有任何再敢欺压在秦家头上，我说的。秦未阳自然相信，有秦尹在，秦家就不会亡。与此同时，一道云船来到了秦家的上空。秦未阳眸光扫去，顿时一惊，连忙行礼。秦未阳见过古月商会的大人，来者正是海老两人。海老连忙上前扶起秦未阳，甚至还对秦未阳万般的客气。秦家主不必如此，我们古月商会能与秦公子这等绝世妖孽成为朋友，是我们古月商会的荣幸。诸多人掏了掏耳朵，难以置信。古月商会显然是想要拉拢秦尹，可这也太客气了吧。海老道，今后古月商会与秦家就是朋友，秦家有难，我们古月商会第一个不答应。这句话的意思很明了，就是想要与秦家绑定，更是让秦尹放心，秦家与古月商会联手，秦家不会出事的。秦未阳欣喜万分，秦尹能与大人结识，也是我们秦家的荣幸。随后，秦家大摆宴席，开庆功宴，而吴家与慕容家被灭的消息，也在1日之间传遍整个天玄大陆。至于秦尹，早已经令人去抄了吴家和慕容家，两家的底蕴可是切切实实的顶级豪门的底蕴，足以让秦家在短时间内发生质变。其余时间，秦尹都在闭关，一是为秦家布置一座护族大阵，确保秦家在天玄大陆之内足以安然无忧；其二，则是炼制了大批的丹药，以供秦家子弟修行。大约半个月的时间，秦尹才离开了密室。离开密室之后，秦尹便看到了秦玄的身影。尹哥，你总算出来了。爹说了，今日是祭祖的日子，同时也是成年礼的日子，咱们快去吧。秦家祖地位于秦家的后山之上。3年前，秦尹刚满18岁，但却因为被昆仑圣地特招，因此并未参加成年礼。这一次归来，恰好赶上了成年礼，秦尹自然要去瞧瞧。带着上官婉，秦尹立刻前往了祖地。此时，秦家众人已经来到了祖地之内。当看到秦尹2人之时，眼神肃然起敬。秦尹数次拯救秦家于灭族之危，在秦家众人心中，他的地位比起家主秦未阳可都要高得多。少主、少夫人，秦家众人居然是齐齐跪下。秦尹缓缓抬手，神色平淡，众人这才起来。秦未阳上前道：秦尹，3年前你错过了成年礼，也好在这一次补上。秦尹点了点头。众人让开一条道，站在人群面前的是一群秦家刚满18岁的少年，风华正茂，这些人都要参加成年礼。按照秦尹的记忆，父亲曾说过，成年礼是每一个秦族子弟必须参加的，据说是先祖曾留下来的规矩。至于为何，秦尹并不知道原因。你们都是我们秦家的热血儿郎，如今都已经成年，按理来说已经可以成家立业。今日是祭祖的日子，同时也是你们成年礼的日子。按照先祖的规矩，你们都需要滴一滴血在先祖的祖碑之上，完成成年礼。来人，上刀！秦未阳目光肃穆，庄严郑重，每一个少年的手中都握着一把小刀。由秦尹率先带头来到了一座古朴且布满裂痕的墓碑面前，这正是秦家的祖碑。秦尹刀尖划过手指，一滴滴鲜血流在了祖碑之上。众人皆是好奇无比的看去，先祖立下这个规矩，显然不可能是平白无故立下的。只是
秦颖站立了良久，没有任何的反应。此时，秦颖勾动了九龙玉玺，想尝试看看是否有所感应。可惜的是，无论秦颖如何勾动九龙玉玺，都没有半点的反应。难道九龙玉玺不是秦家祖上之物？得不到答案，秦颖只能离开。接下来便是轮到了秦玄上场了。秦玄同样一刀划过，鲜血滴落在祖碑之上。就在祖碑滴入秦玄鲜血的瞬间，这一刻，整个后山居然狠狠一震，所有人皆是猛地一惊，还未反应过来，却见秦玄居然是指着祖碑裂了。祖碑裂了！秦颖也抬眸看去，眉头微微一皱，的确，祖碑裂开了，很快直接化为一地碎屑。这是怎么回事？就连秦未阳都是一脸懵逼的状态。秦颖正想搞清楚状态，在玉佩之中突然传来了一道颇为震惊的声音，是血脉觉醒。看来当时我果然没感觉错，就是这股气息。你这族弟应该要觉醒血脉了。这道声音赫然是金乌女帝的威灵之音。血脉觉醒，秦颖眉头一颤。女帝说过，这世上除了体质以及血月圣瞳这种特殊的部位之外，还存在血脉之力。而自己也误打误撞，因为九龙玉玺才知道自己也拥有神秘的血脉之力。而秦玄居然也拥有血脉之力。秦家的先祖吗？金乌女帝，小玄子是什么血脉？秦颖大为震惊。毕竟当时金乌女帝都感到熟悉，说明是金乌女帝的某位故人。秦家的先祖认识金乌女帝？秦颖的话音刚刚落下，却见得在那祖碑面前，秦玄浑身一震，自碎裂的祖碑之中，有着一道漆黑无比的气息涌入秦玄的体内。啊！这一刻，秦玄的表情极其狰狞，似是承受了极为可怕的痛苦。其双眸变得漆黑无比，似乎没有了眼白，唯有一片如墨般的漆黑。自其每一个毛孔之中，都流露出来一缕缕足以让人悚然的黑气。这股黑气让人内心深处产生无法压抑的恐惧。秦颖目不转睛地看去，只见一道道的黑色纹迹顺着秦玄的一根根脉络开始流淌开来。很快，其肌肤之上遍布黑纹，显得极其狰狞诡异，让人望而生畏。秦未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欲要上前，直接被秦颖一把拉住。三叔，小玄子应该在觉醒血脉，不要打扰他。秦未阳吃惊，血脉？什么血脉？随后，秦玄仰天咆哮，有着无穷无尽的黑暗气息疯狂涌出。这个秦家如同被一层厚厚的黑云笼罩住了，森冷压抑无比。最后，秦玄的身上的黑纹逐渐褪去，双眼也从漆黑之色恢复了正常。秦玄剧烈的喘息，随后双拳一握，朝着地面一拳砸出，地面瞬间震动，裂开一道足足有着10米之深的裂痕。诸多人悚然不已。秦玄虽然这1个月进步很大，但仍旧还是灵藏境后期的修为，还未迈入化海境，但这股力量却让秦未阳都眉头一颤。而此时，在玉佩之内，金乌女帝的声音才逐渐传出来，一种极为可怕的血脉，封魔血脉。这种血脉可以一念成魔，战力会在短时间内成数10倍的上涨。不过往往开启血脉之力会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处于一种半人半魔的状态，极其暴力。秦颖的眉头一皱，这么强，一念成魔，战力数10倍的上涨。就在这时，秦玄来到了秦颖的面前，激动无比道：颖哥，这是我的力量吗？我感觉自己现在强的有点可怕。秦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是吗？有多强？秦玄大笑一声，我也不知道，我就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量。颖哥，我有一个想法。秦颖道，说。秦玄眼神突然变得有些暴力起来，浑身有着黑纹流转开来。颖哥，我想跟你干一架，我感觉我可以和颖哥你一较高下。秦颖眸光一闪，嘴角一掀，你确定？我若出手，可会吃些苦头？秦玄突然变得有些发狂，狂笑起来，连表情都变得狰狞了，一副谁能干我极其欠揍的表情。颖哥来吧，我感觉我现在能打10个你。一旁的秦未阳眼皮都跳了一下，平日里不成器唯唯诺诺的小兔崽子，今天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狂了？还干10个秦颖，这特么的不得被揍得遍地开花。秦未阳正想阻拦，雪儿别胡闹。秦玄咬着牙尖，暴力不已道：老爹别管我，否则我连你一块干了。众人，这特么的大孝子啊！秦未阳，反了天了！秦未阳正想撸起袖子，秦颖却走了出来：三叔，你还是最好真的别出手，否则还真容易被这小子揍了。
到时候被族人看到了不好看。秦未央，秦玄狂笑不已。秦隐，哎，干死我！祖地之中，秦家众人呈现出一种颇为震惊的表情。怎么感觉小少主似乎有点癫狂，仿佛六亲不认？何止是六亲不认，小少主甚至要干家主，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这就算了，小少主甚至还想干大少主，小少主真的不怕挨揍吗？秦家族人纷纷表示叹息，毕竟秦隐的实力，所有人都有目共睹，那可是连2大顶级老祖都轻易斩杀的杀神啊！小少主这么嚣张的不像话，那不得被揍得满地开花，比大少主还狂得无法无天了。小少主怕是惨了。秦未央看着这个逆子，不由朝着秦隐道：“秦隐，给三叔好好的揍他，不必留情。”秦隐。另一边，秦玄身上有着黑暗的气息疯狂爆发出来，整个变得半人半魔一般，显得十分的癫狂，气息也与此同时疯长，境界直接突破了灵藏境，踏入了化海，甚至一步迈入了化海境的巅峰。秦隐也饶有意思地看向秦玄，这就是封魔血脉吗？的确有些意思，正好让我看看秦家先祖的封魔血脉有多强，居然能让金乌女帝都颇为惊讶。来，干我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秦玄暴喝一声，黑纹遍布全身。这一刻的秦玄如同化身一尊魔头，给人一种极强的心灵震撼之感。诸多人退到了远处，生怕被战斗的冲击波及。秦隐淡淡一笑，还真是嚣张的不像话，不教训你一顿，都不知道谁是哥了。来啊，有种你就干死我！秦玄咆哮一声，秦隐体内的血气顿时轰鸣，如同雷霆炸开，血气冲天起，没有动用修罗剑。而此时秦玄已经悍然杀出，平日里看起来颇为羸弱的秦玄，此刻却暴力如魔，一拳轰出，面前的虚空都齐齐炸开。诸多人脸色惊变，这般力量绝对不只是化海境巅峰的力量。秦隐甩了甩手，同样五指一握，一拳轰出，血气与黑气在这一刻碰撞在一起，双拳对冲，掀起一阵巨大的冲击波，就连脚下的地面都塌陷了下去。秦隐当然没有动用全力，仅仅是动用了20%左右的力量。第一时间，那股黑气气息冲击而来，秦隐便感知到了这股黑气的不同寻常之处，整个人犹如被吞噬在一片黑暗深渊之中，内心深处居然不自觉地感觉到一股足以令人灵魂战栗的恐惧之意。有点意思。秦玄狂笑一声。不过此时的秦玄双拳之上已经裂开了一道狰狞的血痕了，但是秦玄似乎没有任何的痛苦表情，依旧状态癫狂无比。没有痛觉吗？秦隐颇为有趣地望去，一片黑暗气息吞噬而来，眨眼间将秦隐所在之处全部笼罩在内。这片黑暗气息之中居然完全隔绝了所有的视线，也就是说完全如同一个瞎子，看不见半点光亮。除此之外，就连神识的感应似乎都被削弱了大半。这封魔血脉的强大程度让秦隐颇为意外，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同样远远超过了3年前自己的天赋。秦隐，今天我要把你干得屁股开花！秦玄狂笑不止，声音传彻在祖地之内。秦家众人的眼皮子都抽搐了一下。勇，小少主，这特么也太勇了啊！这是怎么敢说出这句话的？似乎已经预料得到接下来的画面了，只是黑暗气息笼罩之下，即使是众人也看不清楚在那片空间之内的场景。秦隐的嘴角微微一掀，封魔血脉的确很疯啊，把我平时乖巧无比的小玄子变得这么嚣张暴力啊！有必要好好教训一下了，否则今后岂不是不听话了？秦隐随手一握，血气如虹，看不见也不影响他。即便是不动用龙魂的神识，秦隐的神识也异常强大。在藏神渊内，虽然他无法修行灵气，但却不代表不可以修行神识。其神识早已经在藏神渊那混乱的法则之下，达到了颇为强悍的程度。秦玄的手臂直接被秦隐一把抓住，秦隐一脚踹在了秦玄的屁股上，随后就是一顿猛踹。秦玄的屁股直接是高高耸起，活脱脱像是2座小山峦，血气瞬间弥漫而出，将黑暗驱散，周围唯有一片血色，宛若一座血海深渊，笼罩住了秦玄。这一刻，秦玄的冷笑声响起：“秦隐，做我小弟吧，你不行。”祖地之内的秦未央差点被气笑了，这臭小子怎么突然狂得这么没边了都，简直就是一个大逆子啊！秦隐嘴角也微微勾动了一下，是吗？血气瞬间狂暴起来，如同被煮沸的沸水。这一刻，一股难以想象的恐怖杀气，仿佛将秦玄瞬间拉入了修罗地狱之中。这一刻，哪怕是秦玄被封魔血脉所影响，天不怕地不怕的心态，也在这股杀气之下被影响了，就像是坠入18层地狱，
根本无法控制的身躯在狂颤。而与此同时，一道恐怖的血眸出现在了秦颖的眼前。小玄子，你还不行，疯魔血脉也得在你颖哥面前乖乖的听话。一道血光射入秦玄的双眸之中，仅是一瞬之间，众人只听到了在血气笼罩的那片空间之内传来一道道的惨叫声，简直惨烈啊！不敢想象秦玄在其中有多惨。很快，血气散去，血气之中，两道身影浮现在了众人的眼前。眼前的一幕让众人不由一颤，却见秦玄的身上没有一处完好之处，到处都是淤青不说，脸都肿得跟猪头一样，再也看不出丁点刚才的那股无法无天的嚣张劲。秦颖拍了拍手，笑眯眯地看着秦玄：“小玄子，怎么样？现在还要干我吗？”秦玄浑身一颤：“干个毛线啊！”秦颖的一招一式都是奔着杀人去的，一个巴掌打在他的脸上，差点没把他的脑袋打成西瓜一样直接爆开。这是真的恐怖啊！即便是被疯魔血脉影响的秦玄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太他妈的不是人了。秦玄身上的黑纹消失，哀嚎道：“颖哥，真不怪我，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突然变得很暴躁，感觉全世界我最帅，全世界我无敌，你们随意。”秦颖，这疯魔血脉居然还这么自恋吗？秦未阳鼓掌走来：“干得好，你这个逆子，甚至连我都要打了。”秦玄嘟囔道：“爹，这能怪我吗？我也不想啊。”秦未阳没好气的冷哼一声：“等下再收拾你。”其余人成年礼继续。秦颖，你跟我来。祖地之中的祖祠内，唯有秦颖和秦未阳二人。只见得秦未阳取来一个黑色的盒子，这是你父亲离开前给我的东西，说是你回来之后交到你的手中。我知道你肯定很快就会离开，天玄大陆不是你的舞台。秦颖打开盒子，盒子之内只有一封信。打开信封，映入眼帘的一行字让秦颖神色猛然一变：“乙儿，其实你不是我的孩子。乙儿，其实你不是我的孩子。”秦颖的瞳孔狠狠一缩，无论是他的记忆还是周围的所有人都告诉他，他是秦家之人，是秦家的少主。可父亲留给他的信却告诉他，秦颖不是他的儿子，他不是秦家之人。这对于秦颖的冲击不至于是雷霆轰顶。既然他不是秦家人，那他是谁的孩子？继续看向信件：18年前，我曾经乃是昆仑圣地的弟子，后来一次历练之中，我遇到了你的生母，她是如此的高贵，用世上最美好的词都无法形容。当时你的生母怀你9月，又有重创在身，我便照顾了她，直至你的出生。你的生母将你交给了我，嘱咐我将你养大成人，而她并未说自己是谁，只说如今你们母子二人暂时无法相见，她有难言之隐。她交给了我一枚钥匙，让你有朝一日务必进入天道书院，书院之中有她留给你的东西。盒子之内的确有着一枚黑色的钥匙。秦颖将其取出，心中却第一次如此无法平静下来。也就是说，他不是秦家血脉，也难怪九龙玉玺会对秦家的祖碑没有任何的反应。而他的血脉也不是来源于秦家。至于他的生母让他进入天道书院，留给了他什么东西？秦颖心中有着万般疑惑。不过显然，想要解开心中的疑惑，必须进入天道书院。天道书院在古天界内是36大圣地之一，如同昆仑圣地一般，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秦颖倒是听说过，不过对于天道书院他的了解还是甚少，有必要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天道书院。既然他不是秦家之人，那么他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身世，还有自己的那位神秘母亲到底为何抛下自己。这一切都等着秦颖去解开谜团。秦颖合上信件，秦未阳察觉到了秦颖的心态波动，但并未过多询问。秦颖也没打算说，虽然他没有秦家的血脉，但秦家永远是他的家。秦颖的心绪复杂，在女帝口中也得不到答案，毕竟女帝也没看出来他的血脉是什么。想要知道这一切的答案，需要他自己去寻找。三叔，我很快就要离开秦家了，前往古天界。秦颖道出了自己的想法，神色坚定。秦未阳笑了笑，那是自然，以你的天赋，离开是迟早的事情。不过我有一个不情之请。秦颖道：三叔是想要让我将秦玄带走，一同前往古天界，是吗？秦未阳淡淡一笑：还是你聪明。秦颖回道：三叔，即便你不说，秦玄我也会带走。秦玄如今觉醒了疯魔血脉，留在天玄大陆也没有什么益处，唯有前往古天界才能发挥出秦玄最大的潜能。何况秦家先祖必然不是泛泛之辈，能与女帝结识，疯魔血脉的强大
毋庸置疑。更遑论秦颖与秦玄交手了，虽然说秦玄被他打得屁滚尿流，但不可否认的是，封魔血脉的强大足以跃进一战，只不过是自己太变态了而已。这件事不难，秦颖直接传信给了海老，让海老安排了一下。海老很快给秦玄安排了一个名额。大约5日之后，秦颖给秦家布置了一座大阵，即便是结阴境初期的强者，一时半会也无法破开这座大阵，留下了一些极品丹药。秦未央笑得合不拢嘴，极品丹药都是极品丹药啊，我们秦家何愁无法崛起，成为天玄大陆的第一家族，得到了2大顶级家族的底蕴，再加上这些极品丹药，不出3年，秦家必然登顶顶级家族行列。而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颖带着秦玄、上官婉直接离开秦家，恭送少主。秦家内外众人咆哮，秦家的危机暂时已经解除了，秦颖得以没有任何顾虑的前往古天界了。秦玄颇为激动，颖哥，真没想到我居然传承了先祖血脉，颖哥，我这是什么血脉？我真的感觉自己强得可怕，简直无敌。秦颖扫了一眼秦玄，是吗？秦玄打了一个寒战，嘿嘿一笑，除了颖哥你以外，我无敌。上官婉莞尔一笑，那我呢？秦玄苦笑一声，再加一个嫂子。秦颖淡淡道，这还差不多，你是封魔血脉，可以一念成魔，战力会呈可怕的倍数上涨。秦玄念叨着，封魔血脉，一念成魔，帅啊！如今秦玄颇为激动兴奋，前往古天界，他可是做梦都没想过。而今可以进入古天界内修行，意味着他今后也有机会成为强者。不过秦玄还算颇为勤奋，再加上封魔血脉的觉醒，如今他的境界已经来到了凝丹境初期了。至于上官婉儿，本就还有20年的月之精华还未炼化干净，更是达到了凝丹境中期。秦颖炼化了吴家和慕容家的死气，则是化海境8重巅峰。他还不着急突破，在突破凝丹境之前，他必须达到百川之境。除此之外，第1道修罗变神力之内浮现出了大约5道血气，这就意味着他如今的修罗变可以直接爆发出5倍的战力。修罗变越修行到后期，需要的死气愈发惊人，想要提升1道血气，就需要斩杀更强的强者。5倍战力已经足以惊人了，毕竟拥有修罗圣体，秦颖本身的战力也远超同境。与此同时，古天界昆仑圣地，一道冷傲无比的身影静坐，下一刻他的玉掌一握，掌心之中的白纸瞬间化作碎屑。秦颖，你该死！还有上官婉儿，你这个贱人，凭什么你可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天赋？我才是凌驾于你之上的人，你永远不配与我相提并论。此人赫然是上官揽月。上官揽月的脸色阴沉，眼中满是嫉妒、愤怒。在他看来，秦颖不过是一个他看不上的男人而已，如今却几乎毁掉了上官家，甚至天赋还超过3年前。至于上官婉儿，就更加不配与他相比。可此时的他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他一直以来都永远压在上官婉儿的头上，上官婉儿只是一个低贱的丑小鸭而已。可如今的容貌还有天赋都无疑在挑衅他。他不甘心。此时，一名锦衣华服的青年走到上官揽月的面前，露出一抹和煦无比的笑意，显然对于上官揽月爱慕无比。揽月圣女，这是这一次古天界选拔的名单，似乎有圣女的熟人。上官揽月接过名单，赫然看到了秦颖和上官婉儿的名字。这一刻，上官揽月的脸色万般的阴沉，浮现出一抹惊人的杀意。赵子龙宣布下去，谁能在古天界选拔之中杀死秦颖和上官婉儿，谁就可以直接进入昆仑圣地修行。另外，我还会赠予一部地阶中品的武技。赵子龙欣然一笑，圣女放心，这个秦颖不可能活着走出古天界选拔的。赵子龙离开之后，上官揽月五指一握，秦颖、上官婉儿，这一次你们必死无疑。秦颖一行人直接来到了古月商会，你们的名单已经呈报上去了，半个月后古天界选拔就要开始了。海老开口道，对于秦颖颇为尊敬。虽然海老是真正的结阴境强者，但是自从目睹了秦颖与2大家族一战那般血腥暴力的手段之后，海老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这年轻人一个字猛，太猛了，未来自己甚至连其背影都看不见，太过逆天。不过只要能拉拢秦颖，古天界选拔，秦颖若能顺利进入圣地，那么他也可以离开天玄大陆，前往古天界内的大商会之内。好，有劳海老了。秦颖淡淡道。这个时候海老的神色微微一沉，道，还有一件事和秦公子还有上官小姐有关。
秦颖看到海老神色凝重了几分，自然猜到了这件事恐怕对他不利。说，海老不卖关子，直接道：这几日有一些消息传来，据说昆仑圣地有一条悬赏发布。昆仑圣地？秦颖眯了眯眼，他对昆仑圣地没有半点好感和兴趣。不过有悬赏发布，看样子应该和他有关。海老继续道：悬赏令已经传到了诸多参加古天界选拔人选的耳中，据说只要杀了你和上官小姐，就可以直接进入昆仑圣地，还有一部地阶中品的武技。秦颖咧嘴一笑，还真是下血本了啊！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呢？海老摇头，这个没有透露出来，只是悬赏发布了，对于你们这次古天界选拔很不利。海老神情颇为凝重，他自然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毕竟他还要靠着秦颖提升自己的业绩。秦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上官揽月，你这个贱人，还真是一次次的挑衅我的底线啊！到现在还不愿意放过我儿。不错，他的答案就是上官揽月。昆仑圣地要他的性命可以理解，不过以昆仑圣地这种超级大势力，不可能按着来，就算是要他性命，也可以直接来拿。只有上官揽月，因为昆仑圣地再怎么要杀他，也不可能知道上官婉儿，更不会下这种悬赏要婉儿的性命。除了上官揽月，还能是谁？这一刻，秦颖的眼中有着惊天的杀意涌现出来。海老，我们直接启程吧。秦颖不打算逗留，按照海老的意思，前往古天界选拔，路上需要10天。好，一艘与普通云船不同的新船驶出，前往古天界选拔，需要穿越浩瀚星海，云船自然无法承受星海之中的星空风暴，只有这种新船可以。登上新船，紫月呈上来了一本册子。秦公子，这是这一次参加古天界选拔各地的名单以及参选之人的实力综合排行。秦颖取来名单，大致的扫视了一眼，进入前50名的大多数都已经迈入了结阴境初期。我去，还有结阴境啊！秦玄瞟了一眼，不由一惊。海老淡淡道：这些都是来自古天界各地的天之骄子，其中不少在古天界内都是名门望族，实力非凡。虽说可能不比圣地，但有些家族除了圣地之外足以称霸。这一次古天界选拔可是古天界最大的盛事，各个顶级家族王朝都盯着这一次古天界选拔，自然不乏有一些绝顶的天骄。不过古天界选拔足足有着3000个名额，再加上有些天资不错之人，即便是没有进入前3000名，若是被圣地看中了天赋，也有机会进入圣地修行。秦颖虽然没有参加过古天界选拔，但也大概了解一些。古天界选拔都是最顶级的天骄，整个古天界的绝世天骄都会前往，需要在25岁之下能有结阴境的天骄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一次古天界选拔足足有着数十万人参与，规模之庞大，不得不让人唏嘘不已。小玄子怕了？秦颖挑眉道。秦玄一笑，怕个毛，跟着颖哥混，谁来干谁。秦颖淡淡一笑，觉醒封魔血脉之后，小玄子的性格的确变化很大，狂的不行，每一句话都非常狂。至于秦颖没看到自己的名字，想来也是，自己连名单境都没迈入，怎么可能进入前列呢？不过他的战力可不是用境界来衡量的。收起册子，秦颖看向海老，海老，天道书院你觉得如何？海老看着秦颖道：很强，曾经36大圣地，足以名列前3。不过近些年天道书院有些落后了。秦颖问道：为何？海老笑了笑，天道书院招收弟子不同于其他圣地，天道书院据说是看眼缘，顺眼之人才会被天道书院招选，所以天道书院的弟子数量相较于其他圣地，弟子数量更为稀少一些。但能够加入天道书院的个个都是人才，不说天赋异绝，至少各有长处。20多年前，天道书院的院长据说宣布闭关，至今没有再出现过，因此天道书院最近的排名有所下降。从海老的回答之中，秦颖有些意外，天道书院招收弟子居然是看眼缘，意思是天赋再强没有眼缘一律不要，倒是有些意思。只是不知道母亲在天道书院到底留给了他什么，他很好奇。我知道了。接下来秦颖开始修行，打算在古天界选拔之前好好巩固一下修为。最重要的是，如今藏命剑典虽然很强，但他觉得还不够强。藏命剑典毕竟是地阶下品的武技，这一次古天界选拔必然有着不少地阶武技，还不够。
需要更强的武技。很快，秦颖在女帝赠予自己的武技之中开始寻找。挽歌女帝的清冷之音响起：“你如今的修为已经有修行真正天阶武技的能力了，虽然还无法发挥出天阶武技的真正战力，但哪怕是1%也完全足以了。这部剑典名为九转杀神剑典，适合你如今修行。”秦颖看到了自己面前飘起来一本剑典，赫然是九转杀神剑典，天阶下品剑典，同样是主杀伐的剑典。就它了。9位女帝大人，婉儿适合什么武技？秦颖向玉佩之中传音。婉儿虽然拥有着猩红幻月，但猩红幻月属于神力，消耗一次十分巨大，基本上释放一次猩红幻月就会陷入虚弱的状态，战力大打折扣。因此，她也想给婉儿选择几部合适的武技。极阴女帝笑罗罗的媚然至极的声音传来，这还用说喽，当然是神识类型的武技。秦颖眉头一挑，神识类型的。旋即，玄阴女帝的天籁之音轻柔道：“诸天创世神曲之中收纳了诸多的音律类型武技，这些都是神识类型的，十分契合上官婉儿的血月圣瞳。何况凭借着血月圣瞳及其特殊的幻境攻击，还能让这些曲谱多出一股幻境攻击的力量，会更加如虎添翼。若非是本帝无法走出葬神渊，否则的话，本帝倒是不介意收其为徒。”秦颖一拍脑袋，旋即明悟过来：“对啊，玄阴女帝就是极其擅长神识攻击的无上强者，而音律攻击就是神识类型武技最完美的选择。只要不是近战，完全可以隔着空间瞬杀对方，十分强悍。”至于秦玄，秦颖也选择了几部特殊的武技，而这些武技都与修行魔道有关。毕竟秦玄的封魔血脉走的就是魔道，一念成魔。选择完武技之后，秦颖径直走出。婉儿，这些都是有助于你血月圣瞳修行的灵气，你看你喜欢哪一个？秦颖手掌一扫，面前赫然出现了诸多灵气，这些灵气都是玄阴女帝送给她的，暂时秦颖还没有可以用得上的，其中有古琴、古筝、箫、长笛等诸多类型。婉儿眸光璀璨，自这些灵气之中选择了一件玉笛。我喜欢玉笛。秦颖将灵气收起，淡淡一笑，很快筛选出了数道地阶上品的笛曲。这时上官婉儿难以置信地睁大美眸，眼前居然都是地阶上品的武技。地阶上品，上官婉儿自然是听都没有听说过，其中甚至还有天阶的武技。上官婉儿一时间惊得难以形容此刻的心情。都是给你的，别觉得贵重，这种级别的武技我有的是。秦颖淡淡一笑，别说是天阶的，哪怕是天阶之上的，他也不是没有。上官婉儿美眸轻颤，有些难以遏制的震惊。秦颖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些足以让无数强者都争得头破血流的地阶、天阶武技，在他的眼中似乎一文不值。秦颖让上官婉儿专心修行笛曲，旋即找到了秦玄。此时的秦玄手握一把长枪，身上有着一股暴力的气息涌现出，正在修行。哈哈，迟早有一天我要击败尹哥。谁要击败我？一道寒音传来，秦玄瞬间手中的长枪掉落在地上，整个人浑身一颤，嘿嘿一笑：“尹哥，你听错了，我说我这辈子都不是尹哥你的对手。”哪怕是被封魔血脉所影响，秦玄也一点都嚣张不起来。没办法，秦颖带给他的阴影实在是太可怕了，每一招一式都让他有种死亡扑面而来的感觉。秦颖淡淡一笑：“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秦玄苦笑一声：“尹哥，这个梦想不能有，你太吓人了，我算是发现了，跟你交手是真的要命。”秦颖拍了拍秦玄的肩膀，随后丢出了几本武技。秦颖看着手中的武技，整个人都石化了。过了许久，方才是爆发出狂笑之声：“卧槽卧槽，跟着尹哥混才有前途啊！这些都是地阶武技，地阶武技啊！小爷我要无敌了！”接下来的时间，秦颖在星船之内专心修行九转杀神剑典。杀神二字，显而易见，同样是只为杀人的武技，出剑必要性命。终于在抵达古天界选拔之地之前，秦颖将九转杀神剑典的第一转修炼完成，一剑瞬杀，一剑杀出，秦颖都有点刹不住车，仅仅是眨眼，便是闪现至100米之外。星船的地板之上，还有着一道清晰可见的剑气裂痕。海牢走了进来，整个人惊呆了，因为星船的地板可是用的极其特殊的万古沉木来打造的，哪怕是结阴境的强者都不可能一剑刺穿地板，但这一道剑痕实在是太明显了。秦颖的实力已经强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了吗？这也太逆天了。海老与秦颖对视，秦颖眼中的惊天杀意
不自觉地露出，海老甚至喉结一滚，仿佛下一刻就会被秦颖秒杀。海老，秦颖收剑，表情恢复平静。海老淡淡一笑：“秦公子，我们已经抵达了选拔城了。选拔城顾名思义，自然是为了古天界选拔而专门建立的城池。”好，走出房间，放眼望去，有着无数的星船在上空飞落，这些都是来自古天界内的各处的天之骄子，都是来参加这次古天界选拔的。36大圣地的同时选拔，使得其成为了古天界内近日最为火热的城池，没有之一。络绎不绝的人群，有人驾驭星船，有人骑乘妖兽，一股强横无匹的气息传来，整个选拔城内火爆无比，热闹非凡。秦玄与上官婉也走出了房间。秦玄眸光一闪：“我去，这座城池也太大了吧！天玄大陆最大的天玄城，规模也不及其一城吧？”哈哈，我秦玄终于要在这里大放光彩了。尹哥，我觉得我现在强得可怕，我能一个打10个，不100个。秦颖抬眸看了一眼秦玄，天晴了雨停了，你又觉得你行了？秦玄与秦颖对视一眼，整个人都不好了，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不，尹哥你除外。海老，我们进去吧。秦颖开口。海老点了点头，随后到了城门处进行登记。登记弟子看到秦颖的名字之时，眸光微微一闪，你就是秦颖？眼神古怪，不过却也没有当面为难秦颖什么。而一时之间，秦颖来到了选拔城的消息迅速传开，选拔城内瞬间热火朝天，似乎有着不少人都在寻找秦颖。海老没有进入选拔城，按照规矩，不参加选拔的不可进入选拔城内。海老看着秦颖的背影，神色凝重。子越问道：“海老，秦公子能进入36大圣地吗？”海老摇头，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悬赏令，光是成为昆仑圣地弟子的奖励，就足以让无数人想要秦公子的性命。先活下来吧。秦颖进入选拔城，诸多不怀好意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同时也有大量的贪婪眼神落在了上官婉的身上。上官婉戴着红色面纱，即便如此，无法掩盖住上官婉的绝美鲜颜。哟，如此绝美的俏美人，这是要去何处？不如陪哥哥我喝一杯。一道修长的白袍青年拦住了三人的去路。秦颖眼中一股冰冷至极的杀意，一瞬间就锁定在了青年的身上。下一刻，青年瞬间定格在原地，随后一块猩红色的舌头被直接切割了下来。不会说话，就这辈子都别说话了。秦颖悠然的声音响起，直接令得所有人打了一个寒战。舌头落地，青年满口鲜血，这一幕着实让所有人都神色惊骇。此人的实力是宁丹境后期啊，什么时候被割掉舌头的？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秦颖出手，好像秦颖连宁丹境都还不是吧？他只是化海境后期而已。妖术，肯定是动用了什么妖术。诸多人都是头皮发麻，因为他们谁也没看到秦颖出手。只是化海境真的有这般实力吗？青年虽然不算来自什么大家族的世子，但其也算是来自名门望族，何时受过这种屈辱？我要杀了你！青年咆哮一声，虽然声音十分不清楚，但也能听出大概的意思。秦颖看都未再看青年一眼，干！这个时候，一双黑气笼罩的拳头瞬间轰向了青年的面门，赫然是秦玄。秦玄直接把青年的牙齿全部轰碎，青年仰头倒下，随后秦玄直接骑在青年的身上，一拳接着一拳地砸在青年的脸上。诸多人都纷纷色变，这是哪里来的土著，居然如此的野蛮吗？秦玄身上充斥着一股戾气，就你丫的调戏我嫂子是吧？你算哪根葱，也配调戏我嫂子？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连我尹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丑不拉几的。今天小爷不把你揍成肉泥，小爷跟你姓！周围之人纷纷道：选拔城内不允许杀人，这小子是往死里揍啊！要是此人死了，到时候选拔城内的执法队就会出面，直接剥夺选拔名额。选拔城内禁止杀人，这是明文规定，不可违背，但不代表不可以正当防卫。秦颖进入选拔城之前，早就将选拔城的规矩了解得清清楚楚。小玄子，行了，收手吧。秦玄这才停下了手中的拳头，身下的青年可谓是惨不忍睹，血肉模糊，脸上已经看不出人样了。尹哥，我很不爽，我想干死他。秦玄一脸不爽地说道，似乎还没打尽兴。秦颖也不由一笑，秦玄觉醒疯魔血脉之后，的确变化很大，太过暴力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甚至还十分的自恋。
秦颖走到了青年面前，幽冷无比的寒眸凝视着青年。诸位都应该听到了，是此人要杀我。我若杀他，理应来说算是正当防卫吧，所以我杀他很合理吧。咻！双指合并，一道血光如剑削出，旋即一颗人头直接滚落出去。这一幕，所有人眼珠子都几欲爆裂出来。死了！这小子真干啊！这里是选拔城，居然敢当众杀人！此子完了，听说昆仑圣地内的某位大人物对其下了悬赏令，别忘了，城内可是有着由36大圣地组成的执法队，昆仑圣地执法队可是从一开始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的。众人的眼神几乎都将其当作死人一般看待，但秦颖丝毫不理会众人，甚至将青年身上的东西扒走了。我去，颖哥，比起你来说，我还是差一丢丢啊！你比我还凶残。秦玄看着地上的无头尸体，自叹不如道。秦颖拍了拍秦玄的肩膀，你也表现不错，最近有所长进，不辜负哥教你做事的道理。秦玄被夸奖了，嘿嘿一笑。就在这时，一股强悍如山的气息瞬间笼罩而来。秦颖的脚步一指，自然是知道来者不善，而且光从这股波动就可以感觉出对方不是宁丹境，而是结阴境的实力，达到了结阴境，神识也发生了蜕变，远远要强于宁丹境10倍不止。站住！我是昆仑圣地执法队的周泰。一道厉声呵斥而来，雄浑的劲风让周围人都哗然色变，不敢上前，一个个都是纷纷同情地看向秦颖。秦颖还要如何收场？难道不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想要他的性命吗？居然还不知道收敛，反而当街杀人，简直太无法无天了。执法队啊，这应该就是昆仑圣地的执法队大人了，这些可都是昆仑圣地的正式弟子，哪怕最弱的都已经达到了结阴境的修为了。秦颖怕是死定了，违背选拔城的铁律，昆仑圣地执法队必不可能饶恕他。一时间，众人纷纷眼神期待，似已经看到了接下来秦颖凄惨的画面了。秦颖转过身来，一双血眸凝视着执法队的人，却不紧不慢道：有事吗？没事的话，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这诸多人瞠目结舌，这也太狂的没边了吧，居然说执法队浪费他的时间。身为昆仑圣地的正式弟子，在这里有着天然的高傲之气，怎可能受得了这种目中无人之语？秦颖，你难道不知道选拔城内不可杀人？你如今杀人了，跟我们走吧。周泰冷冷一喝。秦颖双手一摊，笑了笑，选拔城内的确不可杀人，但没说不可以正当防卫。他要杀我，我还不能杀他。周泰冷笑一声，谁能证明他要杀你？在我的眼中，可是只看到了你要杀他。在场的诸位，有人可以证明吗？不错，我也没听到他要杀秦颖，而是秦颖生性凶残，直接斩杀了对方。人群之中有人直接起哄，我也看到了，是秦颖违背了选拔城的律法，公然杀人。周泰冷笑，秦颖，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来人，将他们3人全部拿下。秦颖当然猜到了这般结果，不过龙魂感知之下，他也同样感知到了周围还有其他圣地的执法队队员。他倒是不慌，昆仑圣地再强也不是一家独大，36大圣地各自互相争锋，不可能让昆仑圣地一家说了算。再者说，36大圣地互相争锋，时间之漫长，有着诸多大大小小的恩怨千疾。秦颖并未说话，而是静静地立在原地。反倒是秦玄身上有着黑气涌现出来，一脸不服之色。颠倒是非黑白，我去你大爷的！昆仑圣地是吧？小爷照样干你！秦玄表情变得怪异起来，有着黑纹在全身若隐若现，一股戾气呼啸而出。诸人色变，这丫的疯了，连昆仑圣地也要干。秦颖一把握住了秦玄的肩膀。就在这时，在人群之中，一队人缓缓走来，一道轻佻的娇音响彻在人群之中。慢着！有人直接认出来了来者，这是天道书院的执法队。秦颖也同时落目望去，映入眼帘的为首的是一个女子。天道书院的执法队为首之人正是一名身穿白衣的女子，一副男子的装扮，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遮掩其独有的气质，容貌也如白雪一般，足以令人沉沦。居然是天道书院！天道书院虽然有执法队，但几乎很少管城内的事务，大多数都比较佛系。这下子麻烦了，天道书院的弟子数量远不及其他圣地，但据说天道书院的弟子个个都有着古怪无比的脾气。是啊，就算是其余圣地弟子众多，也未必想和天道书院的弟子交锋。四面八方诸多声音传来，皆是颇为震惊。毕竟
天道书院在36大圣地之中颇为独特，独特之处就在于天道书院招收弟子从不看天赋，只看眼缘。如此就算了，关键是天道书院的各个弟子都相当有性格。就例如眼前的这位女扮男装的女子，显然就十分的特立独行。洛琉璃，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此子当众杀人，违背选拔城的规矩，这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事情。周泰的神色之中也有一丝忌惮，书院的弟子不得不令其忌惮，特别是这个洛琉璃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洛琉璃轻轻一笑，是吗？话都让你们昆仑圣地说完了，呵，不代表你们昆仑圣地说的就是权威。我可亲眼看到，分明是那人先说要杀了秦颖的，秦颖杀他自然是正当防卫喽。秦颖看去对于这个洛琉璃倒是生出了不少的好感，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洛琉璃可不像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啊，似乎在其那看似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一道随时可以出鞘的利刃。小弟弟，跟我们走吧。洛琉璃直接无视了周泰怒不可遏的表情，直接朝着秦颖说道。秦颖抱了抱拳，多谢琉璃师姐了。秦颖旋即带着秦玄二人朝着天道书院执法队的方向走去。可就在这时，一股呼啸的劲风瞬间狂袭而来，诸多人纷纷变色，却见周泰直接五指成爪，朝着秦颖的后背抓去。这可是真正的结阴境的修为，一瞬间诸多人的脸色有些苍白起来。爪痕落去，虚空刺啦一声，发出刺耳的声音。秦颖自然是感觉到了，正打算出手，一道鬼魅般的影子从他身前掠过，一股幽香之风传入鼻息之间，而这道身影正是洛琉璃。速度之快让秦颖都微微一愣，这般速度即便是自己全力释放天蝉幻影也绝对远远不及，快到模糊，连影子都难以用肉眼看到。一瞬间5根手指头瞬间断裂，而洛琉璃的身影此刻似回到了原地，似乎从未动过。只见得周泰直接抱住手掌，我的手指，我的手指。这一刹那，不知道多少人骇然失色，心中震颤不已。周泰眸中崩开一道道的血丝，盯着洛琉璃。洛琉璃，你竟敢袭伤我们昆仑执法队！洛琉璃却云淡不惊，依旧一副较为慵懒的模样，道：昆仑执法队又如何？按照规定，执法队做错事，其余圣地有权出手制裁。这5根手指头就算是警告了。这无数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天道书院虽然以书院为名，但绝不是一群弱书生，这也太猛了，完全没有将昆仑圣地执法队放在眼里。你，周泰欲言又止，看到洛琉璃那人畜无害的笑容，周泰瞬间心中浮现出一股恐惧，再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洛琉璃浅浅一笑，我要带走秦颖，还有谁有什么意见吗？意见？谁敢有？昆仑圣地执法队的周泰都惨遭断了5指，谁要有意见，怕是自寻死路。我们走吧。洛琉璃转身，秦颖3人紧随其后。路上众人纷纷让开一条道，不敢阻拦。对于秦颖而言，这样的天道书院似乎颇有意思。关于天道书院，他虽然让海老给他介绍了一些，但了解的还不算太多。如今见到秦颖，无疑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来到一座客栈之外，洛琉璃转过身来，双手负在身后。选拔还有3日的时间开启，这3日时间，你们便在这里住下吧。多谢师姐。敢问师姐，为何帮我？秦颖突然问道。洛琉璃正打算离开，脚步一止，回眸看向秦颖，笑道：你觉得呢？秦颖，你还未来到选拔城之前，就已经在选拔城引起轩然大波了。听说还是昆仑圣地的新圣女要你的性命，你说我不该好奇吗？何况我们天道书院一向只讲眼缘，方才见你第一眼，我看你还不错，人长得挺帅的。秦颖淡淡一笑，一点也不谦虚，师姐有眼光。洛琉璃浅笑，脸皮倒是一点也不薄。多谢师姐夸奖。秦颖笑道。洛琉璃转身离去，留下一句话：不过在选拔开始之前，你们还是先想想怎么在选拔城内活下去吧。秦颖看着对方的背影，嘴角微微一掀，倒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这个洛琉璃看起来温润如玉，但实则内里藏刀，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必然是雷厉风行，绝不会半点的心慈手软。而似这样的有趣的性格古怪之人，在书院之内仿佛比比皆是啊。他这见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至于母亲与天道书院有什么关系，还需要自己进入天道书院再说。秦颖的眸光逐渐眯起，眼中浮现出一抹惊人的血气。上官揽月，我刚刚进入古天界，你便送给我这份大礼，你说
我该如何报答你？一时间，秦颖进入选拔城的事情疯狂传开，而天道书院的洛琉璃甚至因为秦颖斩断了昆仑圣地周泰五指的事情也迅速传播。还有3日的时间，古天界选拔才会正式开始。古天界内的无数天骄陆陆续续地进入选拔城内。秦颖并不打算出门，不过他也知道，即便是不出门，想杀他的人会用尽一切方式逼他出门。既来之，则安之。若有人非要寻死，送他一程又何妨？就在秦颖在紧闭双眸修行之时，客栈外的一座擂台之上，突然响起了一道咆哮之音：如我可以，如我嫂子，你们踏马找死啊！秦颖缓缓睁开双眼，这道声音显然是秦玄的声音。客栈外，一座擂台摆设于此，而在擂台之外汇聚了大量的人群，这些人显然都是奔着秦颖2人而来的，否则这座擂台也不会专门建立在此处。秦颖和上官婉的性命足以让他们踏入昆仑圣地修行，光凭这一点足够让所有人为之心动。而此时秦玄直接破门而出，他的客房就靠近街道的方向。一道道戏谑不已的声音不久前在窗外传来：上官婉这等人间尤物，若是春宵一刻，岂不爽哉？哈哈，想起他那樱桃小嘴，倘若吹箫，快活似神仙啊！而这一刻，秦玄从天而降，直接重重地踏落在了擂台之上。秦玄身上弥漫着浑厚无比的戾气，这些黑暗的戾气不断翻涌而出，双眸很快如墨一般漆黑。魔气，此子修炼的乃是魔气。这世上存在以灵气为主的修士，也存在魔修。魔气也是灵气的一种，不过是灵气之中极其特殊的一种，只有魔修才可以修行。感知到秦玄身上冲天的煞气，有人不自觉地浑身发颤。刚刚是哪个王八蛋侮辱我嫂子？给我滚出来！秦玄大喝一声，魔气汹涌滚滚而出，整个人变得十分诡异，令人不寒而栗。此时有人冷笑一声：区区一个宁丹境3重而已，怕他作甚？不错，此子与秦颖走得很近，他若一死，秦颖难道还能龟缩着一直不现身不成？秦玄与秦颖是一伙人，如今秦玄现身，众人自然不愿意放过这种好机会。一旦杀了秦玄，那么秦颖必然现身。而在人群之中，一道手缠绷带的身影，眼神冰寒：秦颖，你注定活不到古天界选拔开始的那一天。此人正是周泰，而这座擂台自然是周泰命人建立在此处的。与此同时，数道身影站出，这几人赫然都是真正的宁丹境中后期的气息，气息不俗。哟，你想替上官婉出气啊？刚刚就是我们。不过，你确定要和我们一战？你可知道，选拔城虽然禁止杀人，但唯有一个地方可以允许死亡，那就是这座擂台之上。上了擂台，可就生死勿论了。几人含笑一声，故意激怒秦玄。秦玄被疯魔血脉所影响，如今浑身充斥着戾气，暴力一喝：少他妈的废话！你们几个全部自己滚上来，我要打你们所有人！这一句话令得众人纷纷脸色一变。没想到秦颖如此嚣张就算了，这个秦玄也如此嚣张的不像话，简直太狂了。秦玄渴望拥有力量的这一天太久了，秦家危难之时，他却沦为林玉龙的贱童，受尽屈辱。而他一直以来将秦颖当作是一座自己仰视的大山，自己绝不能给颖哥丢脸。你确定？几人神色一喜，这小子已经失去了理智一般，像个疯子一样，简直就是自寻死路。秦玄暴喝一声：婆婆妈妈的，来啊，干我！4道身影直接一跃而上，落在了擂台之上。踏入擂台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真正的生死战了。其中一名尖嘴猴腮的青年含笑道：真是有种，不过区区宁丹境初期，你敢挑战我们4人，简直是找。声音还未落下，猛地身体一僵，其面前一道黑影重重叠叠，继而一双漆黑无比的双瞳盯着他的双眼，一掌直接抓住了青年的双肩，刺啦一声，却见得青年的身体瞬间被手撕开来，鲜血溅了秦玄一身，使得秦玄更加的恐怖。诸多人纷纷失色，表情惊变，他竟然手撕了一名宁丹境中期之人，这太恐怖了吧！这是人吗？还是一尊拥有着滔天之力的魔兽？一步迈出，擂台咚的一声，他陷下去一处。紧接着，一道凶猛的黑暗风暴袭来，直接笼罩住了另外3人。3人神色陡然惊变，不敢有半点的大意，但周围却突然陷入了黑暗之中，看不见丁点的光亮。下一刻，3道身影的腹部被直接洞穿了，而秦玄的手中握住了3颗温热的心脏，
甚至还在跳动。猛地一掐，直接爆汁。操！这特么猛的不像话，这才是凶魔。秦玄脸上溅满血液，森冷一笑：“还有谁？都来干我！”目睹这一幕，宁丹境中期修为的自然全部退后，这不是找死吗？谁敢一战呢？秦玄爆发血脉之力，实力足以暴涨10倍不止。何况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会显得极其暴力。这一刻，颇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旋即，几名宁丹境后期的青年踏上了擂台。这一次，足足9人，9名宁丹境后期，灵气爆发的瞬间，如同海潮呼啸开来，覆压在秦玄的身上，欲要将秦玄压垮。哈哈，今天我要杀个痛快！秦玄大手一握，一道黑暗流光缠绕的长枪在手。9名宁丹境后期的强者同时杀出，纷纷祭出自己的看家本事，不会有半点的留手。唯有将秦玄逼至绝境，才有可能逼出秦隐。他们的目的不是秦玄，而是秦隐。擂台之上，武技天花乱坠，秦玄枪影凶悍，根本不顾身上被武技轰中的伤势，像是一个不要命的亡命狂魔，似乎没有任何的痛苦。短短百息的时间，3名宁丹境后期的天骄被秦玄一个砸中身体，直接爆开，一个刺穿身躯，鲜血如注，最后一个劈开胸口，器官一地，十分惨烈。但与此同时的是，秦玄的身上也相当惨烈，有着一道道的血洞，左肩之上血肉模糊，可见白骨；双腿之上血肉炸开，不忍直视。但即便如此，秦玄仍然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依旧如同一尊没有感觉的疯魔。疯了吗？这是什么不要命的打法？台下的众人纷纷头皮发麻，这种打法太变态了，伤敌1000，自损800，跟不要命似的。最后6人全力杀出，6道足以致命的武技杀出，直接就要将秦玄震杀于此。就在这时，一道血光从天而降，几乎是一瞬之间，灵气全部炸开，一道萦绕着强烈血气的黑衣身影站在了秦玄的面前。隐哥，我没给你丢脸吧？秦玄朝着秦隐一笑，牙龈上都是鲜血。看着秦玄身上血肉模糊的模样，秦隐的眼中唯有今天的可怕杀意。没有，你做得很好，这些人一个都不会活着走下擂台。血气冲天，这一刻如杀神降世。擂台之上，秦隐浑身萦绕血气，如同沐浴着鲜血而来，似有一股血腥味弥漫在虚空之中，令得诸多人浑身一颤。秦隐将秦玄送下了擂台，上官婉扶住了秦玄。秦隐自然第一时间就感知到了人群中的周泰，擂台摆在此处，多半就是周泰搞出来的鬼。同样的，人群外远处，秦隐还感知到了洛琉璃等天道书院弟子的气息。周泰冷笑一声，五指欲要收紧，却发现手指已经断了，其眼中布满杀意。秦隐，若不是因你，我岂会断五指？圣女大人要你的性命，今日你必死无疑。远处洛琉璃身边有一位天道书院的弟子道：琉璃师姐，咱们要出手吗？周泰肯定是报复秦隐，此处鱼龙混杂，宁丹境后期巅峰之人更是不在少数，秦隐恐怕凶多吉少。任凭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么多人都想要秦隐的性命，进入昆仑圣地，哪怕是一个唾沫都足以将秦隐淹死了。洛琉璃眸光流转着异彩，淡淡道：不必出手，他还不是我们天道书院的弟子，若他能活下来，或许可以招入天道书院之中。擂台之上，秦隐傲立，双眸血红，一股惊人的杀意涟漪开来，令得虚空都陡然凝固下来。面前还有6名宁丹境后期的强者，看到秦隐登台，一个个露出狰狞的笑容。秦隐，你可算舍得出来了。既然登上了擂台，你应该知道生死勿论了。只要杀了你，我们就可以直接成为昆仑圣地弟子了。一个个眼中布满杀意，谁都想要杀死秦隐。秦隐只是淡淡开口，这么说来，这里杀人执法队也管不了了。哈哈哈哈，你以为呢？今天你就让人准备好棺材吧，送你上路，是吗？青年的话音还未落下，一道悠然无比的寒音突然在他耳膜之中炸响，一股令其浑身血液积郁冻结的寒意袭来，几乎是一瞬之间，一颗人头直接滚落下来。这厮，所有人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快，好快！我根本没有看清，他只是化海境后期，怎么秒杀一名宁丹境后期的？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假的吧？其余5人反应过来，感知到了一股杀意，瞬间锁定了他们，让他们浑身的汗毛竖起，毛骨悚然。
一起出手。此子的身法怪异，手段凶残，不可给其各个击破的机会。5人之中，一人大喝一声，5人瞬间灵气全开，但一道寒音紧接着响起，晚了，都得死。一道血色的剑光落下，只见得一道血影在擂台之上穿梭。5人还未出手，还保持着方才出手的姿态，可所有人的眼珠子都急于从眼眶之中爆出，却见5人身体直接僵硬在擂台之上，而在他们的脖子上，脑袋全部不见了，全部被一剑削飞了脑袋，全都死了。这一刹那，所有人都感觉他们看到的不是人，而是来自地狱的杀神。机遇窒息，周泰的眼珠子狠狠一颤，不可置信地看着擂台上的秦颖，这绝无可能，一个化海境后期怎有如此瞬杀宁丹境后期的实力？操！周泰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忍不住的直接大骂。而在远处，天道书院的洛琉璃也眸光一闪，其身后的天道书院弟子浑身也轻轻一颤。师姐，我怎么感觉你在这个境界，速度也未必有他快？洛琉璃最强之处就在于身法，速度之快远超同境的其他天骄。可众人头皮发麻，感觉洛琉璃在化海境后期，恐怕也没有这么可怕的速度吧。洛琉璃先是惊愕，随后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有点意思，这样的人才，我相信青衣师兄肯定会喜欢的。杀人不眨眼，可不像是一个20岁的小家伙。现场一片的死寂，周围没有任何声音，一切太过迅速，秦颖带给众人的震慑无以复加，如同雷霆轰顶，久久无法回神过来。秦颖冷笑一声，就这种废物吗？也想杀我？我知道，我的命现在很值钱，你们之中应该有很多人想要我的命吧？别急，想要我的命的，一个个上太慢了，全都上来吧，排好队，我一个个送你们去西天。这众人神色一震，秦颖这是想要挑战所有人吗？疯了！虽然他能斩杀宁丹境后期，但在场可是来自古天界的无数天骄，其中宁丹境巅峰的不是没有，而是有着大把的宁丹境巅峰。这些人可都是极其接近结阴境的强者，这秦颖不要命了吗？居然狂到这种程度！周泰此刻冷笑出声，狂吧，越狂死得越惨。这自然是他想看到的，秦颖越狂，想要杀他的人自然会纷纷上场，秦颖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话音落下的刹那，只见擂台之下瞬间引起了一片轰动。好狂妄，虽不知你用什么手段居然能斩杀宁丹境后期，但你终究只有1人而已。不错，我等杀你易如反掌。不知天高地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闯，找死！秦颖扫视所有人，说完了吗？可以滚上来了吗？我没时间陪你们玩，这特么谁能忍受的了？诸多人纷纷破口大骂，随后只见得有着数十道宁丹境巅峰的身影来到了擂台之上。不过是擂台太小，不然还有更多人要登上擂台。秦颖扫了一眼，还有吗？擂台之上，众人冷喝道：秦颖，你别太狂，死得快！唰！一道血光惊起，那名开口之人直接裂开，成了2半。诸多人此刻心脏狠狠颤动起来。秦颖血眸凝视着所有人，是这样吗？的确死得很快，但别急，到你们了。话音落下，一股如同血海般的杀气疯狂铺开，直接笼罩住了整个擂台，惊世骇俗的杀意完全爆开。修罗变！如今施展修罗变，秦颖足以爆发出自身5倍的战力。女帝说过，修罗变的强大之处在于可以不断成长的增强战力。顷刻间血海沸腾，一股无穷的杀意笼罩住了所有人。而也就在这一刻，秦颖消失了。几乎与此同时，所有人慌了。没错，秦颖消失了，毫无征兆的那种。擂台之上，数十名宁丹境巅峰脸色皆是一变，谁也没想到秦颖会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消失。最关键的是，秦颖的速度怎么会快到这种程度？台下，周泰的神色一变，甚至就连他在这一刻都没有看到秦颖的身影。而在远处，天道书院的弟子脸色皆是一变，琉璃师姐，秦颖去哪了？为什么连我们都看不到秦颖的身影？是啊，哪怕师姐你的速度快若闪电，但好歹能感知到一股劲风呼啸而来，可此子消失的几乎无影无踪。洛琉璃的清透的美眸微微眯起，露出一抹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不是速度太快，而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武技，足以隐匿自己的身影，达到让人完全看不到的程度。洛琉璃修行的就是身法，自然能看出来秦颖消失的原因不是速度，
而是能够隐身的武技。有趣。事实上，秦隐的确不是因为速度够快，而是可以隐身的武技名为无影诀。这是一部地阶上品的武技，属于身法一类的。早在前往选拔城的路上，秦隐便挑选出来了这一部武技。天蝉幻影虽然足够快，但毕竟是地阶下品，已经有些不适配秦隐现在的实力了。而这一战，他正好以此拿这些人的性命来试验一下无影诀。几乎是刹那之间，数道人影毫无征兆的爆开，身上都是出奇一致的被大剑直接洞穿。这一幕着实是令得所有人都大惊失色。这怎么打啊？对方直接消失了，他们连出手的方向都没有。诸位不要惊慌，此子肯定是动用了怪异无比的武技，可以隐匿自身。我们全力朝着四面八方出手，我就不信了，轰不中此子。有人直接提议。下一刻，众人灵气爆开，一个个朝着四面八方出手，武技狂轰滥炸，希望能够将秦隐炸出来。但无论如何狂轰滥炸，总是有缺口的。而接下来的画面令得在场所有人都浑身颤抖不止，一道道身影纷纷倒下，鲜血狂溅而出，一道在虚空中划过的血光，宛若收割机一般，疯狂收割着在场之人的性命。这些宁丹境巅峰的天骄，宛若无头苍蝇般，彻底丧失了所有的战意。这尼玛根本没法打，他们都是宛若是待宰的羔羊，等待着秦隐的屠杀。杀宁丹境巅峰，简直如屠鸡狗。我们认输，不要再打了，秦隐收手吧。你赢了，我们退出战斗。这时，一道幽寒至极的寒音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膜之中。现在认输，晚了。你们说的嘛，上了擂台，生死勿论，可没有说认输可以不死。寒音肆虐，几乎冻结了每一个人的血液般，浑身狂颤。快下擂台！剩余10数名宁丹境巅峰天骄转身就想要朝着擂台之下冲去。只要冲下擂台，秦隐没有理由出手杀他们。但秦隐岂会放过他们？既然选择要杀他，那么自然要做好被反杀的准备。一剑瞬杀，这一剑快到出奇，如同一道血光，笔直地穿过每一个人的胸口。随后，在众人的眼中，唯一能看到的便是那些宁丹境巅峰的天骄全部定格在原地，如同时间静止。继而，胸口鲜血喷涌而出，出现一道碗大的血洞。这一刹那，所有人都表情僵硬，骇然欲绝地看着擂台之上的画面，犹如地狱之景。而秦隐的身影最终浮现出来，立在一开始的位置，似乎从一开始就从未动过分毫。可当众人看向秦隐之时，眼中唯有深深的惊惧之意。化海境后期，却做到了瞬杀数十名宁丹境巅峰天骄，甚至秦隐的身上似乎滴血未沾。这特么是魔鬼！草！他一人之力，在短短百息不到的时间，瞬杀了30多位宁丹境巅峰啊！我怎么感觉谁上去谁就要死啊？这世上怎会有如此变态之人？即便是那些最为顶级的天骄，恐怕也不过如此吧。擂台之下，周泰的脸色暗沉无比，咬牙切齿，心中疯狂大骂：废物，一群废物啊！秦隐立在擂台，血色浸染的双眸犹如死亡的凝视，扫视全场。还有谁想要上来送死？还有谁想要上来送死？这特么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谁敢上去一战？那不是找死吗？宁丹境巅峰可都是被他砍瓜切菜一般虐杀啊！而达到了结阴境，根本无需因为一个昆仑圣地弟子的身份而灭杀秦隐。他们那些人已经是站在了古天界选拔的最顶尖的层次，必然可以进入圣地修行。许久，没有任何的声音响起。秦隐转身背负双手，既然没有，那都滚吧，没必要在这里丢人现眼。转身离去，带着秦玄二人直接回到了客栈之内。这一夜注定无法平静下来。秦隐刚刚来到选拔城不过1天的时间而已，造成的轰动却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整个选拔城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隐的名字。一人整整击杀30余名宁丹境巅峰，光是这般战绩就足以称作传奇。周泰的目光暗沉无比，他没想到一个化海境后期竟会变态如此，但他的杀心仍未熄灭。秦隐，你必须死！你死了，圣女若知道是我干的，同样会加赏我。洛琉璃明眸一闪，嫣然一笑：我回去通知青衣师兄，青衣师兄肯定会喜欢这小家伙的。天道书院的弟子眸光期待，面前似浮现出那道青衣身影，伟岸如山。青衣师兄，可是我们天道书院的传奇人物，他真的会来吗？若是青衣师兄真的来了，那么这一届古天界选拔可就太有意思了。
客栈之内，秦颖给秦玄服了一颗疗伤丹。秦玄的伤势大多数都是外伤，一颗疗伤丹下肚，几乎10息之间恢复了七七八八。我靠，帅啊！颖哥你简直太帅了，那一剑直接秒杀所有人。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这么帅？秦玄一脸崇拜地看着秦颖。秦颖笑了笑，你小子注意分寸，虽然封魔血脉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你的战力，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理智，而且你的实战经验实在太弱了。起来，这客栈内有一座练武室，你跟我来。秦玄浑身一颤，颖哥这是干啥？秦颖嘴角一掀，你不是一直想要干我吗？秦玄欲哭无泪，别吧，这特么跟找虐有什么区别？而且跟颖哥打要的是命。2日之后，擂台一战，再无人敢小觑秦颖，更别说挑战秦颖。如今秦颖在选拔城内还传开一个更为可怕的名号——杀神，一人之力瞬杀30余名宁丹境巅峰强者，不过是刚刚进入选拔城不久，便是已经让人闻风丧胆。而今日将是古天界选拔正式开始的日子，诸多人将秦颖的事情抛之脑后，对于他们而言，更为重要的则是顺利进入36大圣地，成为圣地的弟子。整个选拔城内热火朝天，人潮汹涌，每一届的古天界选拔都足足有着10万人之众，规模之大难以想象。至于秦颖，这几日都在与秦玄陪练。不得不提的是，秦玄的封魔血脉有所长进，而今已经能够逐渐掌控自身的魔气爆发，至少不会失去大部分的理智。战斗之时，实力是一部分，同样的也需要足够的理智。除此之外，秦玄顺利踏入了宁丹境4重之境，终于是迈入了宁丹境中期。而秦颖斩杀了经过擂台战的杀戮，成功吸收了这些人体内的血气，也是直接迈入了化海境9重巅峰。其实他完全可以踏入宁丹境，但秦颖并没有这么做。宁丹境需要以灵川烙印在金丹之上，如今他还未打破百川之境，没打算踏入宁丹境。他突破的速度足够快了，回归也不过2个月的时间，已经恢复到了3年前的修为了。至于战力，更是远胜3年前。化海境巅峰，面对结阴境，我已然无惧。秦颖的眼中射出一道寒芒。走出门外，上官婉和秦玄已经在等候了。颖哥，走吧，古天界选拔就要开始了。秦颖点了点头，与上官婉携手而行。秦玄嘿嘿一笑，颖哥，要不是你这2天陪练，我还不知道我居然这么恐怖如斯。秦颖，这小子又开始装起来了。不过无所谓，不是在自己面前装就行了。10万天骄，我秦玄今天要把他们踩在脚下，想想多刺激。秦颖懒得回答，不过秦玄有自信，那是好事，就怕自信过头了。何况封魔血脉的真正能力，秦玄应该还未真正挖掘出来。按照9大女帝的意思，如今的秦玄也仅仅是开发了封魔血脉力量的1%而已。同样的，他也很期待这一次的选拔。天道书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古天界选拔赛位于选拔城的一座巨大广场之上举行。当秦颖3人来到广场之上时，此处已经围得水泄不通，有36大圣地执法队的弟子正在维持现场规则。而在那虚空之上，有着整整36道王座横踞，显而易见，这赫然是36大圣地所属之位。36大圣地在古天界内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超越一切王朝宗门之上。无数人目光璀璨地望着那圣地的王座而去，皆是热血沸腾。秦颖看到了一道白衣朝着自己走来，赫然是洛琉璃。琉璃师姐。秦颖抱拳，缓缓抱拳。洛琉璃浅浅一笑，红唇掀起，你这小家伙进入选拔城倒是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不过今天会有更多人要你的性命哦。对了，好好表现，青衣师兄对你很感兴趣。秦颖旋即问道。青衣师兄？洛琉璃笑了笑，你不知道没事，你只需要知道青衣师兄的眼光可是很高的，一般人可进不了师兄的眼睛，而且青衣师兄可是我们天道书院的传奇之一呢。秦颖淡淡一笑，琉璃师姐就这么确定我想要加入天道书院？洛琉璃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加入天道书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完，洛琉璃转身离去。秦颖好奇地盯着洛琉璃的背影，青衣师兄是谁？听起来洛琉璃似乎十分崇拜的样子。重要的是，他为何说自己愿不愿意都会加入天道书院呢？难道天道书院知道他的身世？秦颖摇了摇头，懒得去想。就在这时，广场之上响起一道洪亮之音：昆仑圣地道。一时间，无数目光落去。
一道金色的车架从天而降，有着9头蛟龙拉车悬停在广场之上。这一刻，无数人的眼珠子都狠狠一颤。那是，好像是昆仑圣女、揽月圣女，真的是揽月圣女。揽月圣女果然如同9天揽月的仙子，好美啊！据说揽月圣女可是觉醒了天皇体，难怪能成为昆仑圣地重点培养的圣女。而这一瞬，秦颖和上官婉的眸光同时动荡，眼中泛出一抹极致的寒意。车架之内，上官揽月高高在上，身旁还有着一位女子随同，女子的气息极其深厚，如同深潭，不可见底，显然乃是一尊真正的绝世强者。上官揽月端坐在较为居中的王座之上，目光冷冽，俯瞰而下，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秦颖和上官婉的身影。那双眼眸之中似有一条焚式凤凰飞舞，一股杀机直刺两人。上官婉不再有任何的怯懦，跟随秦颖的这段时间，他再也不惧上官家任何人，哪怕是从小到大都在外人看来比他优秀万倍的上官揽月，也无法让他有丝毫的恐惧，唯有直面。秦颖双拳一握，眸中一抹隐藏在深处的惊天杀意悄然绽放，随即陆陆续续有着其他圣地到场。缥缈圣地到，接下来一道哗然之音响起，妙音仙宗到。秦颖也抬眸看去，妙音仙宗来的都是女子，且每一个女子都拥有足以倾倒世间的容颜，令得诸人看的那叫一个如痴如醉。但对于秦颖而言，见识过9大女帝的仙姿绝色，妙音仙宗的女子似乎就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不过妙音仙宗是36大圣地之内唯一一个只招收女性的宗门。天魔教，一股浩瀚的魔气袭来，诸多人都是浑身一颤，浑身冒出冷汗。一嘻嘻嘻嘻，一道癫狂的病娇笑声传彻9天。只见得一道道魔兽从天而降，在魔兽之上，一道身材妩媚至极，一双玉腿之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黑丝，轻轻落在了王座之上。这女子带着黑纱，但那双纯粹的魔瞳却让所有人在这一刻仿佛失了魂魄一般，勾魂夺魄。天魔圣女，没想到居然是天魔圣女。据说天魔圣女极其恐怖，一双魔瞳可吸人魂魄，让人沦为其傀儡奴隶。诸多人打了一个寒战。秦颖静静看去，倒是没有太大的神色波动。万古剑宗、五行道宗、东海神宫、造化圣宫、虚天雷音寺，36大圣地，其中35大圣地已经完全到齐，最终便是只剩下了天道书院了。36大圣地之内，有强者不满道：天道书院真以为自己是天道不成，每每都最后一个出场，摆什么谱子？只是当这名造化圣宫的长老话音落下之时，一道威灵9天的声音骤然响起，如同万雷轰击，震得所有人耳膜如欲炸开。哪个混蛋又在说我们天道书院的坏话？一道青色的掌印突兀的出现，荡开云层，从天而降，居然是直接朝着造化圣宫的那位长老直接镇压而去。这一刻，天地震荡，造化圣地的长老瞳孔一缩。陆青衣，却见在那青色的掌印之上，一道身影伫立，一个青年，一袭青袍，抬掌按出，直接将那名造化圣地的长老镇压在掌印之下，动弹不得。天道书院的坏话说多了，就不怕。青衣青年一道青眸落下，这一眼，一股磅礴大势瞬间如同天谴一般震荡而下。死吗？直至最后2个落下，造化圣地的那位长老直接喷出一口老血，气息瞬息为米。而秦颖也眸光一亮，这出场方式的确很别致啊！出场第一面，直接二话不说镇压了一名圣地的长老。天道书院的确有些意思。陆青衣站在高处，俯瞰而下，神色淡漠，给人一种天穹威压般的可怕窒息之感。特别是陆青衣这一出场，便是直接单手镇压了造化圣地的一名长老，不可谓是震撼全场。造化圣地的长老似是知道陆青衣的性子，眼中也浮现出一抹惧意。陆青衣说杀，是真的敢杀，绝不是跟你开什么玩笑话。陆青衣，我收回刚刚的话，向天道书院道歉。造化圣地的长老气得欲要吐血，但知道陆青衣威名的，就知晓这个时候不可得罪陆青衣。这家伙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样子，实则下起手来，绝对是最果断的一个，不带一丝犹豫的。陆青衣抬手，掌印消散于天地之间，朗朗笑声传开。造化圣地不过如此，没中再骂一句吗？这就道歉，属实无趣。造化圣地的人都要气炸了，这分明是杀人诛心，这让造化圣地的颜面往哪里搁？可偏偏来者是陆青衣，
造化圣地也不敢这个时候出眉头。而秦颖的周围很快传来一道道的惊呼之音。原来这就是传闻之中道出那句见我青衣如见天的陆青衣吗？好帅啊！据说当年陆青衣刚入天道书院之时，舆论道山百类，一人击败36大圣地之中18位顶级圣子，微尘不染。还有，造化圣地曾欺压天道书院的弟子，陆青衣一人前往造化圣地，一掌镇压了造化圣地10数名德高望重的长老，一战成名。可惜天道书院不良山收徒极其严苛，建立至今为止也不会超过50人，据说每一个走出来的都横压无数天骄，简直可怕。有关陆青衣的各种丰功伟绩在场内不断传播，秦颖也听了个大概。简而言之，这个陆青衣完全就是一个不服就干的角色，看样子实力还强得离谱，似乎是来自天道书院不良山。不良山是什么？秦颖暂时还不知道，但从其招收弟子的数量上看来，恐怕绝非是你有天赋就能进去的地方。总而言之，天道书院让秦颖越发的感兴趣起来了。陆青衣归座，其带来的震撼仍旧还在发酵当中，诸多目光落在了陆青衣的身上，而在陆青衣的一旁正是洛琉璃的身影。陆师兄，那小家伙便是我和你提过的秦颖。陆青衣的眸光投射而去，下方秦颖感知到了陆青衣的目光，与之对视，没有丝毫闪避。陆青衣眸中有着古怪的青光浮现出来，秦颖只感觉神识之中有着一道青龙欲要冲击他的神识，随后一道龙魂之音直接将青龙震散。陆青衣眸中的青光散去，颇为惊愕地看向了秦颖。很不错，居然能震散我的青龙魂。一旁的洛琉璃嘿嘿一笑，还没反应过来，下一刻直接花容失色。陆师兄，你说啥？秦颖震散了你的青龙魂？洛琉璃的美眸之中流转着难以置信的震撼之色。陆青衣的青龙魂是赫赫有名的，据说是来自上古青龙的龙魂，神识之内足以堪称无敌之姿。可秦颖居然震散了陆师兄青龙魂的窥探，这也太逆天了吧！洛琉璃古怪地看着秦颖。陆青衣笑了笑，不必震惊，我自然没有动用青龙魂的权利，只是简单窥视一番而已。洛琉璃呼出一口气，但即便陆师兄没有出动全力，也已经十分可怕了。须知秦颖才只是化海境巅峰而已啊！而事实上，陆青衣的神识之内识海一震，似掀起了惊涛骇浪，即便是陆青衣都感知到了一股无与伦比的魂威肆意震荡着他的神识空间。秦颖的神识远要高于他的青龙魂，否则他的魂海岂会如此动荡？但在表面上，陆青衣面无表情，毫无波澜起伏，淡定无比。紧接着，由36大圣地共同选举出来的一位长老浮空而起，临于广场之上。诸位，古天界选拔每10年开启一次，而你们都是来自古天界内的年轻天骄，不过不必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古天界选拔的规则十分简单，共有2轮。第一轮是群英战，意思很简单，便是大乱战。届时将由36大圣地共同开辟的小空间内进行100人混战，战到最后的10人可以进入第2轮。至于其他人，若不想死，可掐碎手中的身份牌便会被传送出来，否则生死勿论。话音落下，只见得老者大手一挥，一道道透明的珠子浮于半空之中，而在这些珠子之内，俨然是一座巨大的擂台。这样的空间擂台足足有着上百之多，10余万人意味着一场群英战可以容纳足足上万人，这的确是极其节省时间。你们上场顺序将在你们这次进城之时领取的身份牌内显示。进城之前，所有人都领取到了各自的身份牌。秦颖取出了身份牌，身份牌紧接着亮起了一道白光，意味着这一场就轮到他上场了。秦颖的嘴角微微掀起，第一场就到我了吗？秦玄嘿嘿一笑，颖哥加油，嘎嘎乱杀，让36大圣地的强者们看到什么天骄在颖哥面前都得跪下被征服。秦颖笑了笑，小玄子，还是你会说话。100座空间都有各自的号码，而属于秦颖的号码则是第66。长老的浑厚之音响彻诸天，身份牌亮起者速速进入空间擂台，百息之内未进入之人视作放弃。秦颖一步踏出，与王座之上的上官揽月对视一眼，露出一抹冷笑。上官揽月双眸微眯，秦颖，你必死。下一瞬，秦颖便是被吸入了第66座空间擂台之内。擂台极其庞大，足足有着数万平米之大小。而当秦颖的目光扫向全场之时，其余进入这座擂台的选手在这一刻顿时眼珠子狠狠一颤。卧槽，怎么是这个魔鬼？这还用打吗
30余名名单境巅峰都被其一剑瞬杀。我们这不是送菜吗？怎么会这么倒霉？众人的神态颤动，没有任何敢直视秦颖的双眼，因为全场哪怕最强的也就是宁丹境巅峰，而秦颖杀宁丹境巅峰就跟杀小鸡崽子似的，还怎么打？与此同时，长老的浑厚之音落下：“开始吧！”几乎是长老声音落下的一瞬之间，有着数名，不对，是数十人直接掐碎了身份牌，被瞬间传送了出来。诸多人望去，这些人赫然都是清一色的第66座擂台空间的选手，居然无一例外的全部掐碎身份牌传送。还剩下9人，面面相觑。9人与秦颖的目光对视，毛骨悚然，宛若见鬼一般。但他们却发现自己进入了前10名，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进入第2轮。事实上，他们只是反应慢了一拍，却没想到居然误打误撞获得了进入第2轮的资格。这一时间，他们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秦颖也无奈地摊了摊手，就这，还没开始呢，就被吓走了。36道王座之上，各大圣地的强者眼神也浮现出浓浓的金色，尤其是上官揽月，几乎是咬着牙龈，看着身旁站着的执法队的周泰，寒声问道：“怎会如此？不是让你安排人针对秦颖吗？干什么吃的？”周泰欲哭无泪道：“圣女不能怪我啊，2天前此子在擂台上一剑瞬杀了30余名名丹境巅峰，结阴之下，其应该没有对手。”什么？这一刻，上官揽月的眼中浮现出浓浓的金色，上官揽月的眸光狠狠颤动起来。1个月前，他归去上玄城，秦颖上才不过是灵藏境2金，而今却连宁丹境巅峰都见之如见鬼，全部弃战，不敢与其一战。秦颖的天赋似乎比起3年前要可怕的多得多。这一刻，上官揽月的内心之中，不知为何居然萌生了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悔意。可笑，我上官揽月怎会后悔？秦颖、上官婉儿，今日你们绝对走不出选拔城。一旁的周泰战战兢兢道：“圣女还请放心，秦颖不过是还没遇到结阴境的天骄，到了第2轮可是百类战。我已经拉拢了一批结阴境的天骄，到时候秦颖必死无疑，绝无活的可能。”上官揽月双眸紧闭。此刻，全场掀起了轩然大波。秦颖不战而胜，直接晋级第2轮。各大圣地也从自家执法队的口中得知了秦颖在前日的擂台战的战绩，一个个都震撼不已的目光落在秦颖身上。这一届的古天界选拔，没想到居然还杀出这样一匹黑马，的确是有意思极了。天魔教的圣女媚然一笑，饶有兴趣地盯着秦颖。化海境巅峰吓退一群宁丹境巅峰，这在历届选拔之中可是亘古未有啊。据说秦颖3年前被昆仑圣地特招，后来失踪3年，如今归来，这般天赋恐怕不只是曾经的圣品资质，达到了圣品之资，哪怕是在古天界内已足以傲视绝大部分的天骄。圣品之资已经足以越境一战，但绝对没有现在的秦颖这般可怕的越境战力，这可是整整一大境界。长老也愣神了许久，这才宣布了结果。第66道空间擂台，剩余10人全部晋级第2轮。秦颖离开了空间擂台，回到了秦玄2人的身边。颖哥，简直太帅了，你一上场，他们就跟见鬼了似的，连跟你一战的勇气都没有。秦玄大笑不止，看向秦颖的眼神崇拜不已。秦颖双眸紧闭，龙魂感知之下，已经察觉到了不少不怀好意的气息。这些气息之中，甚至有着一批结阴境的可怕气息。达到了结阴境，已经是板上钉钉，足以进入36大圣地修行了。毕竟这一次只有3000人的名额可以进入36大圣地，而结阴境的天骄不会超过100人之数。不过被这些结阴境的天骄盯着，秦颖心中不为所动。这些人若真的要找死，那么自己不介意送他们一程。第1场的群英战大约1个时辰的时间落下帷幕，哪怕是其余擂台出现了极为出类拔萃的天骄，这一刻全场的目光也依然聚焦在秦颖的身上。秦颖不战而胜，直接打破了古天界选拔的历史，因此有着不少眼红不已的目光投向了秦颖。秦颖全部选择无视。坐在王座之上的陆青衣嘴角微微掀起，这小子的性格我挺喜欢的。洛琉璃一笑，师兄喜欢，证明这小子有戏。很快第2场擂台赛也随之开始，而这一次上官婉的身份牌也亮起来了。秦玄振臂高呼：“嫂子，干死他们，让他们知道咱们秦家个个都是人才。”上官婉浅浅一笑，点了点头。随后上官婉登场。上官婉一经登场，
即便是来自各大圣地之中的年轻天骄，此刻都为之失神不已。而上官揽月即便是昆仑圣地的圣女，在上官婉儿的角色面前，似乎都失去了颜色。上官揽月的双拳紧握，眸中浮现出一抹嫉妒之意。上官揽月有什么资格比她更美？眸光轻眯，因为在上官婉儿的擂台空间之上，居然有一名结阴境修为的天骄。周泰在一旁阴险一笑：“圣女，上官婉儿必死无疑。那名结阴境之人，正是我找的人，名为魏飞。”上官揽月冷笑一声：“上官婉儿，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活下来。”秦颖在第一时间俨然察觉到了上官揽月身上的杀意。随着长老一声令下，第二场群英战直接开始。擂台空间显现出一道道画面，绝大多数的目光都投射向上官婉儿所在的擂台而去。上官婉儿也是悬赏名单上的人，杀了上官婉儿，同样可以进入昆仑圣地。一时间，在擂台空间之内，一道道寒眸凝视向上官婉儿而去，皆是充斥杀意。可惜了，如此绝美的女子，却要死在我的大刀之下，倒是有些舍不得。但只要杀了你，就有机会进入昆仑圣地，所以你不得不死。上官婉儿，要怪就怪你得罪了昆仑圣地的大人，死吧！几乎是同一时间，20-30道身影同时朝着上官婉儿围困而去。这些人凶神恶煞，皆是欲要斩杀上官婉儿。上官婉儿进入选拔城还从未出手，谁也不知道上官婉儿的真正实力。不过上官婉儿的气息乃是宁丹境7重，怎么也不至于有秦颖那般变态吧。只是就在众人的灵气宛若火山般爆发的瞬息之间，上官婉儿的双瞳顿然扭曲，其5根玉指探出，玉指之上轻轻握住一根玉笛。音修，紧接着一道悠扬的笛音响起，笛音音律飘扬，眨眼间竟是化作一道道猩红色的利刃，悬浮在上官婉儿的四面八方。去！上官婉儿寒音落下，这一刻，一道道利刃宛若离弦之箭，顷刻杀出，每一道利刃之中的波动，宛若一条条致命的毒蛇。而围攻上官婉儿的所有人，这一刻浑身直冒冷汗，汗毛倒竖，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根本无法动弹，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这怎么可能？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20-30道身影顿然僵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大大小小上百道血洞，血肉模糊，全部惨死。这无数人瞠目结舌，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怎么回事？绝大多数人自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曲笛音直接秒杀了20-30名宁丹境后期巅峰的天骄。这个上官婉儿完全不会逊色于秦颖，根本就是一个女杀神。与此同时，一股浩瀚如海的气息顷刻间如同山岳朝着上官婉儿笼罩而来。一名青袍的青年手中提着冰冷的长剑，朝着上官婉儿一步步走来。赫然是那一名结阴境的天骄，难怪那位大人要你的性命。你这般天资的确可怕至极，但我已经迈入了结阴境，凝聚了灵婴，你的神识攻击对我而言无效。魏飞自信非凡，姿态高傲，未曾将上官婉儿放在眼里。其身后浮现出了一尊小小的虚体，这正是达到了结阴境所化的灵婴。达到了结阴境，神识得到了巨大的质变，便是因为这具灵婴。一般而言，结阴之下，任何神识层面的攻击都对于结阴境没有任何效果。但上官婉儿紧闭红唇，没有说半个字。一轮猩红之月在其身后浮现出来，几乎所有人都在此刻宛若失去了魂魄，双目瞬间空洞起来。而哪怕是魏飞也是如此。什么？魏飞的脸色惊变起来。正当其要出手，一道寒音在其耳膜之中轰然炸响。是吗？诡异的笛音再次响起，擂台空间之内，魏飞的双目瞬间变得无比空洞起来，眼神惊恐，仿佛看到了一幕地狱之景。而与此同时的是，笛音清脆，却在眨眼间浮现出9座血色的巍峨山岳，9座雪山横压在魏飞的上空，轰然砸下。所有人的瞳孔爆出，狠狠颤动，亲眼看到那9座血色的山岳砸击在魏飞的灵婴之上。灵婴似发出一声哀嚎，随后轰然炸裂，灵婴破碎了，意味着魏飞彻底沦为废人。除此之外，神识也将遭到重创，整个人的智商将不如一个3岁儿童。这一刻，哪怕是那高高在上的36大王座之上，所有人也在此刻顿然起身，眼神之中止不住的惊愕之色。宁丹境打碎结阴境的灵婴，不说是亘古未有之事，但绝对是罕见至极的存在。这一战足以证明上官婉儿的妖孽程度，更遑论上官婉儿那双诡异的血眼。
寻常人不见得认识，但身为圣地之人，怎么可能不认识？这是传说之中的禁忌之瞳，雪月圣瞳吗？我古天界内居然现世了一双禁忌之瞳吗？此瞳术若是大成，可灭神屠仙。圣地之中，哪怕是见多识广的诸多大能，也在此刻分外目颤。而上官揽月双眸死死地颤动，不可置信地看着此刻傲立在空间擂台的上官婉儿。这一刻，就算是上官婉儿的天资，甚至都要超越他，在他之上。他不服，凭什么一个被他从未正眼瞧过的丑小鸭，如今却如此的风光无限，甚至无论是美貌还是天资，都在他之上。他不明白，也不甘心。自此，擂台空间之上，再无人敢针对上官婉儿出手。上官婉儿成功晋级，离开了擂台空间之后，回到了秦颖身边。而此时，妙音仙宗的玉虚仙子直接开口，声音之洪亮，震彻9天之外。最重要的是，妙音仙宗的话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心潮震荡不已。上官婉儿，你可愿加入我们妙音仙宗？若你加入我们妙音仙宗，直接成为圣女身份。玉虚仙子的声音宛若洪中大吕，不断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脑海，轰隆作响。这一刻，全场一片死寂之音。很快，哗然一片。什么？这才第一轮啊，上官婉儿就直接被妙音仙宫招收为弟子了，还是圣女？天哪，我不是耳朵听错了吧？玉虚仙子直接要将上官婉儿招为圣女。圣女何等身份？任何一大圣地的圣子圣女，地位之高，甚至要在大部分长老之上。不止如此，还拥有着整个仙宫最好的资源，全力培养。惊呼之音如履不绝。令所有人都无法置信的是，仅仅第一轮，妙音仙宫就要招收上官婉儿为圣女，这在古天界选拔历届之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真正拥有天资之人，早就被各大圣地特招进去了。就例如之前的秦颖，或是如今的上官揽月，皆是如此。可以说，古天界选拔虽然可以进入圣地，但绝大多数都是从普通弟子做起，哪怕是那些特招进去的，也不可能一跃直接成为圣子的身份。而上官揽月双眸一红，心中的嫉妒与愤怒瞬间扭曲了他的心态。凭什么？哪怕是我，也是在昆仑圣地摸爬滚打了2年才成为圣女。而你上官婉儿，一介连狗都不如的贱女人，凭什么可以直接成为妙音仙宫的圣女？上官揽月的内心极度不平衡，他的心里很快产生了扭曲。而与此同时，不只是妙音仙宫，其他圣地也都纷纷站起。一个拥有着传说之中禁忌之瞳的特殊体质，足以让所有圣地都为之疯狂。哪怕是上官揽月身后的师尊，也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上官婉儿，加入我们昆仑圣地，你同样是圣女的身份，而且是以第一圣女的身份，昆仑圣地会倾尽一切资源培养你。所有人彻底陷入疯狂。上官揽月咬牙切齿道：师尊，她是我的姐姐。此女正是上官揽月的师尊，名为柳寒秋。柳寒秋激动不已地看着上官揽月，什么？她是你的姐姐？既然如此，让你姐姐加入我们昆仑圣地。上官揽月自然不知道上官婉儿的天赋，但柳寒秋很清楚，禁忌之瞳，万古罕见。上官揽月沉吟道：她是天命灾星，靠近她的人都会遭来厄运缠身，万不可招其进入我们昆仑圣地。柳寒秋的神色一变，显然看出来了上官揽月眼中的杀意。上官婉儿猩红月眸直视柳寒秋道：她的确是我的一个不中用的妹妹，不过就在古天界选拔之前，她下令要杀我，这样的昆仑圣地我怎敢入呢？什么？你要杀她？柳寒秋的双目愤怒无比，这个蠢货难道不知道禁忌之瞳意味着什么吗？师尊！啪！柳寒秋一巴掌直接重重地甩在了上官揽月的脸上。上官揽月虽然觉醒了天皇体，但在禁忌之瞳面前，天皇体一文不值。上官揽月难以置信地看着柳寒秋，所有人都没想到居然能看到这样一场精彩大戏。高高在上的昆仑圣女居然被自家师尊一巴掌打脸。很快，上官婉儿坚定的声音响彻全场：弟子上官婉儿愿意加入妙音仙宗。一时间，无数人唏嘘。玉虚仙子乐开了花，笑得合不拢嘴。一名禁忌之瞳的含金量简直无法想象啊！对于上官婉而言，妙音仙宫显然是他最佳的选择，而且这也得到了秦颖的认可。妙音仙宫修行的就是神识类的音律之术，对于上官婉而言，妙音仙宫才是最适合他的圣地，而且直接成为妙音仙宗的圣女，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的。
玉虚仙子将上官婉一招，直接将上官婉招至了身旁，身旁多了一道王座，示意让上官婉坐下。这一刻，上官婉与上官揽月对视，仅仅是短短1个月的时间，上官婉便完成了华丽的转变，甚至足以与上官揽月平起平坐，不，乃至是超越上官揽月。这一刻的上官婉万众瞩目，诸多人久久无法平息心中的震撼。而接下来群英战仍旧还在继续。到了第10场的时候，秦玄的身份牌终于亮了起来。秦玄伸了一个懒腰，尹哥，终于轮到我大开杀戒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秦颖拍了拍秦玄的肩膀，去吧，别给我们秦家丢脸。秦玄来到了第3座空间擂台之内，画面投射出来，战斗一触即发。秦玄的境界不过是宁丹境中期，很快引来了数道宁丹境巅峰的目光，再加上秦颖的关系，这些人都想要将秦玄踩死。不过秦玄没有任何的废话，直接爆发魔气，浑身的肌肤之上布满黑色的魔纹，滔天的魔气直接覆盖住了整个擂台。哪怕是隔着空间擂台的结界，观看的众人都感觉到一股寒厉无比的气息笼罩。天魔教的圣女美眸微微荡动起来，猩红的舌头微微一舔嘴角，好浓郁的魔气啊，简直完美。擂台之上，血腥的一幕出现了。秦玄魔气滔天，一步迈出，直接手撕了一名宁丹境巅峰的双臂，宛若魔神，依旧是那不怕死的打法。但这一次，秦玄并未丧失大部分的理智，而是能够控制魔气的爆发程度。诸多武技在此刻镇压而来。秦玄咆哮一声，来，统统都来干我！越干我越兴奋。秦玄像一个疯子一样，让人头皮发麻。手握一把魔枪，长枪刺出，可怕的魔气凝聚，瞬息间宛若排山倒海般吞灭了前方的一切。数名宁丹境巅峰的天骄直接轰得肉身爆开，甚至没有掐碎身份牌的时间就直接爆体而亡。其余宁丹境巅峰的天骄见此彻底胆寒，怎么秦颖3个人一个个都是十足的变态，而且都拥有着极其可怕的越境一战的逆天战力。几人被秦玄盯上，浑身发毛，撤！再不走都得死在此子的手中。几人同一时间取出身份牌，欲要掐碎。别急着走啊，老子还没干够呢，我要干碎你们！几人闻声色变，立马掐碎了手中的身份牌。至于其他人，一个个瑟瑟发抖。秦玄像是一尊炼狱魔尊，直接开始横扫全场。短短百息不到的时间，只剩下了最后10人。众人惊愕不已的表情之中，秦玄所在的空间擂台战宣告了结束。此时众人的心中唯有一个疑问，秦颖3人真的还是人吗？怎么一个比一个变态，一个比一个可怕？古天界选拔第1轮群英战彻底落下帷幕，但萦绕在众人心中的震撼却久久无法消散。哪怕是36大圣地之中的大能强者，都将目光投射向了秦颖2人。秦颖3人带来的震撼太过骇世，先是秦颖不战而胜，直接吓退了近乎100人，而后又是上官婉爆发禁忌之瞳，直接轰碎了结阴境天骄的灵音，又被36大圣地争抢，最终加入妙音仙宗，直接成为圣女。至于秦玄，也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宁丹境中期的实力，却杀宁丹境巅峰如土狗，魔气更是雄浑的骇人，仿佛天生的魔神降世一般，凶威骇世。许久，主持长老这才发出声音道：第1轮已经结束，尔等之中决出了9999人，可以进入第2轮。至于第2轮的规则十分简单，百类战。字面意思，你们第2轮的选手可以选择百类，也可以选择挑战类主。每胜1局积1分，5个时辰之后积分前3000人成功晋级，可入36大圣地之中修行。主持长老的洪亮之音落下，第2轮的百类战无疑是要扫除一些浑水摸鱼的人，能够进入前3000名的含金量极高，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水分，足以证明36大圣地挑选弟子的条件极其严苛。不过相较于不少人的神色凝重，秦颖和秦玄却相当的平静，甚至秦玄十分的激动，我去，百类战啊，颖哥，咱们怎么办？是选择百类还是挑战？刚刚最后那几个人都跑了，我还没打爽呢，不过瘾啊。看着秦玄一副兴奋不已的表情，秦颖不由一笑，不得不说，魔化之后的秦玄的确比起之前有勇气多了。放作之前，秦玄可不敢这么好战。不过如此也好，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强者，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人不是踩着尸山血海走上去的。秦玄若能强大起来，秦家的未来才更有希望。
毕竟他自己不是秦家真正的血脉，秦玄才是。很简单，想杀我的人很多，我不用挑战。至于小玄子你，没必要摆类，你去挑战。秦颖自然也是为了秦玄的安全着想。秦玄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一般宁丹境不可能找秦颖一战，唯有结阴境敢与之一战。但秦玄虽然魔化之后战斗力堪比人形魔兽，但战斗经验仍旧还是差了一些。最重要的是达到了结阴境，可以以神识进行攻击，对于秦玄而言会很吃亏。而自己无惧，拥有太古龙魂，灵婴再强，难道还能强于太古龙魂吗？这可是龙帝赐予他的龙魂，来自远古的真龙之魂，足以让他万魂不侵。鹰哥，那我去了。秦玄目光漆黑，开始扫视全场，寻找自己的猎物。而秦颖直接摆起了一座擂台，这擂台也是36大圣地提供的，也是空间擂台。不过比起群英战的擂台更小得多，足以两人之间战斗了。秦颖站在擂台之上，双手负在身后，双眸紧闭，身上有着血气波动开来，似从不关心来者是谁。诸多人看其不爽，装，太装了。不过大多数人也就是心中不爽，不敢登台与秦颖一战。王座之上，上官揽月的脸颊还火辣辣的疼。如今上官婉儿已经加入了妙音仙宫，即便是柳寒秋再想得到上官婉儿也于事无补了。至于秦颖，他势必要杀。他被师尊当众打脸，一切都是因为秦颖二人。不是秦颖，上官婉儿如今怎么可能飞上枝头变凤凰，甚至比他还要耀眼。一旁的周泰战战兢兢道：圣女请你放心，我绝不可能失手第二次。这一次全都是结阴境的天骄，这秦颖再逆天也不可能如上官婉一般无惧结阴境的灵婴之威。灵婴可是神识攻击。上官婉粉拳一握，赫然可见在秦颖所在的空间擂台之外，足足有着5名气息达到了结阴境的青年伫立。这5人的神色高傲，不可一世地看向了空间擂台之内。秦颖死在我陆晨手中，是你的荣幸。陆晨一跃，直接来到了秦颖的擂台之上，风云激荡，灵气狂卷，掀起一股龙卷风。这一刻，诸多目光投射而去，有人发出惊呼之音：陆晨，居然是陆晨！陆晨来自古天界的一流世家陆家，据说其年纪23岁便是迈入了结阴境了，放在一些小世界之内，足以称霸无敌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结阴境啊！神识攻击对于结阴以下的修士，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秦颖总不可能还能有如此逆天，能够斩杀结阴境的修士吧？只是秦颖看都没有看陆晨一眼，而是扫视了一眼还在空间之外的4人，一个一个太慢了，都滚上来吧！什么？众多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震颤万分。这小子也太勇了吧！谁给他的勇气？想要挑战5名结阴境的天骄吗？这也太作死了吧！陆晨见到秦颖居然直接无视自己，顿时怒火中烧，感觉憋屈不已。他好歹是陆家之子，何时被如此无视过？这个秦颖太目中无人了。秦颖，杀你，我一人足矣。陆晨一喝，眉心之间一道虚幻的灵婴显现出来，灵婴呈现出紫色，地品灵婴。这一次秦颖恐怕真的死定了。灵婴分为天地玄黄的等级，天级之上则是圣级，但能够达到地品灵婴已经算是真正的妖孽了。地品灵婴1000名结阴境的强者之中，也只有1人能够达到，而且灵婴的等级每高1级，威能便会增强数倍。地品灵婴足以将任何结阴境之下的修士直接碎魂了，沦为痴傻。紫色的灵婴显现出来，一股强悍的神识波动笼罩开来，一瞬间宛若天威一般，直欲朝着秦颖笼罩而去。秦颖，看我震碎你的神识，变成一个傻子！陆晨冷笑一声，灵婴发出尖锐无比的嘶啸之音，音波宛若惊天洪水，朝着秦颖覆压而去。秦颖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灵婴之威完全将秦颖吞噬在内。陆晨冷冷一笑，给我死吧，废物！却见得秦颖居然从音波之中缓缓迈出一步，双眸之中杀意顷刻爆发，丝毫没有被灵婴摧毁神识的迹象。这一刻，陆晨慌了，彻底慌了，因为他感知到一股威胁正在靠近。怎么可能？灵婴攻击怎会对你没有效果？陆晨骇然出声。秦颖寒影响彻，我道是什么？原来是一个嗑药才达到结阴境的杂碎而已。这就是你的灵婴攻击？不堪一击！一剑刺出，却见陆晨面前一道血光炸开，陆晨感知到一股危险之意，正欲收回灵婴，却发现灵婴在其面前被一剑刺中，
直接裂开。随后灵音炸裂，陆晨的双瞳瞬间空洞起来，伴随着的是一道血光穿过破碎的灵音，直接没入了他的眉心之中，脑袋犹如西瓜般炸裂，惨不忍睹。这众人狠狠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颤动，如同见鬼。秦颖居然对灵音无视，并且直接斩碎了灵音，击杀了结阴境的陆晨。此刻秦颖血眸落下，单手附在身后，一副上位者的姿态，傲视着其余4人。我说了，一起滚上来，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没必要一个一个送死，我送你们一起上路。寒音激荡，毛骨悚然，谁也没想到秦颖竟是能一剑斩碎一名结阴境的灵音，而且方才那一剑分明是神识所化的一剑，因为只有神识才可以斩碎灵音。只是秦颖的神识怎会如此强大？他才只是化海境巅峰而已，距离结阴境整整相差2大境界。他们自然不知，那一剑之中蕴含着一丝太古龙魂之威，哪怕是一丝，斩碎灵音也完全是砍瓜切菜一般简单。唯有坐在王座之上的陆青衣的眉头微微皱起，呢喃一声：这小子的龙魂之威比起我的青龙魂要强大得多啊！只是高处的上官揽月却神色震荡，一而再，再而三都无法击杀秦颖，这让他的娇躯愤怒到颤动起来，恨不得亲自上场斩杀秦颖。周泰察觉了上官揽月的气息波动，极其暴躁，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朝着下方的4人使了一个眼色。4人之中，名为东方寒的天骄冷哼一声，此子不过是化海境而已，肯定是有着神识类的古怪妖术，这才让陆晨不小心着了他的道了。陆晨甚至都没有出手的机会，就被斩碎灵音，我们小心一些，不释放出灵音，凭借纯粹的境界压制，难道还杀不死秦颖？不错，我们几人进入圣地是必然之事，今后进入昆仑圣地还可以得到圣女的照拂，何尝不可平步青云？其中一人振臂喝道。4人目光牢牢锁定在空间擂台之上傲立的秦颖。你要一人战我们4人，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东方寒凝声开口。秦颖一脸平静，冷冷一笑，废话真多，让你们4个一起上，听不见吗？一声冷笑之音落下，众人纷纷不爽地看向秦颖。秦颖莫非以为自己杀死了陆晨，就能一人之力击杀4名结阴境一重的天骄吗？不错，只要小心秦颖那诡异的神识攻击，不祭出灵音，给4位结阴境天骄出手的机会，镇杀秦颖不是简简单单。所有人自然不信，毕竟以化海境巅峰杀死4名结阴境的天骄，这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亘古未见的事情，怎么可能让人相信呢？东方寒一喝，这条路既然是你选的，那我们就送你一程。4人几乎是同时登上了空间擂台，狂风呼啸，灵气震荡，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秦颖所在的空间擂台之上。化海境巅峰挑战4名结阴境一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36大圣地的强者也都目光纷纷投射而去，他们也想知道秦颖欲如何应对。东方寒祭出一把长剑，显然并非是普通的灵气，其余3人也都纷纷祭出自己的灵气。顿时间，4人的灵气呼啸如山海，朝着秦颖狠狠镇压而去。秦颖立在这股足以让任何化海境修士瞬间跪下的灵气狂潮之中，已然不动，似乎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准备好了吗？秦颖手掌一握，掌心之中黑色的修罗大剑五指一握。准备好什么？东方寒与秦颖对视的第一眼，直接心脏剧烈颤动，一股强烈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下地狱！几乎是一瞬，秦颖消失了，又是那诡异的无影诀。与此同时，一股血气铺天盖地，将整个空间擂台完全笼罩。除了各大圣地的之人，其余人完全看不到其中的场景，只能在画面之中看到一片血海景色。血气爆发的瞬间，4人脸色大变，铺开神识，此子的身法诡异。东方寒第一时间大喝一声，4人的神识同时铺开，很快发现了秦颖的踪迹。但秦颖的踪迹发现得快，消失的也很快。4人感知之下，竟是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无法准确感知。秦颖有本事现身，堂堂正正一战。一名结阴境的天骄暴喝一声：“好啊！”悠然寒音响彻，令他浑身的汗毛倒竖。出现在其面前的是一道剑光，直接从其的胸口穿透而出，瞬杀一名结阴境天骄。其余3人见此，脸色巨变。东方寒大喝一声：“万剑阵！”长剑挥斥，一瞬间，万道剑光布开，如同化作一道阵法，将自己笼罩在其中。而且这些剑气
还在擂台之上不断穿刺，欲要将秦颖洞穿。可就在这时，一道血色的剑气斩来，如同无坚不摧的锐利之刃，切开层层剑气。东方寒的脸色狠狠惊变，因为自己的剑气就如豆腐一般被撕开，一股杀意直逼。东方寒浑身发颤，血色的剑光直斩，带起一颗人头，直接将东方寒的人头挑飞，钉在了空间擂台的结界之上。这一幕被诸多人看到，他们虽然无法看到血气之中的画面，但看到了东方寒的人头，眼珠子死死睁大，布满恐惧。东方寒死了，秦颖居然真的斩杀了结阴境的天骄！天哪，谁能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诸多人骇然失色，无法相信，内心狂颤。36大圣地之中，诸多强者也彻底无法镇定下来了，一个个纷纷不自觉地起身，皆是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此子杀心太重，完全像是一个杀了千万人的魔头，若不好好改造，此子恐怕会成为整个古天界的祸害之源。华海境屠杀结阴境，亘古未有，此子有逆天之姿，今后必成大器。诸多强者纷纷震撼，发出感慨。在他们的眼中，另外2名结阴境的天骄毫不例外的被秦颖瞬杀。秦颖的可怕似乎比起禁忌之瞳的上官婉还要更为恐怖。血幕散去，画面定格在2颗人头落地，在擂台之上滚动，眼中死死睁大，到死都是深入绝望的恐惧之色。死寂，一片死寂，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4名结阴境天骄居然全都葬身在了秦颖之手。这一刻，原本还有蠢蠢欲动的结阴境天骄，此刻全部退后了数步，不敢再有任何的心思。秦颖提剑而立，一股无与伦比的傲气遮盖一切，仿佛一切的天骄在其眼中都不值一提。不远处的一座擂台之上，秦玄浑身是伤，有着诸多血洞，还未倒下，但却被对方不断的挑飞，像是在故意凌虐秦玄。草你老母，你也配侮辱我颖哥！秦玄咆哮一声，眼神愤怒，魔气冲荡四方。其对面是一名同样手持长枪的青年，一身白袍，气宇轩昂，浑身的气息赫然是结结实实的结阴境，而且是结阴境2重。一枪刺出，速度之快，肉眼无法捕捉，如若雷霆，欲要一枪封杀秦玄。你颖哥不过是被圣女大人抛弃的废物而已，恐怕他做男人不行吧？哈哈哈哈！就在这一刻，一道血光斩来，直接挡在了长枪之上，却见得秦颖手持修罗剑来到了秦玄的身前。秦玄咳出一口血，颖哥，我本来挑战的好好的，但听到这个垃圾辱骂你小鸟短，我受不了了。秦颖，秦玄摇摇欲坠。秦颖给秦玄服下一颗丹药，送秦玄离开了空间擂台，随后眼神彻底寒下。你也想死，我会成全你。这一刻，杀气冲天，所有人都大为吃惊。这秦颖是想要杀穿所有人吗？他知不知道站在他对面的是谁？他可是古天界内的顶级家族的顾家世子顾云川。据说顾云川天资激进圣品，虽然还未达到，但其结阴境2重之境在这次选拔之内足以排入前3之列了。不可能吧？就算是秦颖再逆天，也绝无可能战胜顾云川的，肯定会被顾云川凌虐。诸多人眼神惊颤，都不觉得秦颖会是顾云川的对手。达到了激进圣品的资质，意味着达到凝丹境之时，可以凝聚出激进圣品的金丹。而之前的秦颖就是圣品资质，意味着可以凝聚出圣品金丹，而圣品金丹需要至少达到40文之上。这也就证明顾云川同样可以做到越阶一战，至少同境之内，只要不是遇到圣品资质的天骄，几乎无敌。顾云川狂笑起来，他早就见过上官揽月，因此对于上官揽月一见钟情，知晓了上官揽月要杀秦颖，他自然是想要借着秦颖的人头给上官揽月献殷勤，从而被上官揽月认可。而刚刚他故意挑衅秦玄，知道秦玄与秦颖的关系极好，因此狠狠地凌虐秦玄，为的就是刺激秦颖过来。秦颖看到自己小弟受伤，肯定很不爽吧？可惜我会一剑送你归西，然后将你的人头送给揽月圣女，揽月圣女肯定会很高兴，杀了你，能够博得美人一笑，何不美哉？顾云川冷笑，故意挑衅秦颖，可秦颖却并未如他想象中般怒火焚身，反而是戏谑的冷笑一声：我倒是什么？原来是一个卑微的舔狗，舔的还是我丢的一双破鞋。这句话响起，顿时间响起了诸般哗然之音，诸多目光都看向了上官揽月而去。这一刻的上官揽月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眼神更是欲要将秦颖千刀万剐般。顾云川的表情瞬间僵硬，
你说什么？那是圣女大人看不上你，你竟然敢侮辱圣女大人！你不是很狂吗？很能杀人吗？今天我就让你成为我的枪下亡魂，3枪之内，我必斩你人头！顾云川浑身一震，浩瀚如海般的气息瞬间铺天盖地的笼罩开来，直接铺满整个擂台。擂台之上，一道金丹浮现出来，足足有着38道经文，意味着顾云川曾经开辟出来了38条灵川。秦影黑袍鼓动，平静地看着顾云川，3枪，不好意思，杀你，我只需1剑。这句话让无数人震愕，险些以为自己耳朵坏了，听错了。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秦影说要1剑杀了顾云川。这家伙就算是吹牛，也没有这么吹牛逼的吧？不少哄笑之音响起。几近圣品资质的顾云川，且还是结阴境2重，秦影居然扬言要1剑杀之。顾云川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逐渐肆虐狂笑起来：“1剑杀我，1剑杀我！哈哈，你若能1剑杀我，我顾云川叫你一声爹！去死吧，秦影！我要亲自斩下你的人头！”精神枪！顾云川神色一沉，长枪一出，一道枪芒瞬间洞穿虚空，化作一道曜石般的金光，掀起骇乱的风暴。这道金芒足有10米之宽，朝着秦影冲击而去。秦影手握修罗剑，未曾移动，但在枪芒即将接近肉身的瞬间，秦影动了。一股惊人的气势在此刻疯狂凝聚，一抹杀意绽放，似要将一切化作修罗地狱。血色照耀诸天，擂台之上如凝现一座血海，血海沸腾，宛若焚世之炎燃烧起来。旋即，一道惊鸿刺目无比的血光在剑刃之上蓄势，只待最后一刻，一步迈出，一道血光冲荡一切。枪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摧枯拉朽般的破碎，炸开一道道的金光碎片。这诸多人在这一瞬机遇窒息，说不出话来，如同喉咙被堵上了，只感觉到一股死亡之意袭来。9转杀神剑点，1剑瞬杀。顾云川的瞳孔剧烈一缩，心脏狠狠颤动，眼前金色的枪芒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被摧毁，那道笔直的血光距离他越来越近。随即，顾云川的整个身体僵硬住了，而秦影出现在了顾云川的身后，一道血光在顾云川的脖子上绽开。众人这才看清，顾云川的脖子光滑如镜，滑落下来。这一刻，位于王座之上的36大圣地强者竟是瞬间起身，眼珠子不可思议地望着秦影身上那股足以灭杀一切的血色洪流。其他人看不出来，但对于他们而言，如何看不出来这是一部天阶武技？唯有天阶武技才有如此惊人的悸动。但秦影不过是区区的化海境巅峰而已，怎可动用这天阶武技？何况天阶武技其稀有程度，哪怕是在座的强者，有一些甚至都没有修行的资格。即便是圣地之内，也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才有权利修行天阶武技。这一刻，有人的眼中浮现出了一股强烈的贪婪之意，而顾云川体内此刻出现了一道虚幻的阴体，惊恐欲绝的想要逃离此处，面前直接被一双血瞳锁定了。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神魂都仿佛在站立起来。方才那1剑强得令人发指。顾云川只感觉自己的灵音无法动弹，惊恐欲绝地看着秦影：“你想要干什么？”秦影笑了笑：“干什么？你说呢？”顾云川骇然出声：“我错了，我错了，爹，影爹，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是顾家之子，我还有一位圣子大哥，你不能杀我！你若杀我，我哥肯定不会放过你的。”顾云川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居然会如此的卑微乞求。可惜他惹到的是秦影，眼中浮现出深深的后悔绝望之色。秦影嘴角一掀：“是吗？不过叫爹也没用，叫爹也得死。”顾云川惊恐欲绝，达到了结阴境，他哪怕肉身死了，林英也还有机会寻找到新的肉身恢复。但林英死了，就真的死了。可接下来一道血光绽开，顾云川的灵音直接炸裂开来，死了。秦影真的1剑杀死了顾云川。这一刻，所有人的内心都不可能平静下来。秦影斩杀结阴境已经足够逆天变态了，而今几近圣品资质的顾云川居然被秦影1剑击杀。没错，只用了1剑啊，多余的1剑都没用，说1剑就是1剑，这太可怕了啊！所有人都惊得仿佛窒息，说不出话来。而上官揽月眸光狠狠颤动，怎么会？如今的秦影怎么会这么强？难道真的是我看走眼了？是我错了吗？上官揽月几近抓狂，
秦颖踉跄地走了一步，施展天阶武技对他而言消耗巨大，如今根本失去了再战之力。而此时，在那36大圣地的王座之上，36大圣地的诸多强者在这一刻狠狠动荡。秦颖太过可怕了，身怀罕世无比的天阶武技，一剑瞬杀劫阴尽二重，哪怕是自认为见闻极深的圣地强者，也在此刻竟有些难以置信起来。这般战力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一瞬，36大圣地所有人都沸腾了。秦颖，你可愿加入我们万古剑宗？只要你加入，便是第一剑子的身份。万古剑宗内，一名中年男子神色极其激动，咆哮一声。紧接着，五行道宗之内，一道五行道袍的长须老者站起。加入我们五行道宗，不只是第一圣子的身份，除此之外，赐予你我们五行道宗的镇宗至宝之一五行神剑的使用权。一道道圣地强者的身影情绪激动无比，纷纷朝着秦颖抛出了橄榄枝。昆仑圣地一位山阳湖的老者声音浑厚道：秦颖，我晓得你本就是我们昆仑圣地的特招弟子，只是3年前突然失踪，重回我们昆仑圣地，你要什么皆可以许诺你。秦颖扫了一眼望去，那我想问问，我爹如今何在？秦颖双眸血红，直接逼问昆仑圣地的大能。山阳湖老者自然不会了解关于秦颖父亲的事情，而是直接让人去查。一名昆仑圣地的弟子查到了情况，有些颤颤巍巍的道：秦颖的父亲秦宇在2年前就已经死了。死了？秦颖自然听得清清楚楚，他的心脏狠狠一颤。即便秦宇不是他真正的父亲，但等同于亲生父亲。不是秦宇，他活不到今日。但这句话却让秦颖双眸爆开一道道的血丝，眼中唯有惊变鬼神的杀意。我父亲为何而死？秦颖咆哮一声，杀意惊天。那名昆仑圣地的弟子战战兢兢地瞧了一眼山阳湖长老。山阳湖长老看向秦颖道：秦颖，你父亲之死应该只是一个意外。昆仑圣地人员众多，每天都有人死去，对你而言是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昆仑圣地是最适合你的。同样，我可以承诺，只要你加入昆仑圣地，一切资源昆仑圣地绝不会亏待你。对于昆仑圣地而言，或者说对于这些大人物而言，死了一个人不重要，人命如同草芥，昆仑圣地可以不计前嫌，已经是对于秦颖最大的恩赐了。可惜秦颖可能领情吗？既然不愿意说我父亲真正的死因，我会亲自查清。秦颖一道彻骨的寒音落下，一道伸懒腰的哈欠之音响起，极致的慵懒。诸多目光抬眸望去，却见得陆青衣云淡风轻的轻笑一声，果真是虚伪的昆仑圣地。不过呢，不碍事，尔等也不必争抢了，秦颖已经加入我们天道书院了。诸多人一脸懵逼，就连秦颖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从始至今，陆青衣可从未说过一句话，自己也未答应，这就已经加入天道书院了。陆青衣，秦颖何时说过加入你们天道书院？不错，你们天道书院抢人，能不能要点脸？诸多圣地已经失去了一个上官婉的禁忌之瞳，绝对不希望再错过一个秦颖。陆青衣笑了笑，我说的，他是我们天道书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旋即，陆青衣大手一捞，一道五指凝现出来，直接将秦颖捞起，送到了自己的面前。秦颖看着陆青衣，没想到陆青衣居然手段如此的果断，而且其眼神之中充斥着不容违背的神色。难怪洛琉璃说自己即便是不愿意也没关系，一定会加入天道书院的。诸多圣地的强者此刻纷纷不满，陆青衣，你这做法是什么意思？不错，历代选拔的规矩是要遵循参选者自己的意愿，才能决定加入哪一方，不可强行。陆青衣笑了笑，似乎没有打算回答。秦颖盯着陆青衣，也不知道陆青衣接下来要做什么。陆青衣没有承诺任何东西，不似其他圣地之人，例如圣子或是资源，统统没有。洛琉璃明媚一笑，笑起来有着2个小小的酒窝，令人心欲融化。嘿，果然吧，小师弟，你现在已经是咱们的人了哟。秦颖苦笑道：青衣师兄就这么确定？洛琉璃神秘兮兮的笑道：你就看着吧，很快你就知道了。陆青衣一步迈出，来到了秦颖的身前。秦颖只能看到陆青衣的背影，但在这一刻，陆青衣的一袭青衫却宛若一座青山般巍峨，不知为何，似有一股清风袭来。在陆青衣的身上，这一瞬有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霸道神威笼罩开来。旋即一步迈出，作为小师弟加入咱们天道书院，不良山的第一份礼物，自然是要一份足够有诚意的礼物。我不会许诺你其他利益类的东西，因为不良山的人都是自家人，资源都是共享的，但这份礼物
绝对独特。小师弟，看好吧！咚！天地四瞬间震荡了一瞬，诸多人的脸色哗然巨变，谁也不知道陆青衣想要干什么。其脾气古怪，看似儒雅随和，但实则猛地一劈，而且不会按常理出牌。一脚踏下，一座青山浮现来，每一步的落下都有一座青山意象。陆青衣似站在山巅之人，俯瞰世间的一切。等等，这个方向明显是朝着昆仑圣地的方向去的。一步已至，陆青衣双手负背，立在了昆仑圣地那名山羊胡长老的面前。陆青衣，你想要干什么？昆仑圣地众人心头一颤，山羊胡长老更是暴喝一声。陆青衣露出一抹人畜无害的笑意，很简单，秦颖如今已经是我们不良山的第49位弟子，小师弟受到了委屈，我这个作为师兄的自然不能坐视不管，所以给你一个选择，道出小师弟父亲的死因真相。B， 众多人脑海一震，纷纷不可思议地看着站在青山之上的陆青衣，这特么好霸气，护犊子吗？陆青衣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在挑起两大圣地之间的恩怨。昆仑圣地在36大圣地之内，实力足以名列前茅，可能老老实实说出吗？山羊胡长老冷哼一声，身上的灵气如潮水般爆发，脚下出现一座法阵，阵法之内有着亿万道的流光闪烁。诸多人哗然惊变，两位绝世强者，这是要在这里出手不成？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秦颖也眸光一缩，显然没想到陆青衣居然会为了他主动找昆仑圣地的麻烦，而且仅他一人而已。昆仑圣地可是好几位长老。陆青衣巍峨如山，霸道绝伦，散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威压。小师弟，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嘻嘻嘻，我可是说过的，青衣师兄来了，你不管答不答应，最后都会答应的哟。洛琉璃双眸弯成了月牙形状。秦颖点头道：青衣师兄果然霸道。洛琉璃崇拜地看着陆青衣道：不过青衣师兄在外人面前的确很霸道，也很护犊子，但实则青衣师兄是一个逗逼。逗逼？秦颖不由一笑，完全不看不出来啊。陆青衣，你这是要与我们昆仑圣地为敌吗？山羊胡长老怒喝一声，这陆青衣完全是在挑衅昆仑圣地的权威，若是被陆青衣吓住了，他们昆仑圣地哪来的脸面？陆青衣单手探出，看来是没得选了。你应该没了解过吧，我们不良山的弟子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昆仑圣地也不行，给我跪下！一掌按下，只似一座青山从天而降，狠狠地镇压在了昆仑圣地众人的上空。这一刻，山羊胡老者的脸色巨变，随后一掌抬起，欲要将这座青山轰开。但青山之上有着大道规则萦绕，令得山羊胡老者神色惊变，直接将其掌印磨灭干净。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覆盖在众人的双肩之上，双肩一沉，双膝不自觉地弯曲，几欲跪下。咚！只见山羊胡老者直接被镇压离开下去，被青山死死压住，双膝跪地。陆青衣俯瞰而去，一道威灵无比的声音落下：说还是不说？不说就接着跪，不说就接着跪。陆青衣的霸道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堂堂昆仑圣地的长老，凭其身份和实力，足以傲视世间绝大部分人，是苍生为蝼蚁的人物，而今却被陆青衣单手镇压，死死地压在青山之下，不得动弹半分。这一幕何其震撼！不良山果然一个个的都是绝世妖孽啊！堂堂昆仑圣地长老，居然被一掌压得动弹不得，谁说不是呢？古天界有一句话，惹谁都最好不要惹不良山的人。这群人都是一群真正的不良人，脾气极差，但战力一个个却强悍无匹。诸如此类的案例，不良山的人已经做过不少了。可惜不是谁都有资格加入不良山的，否则我也想加入不良山。众人纷纷仰视着陆青衣的身影，一个个敬畏不已。秦颖看到这一幕，心中自然一阵痛快，扭头看过洛琉璃道：琉璃师姐，青衣师兄如此做法，我的确感激，但这值得吗？为此直接得罪昆仑圣地，且是得罪死了。洛琉璃露出一抹嫣然笑容：小师弟，这就是你不懂了吧？这就是咱们不良山的一贯作风。什么作风？秦颖问道。洛琉璃笑了笑道：凡是不良山的兄弟姐妹，无论谁受辱，哪怕是拼尽性命，也要让欺凌之人付出血的代价。总之以后你会明白的，咱们不良山的师兄师姐一个个都可好了，全部都是救济护犊子的那种哟。若是我受到了欺负，师兄师姐们也都不答应的。秦颖不由一笑，不得不说，这和他刚刚听到的
诸多关于不良山弟子一个个都桀骜不驯的传闻完全不同啊，似乎不良山十分的团结友爱。那若是干不过呢？秦颖问道。骆琉璃却自信非凡的一笑，干不过？小师弟，你可太不了解咱们不良山了哟。不良山代代相传，小的干不过，还有老的，老的干不过，还有更老的。可别忘了，咱们不良山上面可是足足有着40多位师兄师姐呢。实在不行，全体出动，一起干。秦颖，这的确够狠啊！小的干不过，就上老的，老的还不行，还有更老的。这靠山实在是太有安全感了。而且能够加入不良山的人，可都绝非泛泛之辈，哪一个不是出类拔萃之人？那么，青衣师兄排行第几？秦颖再次问道。骆琉璃笑了笑，青衣师兄排行第46，而我则是第48，你是49。秦颖的眼珠子一缩，青衣师兄才排在第46。秦颖惊呆了，我去，青衣师兄就如此横行霸道，胸威绝世了，那么排名更靠前的那些师兄师姐呢？有多猛？骆琉璃道，你也不必太惊讶，很多师兄师姐都已经离开了不良山，或是也有闭关隐士了。总而言之，咱们不良山的历史太悠久了，别说是你，就算是我，很多师兄师姐都没见过呢。等你跟我们回去了不良山，你就知道了。秦颖点了点头。而此时昆仑圣地的其他长老也在此时站起，此等场面对于昆仑圣地颜面尽失。怎么，你们也想跪着是吗？陆青衣眸光一扫，瞥了过去，便如一座大山的气势笼罩在几人的身上。昆仑圣地的长老脸色顿时一变，心中抓狂无比。他们想出手，但他们敢吗？陆青衣的实力太过可怕，上一次出山便镇压了造化圣地的一众长老，彻底闻名在古天界。他们出手改变不了结果，甚至可能更丢脸。只是他们当然没想到，陆青衣居然会出现在古天界选拔。按照以往，不良山的人不会参加这种大众场合的事情。该死啊！为什么偏偏是陆青衣？众长老的心中怒吼，却无可奈何，一个个望而却步，再不敢上前。咚！山阳胡长老咳出一口老血，青山再次镇压而下，将其身下的地面直接震得塌陷下去，而山阳胡老者直接被震进了土里，只露出了半个脑袋。丢脸，太他妈丢脸了！陆青衣，你这是与我们昆仑圣地为敌吗？山阳胡长老咆哮一声。陆青衣站在青山之上，淡淡一笑，随后眼神一眯，那又怎样？我们不良山的弟子最不怕的就是威胁了。有本事你们昆仑圣地就来我们不良山。你觉得我身后没人吗？身后没人吗？一道寒音让山阳胡长老打了一个寒战。自然有人，或者说陆青衣身后的人还有更可怕的存在。天道书院虽然弟子在36大圣地之中最少，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及其余圣地的1/10，但其能够这么嚣张又能一直不倒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良山上的那群人，哪一个单独拎出来都绝对不是泛泛之辈，足以震慑一方。哪怕是各大圣地，自然也要掂量掂量。不说是吧？你再不说的话，我还有其他的办法，把你当面扒光，公布世人如何？陆青衣的这一句话让众人一惊。秦颖也没想到，看起来仪表堂堂的陆青衣，却还有这种下三滥卑鄙无耻的手段，真是一个老六啊！山阳胡长老彻底慌了，因为这个陆青衣还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你敢？死啦！青山化作一道青色的巨掌，将山阳胡老者拎了起来，随后浑身的衣物炸开，就剩下一个裤衩。众人皆是一惊，来真的啊！秦颖也哭笑不得，陆青衣的确敢，而且直接做了。就问你气不气？山阳胡老者夹着双腿，生怕裤衩子都被撕了。陆青衣瞧了一眼，眯眼一笑道：到底是老了，看起来都萎靡不振了，要不让世人看看如何？陆青衣，我与你不共戴天。我说。就在这时，山阳胡老者顿时羞怒交加地瞪大着双眼。秦颖的父亲早在2年前就已经死了，被大圣子炼制成了傀儡。秦颖的瞳孔在这一刻狠狠爆裂开来，一道道的狰狞血丝，一股凛冽至极的杀机疯狂爆出。父亲秦羽被昆仑圣地的大圣子炼制成了傀儡。大圣子是谁？秦颖怒笑一声，一股足以冰封一切的杀机显露，血眸落在山阳胡老者身上。山阳胡老者咬着牙齿道：帝天。秦颖将这个名字记住，回去告诉帝天，我必杀他。一道万怒无比的杀意在这一刻震荡诸天，所有人的心头都狠狠一颤，如同堕入地狱。告诉帝天，
我必杀他！杀意冲天，肆虐四方，所有人都心脏一颤，从未想过一个人的杀意竟是会强盛到这种地步。这该杀了多少人？哪怕是山羊胡长老盯着秦颖的眼睛，竟然也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这一刻的秦颖仿佛化身杀神，杀怒惊天地，泣鬼神，可怕无比。帝天，他居然要杀帝天！帝天据说拥有着万古妖孽之姿，其似乎来自一座隐世的古老帝族，实力恐怖无比。36大圣地之内，除了天道书院从未出过手之外，帝天碾压了其余圣地的大部分圣子圣女，抬不起头来。他想要杀帝天，这怎么可能？帝天之名显然极其响亮，更重要的是其出身居然是来自一尊古老帝族。帝族二字意味着什么？对于世人而言，绝对是禁忌般的词语，不可提起的。这些大族甚至足以与36大圣地媲美。陆青衣，我已经说完了，你放开我！山羊胡长老脸色愤怒交加，至今身上还只是一件裤衩，被大庭广众看得精光不说，还被陆青衣羞辱为女不正，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陆青衣露出一抹笑容，随后青衫散去。山羊胡长老这才连忙将衣服穿上。陆青衣一步落去，回到了天道书院的位置。今日的事情足以轰动古天界，无论是选拔赛上秦颖屠杀结阴竟如土狗的可怕战绩，还是说秦颖加入了天道书院的不良山，成为了不良山的第49名弟子的身份，以及陆青衣为了秦颖一掌镇压昆仑圣地长老，都是足以轰动世人的事迹。许久，天魔教的天魔圣女饶有兴趣的魔瞳落在了秦颖的身上。可惜了，似你这般杀气，其实修炼魔气也很不错的。不过你这小弟也挺适合我们天魔教的。秦玄，你可愿意跟随我前往天魔教修行？天魔教修行魔气极负盛名，秦玄走的就是魔道，选择天魔教无可厚非。秦玄看向秦颖，嘿嘿一笑，颖哥，我决定了，我要加入天魔教。不出1年，我势必要成为天魔圣子，到时候我一定要和颖哥你好好干上一架。秦颖点了点头，等你。秦玄觉醒了封魔血脉，这可是连金乌女帝都震惊的血脉之力。如今秦玄只不过还缺乏一些战斗经验，已经对于封魔血脉的真正开发还未完全运用上。未来的秦玄势必会成为最强大的一批天骄之一，其前往天魔教理所应当。去吧，小玄子。不过出任何事情，掐碎这枚子母玉佩，我可以第一时间感应。秦颖取出一枚玉佩，这显然是9大女帝给她的宝物。这种宝物可以相隔无数里，都能在第一时间感应到对方的召唤，以免万一。秦颖将其交给了秦玄。同样，上官婉也有一枚在身上。他们3人从天玄大陆那座小世界走出，谁能想到一个拥有禁忌之瞳，直接成为了妙音仙宫的圣女，而另一个则是加入了最难加入的不良山。至于秦玄也不弱，进入了天魔教，凭其天赋，在天魔教内成为天魔圣子并不困难，指日可待。秦颖来到上官婉面前，看向了身后的玉虚仙子，我娘子就要交给玉虚仙子照顾了。妙音仙宫的众女对于秦颖有些警惕，应该与妙音仙宫的规矩有关。妙音仙宫弟子不可与男子交涉，特别是谈情说爱，这是铁律。玉虚仙子直接传音给秦颖，似有一股淡淡的威压传来。你与婉的关系，我们无权干涉，但如今她是我们妙音仙宫的圣女身份，你不可破其处女身份。秦颖，不是，这老娘们管得这么宽吗？秦颖不想理会玉虚仙子，再者说，就算是秦颖想，现在也做不了啊，不然早就破了，还用得着他提醒？真是一个老妖婆，似是能心灵感应一般。玉虚仙子狠狠地瞪了秦颖一眼。秦颖与上官婉简单交代了几句，便是准备回到天道书院的位置。就在这时，上官揽月突然唤住了秦颖。秦颖，为何归来之后，你的天赋甚至比起之前更强？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上官揽月看到了今日秦颖爆发出来的可怕战力，一时间心情无比复杂。秦颖回眸，血眸凝视着上官揽月，错了吗？你没有错，只是我会亲手让你死在我的手中。一股杀意瞬间绽放，这种女人，秦颖多看一眼都觉得玷污了自己的眼睛，转身离去，没打算跟上官揽月说任何废话。在他的死亡名单之中，上官揽月早已经是那个必死不可的人了。都交代完了？洛琉璃上前询问。秦颖点了点头，交代完了，那我们走吧。青衣师兄已经在等我们了。秦颖抬眸看去，赫然看到了陆青衣站在一朵青云之上，
双手负背，无时不刻都令人感到一种高人之感。陆青衣感知到了秦颖的到来，秦颖朝其抱拳，拜见青衣师兄。陆青衣驾云离去，直至已经没入了云端，这才憋不住的狂笑一声，颇为欣慰地盯着秦颖，让秦颖有些不自在。小师弟，欢迎你加入不良山。进入不良山之后，就是一家人了。很快，陆青衣看向远端，眼神之中似有一抹幻想。云岚师妹若是知道我带你这万古罕见的苗子回去，说不定会抱着我亲我吧。到时候我是该拒绝呢，还是欣然接受呢？接受的话，会不会有些太放浪了一些？小师弟，你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不如跟师兄分析分析如何？秦颖，他直接惊呆了。此刻的陆青衣哪里还有什么方才那绝世高人的模样，完全就是一个逗逼啊！洛琉璃师姐果然说的没错啊，的确是一个大逗逼。不良山有正常人吗？秦颖不禁怀疑，好像就洛琉璃师姐挺正常的吧。离开了选拔城，秦颖还要去一趟古月商会，通知了海老。很快，在城外见到了海老以及紫月两人，而海老的瞳孔却瞬间一颤，整个人直接拜伏在地，不敢喘息大气。拜见不良山的青衣大人。眼前之人是谁？紫月或许不知道，但海老怎么能不知道呢？陆青衣，整个古天界都响当当的人物，而秦颖跟着陆青衣而行，难不成秦颖加入了史上最难加入的不良山？陆青衣此刻又脸色转变，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秦公子可是加入了不良山？海老震惊地望着秦颖。秦颖点了点头，不错，我现在是不良山第49位弟子。海老，我赶时间，能否直接带我去你们的宝库？古天界选拔彻底落下了帷幕，而身为古天界近期最盛大的事情，一时间无数消息传向了外界。秦颖与上官婉之名自然是很快如同龙卷般传到各大星域之中。上官婉身怀禁忌之瞳，直封妙音仙宗圣女，打破了有史以来的记录，成为了整个古天界最顶尖的那一批天之骄子，无不令人艳羡。甚至据说上官婉的容貌绝世无双，更是令得无数青年男子欲要一睹芳容。至于秦颖，战力爆表，拥有着远超境界的逆势战力，甚至拥有天阶武技。一时间，无数人打探消息，甚至还有一些强大的散修也盯上了秦颖。哪怕是一部天阶武技，也足以引起无数人的疯狂。除此之外，加入天道书院不良山，成为了不良山为数不多的第49位弟子。不良山对于世人而言，那可是一处传奇之地，走出诸多传奇人物，有些如今已经消失许久，有些则已经站在了最为顶尖的一批。成为不良山弟子，注定不平凡。最重要的是，秦颖竟是道出了要杀昆仑圣地的大圣子帝天，而帝天在36大圣地的圣子圣女之内，足以名列最前茅的那一批，一时间轰动至极。昆仑圣地之内，一道华贵金袍的青年，一脸与生俱来的冷傲之色，仿佛出生便是一世帝王般，眼神睥睨，气势凌天，给人一种至尊般的高贵之感。而他正是昆仑圣地的大圣子帝天。帝天听闻下方有弟子传来了古天界选拔的消息，不由是轻笑一声：杀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敢说这种话了。不过是炼制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傀儡而已，一条贱命也想换我的命？呵呵，即便战力夸张又如何？在我帝天面前，仍旧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蝼蚁而已。门外，上官揽月缓缓走来，帝天遣散殿内的弟子一把搂住了上官揽月的细腰。大圣子。上官揽月眼神复杂，趴在帝天的肩膀上。我都听说了，那秦颖似乎就是你那个已经失踪了3年的未婚夫吧？听说他想杀我。上官揽月进入圣地之后，便凭借着帝天的关系拿到了最好的资源，直至觉醒了天皇体，一跃成为了圣女。可以说他有如今和帝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秦颖的天赋似比3年前更强，如今化海境却可斩杀劫阴境，大圣子一定要小心。而且他杀心极强，睚眦必报，必须尽快除之，否则后患无穷。上官揽月早就动了杀心，自他决定要在古天界杀死秦颖之时，就知道他们之间就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关系了。秦颖必须死。此次古天界选拔，秦颖展现出来的恐怖天赋与杀意，让他后怕。帝天将手伸进了上官揽月的衣领之内，肆意揉捏，自负无比道：呵呵，天赋，这世上最可笑的就是在我帝天面前谈及天赋。别忘了，我来自古老帝族，天赋在我面前一文不值。何况
没有成长起来的天骄，算不得什么，死在了襁褓之中，有谁会记得？上官揽月如今唯有仰仗帝天，借帝天的手来杀死秦颖。帝天眸光一眯，眼中浮现出一抹兴趣之色。我听说你还有一个姐姐觉醒了禁忌之瞳，而且还是一个绝世大美人，有机会的话让我见见。上官揽月眸光一颤，感觉到了一缕危机，眼中浮现出更加强烈的杀机。凭什么？难道上官婉儿要夺走属于他的一切吗？他绝不允许。秦颖跟随着海老前往古天界内的古月商会，直接依靠空间阵法传送。毕竟古天界实在是太大了，拥有着数以万计的星辰世界，若没有传送阵法，凭借星传实在是太慢了。古月星，秦颖便是跟随着海老来到了古月商会内。来到此处，秦颖不得不感慨，和这里的古月商会比起来，天玄大陆的古月商会简直连一只蚊子都算不上。一座古月商会宛若一座巨大的城池，诸多高耸的楼宇无疑彰显着两个字：有钱。跟随着海老的指引，秦颖一行人来到了一座雅间之内。不久，一道幽香袭来，是一种独特的香味，让人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一名身着黑色长裙的女子进入了房内。女子戴着黑色的面纱，没有露出真容，但小蛮腰饱满的雪白足以勾动每一个男人的神经。这便是我们古月商会的大小姐古倾城小姐。秦颖抱拳，至于陆青衣和洛琉璃一动不动。小女倾城拜见不良山的诸位大人。诸位大人莅临古月商会，是我们的荣幸。古倾城声音轻柔若水，十分好听。倾城大小姐，这位便是我带来的秦公子，如今已经加入了不良山。古倾城的眸光诧异，自然听闻了选拔城的轰动之事。原来这就是秦公子。秦公子在古天界选拔上可是大放异彩，倾城钦佩不已。如今又加入了不良山，公子的未来不可限量。秦颖笑道：多谢倾城小姐赞誉了，咱们还是聊正事吧。秦颖现在对别的都不感兴趣，只对古月商会的宝物库感兴趣。海老说过，我若是通过了选拔，可以前往你们古月商会的宝物库，是否如此？古倾城莞尔一笑：那是自然，还请公子随我来。秦颖和陆青衣两人打了一个招呼，便随着古倾城前往。秦公子加入不良人，可以前往我们天字号宝库寻找一样宝物。来的路上，海老也曾说过，宝库分为天地人3个等级，天字号的宝库那可是最顶级的宝库，一般都是古月商会压箱底的宝物。秦颖也没想到，这古月商会居然这么大方。当然，秦颖可不会有半点客气。不久，一座金库出现在了秦颖的面前，古倾城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让秦颖大开眼界。宝库之内，不说其他的，光是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些7、8品的丹药，其次还有着各种万年的仙草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他只在玲珑丹书上见过的药材。这何止是一座宝库啊，简直就是一片巨大的宝藏。若是全部得知，不知道能够打造出一个怎样的势力。当然，这也就想想而已。至于打劫古月商会宝库，除非是不要命了。古月商会能够屹立在古天界这么久的时间，自然不可能是弱者，否则早就被别人洗劫精光了。秦颖搓搓小手，较为激动：倾城小姐，任何东西都可以选吧？古倾城嫣然一笑，答应了公子的事情，自然不可能食言。只要公子看中了，无论多贵重，都可以带走。秦颖嘿嘿一笑：既然如此，那我可就不会客气了。客气毛线啊，白嫖秦颖可是认真的。天字号宝库之内，秦颖一路扫去，看着琳琅满目的宝物，心中颇有一种想打劫的冲动，想要将整个宝库纳入自己的掌心之中。当然也就是想想而已，几乎不可能有人见到如此之多的宝物而没有半点邪念，除非不是人。古倾城跟随在秦颖的身后，不知道秦公子需要什么类型的宝物，我都可以给秦公子介绍。秦颖笑了笑：不着急，我先看看。随后秦颖直接传音进了玉佩之中：不死女帝姐姐，你来瞧瞧呗。不死女帝一道娇哼的声音响起，总算是想起问本帝来了，我还以为你自以为是到想要自己寻找呢。秦颖嘿嘿笑道：我怎能比起不死女帝姐姐的眼界呢？不死女帝懒得搭理秦颖这拍马屁的话，道：修行不死圣经需要锤炼肉身类的宝物，若我还在地界之中，这些宝物自然不难寻找，不过这古天界就少得可怜了。秦颖走向不远处的一道橱窗，橱窗之内摆着一根宛若囚笼般的根枝，万年霸王根。有着玲珑丹书，秦颖对于这些材料颇为熟悉。身后的古倾城笑道：秦公子好眼力，这的确是万年霸王根，
对于修行肉身有着极大的作用。一根万年霸王根足以让肉身提升一个小境界的程度，铜镜之内鲜有人能够破开肉身防御。不死女帝轻哼一声：“你就这点眼界？万年霸王根的确可以提升肉身强度，但还远远达不到不死圣经所需要的条件。”秦颖无奈道：“这也不行吗？”说完，秦颖淡淡道：“万年霸王根还不够。”古倾城的心脏微微一荡，万年霸王根已经是十分罕见的至宝了，毕竟万年才成型，哪怕是在古天界内一经拍卖，绝对是压箱底的宝物。不远处，秦颖再次停下。天雷仙草。不死女帝继续冷哼一声：“不够，眼界放高一点，跟我们待了3年，就这点眼力见。”不死女帝没好气地说道：“秦颖，这怪他吗？他的眼界哪里能和9大女帝相比？这也太贬低他了吧？”秦颖心里苦，但又不敢反抗。不够。秦颖再次淡淡道。接下来路过10数件极其罕见的锤炼肉身的至宝，秦颖都纷纷摇头叹了一口气。古倾城也愈发的好奇，秦颖需要的到底是什么至宝？这些至宝任何一件都足以引起大片的轰动，若是出事，甚至可能引起一番腥风血雨，而秦颖居然一个也看不上。秦公子，锤炼肉身的宝物不多，方才已经看过90%之多了，若还没有的话，我们古月商会怕是也无能为力了。古倾城苦笑道。这时秦颖再次驻足，面前不是一具展柜，而是一座摆放在尽头处的黑鼎。黑鼎之外有着一副炼狱般的场景，无数的人影在其中挣扎，有着各异的痛苦表情，十分骇人。这是……秦颖开口。古倾城立刻回答道：“秦公子，此鼎不算是天字号的宝物包含之内的，因为此鼎没有任何人可以带走。”没有任何人可以带走。秦颖皱了皱眉，因为他看到这座黑鼎的瞬间，便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击感。不死女帝的声音也顿然一惊，没想到此鼎居然出现在了这里。当年掌控此鼎之人，可是一人一鼎，容灭了一界，仅凭肉身之力，锤爆星辰。一人一鼎，镇压一界，肉身之力，锤爆星辰。秦颖眸光一闪，颇为激动，因为不死女帝都如此震惊，此物定然不是什么凡物。不死女帝，这是什么鼎？很强吗？秦颖问道。不死女帝道：“当然强，此鼎名为太古焚尸鼎，不只可以锤炼肉身，还可以助你肉身正道。当然，此鼎还有另外一个更为响当当的名字。”什么名字？秦颖疑惑。不死女帝的声音微微一沉，令得秦颖的脑海狠狠一震。上古10大凶器之一。秦颖闻之色变，呢喃一声：“上古10大凶器之一，很强。”不死女帝觉得秦颖的问题就像是幼童般幼稚的问题，不过还是耐心说道：“何止是强？太古10大凶器皆是禁忌之器，任何一件都拥有着足以毁灭一切的威能。10大凶器任何一件都拥有着灭世之能，而你的手中就拥有着这么一件太古10大凶器。”秦颖的脑海巨震起来，惊骇无比。太古10大凶器任何一件都有灭世之能，他的手中也有一件。秦颖争恶道：“别告诉我是修罗剑。”不死女帝笑盈盈道：“还算聪明，不错，修罗剑就是太古10大凶器之一。”秦颖没想到自己就拥有这么一件太古10大凶器，而在古月商会居然遇到了第2件太古10大凶器。若能够凭借此鼎修炼肉身的话，足以让你踏入不死圣经的第1层境界了。这句话才是关键。秦颖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对于太古焚尸鼎有着强烈的欲望浮现出来。秦颖目光闪烁，沉吟道：“倾城小姐，我就要此鼎了。”古倾城美眸一颤，随后道：“秦公子可要考虑好了，这具古鼎在这里摆放已经超过万载了，可惜数千载之内从未有人能够让此鼎发挥出任何功效，因而这具黑鼎便一直放置在此处。比起其他宝物而言，这具黑鼎即便是公子带走了，恐怕价值也远不如其他的宝物珍贵。”古倾城自然没有说谎，否则此鼎也不会一直摆放于此落灰。而且看样子，此鼎很久没有人打理了，布满灰尘。显然，古月商会并未真正觉得此鼎有什么非凡之处。秦颖却坚定道：“不必了，我就要此鼎了。”古倾城没想到秦颖这么坚定。秦公子可以试试，在此之前，我需要告知秦公子的是，此鼎若不得到认可，极其沉重，就算是一些达到了称尊境的强者，都搬不动此鼎。而且，若是秦公子失败了，便失去了这一次选择宝物的机会了。古倾城还想劝一劝秦颖，
秦颖却一步上前，来到了黑顶的面前。倾城小姐不必劝了，我若失败了，不会动这里一针一线。此时，不死女帝的声音也从玉佩之中传来：秦颖，你可得注意了，修罗剑之所以认可你，是因为你拥有修罗圣体，而此鼎身为太古10大凶器，要求极高，你未必能达到他的要求。秦颖咬牙道：那也要试试，万一成功了呢？随后，秦颖的掌心贴在了黑鼎之上，掌心上渗透出一丝鲜血，流淌在黑鼎表面。这一刻，秦颖只感觉面前的黑鼎居然颤动了一下，不知是何缘故。秦颖感觉黑鼎好像在认可自己，不对，不是认可，更像是臣服。古倾城还在劝告道：公子，我还是劝你看看其他的宝物，此物若能带走，便不会放在此处积灰，是这样吗？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下一刻，古倾城的瞳孔狠狠一颤，娇躯猛地一僵。这却见秦颖轻轻一抓，黑鼎轻如鸿毛一般，竟是被秦颖单手抓起，举过头顶。一旁的古倾城瞬间石化住了，如同看到了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华海竟能如此轻易地举起此鼎。古倾城自然不敢置信，他亲眼见过诸多强者都曾试过此鼎，但别说举起，就连让其晃动一下都做不到。可如今秦颖却不费吹灰之力将黑鼎举起，甚至看不出丁点的费力之感。秦颖笑眯眯地转过身来，单手举鼎，看着古倾城：请问倾城小姐，此鼎我带走没问题吧？古倾城当然没想过秦颖真的能收服此鼎，放做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觉得秦颖真的能够收服此鼎。连称尊敬强者都束手无策的古鼎，自然有着非凡之处。对于古月商会而言，此鼎即便留着也不会赠与他人。可话已经说出了，就如同泼出去的水，难道还能收回？正在古倾城犹豫之际，秦颖淡淡一笑道：倾城小姐还需犹豫吗？难道古月商会让我们来挑选宝物，不就是为了与我们为友吗？再者说，我的传闻，古倾城小姐应该有所耳闻。试问一下，他日我若成长起来会如何？秦颖目光盯着古倾城的双眼，言之灼灼。没错，秦颖不是傻子，当然看得出来，古月商会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自己会想要此鼎，甚至是收服此鼎。此鼎，即便是古月商会不知道这是10大上古凶器之一的太古焚世鼎，但也知道珍贵无比。而秦颖当然要展现自己的价值，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忽悠。没错，就是忽悠。他在9大女帝那里可是练就了一副铁齿铜牙，这点小事简直太简单了。何况这名古倾城小姐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心眼，就更好忽悠了。古倾城没有一丝犹豫道：君临天下。毫无疑问，以秦颖在选拔赛上的表现而言，哪怕是如今的帝天也不如秦颖。有了这句话，秦颖淡淡一笑：既然如此，那么倾城小姐还需要犹豫吗？古倾城连忙反应过来道：抱歉秦公子，既然我们古月商会许诺之事，自不该有半点的犹豫才是。这座古鼎即便是放在我们古月商会，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反而只有秦公子才能发挥出其真正的威能。秦颖会心一笑：既然如此，那我就拿走了。声音一落，秦颖感知到了黑鼎的意思，却见黑鼎直接缩小了，随后融入了秦颖的体内。古倾城这才后知后觉，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自己是被忽悠了吗？既然如此，倾城小姐，那我就先告辞了，日后再见。两人离开了宝库。不久，陆青衣、洛琉璃便是带着秦颖离开了古月商会，前往天道书院。小师弟，你在古月商会拿走了何物？我看那大小姐看你离开时的表情很不对劲啊。洛琉璃凑上前来，笑眯眯地问道。秦颖笑了笑：没什么，就是一具没用的炉子而已。此时秦颖体内的黑鼎40不满，震颤起来，震得秦颖剧烈的咳嗽一声：大爷的，你全家才是破炉子，这特么太侮辱鼎了。秦颖嘿嘿一笑：快拿出来看看。洛琉璃一脸好奇之色。秦颖倒是没打算藏着，毕竟这古鼎就连古月商会都不知道来历，应该是来自女帝所言的地界之内，不是古天界之物。手掌一翻，一具黑鼎出现在了秦颖的手中。洛琉璃取出放大镜，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直接对着陆青衣喊道：青衣师兄，要不你来看看，我感觉这具古鼎可能不简单呢。陆青衣上前，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轻哼一声：有什么不简单的，小师弟都说了，这就是一具破炉子而已，凑合着玩玩就行了，
身为不良山的弟子，哪能这么没见识？到时候你47师姐又该教训你了。说着说着，陆青衣就要抬手去拿太古焚尸鼎，这不拿还好，一拿，陆青衣的脸色直接不对劲了，瞬间涨红，额头上的青筋全部爆起。卧槽！陆青衣龇牙咧嘴，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特么一座破小鼎居然这么重，宛若一座无尽的山脉镇压在他的手掌之上。黑鼎不爽地压在陆青衣的手上，似是在报复陆青衣方才的那句话：破炉子，压不死你！一旁的洛琉璃懵逼了，好奇地看着陆青衣：青衣师兄，你怎么不说话了？还有青衣师兄，你怎么全身绷得这么紧，血管都爆起来了？难道这座小鼎青衣师兄都拿不起？不对啊，我看小师弟很简单就拿起来了。洛琉璃的话不断刺激着陆青衣，他英明神武的师兄形象啊，怎么可能被这一座破炉子压崩塌了？破炉子而已，当然不重，我只是故意的而已，逗逗小师妹你玩玩的了。陆青衣几乎是咬着牙尖强撑着说道。秦颖偷偷一乐，没想到青衣师兄居然还这么死要面子，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洛琉璃浅浅一笑，不愧是青衣师兄，果然厉害呢。对了师兄，刚刚小师弟把这小鼎左右手抛，师兄应该很容易就能做到吧？陆青衣的眼珠子都要瞪了出来，要不你压得过来试试？左右手抛，我特么这只手都要废了。抛个鸡巴！呵呵呵，当然可以。陆青衣直接给秦颖使了一个眼色，你小兔崽子，要看着师兄出丑是不？秦颖瞬间心领神会，明白了什么意思，当然不能让师兄英明神武的形象崩塌了才是。秦颖顺手接来小鼎，道：师兄哪里需要做这种小儿科的把戏，实在是有损了师兄的身份。陆青衣重重地呼了一口气，转过身去疯狂地甩手。我靠，手要废了！师兄这是？洛琉璃继续补刀。秦颖替陆青衣解围道：师姐，师兄应该是在玩一种叫摇花手的小游戏，在我那片大陆内很火的。陆青衣，神特么的摇花手！不久，陆青衣转过身来，依旧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小师弟，前方就是我们天道星天道书院所在了。天道星天道书院，星船落下，前方的景象与秦颖所联想的画面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一条足有数万道的阶梯登上阶梯，阶梯之上便有着天道书院4个大字的石碑矗立于此。而在秦颖的想象之中，天道书院身为古天界内威震八方圣地之一，应该是大气磅礴，宫殿耸立，有霞云仙鹤。但事实上，这座书院真就是一座书院的模样，甚至看起来十分简单，都比不上天玄大陆之中的一些书院。2个字，简单。不过此处的灵气极其浓郁，远远是天玄大陆的100倍不止，难怪被称为修行圣地。书院门口有诸多书院的弟子赶来，皆是穿着同样的青色衣袍，恭迎青衣师师兄、琉璃师姐。所有弟子都神色崇拜，敬畏不已，目光不由自主地朝着秦颖看去。这位便是秦颖师兄了吧？秦颖师兄好帅啊！不少女弟子都纷纷眼前一亮，春心荡漾。这一刻，陆青衣高傲的眸光都在不经意间抽动了一下。呀的，怎么感觉自己天道书院第一帅气师兄的位置被撼动了呢？我这就成师兄了？秦颖有些哭笑不得。一旁的洛琉璃笑眯眯道：小师弟，这就不知道了吧？咱们不良山的辈分很高的，进了山就是师兄师姐。还有看起来你很受欢迎啊，果然长得帅就是不一样，但你可要小心点喽。说着，洛琉璃的目光看去了陆青衣，秦颖也随着看去。青衣师兄好像有点不高兴啊。洛琉璃传音给秦颖，青衣师兄很要面子的，没人夸师兄帅，反而夸小师弟你帅，估计师兄吃错了呢。毕竟师兄曾经可是被誉为天道书院第一帅。秦颖，怎么感觉青衣师兄有点小肚鸡肠的？不就是夸句帅吗？至于吗？陆青衣只想说至于，非常至于。秦颖的嘴角欠了欠，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秦颖的事迹自然是已经传回了天道书院内了，在选拔赛的轰动以及加入不良山，早已经成为了天道书院人尽皆知的人物了。不过看起来天道书院还是蛮和睦的。进入了山门，陆青衣一句话没说，带着秦颖直接朝着不良山而去。不良山，比起书院而言，登上不良山，秦颖有种感觉进了贼窝的想法，因为不良山真的看起来很营养不良的样子，山上甚至与书院的建筑都比不上，书院之中好歹都是一座座大院子，而不良山只有一些用木头搭建起来的屋子，看起来十分的简陋，不知道还以为进入了什么小村庄呢。
谁能将如此令得整个古天界都闻风丧胆，号称最难进入的不良山，与如今眼前的景象比较起来呢？洛琉璃开口解释道：“小师弟，你可别看咱们这十分简陋，实则另有乾坤呢。”另有乾坤。此时，玉佩之中，极阴女帝媚然无比的声音响起：“这里看起来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哟。”秦颖，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极阴女帝娇媚笑道：“你细细感悟一下吧，此处蕴含着天道法则之威，而且此处的天道法则看样子颇为古老，看样子似乎是来自上古时期残存下来的一缕天道之威。这天道书院可一也不简单啊！如此古老沧桑的大道之力，就连我等都有点心悸的感觉呢。”秦英眉头一震，女帝也有心悸之感。这里究竟残存着什么天道之力？可惜你不用问了，问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又不是全知全能。极阴女帝似是知道秦颖的想法，提前说道。秦颖紧闭双眸，感悟天地。一缕微风袭来，秦颖顿然有种超脱人间、腾云驾雾的感觉。这就是那一缕古老的大道之力吗？除此之外，秦颖放眼望去，青山之上的花草树木似乎都有着特殊的灵性，仿佛在和自己打招呼。错觉吗？就在这时，秦颖突然感觉到一缕苍茫古老的气息似钻入了自己的体内，随后浑身的血液都仿佛急速流转起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就像是自己的血液与这片天地沟通在一起。这时极阴女帝的声音继续传来：“哟哟哟，看样子这里的天道法则之力似乎和你的血脉有所关联呢，和他的神秘血脉有所联系。”正在秦颖好奇之际，此时风云突然变缓，就连陆青衣的表情也出现了变化。难道是陆青衣的神色突然一凝，看向了天际，却见得青天之上突然震荡，整个不良山都为之一震。此刻苍穹之上突然出现了璀璨无比的光华，宛若天光乍现，神光流转，极其神异。继而这些璀璨至极的流光宛若火芒般熊熊闪耀，竟是流转而下，萦绕着秦颖的周身。这一幕令得陆青衣和洛琉璃都震惊不已。天道共鸣。陆青衣良久才重重地吐出4个字，这4个字极重。这一幕同样投射在天道书院的其他方位，书院之人全部仰天看去，皆是看到了照耀诸天的天道法则萦绕在不良山的上空。这莫非就是传说中残存在我们天道书院的天道之力？不会错，不良山存在天道之力不是什么秘密，但从未有人能够引起天道现世。究竟是何人引发了天道现世？整个书院因此震动，但没有人敢上不良山。除了不良山的弟子，其余弟子都不踏足不良山半步。不过一些书院的老怪物也诧异无比道：“老院长曾道天道共鸣，帝王降世，是真是假？”不良山上，一名光着脚丫的女子走出，穿着一身朴素的长裙，一双好看的玉白色的双瞳凝视着天穹。天道现，帝王现，口中呢喃出声。而此时的秦颖处身于一片仿佛混沌的世界之中，似乎看到了一座鳞次栉比的仙宫坐落在浮天之上，在那天穹之上，似看到了一道睥睨无比、至高无上的身影。这是仙宫之上，霞云弥漫，古老的气息涌荡四方，一道伟岸无比的身影立在苍穹之上，仅是一个背影，便是让秦颖竟是心中萌生一种欲要顶礼膜拜的感觉。而在下方，似有无尽的子民拜伏在地，朝着虚天之上的身影虔诚跪拜，仿佛站在那云巅之上的是一尊帝王，无上的帝王，睥睨世间的一切，至高无上。秦颖的瞳孔狠狠颤动，为何自己会在天道书院看到这一幕？他是谁？那道身影回过头来，俯瞰而下，与秦颖对视在一起。咚！秦颖的瞳孔狠狠一颤，对方的眼神仿佛隔着漫长的时光长河凝视而来，古老而又高傲，似淡漠世间的一切。就在此时，一切烟消云散，秦颖久久仍未回神。他完全不知道，如今整个天道书院引起而震动，所有人都被那天道异象震撼。天道书院的一些神秘洞府之内，一些老者纷纷睁开双眼。老院长曾说过，天道书院笼罩着一片古老的天道，具体有多古老，没人知道。从天道书院建立至今，从未有人引发过天道共鸣。究竟会是谁呢？可惜不良山唯有不良山弟子才可进入，没有院长的意思，谁都不可进入不良山，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幕。诸多老骨灰们纷纷感慨，表示惋惜，但天道共鸣足以让天道书院所有人为之振奋。
让他们好奇不已的是，这个老院长曾道的地命之人会是谁呢？不良山上，秦颖双眼逐渐恢复清明，却看到了陆青衣一脸惊愕地看着自己，完全没有了那副绝世高人的风范。而洛琉璃也美眸睁大，同样的一副石化般的表情。师兄，师姐，你们还好吧？秦颖走到两人面前，手掌在两人眼前不断挥动。洛琉璃惊愕不已地看着秦颖，小师弟，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干了什么？秦颖摇了摇头，他自然不可能说出自己看到的画面，装作不知情。我刚刚只感觉眼前一黑，便没有意识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洛琉璃突然香软的娇躯激动地抱住了秦颖，甚至跳在了秦颖的身上，像是树懒一样挂着。只是那雪白 Q 弹的山峦直接夹住了秦颖的脑袋，随后激动得不断乱颤。哇，小师弟，看来你真是不明白刚刚意味着什么。你引发了大道共鸣，大道共鸣啊！书院建立万载，从未有人能够引发大道共鸣，而且不良山上还有一个传说。秦颖被洛琉璃挤得完全说不出话。那个世界我呼吸不了，太大了，太挤了。洛琉璃这才意识过来有些失态了，连忙从秦颖的身上跳了下来，嘻嘻一笑，师姐太激动了。至于这个传说，就是天道共鸣，帝王现世。秦颖的脑海一震，自然不明白这是何意，但帝王现世4个字分量何其之重，自己是帝王，怎么可能呢？何况这只是传说而已。但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天道的确与他的血脉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母亲指引自己来天道书院，是否就与这片天道有关？暂时秦颖也搞不清楚，母亲还留给他一把钥匙，只是这把钥匙需要打开哪里的门，这些还需要秦颖自己去探究清楚。至于此时，陆青衣也清醒过来了。卧槽，这特么一定是假的！陆青衣突然发出一声干吼，有些难以置信。师兄，什么是假的？分明是真的呀！师兄，你是不是吃醋了？洛琉璃笑嘻嘻地说道。陆青衣突然强装镇定起来，吃什么醋？我陆青衣可能吃小师弟的醋吗？我只是觉得不可思议，小师弟这才刚刚迈入不良山，这就引发了万载未有引发的天道共鸣。我尝试了数十次，都未曾引动过一丝一毫的共鸣。陆青衣只感觉心态有些崩塌，他试了这么多次，连个屁响都没有。秦颖倒好，刚刚进入不良山，这就引起了传说之中的天道共鸣，这不得不让陆青衣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这特么一定是假的。不良山，欢迎秦颖小师弟。就在这时，不远处响起一道天籁之音，宛若清泉流水一般干净清澈，令人浑身舒畅。秦颖顺目而望，只见得一名身穿着朴素长裙的女子走来，女子长得好看，宛若她的声音一般，没有任何的粉黛，却肌肤却宛若天山白雪般干净，一双没有穿鞋的脚丫在地面上轻盈踩来。云岚师姐，洛琉璃眼前一亮，直接拉着秦颖道：小师弟，这就是我们不良山的第47位师姐，云岚师姐哦。秦颖也连忙抱拳行礼，师弟拜见云岚师姐。云岚的身后背着一根毛笔以及一副卷轴。此时陆青衣眼中冒出桃心，直接朝着云岚飞奔而去。云岚师妹，你可是不知道，这一次35大圣地争抢秦颖，我一人之力镇压35大圣地抬不起头，一掌将他们镇压，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帅，在场之人全都看傻了。哈哈哈哈！而且我带回来一个如此天赋逆天的小师弟，是不是该奖励一下？秦颖呆住了，知道陆青衣逗逼，但完全没想到逗逼成这样。与第一次见面的感官，那种绝世高人的感觉，完全就是云泥之别，这反差也太大了吧！陆青衣朝着云岚抱去，云岚的眉头一拧，直接一巴掌把陆青衣呼飞了出去。去死！秦颖，师兄真惨啊！洛琉璃却见怪不怪，嘻嘻幸灾乐祸道：小师弟，习惯就好，在云岚师姐面前，青衣师兄可是一点都没有面子的。而且青衣师兄喜欢云岚师姐，不过虽然青衣师兄排名更前，但其实师姐和师兄都是一起进入不良山的。秦颖尴尬地笑了笑，青衣师兄在云岚师姐面前还真是一点面子都没有，脾气也没有，完全就是一个妥妥的恋爱脑啊！没想到青衣师兄出场如此吊炸天，却是一个恋爱脑。陆青衣爬起身来，苦巴巴地说道：云岚师妹，就不能给我在小师弟面前树立点面子吗？而且看在我这么辛苦把小师弟抢回我们不良山的功劳上，不得给个小小的奖励吗？云岚瞪了一眼陆青衣，背齿一咬：不能，你还有面子吗？再者说，你能不能像小师弟一样沉稳一点？陆青衣欲哭无泪，
他怎么感觉小师弟加入了不良山，自己更加没有地位了？这合理吗？怎么都是夸小师弟的，还是他最爱的云岚小师妹？这特么好吃醋啊！那个青衣师兄他没事吧？秦颖的目光落在了此刻正卑微地蹲在地上画圈圈的陆青衣身上，怎么感觉师兄受到了莫大的打击呢？云岚笑盈盈地走了过来，别理他，他就这样玻璃心，等你待久了你就知道了。啊，这秦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陆师兄会不会记恨自己啊？小师弟，从今往后就住在这里。不久，云岚带着秦颖来到了一座草屋面前，麻雀虽小，但却五脏俱全。对了，我们不良山还有其他师兄师姐吗？秦颖问道。进入不良山，除了云岚师姐出来迎接之外，暂时没看到其他人来。莫非不良山就剩下了这么几个人了？云岚笑眯眯地说道，颇为温柔。小师弟，你有所不知，咱们不良山已经很久没来新人了，琉璃师妹也是5年前加入不良山的。至于其他的师兄师姐，有些已经不在人世了，有些即便是还在，现在也是老怪物了，要么出去云游了，要么就在必死关。倒是还有一位师兄在不良山上，不过没必要去换他。这位师兄是第45师兄，平日里睡觉就是修行，一般人叫不醒的，可能打架打着打着就睡着了。对了，如今的院长也是我们的师姐呢，不过呢，暂时院长师姐也不在家。秦颖微微震惊，好家伙，意思不良山的师兄师姐，要么就是活了很久的老怪物级别的，要么就是奇葩加变态啊！睡觉就是修行，打着架都可能睡着，这不是奇葩是什么？不过秦颖倒是并不排斥，这样的不良山似乎才越来越有意思了。而且天道书院的院长居然就是不良山的师姐，妥妥的大佬啊！这个靠山稳的一批。身后的陆青衣看着云岚对秦颖如此的温柔，不由有些吃醋。云岚师妹，你对小师弟这么温柔，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吗？陆青衣委屈巴巴地说道。云岚狠狠地瞪了陆青衣一眼，没看到我和小师弟聊天吗？你打什么岔？陆青衣瞬间缩了回去。秦颖，怎么感觉青衣师兄真的很没地位啊？他甚至都有点对青衣师兄可怜起来了。没必要可怜他，他就这样。云岚对陆青衣翻了一个白眼，似是知道秦颖的想法。身后的洛琉璃嘻嘻一笑，习惯就好啦，反正我们是习惯咯。秦颖，接下来云岚带着秦颖逛了逛不良山。不良山范围不小，足足有着上百座山峰，这些山峰之上皆有古老的天道笼罩。小师弟，这是不良山上的书屋，你平日里若是没事，可以进来瞧瞧，里面有很多师兄师姐们的修炼心得呢。秦颖看着面前依旧是茅草屋般的书屋，下意识走了进去，却发现这里面另有乾坤。外面看上去不大点的书屋，里面却足足琳琅满目的书籍，而且面积极大，似乎是被人开辟出来的一片空间。离开书屋之后，秦颖听到了一声声的妖兽吼叫的声音。叫什么叫？待会就吃了你们！云岚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冷起来，秦颖都不由浑身一颤。小师弟，别怕，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抓回来的妖兽，专门当做食材的。进来看看吧，顺便挑一下看看你喜欢吃什么妖兽肉。面前是一座凿开的山洞，刚刚迈入其中，秦颖便是感觉到了一股可怕的凶威震荡而来。云岚轻轻一扫，将这些凶威直接荡开。秦颖放眼望去，直接傻眼了。冰灵蛟、吞天蟒，诸多在天玄大陆等同于神兽般的妖兽，而且这些妖兽的气息十分恐怖。这里还有一些王侯境的妖兽，对你的肉身和修行而言都有极大的好处。玉佩之内，龙帝的龙夭夭的声音传来。秦颖头皮一麻，王侯境的妖兽还要在结阴之上的存在，这般妖兽对于任何修士而言绝对是大补之物。放在野外，这种等级的妖兽足以称之为制霸一方的小妖王了，而在这里居然如同灵珠一般被圈养起来，真是让秦颖大开眼界。小师弟，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今晚就宰了吃了。云岚笑眯眯地问道，人畜无害。秦颖扫了一眼，看向了叫得最凶的吞天蟒。师姐，这孽畜叫得最凶，不如吃它。云岚扫了一眼身后的陆青衣，小师弟说了要吃吞天蟒，你有没有点眼力见？我……陆青衣欲哭无泪，直接上前，孽畜受死吧。下一刻，一道道青色的掌印劈出，如同山岳砸下，直接一掌接着一掌地砸在吞天蟒的身上。可怜的吞天蟒发出哀嚎，直接被掌印拍得稀巴烂。他到死都没想到，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吃醋才导致他惨死的。秦颖看着成了肉饼的吞天蟒，浑身颤了一下。要是自己挨上这么一下，
估计一下就成了肉饼了，太狠了。离开了圈养妖兽之地，接下来秦颖大概是将不良山上一些重要的地方都逛完了。不过母亲给的钥匙始终没有一丁点的感应，看样子这枚钥匙要开启的东西不在这些地方。夜晚，陆青衣化身厨师，直接将吞天蟒烤了。小师弟，不要客气，开动吧。云兰微微一笑，温柔无比。陆青衣眼巴巴地看着云兰撕下一块肉，交到了秦颖的手中。多谢师姐。云兰师妹，给我撕一块肉呗。陆青衣依旧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自己没手吗？云兰直接翻了一个白眼。陆青衣想死的心都有了，我靠啊，这特么也太委屈了吧。对小师弟这么温柔，为啥对我这么粗鲁啊？这不公平。但陆青衣还能说什么，只能默默流着泪自己撕下一块肉。吃完吞天蟒的肉之后，秦颖只感觉浑身的血肉都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隐隐感觉到了血肉增强了。若是长此以往，恐怕会让肉身达到很恐怖的程度。原来这就是不良山弟子的日常啊，真好。众人道别之后便各自离去，秦颖也回到了草屋之内。太古焚尸鼎，出来！秦颖血眸一眯，一股煞气震荡，随后自其体内一道黑色的小鼎浮现出来。此时哪怕是9大女帝亦是传来了一道道不可思议的声音。上古10大凶器皆是极其至高无上的，这太古焚尸鼎虽然暂时神灵似乎还很虚弱，还未复苏，但也绝不可能如此乖巧。更遑论还是被你如此轻而易举的收服。很难收服吗？秦颖呢喃一声，却见太古焚尸鼎围绕着他旋转，似是在讨好秦颖。9大女帝看到这一幕都骂了。就这？秦颖笑了笑，这不就是一个小宠物一样吗？9位女帝大人，没必要这么震惊吧？天毒女帝碧罗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真的很想锤死你。你根本不知道，即便是地界之内那些超级强者，若强行收服太古10大凶器，未得到认可的话，直接便会被重创。秦颖当然不明白地界的强者是何等的存在，但他现在只知道这小鼎实在是听话的很。秦颖传音向玉佩之中，眼中有着璀璨的血光闪烁。不死女帝姐姐，如今太古焚尸鼎也已经认我为主了，该是时候凝聚百川了吧？凝聚百川？秦颖已经在化海境巅峰停留一段时间了，若不是为了等待凝聚百川之境，否则早就迈入了凝丹境了。依照不死女帝的意思，凝聚百川需要打碎灵丹一次，重新凝聚灵川，而今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太古焚尸鼎可以熔炼肉身，从而将不死圣经顺利修行到第1层的地步。不死女帝声音稍微一凝，你确定现在就要凝聚百川？想要修成不死圣经第1层，需要在太古焚尸鼎内熔炼肉身，这个过程极其痛苦。太古焚尸鼎会煅烧你的一切意志、肉身以及你的神识，这任何一种，即便是放在地界之内，恐怕能够承受之人也极其罕见。若是你确定好了，就打开太古焚尸鼎，进入太古焚尸鼎内，以金乌之炎开始熔炼。不死女帝的凝重之音传来，能让女帝如此凝重态度，可想而知这熔炼肉身的可怕程度。不过也是，太古焚尸鼎可是上古10大凶器之一，其可怕程度可想而知。但秦颖现在心无旁骛，一心只想变强，无论是寻找母亲的秘密，还是斩杀帝天为父亲报仇，亦或是与9大女帝之间的约定，他都需要尽快提升修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藏神渊的3年，他早就磨练出了惊人的意志，如同重活一世。自藏神渊归来，他愈发清楚，这世上只有实力才是真正的王道，没有实力，狗屁不是。来吧，哪怕是生不如死，我亦不惧。秦颖眸中血光璀璨，不曾有半分的惧意。下一刻，太古焚尸鼎变大，足以容纳1人。秦颖打开太古焚尸鼎的盖子，直接钻入了太古焚尸鼎内，随后直接祭出金乌之炎。只见得金色的金乌炎瞬间在太古焚尸鼎内熊熊燃起，仅仅是一瞬，秦颖便是发出了痛苦无比的嚎叫声。金乌炎的温度何其之高，再加上太古焚尸鼎的焚尸之威，直接放大了金乌炎的温度，提高到一种难以想象的程度。抱守心神，运转不死圣经，期间不可有丁点的分心，否则直接便会失败。不死女帝的凝重之音传入秦颖的神识之内。不死圣经！秦颖咆哮一声，浑身的青筋全部绷紧。这一刻，他只感觉宛若置身于一片熔浆炼狱之中，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宛若被生生焚焦。神识之内，神识之海如同被焚天之炎煮沸，整个神识之海疯狂沸腾。神识的痛苦
与肉身不同的是，其痛苦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痛苦，比起肉身之痛更加无法忍耐，像是整个脑子都被疯狂炙烤。那种痛苦宛若让他堕入无边地狱，恨不得立马死去，但他必须忍受。好在他在藏神渊内承受9大女帝每时每刻的不断折磨，早已经给他练就了无上的意志。秦隐死咬牙间，发出嘶吼，开始运转不死圣经。不死圣经的运转之下，秦隐的肉身之上散发出淡淡的金光，这种金光宛若镀在他的肉表之上，覆盖住了他的全身，乃至是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这家伙的意志力当真惊人。天毒女帝暗绿色的眸光微微颤动。南宫挽歌通过画面看到这炼狱般的场景，凝声道：太古焚世鼎拥有着焚世之威，虽然如今太古焚世鼎受到了眼中的损伤，不足其真正的威能的1/1000，但即便如此，也绝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何况你们难道没发现吗？他的血脉似乎正在替他减轻身上的痛苦。其余几位女帝也细细感知，的确是如此。而且看样子太古焚世鼎似乎忌惮他的血脉，这可是上古10大凶器，地界之内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存在，居然会忌惮他的血脉。他的血脉究竟是什么？9大女帝的表情纷纷震惊不已。秦隐的身世似乎愈发的神秘起来，难怪藏神渊选择了他，或许这就是缘由。9大女帝的神色一凛，并不是他们将秦隐带入藏神渊的，而是藏神渊选择了秦隐。这一点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再者说，藏神渊内的古老法则对于秦隐完全没有任何作用，这才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与秦隐绑定的原因。时间迅速流逝，可对于秦隐而言，度秒如年，每时每刻都无比的煎熬。不死圣经第1层给我破！不死金身！秦隐咆哮一声，周遭的焚世之炎疯狂动荡起来，愈发猛烈的焚烧秦隐。而就在此时，秦隐猛地睁开双眼，眼中有着一道古老的金色梵文转动，浑身上下流淌着一道耀世的金辉，金辉铺满他的全身。这一刻的秦隐宛若一尊金刚不坏的无敌金身，只见得身上被炙烤的发黑，宛若黑炭的肌肤，血肉竟是在迅速的恢复。体内的灵丹之内81道灵川浮现出来，所有的灵川在这一刻全部化作了最为纯粹的金色川河。就是现在，打碎灵丹，凝聚灵川。不死女帝的声音如同锋芒般刺入秦隐的神识之内。秦隐没有丝毫的犹豫，下一刻直接体内的气息一轰，将灵丹生生轰碎，化作无数的碎片散落在他的腹中。不死金身！秦隐咆哮一声，当即运转不死金身，却见那些原本破碎的灵丹碎片在此时竟是迅速的重组在一起。不死女帝说过，修成不死圣经可保灵丹一次破碎，果然如此。秦隐不由大喜，不敢有任何的松懈。随着灵丹的重组凝聚，一颗笼罩着暗金色刺目之芒的灵丹几乎完美的呈现在秦隐的面前。成了！百川！秦隐大吼一声，一瞬之间，一条条汹涌澎湃的川河在此刻疯狂凝现出来。而与此同时，整个不良山竟然是狠狠地震荡起来。这一瞬，云岚、陆青衣、洛琉璃几乎是被同一时间吸引而来，三人站在了秦隐所在的草屋面前。这一刻，三人的表情几乎是出奇的一致，震撼不已地望着草屋上空的景象。一道道璀璨若星河的灵川正在以一种可怕无比的速度凝练，宛若一条条悬挂在虚空之中的金色的大河。这般一幕，何其震撼，何其不可思议！这好像是凝聚灵川吧？小师弟，这是在凝聚灵川！洛琉璃都不由大叫一声，震撼无比。云岚的声音一震，的确是凝聚灵川，但小师弟的灵川应该早已经成型了，这是重塑灵川。可据说这世上无人能够第二次凝聚灵川，灵川的数量在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小师弟这是怎么做到的？陆青衣揉了揉眼睛，下巴都要掉了，这他妈一定是假的吧？陆青衣彻底惊呆了，何况现在小师弟已经这么受欢迎了，这要是再打破历史，第二次凝聚灵川，他今后还有地位吗？就在这时，洛琉璃的眼珠子死死睁大，双手捂住了红唇。天哪，师兄师姐，小师弟这好像是凝聚了传说中的百川汇海，整整100条灵川。云岚和陆青衣几乎同时石化。百川，整整100条灵川悬挂在草屋上空，整个不良山似都被照亮的宛若白昼。三人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而与此同时，一间草屋内，一名胡渣满脸的男子直接被摇晃地震下了床底。其穿着一身麻衣，身旁别着一把黑刀，正欲要发怒爆吼，突然间
感知到了一股宛若浩瀚如海的气息呼啸而来，其一刀直接斩破了草屋，却看见了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幕。百川汇海，草他奶奶的，什么时候咱们不良山来了这种怪物了？阿纯师兄，你怎么醒了？洛琉璃惊讶地看着走来的麻衣男子，正是不良山的第45位师兄阿纯。阿纯叼着一根烟杆，眼珠子死死地盯着那草屋之上的百条磅礴鳞川汇聚。在此刻，百条鳞川统统汇聚在一起，化作一片金色的汪洋。草他奶奶的，真是百川汇海！这到底是谁？阿纯震撼不已地出声：“是秦影小师弟。”阿纯师兄可能不知道，秦影小师弟在古天界选拔上可是……随后，洛琉璃将秦影在古天界选拔上大杀四方的事迹全部告知了阿纯。阿纯口中的烟杆都直接掉了下来，嘴巴张大：“你是说小师弟他化海境巅峰，便斩杀了数十名结阴境修为的修士？”洛琉璃疯狂点头，似拨浪鼓般。阿纯沉默了良久，才爆发出一句话：“真他娘的是一个变态玩意！”哈哈，若是院长师姐知道了，肯定会很兴奋。而此时，秦影自然不知道，因为自己凝聚百川，此时已经让不良山陷入了一片疯狂震颤之中。百川汇海，凝聚金丹。秦影咆哮一声，下一刻，体内的灵丹开始迅速变化，百川开始融入灵丹之内。很快，灵丹开始变色，化作纯粹的金色。金丹线，一颗完美无瑕的金丹悬浮在秦影的身后，宛若一颗煌煌大日悬空。金丹之上，100条金色的纹迹凝聚出来。这一刻，一股浩瀚如渊的灵气自秦影的体内直接轰开。秦影缓缓睁开双眼，直接离开了太古焚噬鼎，收起太古焚噬鼎，感知到了一股雄浑不已的气息，正在冲击着四肢百骸，宛若有着用不完的力量在体内凝聚。这便是百纹金丹吗？秦影双拳一握，只感觉自己现在随便便可以一拳轰死一名结阴境初期的天骄，而且再加上不死圣经第1层的修炼成功，如今他的肉身力量也得到了巨大的增幅。无论是肉身还是灵气，现在的他只感觉自己强得可怕。没想到真让你做到了，何况还仅仅是这么短的时间之内，2年王侯，或许你真有可能做到。9大女帝的震颤之音也在此时落下。须知秦影开始重修至今也不过2、3个月的时间而已，2、3个月踏入凝丹境已经是十分恐怖的速度了，何况还是凝聚出了传说之中的地品金丹。金丹分为玄、地、天、圣、半地、第5品，40纹金丹之上便是圣品，因此之前的秦影便是拥有着圣品资质。而地品唯有达到90纹之上才称得上是地品，至于100纹金丹更是属于传说中的存在了，也被称之为无瑕地品。即便是9大女帝亦想象不到，在这短短的2、3个月的时间内，秦影便打破了万古最强的金丹。当然这一切与秦影的运气也有关系，这小子运气太好了，偏偏遇到了太古焚噬鼎这种10大凶器，否则即便是重聚灵川也未必能够百川之境。而太古焚噬鼎的存在正好助他迈出了这一步，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当然了，秦影迈入了凝丹境的同时，第1道神力修罗变也得到了提升，凝聚出来了第6道血气，意味着他修罗变足以爆发出6倍战力。凝聚了100纹金丹，也让秦影逐渐有了信心，2年之内达到王侯境，迎接9大女帝的下一次双修。不过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毕竟越修炼到后期，速度会逐渐减慢。不着急，慢慢来，短短2、3个月的时间，我便迈入了凝丹境，超越了3年前，还有1年多的时间，未必不可迈入王侯境。秦影呼出一口浊气，血眸璀璨。随后秦影收起了太古焚噬鼎，感知到了草屋之外有人，便是推门而出。走出门便是看到了云岚一行人，一个个呈现出同一种表情，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如同沙雕。师兄师姐，你们怎么都来了？秦影不知道自己造成了什么动静，便是问道。陆青衣直接一步上前，有点魔怔地看着秦影，小师弟，你别告诉我你凝聚出了100纹金丹。云岚走了过来，白了陆青衣一眼，能不能对小师弟温柔一点？陆青衣。秦影笑了笑，不瞒师兄师姐，我的确是凝聚出了100纹金丹。秦影轻轻一震，一颗曜日般的金丹浮现在他的身后，整整100条金纹，100纹金丹无疑了。死！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逆天，简直太逆天了。陆青衣突然大笑起来，哈哈，100纹金丹，传说之中的无瑕地品金丹，我特么的带回来的什么怪物？你丫的
还能再变态一点吗？陆青衣的眼角都在抽搐。秦颖淡淡一笑，青衣师兄习惯就好。噗！陆青衣险些吐血。这是人话吗？陆青衣突然感觉自己的地位真的要一落千丈了。怎么比？这个小混蛋压的是百文金丹啊！他拿什么比？果然是传说中的无暇地品金丹。你他奶奶的，真是一个变态玩意！哈哈！一道猝不及防的大笑声传来，秦颖望去，正是一身麻衣，叼着烟杆，看起来平平无奇、朴实无华的阿纯。这位是阿纯师兄，也就是跟你说的那位睡觉修行的师兄。洛琉璃连忙给秦颖介绍道。阿纯点了点头，小师弟，我叫阿纯，很纯洁的纯。秦颖抱了抱拳，阿纯师兄。秦颖打量了一下，阿纯师兄看起来朴实无华，但实则眼神如刀，锋芒至极，仿佛一双眼神便能斩尽一切。这不良山上到底是变态多啊！阿纯拍了拍秦颖的肩膀，让秦颖浑身一沉。阿纯笑道：“你他娘的还真是一个天才，很不错，有机会师兄找你问问刀。我可是这辈子没见过你这么变态的玩意。”秦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这是夸赞还是骂人呢？就当作是夸奖吧。秦颖笑了笑，有机会一定奉陪。一群人充斥着欢声笑语，唯有陆青衣仿佛被冷落在了一旁，独自神伤。秦颖刚刚进入不良山，便是引起了2次足以轰动世人的震荡。先是天道共鸣，如今又是凝聚出了传说之中的百文金丹。而此时天刚刚破晓，在不良山下便传来了一道道的洪亮之音，战意震天。请秦颖师兄赐教，请秦颖师兄赐教。秦颖起身，眉头微微一皱，谁向我赐教？此时洛琉璃莞尔一笑道：“小师弟，这是咱们天道书院历来的规矩，每一个不良山的弟子都会迎来书院弟子的拜山赐教，你也不例外了。当然了，这也是为了让书院弟子看看咱们不良山弟子的绝世风采。快去吧，可不要给咱们不良山丢脸了。”秦颖缓缓起身，眼中射出一道血芒，无限璀璨，战意沸腾。正好试试如今自己这无暇地品金丹的凝丹境分量如何。拜山吗？拜山赐教。不良山下已经汇聚来了大量的书院弟子，清一色的青色衣袍，皆是看向不良山的方向。出来了，出来了！诸多弟子纷纷看去。对于不良山，书院弟子的眼中唯有敬畏之色。众所周知，历代院长都是从不良山上走出来的，而且能够成为不良山的弟子，个个都是人才的那种极其妖孽的存在。这就是不良山，虽然弟子至今为止也只有49人，但其威名在整个古天界却可以说是凶名赫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书院内，不良山更是神话传说般的地位。从不良山走出的哪一个不是传奇？如今他们也想看看，成为不良山第49名弟子的秦颖是何等的怪物。却见秦颖一袭黑袍走出，云淡风轻，一双眸子如同深潭，深不可测。我去，快看，那好像是云岚师姐吧？据说云岚师姐画道一绝，拥有独特画心，手中一根笔可画天地宇宙，好像云岚师姐很久没下山了，这一次居然因拜山出现了。还有啊，那麻衣刀客应该是大梦刀尊阿纯师兄吧？听说阿纯师兄最喜欢梦中杀人了，大刀一开可斩天裂地。诸多书院的弟子纷纷激动不已，无论是云岚还是阿纯，都是极少出现的。如今不良山上的4人全部出动，这也是极其罕见的场景。何况他们早就成名多年，已经是天道书院内的传奇人物了。不由是令的诸多弟子敬仰不已地望去，一些书院的长老也都来了。不久，一道赤脚别着酒壶的老者乘着白云而来。代理院长。诸多弟子纷纷行礼。代理院长落到了秦颖的面前，淡淡一笑，这位便是不良山的第49弟子了吧？倒是一表人才，不过却也要小心了，书院之内也是人才济济的。洛琉璃朝着秦颖介绍道，这位是代理院长李思渊院长，一般而言负责书院之内的大小事务，但无权管辖我们不良山，只有院长才有资格。秦颖抱了抱拳，见过李院长。李思渊一笑，旋即目光落在了阿纯的身上。阿纯，书院这几年内也有几个不错的苗子，极有可能是最有机会拜山成功的一次机会。阿纯抱着刀，没给李思渊什么面子，直接道：老李头，实不相瞒，这一次也是不良山最不可能被拜山成功的一次。拜山成功？开玩笑，万古罕见的无暇地丹，这要是被拜山成功了，这把无暇地丹的面子往哪搁？哦，李思渊较为好奇，眸光闪烁。既然如此，
那就拭目以待吧。拜山虽然历届不良山的弟子都要经历，但极少有被拜山成功的。但若是拜山成功的弟子，也是能获得极大的好处的，会被书院重点培养，获得资源倾斜。当然了，往往而言，拜山的书院弟子境界都会比起不良山的弟子更高。这一次拜山是书院弟子展露锋芒的机会，赢了便有机会得到重点培养，输了也能看到不良山弟子的风采，甚至今后说出去还是一段佳话。因此书院弟子皆是战意沸腾。小师弟，去吧。云岚朝着秦颖微微一笑，一旁的陆青衣头都扭过去了，眼不看为净。秦颖一步迈出，凌厉虚空，单手腹背，俯瞰而下。谁要第一个与我较量？秦颖的声音恢宏，传荡四方。李嗣源笑了笑，看向一名弟子，背负着一双流星锤，足足有着3米之高，魁梧无比。李逵，你来吧。李逵一步迈出，地面都震动了一下，手中的流星锤挥动，所过之处有着可怕的音爆之声，十分恐怖。秦师兄，我是李逵，加入书院已经有2年时间了。秦师兄可要小心了，我身怀特殊体质，霸玄体、结阴境2重，不出意外的话，一拳足以轰爆一名结阴境3重的肉身。李逵自曝实力，表示对于秦颖的尊敬，同时让秦颖小心了，可不要大意了。书院内有弟子惊叹不已道：李逵虽然境界不算很高，但霸玄体注重的是肉身之力，天生神力，十分可怕，一旦被近身，那就是噩梦。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甚至不禁有些隐隐头皮发麻。秦颖淡淡一笑：好，我会注意的，倒是你要更加小心一些了。秦颖露出人畜无害的笑意，散发出了凝丹境初期的气息。若是他人，凝丹境初期对一名结阴境的强者说出这番话，指定让人以为这是在自取其辱，但说话之人是秦颖，让人丝毫不会怀疑。他可是在化海境击杀了结阴境的天骄。秦师兄，出剑吧。李逵挥动流星锤，瞬间掀起一阵凶猛万分的飓风，飓风呼啸之间，宛若要生生砸爆一切。知晓秦颖修的是剑道，便让秦颖出剑。秦颖却依旧保持着一只手的姿态：不必了，你若能震开我一只手的话，我自会出剑的。这秦颖的话让众人惊愕，只感觉这也太装了吧。李逵可是修行的肉身之道，拥有神力，凶猛无比。秦颖再强，强的也是剑道，一剑杀人，不用剑能是李逵的对手吗？甚至还说震开他一只手，他才会出剑。一只手的力量便能抗衡李逵的天生神力了吗？这不可能吧。李嗣源眯了眯眼，淡笑道：你们不良山的弟子真是很狂，狂得让人很不舒服啊。阿纯抱着刀道：怎么，你不服？不服来一刀？李嗣源笑着摇头道：可千万不要小觑了李逵啊。轰！秦师兄，那你可得小心了。李逵双臂一扯，流星锤被其瞬间扯动起来，而后朝着前方轰出，面前的大片虚空似乎要被震碎开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巨响，简直可怕至极，宛若一尊凶兽，力大无穷。流星锤仿佛要砸碎天地，直接朝着秦颖汹涌无比的轰去。只见得秦颖立在原地，未曾有所动作，随后五指一捏，在其五指之上凭空爆开一道恐怖的爆炸声，一道刺目的金光在五指之上闪耀，一拳轻描淡写的朝前轰去，虚空震荡不已，化作滚滚的气浪，宛若一根大锤，生生砸爆了虚空，紧接着接触在了流星锤上。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四方。下一幕却令得所有人瞬间石化，直接流星锤被生生轰飞出去，拳上金光大盛，化作金色的海潮般覆压而下，落在李逵的身上，如同被重月轰击，体内五脏六腑震动，直接坠落而下，砸出了一道深坑。这所有人都傻了，包括李嗣渊，喉咙仿佛被堵住了，说不出话来。仅仅一拳便镇压了李逵，这确定是人？秦颖依旧是负手而立，黑袍鼓动，身上半点痕迹都没有。这一拳似云淡风轻的一拳，可落入众人的眼中却无比的石破天惊。结阴境2重，霸玄体的李逵居然连一拳都挡不住，甚至连秦颖的衣角都没碰到，这就落败了。败了，这就败了，这也太恐怖了吧。这就是不良山弟子的含金量吗？还是人吗？传闻果然不假，秦师兄化海境巅峰就可以虐杀结阴境，整整2大境界啊，还有比这更变态的不？诸多惊恐的声音传来，众人的目光看向秦颖之时，无不是充斥着惊骇之色。怎么样，老李头服不服？阿纯叼着烟杆狂笑一声。
李思渊的嘴角一扯，怎么感觉你们不良人一个比一个不当人了？不着急，我们书院还有后手呢，这才哪到哪。阿纯冷笑一声，后手？这么跟你说吧，小师弟面前是条龙，那也特奶奶的给老子乖乖趴着。李思渊不信，撇了撇嘴，我不信。陆青衣单手负背，扫视全场，依旧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咆哮道：书院的天才呢，就这点本事。其实陆青衣现在多想一个天骄站出来，让小师弟吃吃苦头，才知道什么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顺便让云岚师妹看看，小师弟也就这样吧。说到底还是特么的吃醋啊。秦颖淡淡一笑，青衣师兄说的是，谁还想出来挨揍？陆青衣，这特么的，这小子怎么感觉比我还狂呢？啊，忍不了了。此刻书院之内，一名持剑的青年走出，青年眉宇之间有着一股锐利之气，显然绝非常人，是韩子秋。韩子秋可是结结实实的结阴境三重，除此之外，韩子秋还拥有着一双十分奇特的剑瞳，据说能够极大的提升修剑的速度。韩子秋在书院这一批的新生代内，绝对能够名列前茅。诸多书院弟子似是看到了希望，虽然与秦颖相差一大境界，胜之不武，但只要能够胜不梁山弟子，那就足以证明其天赋之优异，在书院内也能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传奇。毕竟对于书院而言，不梁山的弟子都太过妖孽了，哪怕是战至平手，已经是十分了得了。韩子秋站出，一股冲天的锐气呼啸四方，凌空而立，双眸若剑，直视秦颖：秦师兄，请赐教。我想知道秦师兄的剑法如何，不知可否？秦颖眸光轻眯，他与李逵一战，是为了实验自己的不灭圣经第一层不死金身的强悍程度，此番验证自己光凭肉身之力，直接锤爆一名结阴境初期，完全不是问题。至于剑道，秦颖的眼中闪烁出一道寒芒，让所有人都瞬间汗毛倒立。怎么回事？这一刻的秦师兄仿佛变得很可怕。是啊，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秦颖朝着韩子秋道：奉劝你一句，我的剑若出，只为杀人。你确定要我拔剑吗？一股肃杀之意瞬间荡开，即便是韩子秋也在此时浑身一颤，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一股战栗之感，似乎坠入地狱之中一般。还请秦师兄拔剑，即便是死，我也想试试秦师兄的剑。我辈剑修，不怕死，就怕自己的剑不够锋利，斩不了敌。韩子秋大喝一声，眼中似有无惧之意。秦颖淡淡开口：好，就冲你这句话，值得让我拔剑。嗡，大手一握，黑色的修罗大剑直接重重握住。这一刻，秦颖的气势俨然发生了巨变。若说没有握剑之前的秦颖最多只是狂的话，那么现在的秦颖则更多的是一股足以让天地颤动的惊天杀意。这股杀意，书院弟子皆是心脏狠狠一颤，而李嗣渊也轻轻眯起了双眼，没想到此子身上的杀意居然会浓烈至此，厮杀了无数人。阿纯也眸光一闪，颇为吃惊，随后嘴角一掀，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如此可怕的杀意，即便是我也未必能比之。小师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一旁的云岚美眸晃动，嫣然一笑，我们这小师弟身上有太多让人惊喜的点了。一旁的陆青衣差点哭了，怎么感觉他越是拱火，越是成了小师弟的装逼大会了呢？这不合理啊！秦师兄，请接招。韩子秋萧肃之音响起，眼中有着一道紫光乍现，这一刻气势俨然变了，长剑之上有剑气争鸣，这些剑气宛若以他为尊，绕其而转。伴随着韩子秋一剑落下，剑气形如一片红河剑潮，镇压在秦颖的四方，欲要将秦颖镇压在剑阵之中。诸多惊呼之音响起，是四方剑阵。四方剑阵乃是地阶武技不说，而且韩子秋已经修行到了颇为高深的程度了，这剑阵之威，即便是结阴境四重来了，恐怕也能镇杀。不愧是韩子秋啊，剑瞳加持之下，剑威只会更强。秦颖淡淡扫去，四方有着四座剑气倒悬于此，一股无匹的剑威宛若万军山岳镇压而来，的确不弱，但能镇住他吗？或许未达百川之境之前，秦颖还真的会被镇住，但现在他已入百川，血气弥漫而出，天地间似有着一股腥臭的血腥之味弥漫开来，一股惊天的血气将秦颖完全笼罩。紧接着一步踏出，虚空颤动，一股雄浑如海的气息轰然炸开。只一瞬间，四方的剑阵竟是狠狠荡动起来，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因为这股气息实在是太恐怖了。这怎么可能是出入凝丹境的人能够爆发出来的灵气？即便是韩子秋的灵气，
似乎都不如秦颖身厚，这合理吗？一剑横斩而出，宛若要将天地斩裂，却见那四方剑阵在此刻如同豆腐一般瞬间轰开，而秦颖消失在了原地。当其再出现之时，一把血气缠绕的大剑抵在了韩子秋的眉心。韩子秋立在原地，整个人僵硬住了，笔直无比，惊恐地看着眉心之上的剑锋，以及面前秦颖那道血色的双瞳，彻底失去了战意。我败了。韩子秋骇然开口。秦颖收剑，背对着韩子秋：“你的剑道的确不错，但少了一样东西，一股信念。例如我的剑，出剑只为杀人的信念。”韩子秋正然地立在原地，口中不断重复：“信念，信念。”我悟了，多谢秦师兄赐教。这一刻，韩子秋的体内剑气纵横而出，剑气之中似发生了某种升华，比起先前要更为的锋芒毕露。众人惊愕无比地看着韩子秋，仅仅是2剑便击败了韩子秋。除此之外，居然还让韩子秋的剑道得到了提升。这秦师兄，这何止是逆天啊，太恐怖了！陆青一心态炸裂，差点绷不住高人的形象，险些吐血。完了，遇到了装逼高手了，小师弟，这绝对是装逼高手，我的地位算是彻底保不住了。不良山下，全场寂静。李逵败了，被秦颖一拳击败；韩子秋也败了，被2剑瞬秒，甚至经过秦颖的点拨，剑道造诣竟是得到了提升。诸多人的目光看着秦颖，宛若看着怪物一般。越境战斗在秦颖身上似乎如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这简直太可怕了。此时，阿纯抱着黑刀看向李思渊道：“老李头，怎么服不服？还打不打？”李思渊的眼角抽搐了一下：“打个毛线啊！这个秦颖何止是逆天，这般天赋简直万古罕见，他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打了，不打了，服了，彻底服了。”李思渊苦笑一声：“你们不良山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妖孽啊，全他妈都是一群怪物。此子未来恐怕都要超越你们了，哈哈哈！可惜院长不在，否则定然会欣喜万分。”李思渊笑了笑，目光欣慰无比地落在秦颖身上。阿纯笑道：“小师弟的天赋卓然，超越我等是必然之事。”李思渊问道：“昨日不良山上的天道共鸣，是否就是这小家伙所为？”阿纯却淡淡道：“老李头，你可别越界了，不良山的事情少问，这是天道书院的规矩，哪怕是李思渊身为代理院长，也只是代理管理书院而已。至于不良山，除了院长，无人可以插手。”这也就是为何阿纯甚至敢直呼李思渊老李头的原因，而李思渊没有半点的介意。罢了，不问便是，即便是不问，大概也是秦颖所为。毕竟不良山的其他人可从未有人引起过不良山上的天道共鸣，而昨日恰好是秦颖刚刚踏入不良山之时，却发生了这种足以震撼世间的事情。还有人吗？秦颖站在高处扫向书院的弟子，书院弟子之内自然还有境界颇高的存在，但这些人当然不可能出手。至于其他结阴境初期的弟子，皆是抬不起头。韩子秋都败了，他们还凑什么热闹啊？不是找虐又是什么？云兰笑眯眯地道：“小师弟，这次拜山就算到此为止了，回来吧。”秦颖收剑，转身回到了师兄弟的面前。陆青一看着秦颖，苦口婆心地说道：“小师弟，你虽然这一次拜山表现极其优异，但也不要骄傲啊。俗话说得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人要懂得收敛，切不可骄傲和过分盲目自信。可知？”见着陆青一开始教导起来秦颖，云兰恶狠狠地瞪了陆青一一眼：“你有什么资格教导小师弟？当年拜山，你做到了一拳击败，一剑镇压吗？”陆青一瞬间哑火了：“不是，小师妹，你怎么胳膊肘子像外拐啊？咱们好歹认识了10几年的时间了。”云兰翻了个白眼：“谁说像外拐？小师弟是自己人。再者说这句话的最没话语权的就是你了。谁不知道你陆青一一副高高在上、傲气凌云的样子，你都没收敛。小师弟比你优秀的多，凭什么要收敛？”不，陆青一结结巴巴，居然是说不出一句话来反驳。而书院的弟子看呆了：“我去，这还是我们心目当中英明神武的青衣师兄吗？青衣师兄当年可是说过一句响当当的话：青天任逍遥，青衣使无双。怎么感觉青衣师兄很没地位的样子？”陆青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苦心孤诣打造了10几年的人设，在这一刻瞬间崩塌了。最重要的是，云兰师妹当初好歹在外人面前给他一点面子的，现在是真的一点面子也不给啊，太苦逼了。秦颖有点看不下去了，想要为陆青一说几句话的，却被李思渊打断了。秦颖，
秦颖抱拳：“李院长。”李思渊感慨欣慰道：“不良山是我们书院的招牌，更是所有书院弟子心中的无上丰碑。以此为目标，你的表现在不良山历届弟子之中，亦算得上是顶尖的。哪怕是你的这些师兄师姐，都未必如你。院长过誉了。”秦颖谦虚道。李思渊笑了笑：“不过啊，身为咱们书院的招牌，就更加不能看到咱们书院受欺负了，不是？”阿纯几人一眼便看出来了，这李思渊什么心思？这是想要拉小师弟下水。不过几人也并未阻止，而是继续听着。李院长有话不妨直说。秦颖道：“跟9位女帝相处了3年，那些才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怪物。李思渊什么想法？秦颖心中已经有了大概了。哈哈，小家伙畅快人，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最近有一座秘境之内，名为太荒秘境，秘境之内据说有宝物即将现世，现如今不少圣地以及很多大家族都已经盯上了这座秘境。不过你也知道的，咱们书院啊人少，再者说你们不良山得罪了不少势力，顺带着将怒火牵引到了咱们书院头上，所以书院的弟子进入其中步履维艰，十分困难。而今不良山上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你的琉璃师姐都已经迈入了王侯境了。而太荒秘境有着存在古老的禁制，只允许王侯之下的修士进去，看样子应该是曾经某个顶级宗门圣地的弟子试炼之地。所以说，秦颖看了一眼洛琉璃，没想到看起来并不比起自己大几岁的琉璃师姐，居然已经是王侯境的修士了。李老头，你特奶奶的少卖关子，无非是想要我小师弟帮你们书院挽回一点颜面。阿纯听着李思渊这拐弯抹角的，就直接笑骂一声。李思渊笑了笑，所以想请你下山前往太荒秘境之内。当然，这对于你而言绝非什么坏事。人吗？只有在逆境之中才能成长起来，这一路顺境就太平坦了，不是？秦颖目光一定，李院长，既然如此，我随时可以下山。李思渊一拍大腿，如此甚好，既然如此，那就3日之后下山前往太荒秘境。秦颖没有拒绝的理由，也不想拒绝。诚然，李思渊说的不错，他现在过得太顺了，一路杀伐而来，需要一点危机，危机才能让他更快的成长起来。既然如此，便不如将这太荒秘境当作是他第一次下山的历练之地。李思渊看着阿纯几人带着秦颖朝着山上走去，目露期待。又是一位不良山弟子下山。当年陆青一下山，镇压了造化圣地诸多长老；洛琉璃下山，上百名王侯追杀，都没能截杀洛琉璃，世间轰动。第49位不良山弟子下山，又该有何等的风采？是否会震惊天下呢？不良山上的日常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每天吃妖兽肉，而且至少都是王侯级别的妖兽肉，甚至这3日的时间还宰了几头无数不多的破道级别的妖兽。小师弟多吃点，补补身体，马上就要下山了，咱们不良山的弟子可不能给不良山丢脸了。云岚笑眯眯地说道，说着就给秦颖撕拉下一块瘦腿，都是精华。陆青一也徒手想要抓向另外一块瘦腿，却被云岚一巴掌拍了下去。瘦腿都是最有营养的，这一块给小师妹，你吃这个多补补肾，看你整天萎靡不振的，一看就是肾虚了。云岚直接割下一颗腰子丢给了陆青一。陆青一心里苦哈哈的，污蔑，赤裸裸的污蔑啊！他这是肾虚吗？他这是嫉妒啊！小师弟的待遇和他也太天差地别了，有必要这么针对吗？云岚，我才是爱你的啊！小师弟，云岚师姐说的没错，咱们不良山的弟子只要下山，必引起世人轰动。咱们不良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下山则已，下山则要一鸣惊人，闻名天下。洛琉璃大口大口地吃着瘦腿，嘟嘟囔囔地说道：“还有这种规矩？”秦颖疑惑道。此时，陆青一来了兴趣，抱着腰子突然站了起来：“小师弟，那是自然，我们不良山的人个个都是顶级人才，就例如师兄我，长得帅就算了，这次下山，你不是亲眼看到了镇压的造化圣地、昆仑圣地那群老东西都抬不起头，更别提当年我一人之力镇杀造化圣地的长老，那叫一个帅。”陆青一嘴里直接被塞进了妖兽的海绵体，这场面别提有多怪异了。吃东西就吃东西，别给小师弟那么大的压力。陆青一露出一抹幸福的笑容，毕竟是小师妹亲手喂给他的，这可不能浪费啊。只是在秦颖众人的眼中，这画面怎么有点怪异啊？特别是陆青一还一副享受的样子。云岚没有理会陆青一，淡淡一笑道：“小师弟，别听他的，下山之后安全最重要。太荒秘境鱼龙混杂，绝非是什么安全之地，里面大多数都是一些成名已久的结阴境修士，
其中不乏有着一些极负凶名的野修，需要谨慎应对，还有来自各大圣地的天才。总而言之，秘境之地是一处三不管地带，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秦颖点了点头，这种秘境，特别还是专门让结阴境修士历练的地方，除了可以获得一些机缘之外，同时存在的还有死亡危机。按理来说，依照不良山的规矩，一般这种秘境不会让你下山，但你既然答应了，就需万分小心应对。对了，据说太荒秘境曾经是太荒神宗的一处宗门秘境，可惜历史久远，已经查不到太荒神宗的历史了。洛琉璃也啃着瘦腿继续说道。太荒神宗。与此同时，玉佩之内，南宫婉歌的声音忽然响起。婉歌女帝姐姐，你知道太荒神宗？秦颖诧异了一下，显然没料到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秘境而已，女帝也能知晓，看来这绝非是一般的秘境啊。有所了解，按照时间算来，太荒神宗距今至少有上百万年的历史了。秦颖嘶了一声，100万年？这么久？天道书院建立至今，应该也就是数万年左右的时间而已，而100万年已经是秦颖想都不敢想的岁月了，太漫长了。太荒神宗当年极其强盛，被誉为第一剑道神宗，100万年前凭其剑道足以傲视万界。不过不知何故，太荒神宗在一夜之间彻底消失了，谁不知道原因？但后来有无数人寻找太荒神宗，可惜都没有找到太荒神宗的踪迹。类似这种神宗都不是在特定的位置，而是在一片特殊的空间之内，因此想要找起来难如登天。第一剑道神宗，秦颖的脑海一震。虽然这里只是太荒神宗弟子的一处试炼秘境，甚至未必是太荒神宗真正的宗门所在之处，但光是足以让女帝都震惊的第一剑道神宗，秦颖就知道这太荒秘境怕是非去不可了。既然如此，那我就更没有理由不去一趟这太荒秘境了。很快吃完了瘦肉，几人也回去休息了。这几日的时间，秦颖终于是将之前一直没能炼化的死气全部炼化。毕竟在选拔赛上他斩杀的结阴境一直没有吸收死气，便是担心直接突破了。如今达到了百川之境，便无需有任何的顾虑了。除此之外，这3日的时间不断的吃强大妖兽的血肉，也令得秦颖体内的气息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不过是3日的时间，秦颖成功将修为提升到了凝丹境3重。呼，秦颖吐出一口浊气，浑身好不酸爽。凝丹境3重，以他现在的境界，全力爆发之下，即便是结阴境中后期，也有机会斩杀。有此修为，即便是在太荒秘境之中，应该也完全有自保之力。该出发了。云岚师姐和青衣师兄据说都在闭关，只有洛琉璃带着秦颖下山。下山之后，便是看到了李嗣渊一脸慈祥的笑容。真是期待啊，又一个不良山弟子下山。何况是你，才刚刚进入不良山3天的时间而已，便是下山，足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快下山的不良山弟子了。秦颖笑了笑，直奔主题：李院长，出发吧，直接前往太荒秘境。子秋、李逵，你都见过了，他们去过一次太荒秘境试炼，在太荒秘境之内，还有我们书院弟子的大本营。进入秘境之后，他们会带你去的。另外，这是紫衣导师，由他来带你们前往太荒星。秦颖朝着紫衣导师抱了抱拳。紫衣导师，紫衣人如其名，身穿一身紫色的长袍，却依旧遮掩不住那傲人的身姿，胸前挺拔，简直大能够带不良山弟子下山，是我的荣幸哟。紫衣嫣然一笑。韩子秋和李逵还有其他书院弟子朝着秦颖躬声无比道：秦颖师兄，下次拜山一战，秦颖已经证明了自己，轰动了书院。书院中上下弟子几乎都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更别说是亲自与秦颖交手的韩子秋2人了。很快，紫衣寄出了一座星船，秦颖一行人登上了星船之上。李嗣渊看着星船驶离天道书院，不由是感慨：不良山第49位弟子下山，又会是何等的风采呢？太荒星，一颗岁月古老的星辰世界，整个星辰世界从外界看去，呈现出一种枯黄之色，宛如死寂了许久的一片世界。整个太荒星就是太荒秘境的所在了。经过数个传送阵，秦颖一行人抵达了太荒星。紫衣也介绍道：这就是太荒秘境。哪怕是秦颖也颇为震惊，毕竟一座秘境便是一颗星球，宛若天旋大陆一般的小世界。不敢想象，这还只是太荒神宗曾经的一处弟子试炼之地而已，居然如此庞大。真正的太荒神宗鼎盛时期有多强大，这已经超出了现在秦颖认知的范畴了。子秋，你们先带着秦颖去书院的据点吧。太荒星有着特殊的天道禁制，只有王侯境之下可以进入，
我就不进去了。子怡笑了笑道。随后，韩子秋等人带着秦颖直赴太荒星而去。不久之后，伴随着星船落下，一片较为简素的建筑出现在眼前，有着天道书院的旗帜扬起。显然，这里就是天道书院的在太荒星的据点了。秦颖的事迹早已经人尽皆知，听闻秦颖来到了太荒秘境的消息，诸多天道书院的弟子纷纷走出，大约有着100来号人，数量不多。拜见秦颖师兄！秦颖师兄真的帅啊！众多天道书院的弟子纷纷朝着秦颖行礼，不少女弟子更是眼冒桃花，花痴不已。秦颖师兄，据说就在半个月前，太荒秘境之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异象，一把金色的大剑虚影，宛若耀日一般，悬于苍天之上。因此，现在书院内的强者都已经出去寻找至宝的下落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实力较弱的，或者是历练受伤的弟子。韩子秋了解完了大概的情况，向秦颖介绍道：“大剑虚影。”秦颖的眸光微微一闪，异象现世，必有至宝出现。看来这一次太荒秘境之行，或许会有一场腥风血雨。不过越是如此，秦颖反而越加激动。对了，秦颖师兄，这是太荒榜。韩子秋递上来一个卷轴，卷轴之上赫然是太荒榜4个字。太荒榜是什么？秦颖问道。初来乍到，当然什么都不清楚，需要问清楚。韩子秋如实道来。太荒榜是一些常年混迹在太荒秘境的强者榜单，这些人有些在太荒秘境之内已经待了10余年，甚至是数十年之久了，都是王侯之下的具体排名。还有这种排名，谁统计的？秦颖问道。韩子秋笑了笑，这就是太荒秘境的奇特之处，此处先前是太荒神宗的弟子试炼之地，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公布一次榜单，无人统计，全由此处的特殊天道排名。秦颖打开了太荒榜，前10名之内几乎都是来自各大圣地的天骄，其中第1名则是来自昆仑圣地名为血液的天骄，结阴境巅峰之境。除此之外，太荒榜上还标注了其战绩，击杀了30余名结阴境巅峰。这般战绩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豪华了。10名开外，还有一些散修的名字，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此处修行了20-30年的时间了，不可谓不长。这个血液很强吗？秦颖询问道。对于昆仑圣地，秦颖有着一种特殊的杀意。昆仑圣地帝天将其秦羽炼制成傀儡，就凭这一件事，秦颖与昆仑圣地之间就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地步了。韩子秋神色凝重道：“很强。此人据说修炼了一种禁术，可以以血为食，专门吸人精血修行。他来到太荒秘境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却是从结阴境6重突破到了结阴境9重，而且曾经不少榜单上的强者都被其击杀了。因此他极负凶名，他来太荒秘境除了寻找机缘之外，更多的则是为了杀人吞噬精血。短短半年时间，他便是一跃到了榜单第1的位置，一路横扫，甚至咱们书院也有一些弟子遭到了他的杀害。”秦颖点了点头，目光微微眯起，眼中射出一道血芒，涌现出一股惊人的杀意。以血为食吗？有点意思。秦颖自然不可能放过昆仑圣地，更别说此人还杀害了书院弟子，已经上了秦颖的必杀名单了。对了，秦师兄，太荒秘境之中盛产一种名为太荒道经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太荒秘境之内甚至很多结阴境的散修都来太荒秘境的最大原因。韩子秋突然想到了什么，随后有人取来了一块金色的晶石。秦颖握住晶石的瞬间，突然感觉到了一股神秘玄奥的力量涌入了体内，十分微弱，但这股力量绝对十分可怕。太荒道经，秦颖眸光一闪，来了兴趣。韩子秋道：“这只是一枚低等的太荒道经，太荒道经分为低等、中等、高等以及极品4个等级。秦师兄应该知道，想要迈入王侯境，需要至少开拓一条大道之力出来，而这太荒道经就是开拓大道之力的重要之物。它可以提升自身大道修为，缩短领悟大道的时间。”秦颖自然知道，达到了王侯境，就算是真正脱离了凡俗修士了，得到了升华，或者说掌握了一条大道之力。而大道之力极其玄奥，需要漫长无比的时间领悟。就例如他走剑道的话，就需要领悟剑道的大道之力，同时他还有修罗圣体的杀戮之道，暂时来说需要走2条道，都需要领悟足够的大道之力。而王侯境不只是体内灵气的升华，更重要的是多了一条所谓的大道之力。太荒道经居然如此玄妙，秦颖也不由啧啧舌。提升大道之力，他当然感兴趣，他的时间有限，没有那么漫长的时间去领悟大道之力。而太荒道经则是捷径，
这应该是太荒神宗当初为了培养宗门弟子，专门为了他们开辟的晋升王侯的试炼秘境。就在这时，数道人影被冲飞了进来，只见得几名天道书院的弟子倒在地上，浑身是伤。天道书院的弟子纷纷严阵以待，秦颖眼中也浮现出一道血芒，扫了过去。只见在天道书院的据点大门处，有着乌乌泱泱足有上百人的队伍闯入了天道书院内。天道书院的，给我们听着，交出你们所有的太黄道经，否则今天血洗了此处。秦颖凝视而去，一股强盛无比的血气涌荡开来，来者是统一的白色衣袍，而这赫然是造化圣地的服饰。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瞬息间一股死亡之意笼罩住了整片空间。打劫打到了我们天道书院的头上，你们都不必回去了。这时造化圣地内有弟子似是认出来了秦颖，顿时指着秦颖道：他是秦颖，就是古天界选拔斩杀了数十名结阴境的秦颖。不错，据说他进入了不良山，成为了不良山第49号弟子，居然这么快就来了太荒秘境了。不良山弟子，世间传闻不良山的弟子都是妖孽之辈，不可轻易招惹。哈哈，真是笑话。今天我若是凌灭此子，岂不是要轰动古天界了？此子与昆仑圣地帝天宣战，如今帝天对其已经下了必杀令了，杀了他可以找帝天领取100万中品灵石的悬赏。100万中品灵石，1枚中品灵石可以兑换100枚下品灵石，而100万中品灵石等同于1亿枚下品灵石。这般数量，对于在场的任何人而言都是天大的诱惑。何况秦颖还是不良山的弟子，而造化圣地和不良山本就有恩怨在身。毕竟当初陆青一阵杀了造化圣地的数名长老，令得造化圣的沦为了不良山弟子的背景板，直接颜面扫地。而若是能击败一名不良山的弟子，回到圣地之内，简直是大功一件，甚至可能得到圣地某些老祖的嘉赏重视，重点培养。一双双饿狼般的眼神死死地盯着秦颖。秦颖也没想到自己初来乍到，自己的性命居然这么抢手。天道书院的所有弟子，保护秦师兄！韩子秋暴喝一声，瞬时间上百名的天道书院弟子纷纷来到了秦颖的身前，身上爆发出来了强大的气势。只是这些人不少人都是伤残，其余人也都境界不高，几乎都是结阴境5重之下。而对方光是结阴境5重便有着10人之多，甚至还有一名结阴境6重。造化圣地为首的弟子正是那名结阴境6重修为的，浑身弥漫着强大的气息笼罩开来。一群病残还保护秦颖，放心，今天谁要是拦我杀秦颖，一个都别想活。不错，王焕师兄，天道书院要不是有不良山的那些位坐镇，否则就这规模早就灭了。咱们今天就杀一个不良山的弟子，不是据说不良山的弟子下山必轰动世间吗？不过是宁丹境初期的修为而已，我们上百人还干不死他一个。造化圣地的弟子们纷纷嗷嗷大叫起来，对于秦颖的杀心极其强烈。不良山的弟子哪怕是干死一个，也都足以让他们闻名于世了。何况这秦颖才刚刚加入不良山而已，这就出来历练，这不正是给他们的大好时机？就在这时，秦颖从人群之中走出，身上血气弥漫，犹如浑身笼罩着一层鲜血，极其可怖。子秋，待所有人退下，这些人还用不着你们来杀，我一人足也。韩子秋突然一怔，可感知到秦颖身上的浓烈杀机，哪怕是韩子秋也浑身狠狠站立了一下。这一刻的秦颖仿佛化身成了杀神。都退后，秦师兄要出手了！韩子秋一喝，书院的弟子纷纷退后了一步。此时此处的动静也引来了不少的修士，很多一部分都是一些散修。我去，那不是古天界选拔遭到各大圣地争抢，却加入不良山的秦颖吗？他疯了吗？仅仅是宁丹境初期的修为，便要一人战造化圣地100名弟子吗？不良山弟子哪一个不是狂的无法无天之辈？有好戏看了！不良山新弟子下山，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死在太荒秘境吧？越来越多的散修围观而来，特别是不良山的名号实在是太响了。不良山上的那些妖孽，哪一个不是传奇人物，轰动一时？众人也想看看这位新的不良山弟子是否还能如同不良山的其他弟子一般再造传奇。王焕大喝一声，真是找死啊！真以为你踏入了不良山就无敌了？想让我们当你成名的垫脚石？呵呵，不好意思，今天让你们不良山当我王焕的垫脚石，给我杀了秦颖！一瞬间，灵光冲天，上百名造化圣地的弟子一拥而上，武技绽放，犹如天花乱坠，朝着秦颖铺天盖地的轰去。这般密集的攻击，就算是结阴境6重不死，
也要脱层皮。但下一刻却看到秦隐立在原地，那些武技轰在他的身上，却被他身上的一层淡淡的金光瞬间震碎。不死圣经，不死金身。踏入第一层，早已经为他造就了无敌的防御。以他现在的肉身，这些结阴境初中期的修士根本不可能奈何他。看着灵光震碎，所有造化圣地的弟子都傻眼了。怎么可能？宁丹境初期而已，肉身怎会如此强悍如斯？居然连他的一根汗毛都没轰断吗？所有人汗毛倒竖，因为此时秦隐的那双血瞳凝视了而来。随后一步迈出，大手一握，黑色的修罗剑爆发出惊天的血潮。几乎是顷刻之间，一道血影在人群之中穿梭而过，便可看到一颗颗人头瞬间落地。这些都是造化圣地的弟子的人头，除了人头，包括灵婴也在人头落地的瞬间被斩爆了。这特么简直就是杀神啊！围观的散修也都倒吸一口凉气，疯狂站立。而秦隐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能挡住他的一剑之威。很快，上百名的造化圣地弟子全都呈现出同一种死法，都没有了脑袋。最后只剩下了王焕一人。王焕傻傻地立在原地，看着遍地的造化圣地尸体，难以想象秦隐一人居然瞬杀了上百名结阴境的造化圣地弟子。看着秦隐提着剑走来，王焕居然不敢与秦隐对视，那简直就是一双死神的眼神直视而来。王焕手中握着一把灵刀，一刀斩出，化作层层刀浪，欲要将秦隐斩灭。与此同时，秦隐的身体化作一道血线，修罗变，刺目的血色剑气直接斩灭了刀浪。随即一步来到王焕的面前，一剑斩出，直接斩断了王焕的双臂、双腿。不要杀我，不要杀我！王焕来不及哀嚎，直接开始磕头求饶。太恐怖了，秦隐就是杀神，人挡杀人，神挡杀神。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造化圣地的据点如今都有谁在？实力如何？秦隐的问题让王焕一愣，但一股恐怖至极的杀意瞬息笼罩而来，他连忙开口：造化圣地结阴境巅峰的师兄师姐都已经出去了，寻找至宝的下落了。如今造化圣地内有3名结阴境7重的师兄坐镇。你……下一刻，一颗人头落地，秦隐起身收起了修罗剑。此时，所有人的眼中唯有惊恐之意。这就是不良山弟子的恐怖吗？果然，不良山弟子招惹不得啊！每一个弟子下山都足以轰动一时。众人纷纷惊颤不已，而韩子秋等书院弟子也都狠狠震惊住了。太猛了，一个人血洗了造化圣地的100名弟子，更何况秦隐还只是宁丹境3重，这般战力简直逆天绝伦。这一刻，秦隐在天道书院弟子的心目中身形拔高了万丈。谁知道造化圣地的据点位置？带路。秦隐淡淡的说道。天道书院的一名弟子走出：秦师兄，咱们这是要……秦隐道：既然他们打劫我们，我们为何不能打劫他们？何况他们强者也都出门了，现在正是偷家的最好时机。天道书院的弟子都惊呆了，下一刻一个个振臂狂呼：偷家，偷家！秦师兄，我来带路。我也知道造化圣地的据点。天道书院一行人在书院弟子的带领下，秦隐直奔造化圣地的据点去。既然是据点，自然是有太荒道经的。刚刚从王焕等人的身上搜出了大概300枚左右的太荒道经，可见太荒道经的稀有程度。不过对于凝练大道有用的话，秦隐当然很感兴趣。而天道书院的弟子也被秦隐的魅力所折服了，这太帅了啊，太残忍了！第一次下山就如此的凶猛，而且还要去抄了造化圣地的老家，这也太爽了。天道书院的弟子本就更少，再加上因为不良山的缘故得罪了不少的势力，导致被处处针对，这一次终于可以雄壮起来了，怎么不爽？而秦隐斩杀了王焕等100名造化圣地弟子的事情，宛若风暴一般迅速在太荒秘境之中传开，不少人都极其震撼。这才刚刚加入不良山几天，第一次下山便是斩杀了这么多造化圣地的弟子，这是要和造化圣地不死不休的节奏啊！而且不良山的含金量还在上涨，这也太尼玛恐怖了。不过还是有不少目光同时被秦隐吸引，对于秦隐起了杀心。不良山对于很多势力而言，宛若心中刺，若不拔去，太憋屈了。何况若让秦隐成长起来，后果难以想象，必须除掉秦隐。此时跟随着天道书院的队伍似乎越来越多，不乏都是一些散修，或者是来自一些大家族的子弟等等。卧槽，怎么这么多人？你没听说吗？不良山的弟子秦隐下山了，不久前杀了造化圣地的100名结阴境的弟子，
现在秦颖想要去造化圣地偷家，草，这么生猛的吗？是谁给他的勇气，居然敢去造化圣地抄家？这特么是土匪吧？快去吧，再不去就看不上这场好戏了。于是乎，队伍越来越庞大了，浩浩荡荡，极其夸张。不过大多数都是去看戏的。不良山的秦颖要去偷造化圣地的家，这能不去看吗？若真的做到了，那也算是见证了不良山弟子下山之后的一代传奇了。秦师兄，就是这里了。天道书院的弟子走了出来，指向前方。前方一栋栋较为奢华的建筑汇聚在一起，比起天道书院的房屋而言，这里简直就是繁华无比。这么繁华，待会都拆了吧？秦颖淡淡说道。随后，秦颖看向韩子秋，把他们大门给斩了。韩子秋显然没想到秦颖会给他安排这活，不过韩子秋也颇为激动。上次一战让他对于秦颖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也想看看这一次秦颖下山究竟会造成何等的轰动。一剑斩出，造化圣地的大门轰然炸开。此时，造化圣地内所有的弟子全部被惊动了，乌泱泱的，还有200-300名弟子瞬间冲了出来。当看到面前人影密密麻麻的时候，顿时傻眼了。什么情况？这些人不要命了吗？难道想要端了造化圣地的据点不成？就在这时，位于造化圣地之内，一名手持银枪的青年走出。青年气息浑厚，神态傲然，第一眼便是看到了天道书院的一行人。随后目光落在了秦颖的身上。天道书院，你是何人？秦颖笑了笑，我是你爹秦颖。青年的眼神瞬间狰狞了起来，随后想起了什么，秦颖，你就是秦颖？王焕他们人呢？青年当然知道王焕去了天道书院，趁天道书院的那些顶尖的弟子不在，他已经安排王焕去打劫天道书院去了。王焕？我已经送他上路了，包括那些来我天道书院的人，全都被我送走了。这一刻，造化圣地的诸多弟子纷纷惊颤。死了！秦颖杀死了100名造化圣地的弟子，甚至王焕还是结阴境6重，死在了秦颖的手中。真的假的？很快，他们从乌乌泱泱一片的散修之中得到了答案。造化圣地的弟子一个个脸色惊颤，青年的脸色变得无比的狰狞。你敢杀我造化圣地的弟子？秦颖冷冷一笑，杀了又如何？对了，我过来通知你们一件事情，交出1000枚太黄岛金，我可以现在就走，不然的话，我只有亲自动手了。而我一旦动手，会死人的。打劫，赤裸裸的打劫啊！而且这么明目张胆、光明正大的，真是少见。最重要的是，打劫到了造化圣地的头上。1000枚太黄岛金，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了。哪怕是那些最为顶级的太荒榜上的天骄，都未必拿得出这个数量的太黄岛金。这个秦颖简直太肆无忌惮、目中无人了，居然打劫到了他们造化圣地的头上。打劫？你居然打劫到了我们造化圣地的头上！青年身上有着一股狂暴无匹的气息轰开，眨眼间化作了可怕的罡风，呼啸四方。结阴境7重巅峰，绝对不是什么泛泛之辈。秦颖咧嘴一笑，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笑得让人心里发毛。难道就只许你们造化圣地打劫我们天道书院？给你们3息的时间！青年狂笑一声，草，还没见过你这么狂的人。不过也好，今天就让我方云杀一个不良山的弟子，能杀一个不良山弟子，也算是一段佳话了。秦颖眯了眯眼，眼中迸现出一道惊魂的血色。这么说，你要杀我？方云冷笑，没错，杀的就是你。刺了！虚空4倍银枪瞬间刺穿，一道半月状的枪芒瞬间凝聚，欲要朝着秦颖刺出。诸多人眼珠子一颤，方云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啊。不错，据说铜镜之内死在方云手中的散修少说也有20-30人了。据说他是半圣品的资质了，一颗金丹浮现，有着30道左右的经文，意味着他是半圣品的天资，达到了半圣品天赋，是真正的天骄级别的了。哪怕是圣地也会较为着重培养，未来有机会成为圣地的长老。可就在方云凝聚出枪芒的瞬间，一道寒音响起，是你要杀我的，所以我只能被动的杀了你了。修罗变，9转杀神剑典，一剑瞬杀，惊人的血气笼罩天地。下一刻，秦颖消失在了原地，却见一片血水如同将方云所在之处吞没。继而，方云的眼中居然浮现出了一股恐惧之色，这种感觉就像是被死神盯上了。一道血芒以闪电般的速度射出，几乎是一瞬之间，直接洞穿了方云的身体，而秦颖的身影出现在了方云的身后。
只见方云扭过头来，下一刻整个人裂开了，死了。秦颖一剑杀死了方云。天哪，方云可是结阴境7重啊，居然被秦颖一剑瞬杀了。所有人的头皮发麻，灵魂战栗。谁能想到，堂堂结阴境7重的半圣品天赋的天骄，居然死在了秦颖的一剑之下，而且更是直接瞬杀，这太恐怖了。凝丹境3重，秒杀结阴境7重，还有天理吗？众人自是不知，秦颖身怀百文无瑕地品金丹，再加上天阶下品的剑法，这才能一剑瞬杀方云。当然，这一切也与方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妖孽，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正视秦颖。未迈入结阴境之前，秦颖施展一剑瞬杀会直接亏空灵气，但现在秦颖的灵气磅礴如海，甚至远比起结阴境的强者的灵气都要雄浑得多。这一剑仅仅耗费了1/3左右的灵气，天道书院的弟子个个振奋不已。爽，太爽了！秦师兄无敌，这就是秦师兄的实力吗？太尼玛恐怖了！今日一战，秦师兄下山的第一战就足以轰动世间了，而其余散修更是一个个啧啧不已，如同喉咙被堵住了一般，纷纷喉结一滚。不良山弟子果然一个个都不是人啊，这也太可怕了，最好一辈子都不要与不良山弟子为敌，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一剑在众人的眼中完全足以封神，而秦颖之名也将因这一次下山很快传遍古天界的诸多角落。秦颖凌立虚空之上，血色涌荡的血瞳凝视而下，犹如被死神的眼睛盯着。造化圣地的弟子皆是浑身战栗，完全不敢与秦颖对视。方云都死了，他们还打什么？何况最近异象出世，估计有宝物要出没，大部分的顶级结阴境的天骄全部出动了，前往寻找机缘去了。造化圣地宛若群龙无首一般混乱，有些弟子欲要奔逃出去，但直接被韩子秋等天道书院的弟子全部拦住。秦师兄说了，今天若不交出太荒道经，一只苍蝇也别想出去。不错，交出太荒道经，然而等一条狗命。天道书院的弟子全部站开，将整个造化圣地的据点包围而住，一只苍蝇也别想逃出去。散修们纷纷咂舌，这天道书院太狠了，直接化身成了土匪了，光明正大的打劫造化圣地。不得不说的是，造化圣地身为36大顶级圣地之一，其中的太荒道经自然是数量不少的。此时造化圣地内有一名弟子站出，你们天道书院好大的胆子，难道就不怕我们造化圣地的厉飞师兄？我们厉飞师兄可是太荒榜上前10的顶级天骄，你们天道书院呢？岂有前10的天骄？等厉飞师兄回来，你觉得你们天道书院逃得了吗？还有你秦颖，厉飞师兄第一个杀的就是你。话音刚落，这名弟子只感觉一股恐怖的寒风袭来，随后血色瞬间充斥了他的整个眼球，下一刻一道剑弧闪烁，此人瞬间人头落地。这造化圣地的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眼中唯有惧意。秦颖是真敢杀人，甚至可能灭了他们全部人都不是不可能，因为他身上的杀意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死不死我不知道，但你是真的死了。有些人就是死在话不该那么多。接下来的话我只说一遍，交出太荒道经。秦颖的声音宛若滚滚雷音。这一瞬，造化圣地的弟子一个个纷纷取出自己的储物袋，随后将金色的太荒道经取出。秦颖示意了一下韩子秋，随后韩子秋和李逵等人将众人的太荒道经全部取来，顺手储物袋也没放过。天道书院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太荒道经全部收集之后，秦颖直接虚空一握，一人被瞬间吸了过来，被秦颖掐住了咽喉。你们造化圣地的藏宝之地在哪？秦颖冷冷质问。看着秦颖如同死神般的眼神，这人战战兢兢地开口，我来指路。别杀我。秦颖点了点头，指路。不久，秦颖来到了一座地库之内，一剑斩出，将大门瞬间斩碎，里面有着诸多灵石，还有一堆金灿灿的太荒道经。韩子秋等人见到这一幕，瞬间两眼放光，倒吸了一口凉气。太多了，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太荒道经，不愧是圣地之一啊。秦颖上前，直接将太荒道经全部收入空间戒指之内，随后看向韩子秋等人，一根毛都别放过，全部带走。造化圣地的弟子看着这一幕，心态崩塌了，这可是他们圣地弟子苦心收集来的宝贝，如今天道书院的人如同土匪一般，全部打包带走，真就一根毛都没有留下。整个地库瞬间光溜溜的，什么都没剩下。完了完了啊！秦颖等人收刮干净了造化圣地的所有宝贝，
就差把那些造化圣地的弟子衣服都被扒了，主打的就是一个毛也不剩，统统打包。随后天道书院的一行人直接离去，而造化圣地的弟子全都懵了。快通报丽妃师兄他们，咱们造化圣地被打劫了精光，丽妃师兄回来，秦颖必然死无葬身之地。一个个散修看着造化圣地的惨状，全部都震撼不已。这天道书院应该改名土匪书院比较合适。很快，秦颖带领天道书院打劫了造化圣地，甚至一件秒杀方云的消息传彻四方。谁也没想到，一个刚刚加入不良山的弟子第一次下山，居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轰动，整个太荒秘境之中都因此震惊了。诸多圣地甚至听闻消息，连忙派了一批强者回去，就是防止被秦颖偷家。原本各大圣地一般来说不会轻易得罪其他圣地，可秦颖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天道书院据点之内，众人细数着这一次的收获。韩子秋清点完了太荒道经的数量，来到秦颖面前。秦师兄，咱们这一次收获了上千枚的太荒道经，其中高等的太荒道经也有10枚，中等的太荒道经100枚左右，其余全部都是低等的太荒道经。这些都是秦师兄的。秦颖掂量了一下，1000多枚的太荒道经全在储物袋内。随后秦颖取出了10枚高等的太荒道经，其他的全部让韩子秋分发下去。低等的太荒道经杂质太多，中等的稍好，但也好不了太多，唯有高等的杂质较少。至于极品的十分罕见，即便是有也不可能放在宝库之内。而吸收越高等的太荒道经，对于他凝练大道之力更加的有益。这一次天道书院的众人更加对于秦颖佩服的五体投地。不过接下来想要去打劫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各大圣地都已经警觉了，派会了各自的强者回到了据点内坐镇。连夜秦颖直接开始炼化太荒道经。虽然只有10枚高等的太荒道经，但1枚高等的太荒道经足以抵得上几十枚中等的太荒道经。只是当秦颖炼化第1枚太荒道经的瞬间，一个杀戮的欲望在秦颖的脑海之中瞬间冲击开来。杀戮欲望，显然这意味他可以有条件开启第2道天道禁制了。疯狂的杀戮欲望让秦颖的双目变得血红，冲天的杀意似如滚滚血海，在他体内不断掀起惊天骇浪。龙魂！秦颖咬牙一吼，吼！太古龙魂爆发出震天啸地的龙吟之音，这才将那股杀戮欲望压制了下去。天毒女帝碧罗囔囔道：“真是变态，短短1-2个月的时间而已，这就已经得到了开启第2道天道禁制的要求了。”秦颖嘿嘿一笑：“女帝习惯就好。”天毒女帝，这小子装逼装到他们面前来了，简直是欠揍。可惜现在出不去，否则非得把这小子按在地上摩擦不可。女帝曾说过，天道禁制需要领悟达到一定的阶段，而自己不过是刚刚吞噬了太荒道经，就让第2道天道禁制产生了一丝松动。莫非这第2道禁制与大道有关？秦颖隐隐有了一些猜测。这第2道禁制需要杀什么境界的人？秦颖询问各大女帝。金乌女帝声音似火道：“按照你这第2道禁制的强悍程度，你这第2道禁制必须斩杀1名王侯境的强者，而且看样子这一次杀戮欲望爆发的强度，你隐隐有些压不住了。若不是有龙帝的太古龙魂帮你强行镇压了下来，现在的你已经沦为一尊杀人恶魔了。”金乌女帝说的不假，这一次不是太古龙魂的话，他已经被杀念吞噬了理智了，直接会沦为一具杀人魔头，眼中只有杀戮。上一次女帝便说过，这股杀戮欲望会随着他的实力提升不断变强，甚至最后连龙魂都可能无法将其压制住了。你实力提升的太快了，杀戮欲望会比起之前拥有修罗圣体的修士更加强烈。不出1个月，你若是无法斩杀1名王侯境的修士，你有可能直接被吞噬理智。1个月，这时间的确很紧张。如今以他的实力，面对结阴境后期尚有一战之力，但王侯境不可能有胜算。毕竟达到了王侯境，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的天道之力，光是天道之力便是对于所有王侯之下的修士是绝对的降维打击。不过若是有足够的太荒道经的话，他或许可以在宁丹境也领悟出天道，但这是不符合天地常理的，想要打破不可能那么简单。金乌女帝姐姐，你说我若是在宁丹境领悟天道，有可能吗？秦颖试问道。金乌女帝的话却直接斩钉截铁地回道：绝无可能，哪怕是地界我等见过最为可怕的妖孽，也不可能在宁丹境领悟天道之力。天道之力属于一种极其玄奥的存在，在你没有足够实力之前，
即便是你凭借这太荒道经，天道若不认可你，你无法动用天道之力。要知道，天道之力不算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力量，而是来源于天道，是你借的天道之力。金乌女帝的话几乎是断绝了所有的希望，但1个月的时间，踏入灵阴之境也有些时间短暂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正当秦颖要继续炼化其他太荒道经的时候，金乌女帝突然呵斥道：“用太古焚噬鼎来熔炼太荒道经，可以使得其中的大道之力的杂质完全驱除。太古焚噬鼎还能驱除太荒道经的杂质？”秦颖略微有些吃惊。金乌女帝道：“太古焚噬鼎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其焚噬之威，同样的，其也可以助你修行，甚至炼丹，以及炼化一些杂质，转化给你的将是无比精纯的大道之力。否则，其又配得上太古10大凶器的威名？那我试试。”秦颖心中激动，将太荒道经抛入其中，随后只感觉到一缕缕精纯无比的大道之力居然涌入了自己的体内，真的可以净化杂质。这也就意味着，这高等的太荒道经几乎等同于极品的太荒道经，只是其中的大道之力不如极品太荒道经浑厚，但只要数量多，哪怕是最低等的太荒道经，也可以发挥出极品太荒道经的效果。神器，简直就是神器！太古焚噬鼎似是感觉到了秦颖对其的称赞，不由是晃动了一下。一夜时间，秦颖将太荒道经全部炼化，气息顺利突破到了凝丹境4重。只不过这太荒道经的数量不多，虽然感悟到了大道之力，但还完全不够，看来需要多弄一点太荒道经，顺便修炼一下9转杀神剑点吧。达到第1转一剑瞬杀之后，秦颖还未修炼第2转，起因自然是因为修为不够，施展不出第2转。但如今踏入了凝丹境，且是无暇地品金丹，灵气雄浑如海，施展第2转应该勉强可以达到了。第2转双剑诛天，修行第2转，秦颖愈发的心惊，因为第2转完全像是凝聚了一道自己的化身一般，2道血影凌空而立，身上皆是有着惊世的剑气纵横，而且另外一道化身与己身的修为几乎一致。这就意味着，这第2转相当于2个自己同时出剑爆发出来的威能，绝非是1+1那么简单。毕竟只有他自己最了解自己，越是修行第2转，秦颖对于另外一道化身的控制力就越强，到了最后足以控制到微毫之间。这世上即便是再有默契的2个人，都不可能有他自己熟悉自己。不过这第2转相当于他一个人的灵气，要化作2个人用，对于灵气的消耗无疑十分巨大，最多坚持20息的时间，否则便会直接灵气亏空。不到万不得已，这第2转不可轻易动用。离开了自己的草屋，韩子秋等人已经是等候在了门外。感知到秦颖身上惊人的气息居然又突破了1重，韩子秋几人的眼中充斥着震撼之色。秦师兄，这些都是您要的名单？上面的人包括散修，都是针对过我们天道书院的，其中还有一些是太皇榜上的。韩子秋几人连忙呈上名单。秦颖扫了一眼，随后道：“可有发现其中名单上人的如今的位置？”韩子秋顿时上前指出了几个名字：恶人4老，4人皆是结阴境8重的境界，4人联手可战结阴境9重，他们距离我们的位置较近，只需要半个时辰的时间。如今他们应该在自己开辟的洞府之中修行。秦颖眼中寒光凝现，一步迈出，带我去他们的洞府。韩子秋心态激动，如何不知道秦颖要干什么？这是要去杀恶人4老，洗劫他们的宝物。没办法，谁让他们居然惹谁不好，偏偏之前惹过他们天道书院呢？再者说，秦颖师兄昨日的行事作风，分明就是一个土匪。恶人4老就等着死吧。秦师兄，恶人4老混迹在太荒秘境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他们4人没少干坏事，不少散修女子都被他们糟蹋过。数个月前杀死了我们天道书院几名弟子之后逃之夭夭，后来虽有师兄追杀他们，但他们4人一旦联手，实力极其强横，一般的结阴境9重不是他们4人的对手。秦师兄，你看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准备，或者换出去的师兄师姐回来？韩子秋将恶人4老的大致情况告知给秦颖，秦颖也有了大概的了解。恶人4老4人联手，甚至可以抗衡太荒榜的天骄于不败之地。太荒榜总共只有50人，能进入前50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结阴境9重，足以可见恶人4老的实力。不过秦颖并不惧恶人4老，他们虽强，但也只是4人联手，足以抗衡结阴境9重而已。只要杀死1、2个，其他的都不足为惧。不必了，继续带路吧。秦颖淡淡道，身上的血气令人心悸。
韩子秋也不再说什么，乖乖带路。一座颇为庞大的洞府之内，4名头发稀少、满口黄牙的中年男子于此，在他们的洞府之内绑着一名女子，女子花容较好，看着恶人四老不断的颤抖求饶：“四老，放了我，我身上的值钱的都给你们，求求你们放了我吧。”女子显然是一名散修，只是落入了恶人四老的手中，其结果可想而知。其中一名脸上一颗黑痣的男子猥琐一笑：“小娘子，别着急吗？等我们4人轮番上了你之后，到时候伺候好了我们，或许会放了你。嘿嘿。老大，要不你先来。”女子的眼中唯有惊恐，可惜被四老捆住，她就连自觉都做不到。谁来救救我？老大直接脱去了上衣，一步便是来到了女子的面前。别叫了，叫破嗓子也没人敢在我们恶人四老的手中救你的。就在老大要扑在女子身上的刹那，洞府突然一震，随后自上方直接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恶人四老的脸色皆是一变，只见得黑痣老四瞬间一怒：“他妈的，谁不要命了？敢坏我们恶人四老的美事，找死啊你！”就在这时，一道血气笼罩的身影出现在了洞府的上空，黑袍鼓动，一双地狱般的双瞳凝视而来：“是我，收你们命来了！”一道寒音落下，瞬息间一股死亡气息笼罩开来。这一刻，恶老大瞬间认出来了秦颖，此人好像是不良山弟子秦颖，就在昨日还洗劫了造化圣地的据点。秦颖，我们不想与你为敌。恶老大不是傻子，不良山的弟子他们还不敢杀。此时在周围也有一些散修注意到了这一幕，纷纷停下。卧槽，那不是秦颖吗？昨天洗劫了造化圣地，搞得各大圣地人心惶惶，都纷纷派强者归来了，镇守圣地。他这是要干什么？那好像是恶人四老的洞府啊，不会吧？这秦颖要杀恶人四老，有没有搞错？恶人四老的实力虽然一个个不算很强，但4个联手却能与结阴境9重一战，秦颖确定能杀。众人头皮一震，显然没想到秦颖昨天才刚刚洗劫了造化圣地，今日居然就要杀凶名赫赫的恶人四老，这也太猛了吧！可是你们杀我天道书院弟子，这笔账只有你们的命才能偿还。寒音响彻，似要冻结虚空。恶人四老的脸色一沉：“来硬茬了。秦颖，我们不想与你为敌，但你偏偏要寻死。”恶老四浑身一震，掌心之上萦绕着翠绿色的毒气。韩子秋提醒道：“秦师兄小心，这是恶老四擅长用毒，而且钻研了许多十分刁钻的剧毒，一旦沾染，战力绝对会大打折扣。”恶人四老之所以可以和结阴境9重一战的原因，这恶老四的毒术就很关键。晚了，秦颖，你要后悔就下地狱后悔去吧，你不该招惹我们恶人四老。是心毒！恶老四一掌拍出，幽绿色的毒光朝着秦颖呼啸而去，短短瞬间便是将秦颖的周围完全笼罩在内。隐隐有毒气散开，周围的散修都纷纷退后，有些不慎吸入一点的，瞬间就脸色惨白，口吐白沫。众人纷纷惊颤不已，秦颖这是不想要命了吗？居然面对恶老四的毒一动不动，这是心毒，专攻心脏，一旦沾染，就算是结阴境9重能够强行压制，但也会分出大半的精力，实力不足全盛时期的一半。诸人只觉得这秦颖太大意了，也太自大了。韩子秋的神色也一凛，没想到秦师兄居然会硬抗恶老四的毒术。恶老四狂笑一声：“我当你们不良山都是什么妖怪呢？原来就这啊！中了我的是心毒，你即便是压制住了，你也必死无疑。兄弟们，可以准备出手了。”其余几人都是服下了一颗特定的解药，对于毒气可以免疫。而就在其余3人气息爆开，准备对秦颖展开围杀之时，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令得所有人都心魂一颤，惊触不已。就这也算毒？秦颖轻轻一震，血光如虹，直接将周围的毒气震开，而下一瞬，一剑瞬杀，直接爆然杀出。惊鸿般的血光穿刺虚空，几乎看不见秦颖的身影，唯能看到一道快到极致的血线。随后轻飘飘地从恶老四的身旁穿过，恶老四的眼珠子死死睁大，但下一刻说不出一个字来，喉咙处鲜血狂飙。是什么？老四的毒气对于秦颖没有任何效果吗？而且恶老四还被秦颖一剑秒杀了。这众人狠狠一颤，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韩子秋等书院的弟子也惊呆了，恨不得大喊一句牛逼。秦颖手持修罗剑来到了洞府之内，站在了其余3名恶老的面前。老四，你竟敢杀了老四！恶老大咆哮一声，双目血红。秦颖冷淡开口：杀我书院弟子者，死！
别急，现在轮到你们了。听说你们4个联手可战结阴境9重，那么现在呢？血气弥漫，虚空之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鲜血的味道。所有人都狠狠发怵，不敢相信一个人身上的杀意居然会可怕到这种程度。恶人3老的脸色变得狰狞起来，他们4兄弟情谊极深，4个人无时不刻都混迹在一起，这才能够有着如此紧密的配合。而现在恶老4直接死了，被秦颖一剑杀死了。操！秦颖，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你必死！恶老大咆哮一声，浑身的青筋暴起，瞬间结阴境8重的气息全部爆开，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凶猛无比，笼罩住了秦颖。老大，我来缠住他，你们找机会将他击杀。恶老3暴喝一声，一步迈出，身影化作一道淡黄色的残影，竟是围绕着秦颖不断旋转，速度之快，只能感觉到一股可怕的风暴袭来，秦颖宛若被龙卷吸入其中。这是恶老3的成名绝技龙卷舞。恶老3擅长速度，这般速度就算是结阴境9重都会感到头疼不已。3人各有擅长，虽然3人之力或许无法与结阴境9重一战，但绝对足以战胜结阴境8重巅峰。秦颖也太自大了，诸多人觉得秦颖应该绝不可能战胜3老。再怎么说，恶人4老在太荒秘境之内成名已久，臭名昭著，但至今未死，足以证明他们4人的实力，一般人收拾不了他们。而那些顶级的天骄来此，也只是为了寻找机缘，不屑对他们出手。可真是如此吗？恶老大和恶老2一人肌肤之上笼罩着一层黑光，浑身的肌肉宛若囚笼般鼓动起来，仅是肉身之力爆发的瞬间，便掀起一阵风暴。恶老2手握一把黑色的灵刀，有着无匹的凶威释放。只是就在2人即将出手之际，一道寒音却突然弥漫开来，令得所有人一僵。这种速度就没必要出来丢人现眼了。却见秦颖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伴随着出现的则是一道血线。龙魂感知之下，恶老3的速度简直就像是一个笑话，无论多快的速度都能够在龙魂之中瞬间感知。与此同时，恶老3只感觉一股追魂刺骨的寒意袭来，整个人头皮发麻，随后一道血影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瞳孔狠狠一颤。怎么可能？话音尚未落下，一道血雨瞬间爆开，在所有人的眼中只看到一片血水爆开，四处乱溅，一片片碎肉飞溅四方。所有人都惊骇欲绝地望去，却见龙卷消散，留下的唯有一地的血肉。而秦颖血眸如渊，盯着恶老大和恶老2，邪眸寒视，自尽或许可以死得留个全尸。秦颖的话让众人胆寒，仅仅2剑不仅无视恶老4的毒术，甚至还破了恶老3的身法。这个秦颖无疑让所有人胆战心惊。恶老大和恶老2的战力都要强于恶老32人，秦颖难道还能一剑杀死他们2人？诸多人心中疑惑，若秦颖真能斩杀恶老大和恶老2，无疑在太荒秘境之内足以引起巨大无比的轰动，这一战足够封神。恶老大啐了一口，眼中迸现出血丝。秦颖，我要拿你的命祭奠我兄弟在天之灵。恶人参！恶老大咆哮一声，身上的肌肉居然在迅速的变大，整个身躯有着5米之巨，如同一尊巨人，浑身肌肉爆炸，光是身躯一震便是扫开一股巨大的风暴。韩子秋也在身后提醒道：秦师兄小心，这恶老大据说10道1步修炼肉身的秘法力大无穷，近战之下结阴境8重巅峰的天骄都要避其锋芒。秦颖却不以为然，目光似乎从未正眼瞧过恶老大。来，让我看看你有几斤几两，今天我不锤爆你的狗头，我叫你爹。恶老大双拳震荡着胸口，一步迈出，地面震颤，瞬间裂开一道足有1000米的裂痕，可见其威势汹汹。秦颖不为所动，注视着恶老大近身而来。诸多人眼皮一颤，秦颖想死吗？想要和恶老大贴身肉搏不成？恶老大擅长的就是肉身之力，不少天骄都吃过亏，这秦颖也太自大了吧。却见秦颖依旧不为所动。与此同时，恶老2也动了，手中大刀一震，一道黑光斩出，发出桀桀的笑声，数道狰狞的刀气直逼秦颖而去。去死吧，小子！恶老大已至秦颖的面前，一双巨大的拳头如同山岳般轰然砸下，似要将秦颖砸得稀巴烂。就这瞬息之间，只见一道璀璨如日的金辉爆开，秦颖的身上如同镀着一层金辉。不死圣经，不死金身！同样的一拳砸出，看似平平无奇，但拳头所过之处，虚空如欲炸开，轰鸣作响。与恶老大的巨拳接触的刹那，却见恶老大的拳头竟是如同砸在了一块铁板上，无法寸进。下一刻，
鄂老大的瞳孔狠狠一颤，他的手臂突然折断，骨刺从血肉之中穿出。怎么会？你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量？鄂老大神色惊变，如同看到了恶鬼，神色惊恐。死人没有必要知道答案，要怪就怪你们不该得罪我们天道书院。一道寒音降下，秦影拳头之上金光璀璨，一道金色的气浪瞬间震在了鄂老大的全身，几乎是一瞬间，鄂老大全身的骨头断裂，清晰可闻碎裂的声音。鄂老大整个人如同海绵一般倒在地上。与此同时，秦影将鄂老大直接一扯，数道刀光直接斩在了鄂老大的身上，斩成了数块。一道灵音欲要逃出，但秦影仅是抬手一弹，鄂老大的灵音直接炸裂。鄂老二惊恐地看着被自己的刀气斩作数块的鄂老大，整个人瞬间软瘫，看着秦影如同看着魔鬼，恐怖，太尼玛恐怖了。看着秦影一步步走来，鄂老二瞬间磕头，大人放过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鄂老二彻底失去了战意，战个屁！他们四人一个个全部被秦影干死了，他拿什么打？秦影来到鄂老二的面前，悠然的寒音落下，可惜我不需要这么丑不拉几的牛马，而且你们四兄弟不是一向整整齐齐的，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上路。一脚踏下，鄂老二的脑袋瞬间炸开，连同灵音一起踩碎。死！无数人倒吸了一口凉气。狠，好狠，这简直就是一个杀神。秦影示意了一下韩子秋，此时韩子秋还在发愣，很快明白过来，直接将鄂老四等人的空间戒指送到秦影面前。秦师兄都在这里。秦影神识扫了一下，洞府之内除了这名女人之外没有什么宝物，将几人的空间戒指全部收起之后，一道指芒将女人身上的绳子展开，随后直接飘然离去。恶人死老死了，被秦影所杀。这件事很快轰动太皇秘境。数日之后，秦师兄就是他们，名为毒蛇夫妇，最喜欢的就是对一些情侣下手。我们天道书院有一对小师弟小师妹，就是被他们所杀的。韩子秋这几日一直充当情报分子，帮秦影找出了不少曾经迫害过天道书院弟子的散修。而面前的小树林里，居然有一男一女正光溜溜的在打野战。秦影寒眸微眯，一步迈出，一道血影掠过，却见男子直接惨叫一声，下体瞬间断裂开来，鲜血直流。啊！我的二弟！男子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他悲愤不已，咆哮一声，却见得不远处的古树之上站着一名黑袍青年，手执大剑，幽冷地盯着二人。秦影，是你？这几日的时间，秦影杀了不少的散修，而这些散修毫不例外，都是一些曾对书院下过毒手的人。秦影冷冷一笑，听说你杀了我们天道书院的一对师弟师妹，还有心情在这里打野战，也好，就算是去地狱，也做一个太监鬼魂好了。男子握着自己的二弟，双目血红，我要你死！下一刻，一剑掠过，男子的眼珠子死死睁大，一颗人头滚落下来，而赤裸的女子整个人吓傻了。她摇晃着光溜溜的身子，爬向了秦影的脚下。秦公子，奴婢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我的身子很润的，而且我会的姿势很多，吹箫等等更是样样精通，还请公子饶过我。女子伸手就要抱住秦影的大腿，但在其伸手的瞬间，一道刺骨的寒音落下。不好意思，我嫌脏。一剑直接定在了女子的眉心，脑袋瞬间炸开。韩子秋这几日已经见怪不怪了，但还是不得不佩服秦影的定性。这般妖娆的女子，说杀就杀，怕是一般男人来了，此刻定会受不了。将两人身上的储物戒指收集之后，韩子秋便是递到了秦影的面前。秦师兄，这是他们的东西。秦影直接收起。穷鬼！秦影轻点了一下，太荒道经只有2枚高等的，其余的都是一些低等的太荒道经。不过这几日的时间，秦影从这些散修的手中获得了大概20余枚的高等太荒道经。至于高等之下的太荒道经，秦影让韩子秋全部带回了天道书院。嘿嘿，秦师兄，如今你在太荒秘境之中可是轰动无几啊！现在很多散修都不敢抛头露面了，接下来再想找人就没那么容易了。我还听说太荒秘境的人给咱们书院起了一个外号。秦影问道：什么外号？韩子秋道：悍匪书院。秦影笑了笑，天道书院的名声是不是被我搞臭了？这几日秦影击杀散修，又将散修身上的东西扒了精光，能不被叫悍匪才怪。韩子秋笑道：那怎么可能？若不是秦师兄，我们天道书院何时能如此的解气？再说了，我觉得悍匪也不错，
我现在才发现，杀人越货才是最快的来财之路。不得不说，韩子秋跟着秦颖的这几日，心态上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主要是太爽了。秦师兄负责嘎嘎乱杀，而他就负责打扫残局，收拾一下，准备找下一个猎物吧。秦颖淡淡道。就在这时，韩子秋取出了一块传音玉，很快，韩子秋的神色一变，秦师兄，范红师兄传音来了。范红，秦颖还未见过面，但却知道是天道书院在此为数不多的结阴境9重的天骄，一直在外搜寻当初那道异象秘宝的下落。何事？秦颖问道。范红师兄说，发现了一处极品太荒道经的诞生之地，秘境之内的诸多圣地已经赶去，而且看样子这一批极品太荒道经的数量恐怕不少。我们要去吗？韩子秋问道。毕竟极品太荒道经现世，每一次都会引来各大圣地顶级天骄之间的争夺，其中太荒榜上的也必然存在。须知太荒榜上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结阴境9重，而且个个都是真正的天才。秦颖这几日所斩杀的大部分都在结阴境9重之下，结阴境9重恐怕暂时不是他们能对付的。秦颖的眸光却闪烁着明光，去，自然要去。极品太荒道经，秦颖怎么可能放过呢？据说极品太荒道经的大道之力乃是高等太荒道经的10倍不止，而现在的他想要打破常理，凝聚出大道之力，需要比起正常天骄更加庞大数量的太荒道经。极品太荒道经，他当然势在必得。带路吧，秦颖淡淡开口。不久，秦颖抵达了一座山脉之间。范红身着一身青袍，一脸的英气，气势不俗，可来到秦颖面前还是恭敬的行礼。秦师兄，你终于来了。无论是实力高低，不良山在天道书院的之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只要是不良山的弟子都是师兄师姐。这段时间我听闻了秦师兄的事迹，秦师兄一人之力洗劫了造化圣地以及诸多散修，范红佩服。如今外界传闻秦师兄更是称之为秦悍匪，风光无几。范红的话皆是发自内心的，不过秦颖也只是客气了一下，随后直奔主题。极品太荒道经在哪？范红看向前方，一座巍峨无比的巨大高山就在那座山脉之间。不过由于最近咱们天道书院风评的缘故，我不敢贸然前去。秦颖的出现再加上其做法与造化圣地已经是撕破脸皮了，昆仑圣地也差不多，毕竟秦颖扬言要杀帝天，不贸然前去是明智之举。造化圣地的丽妃就在其中，还有昆仑圣地的长子晶，两人都是太荒榜的天骄，丽妃排名太荒榜第10，而长子晶是昆仑圣地仅次于血液的天骄，排名12。还有一些实力极强的散修，例如血长老人，太荒榜也在第25位，还有魅魂女，太荒榜第33名。秦颖大致了解了情况，各大圣地都有强者赶来，但其中以造化圣地和昆仑圣地的最强，以及一些排名极高的散修也来凑热闹了，足以可见极品太荒道经的诱惑力有多强了。现在他们都在互相掣肘，随手可能因为这极品太荒道经大打出手，待会他们若是出手，我从中搞出一些动静出来，秦师兄试试能否在混乱之中抢得一些极品太荒道经。范红打算在混乱之中让秦颖寻找机会，毕竟范红虽然也在太荒榜上，但排名只在中游层次，想要光明正大的取走太荒道经显然不太可能。秦颖却摇了摇头，你不必出手，我一个人去即可，至于你们全部藏起来，最好不要被发现了。范红摸不着头脑，毕竟这些来抢夺太荒道经的可都是太荒榜上的狠角色，秦颖一人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夺走太荒道经？而与此同时，当他在看去之时，秦颖已经消失不见了。无影诀，范红一惊，见鬼了，秦师兄呢？山脉之间，一道道强悍无匹的气息波及开来，可以看到诸多人影林立在此间山脉之内。而在不远处的一座裂缝之下，有着一股精纯浩瀚的气息弥漫开来，散发出阵阵的金色光泽，如同一条冲天起的金色星河，璀璨无比。诸多人的神色贪婪，看向那座裂缝而去。极品太荒道经的气息居然是真的！极品太荒道经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出现过了吧？半年前昆仑圣地血液降临之时出现过一次，那一战诸多散修和圣地的天才都死去，沦为了血液的背景板。这般浓厚的气息，此处诞生的太荒道经数量恐怕不会少于10枚啊！10枚太荒道经，而且还是极品的，在太荒秘境之中亦算是十分庞大的数量了。须知一枚顶级的太荒道经
其中蕴含的大道之力相当于是20-30枚左右的高等太荒道金，10枚，那就相当于是200-300枚的高等太荒道金。哪怕是一些太荒榜上的存在，身上的高等太荒道金一般都不会超过30枚，可见这极品太荒道金带来的诱惑力。而诸多人却只敢远观，不敢靠近，因为在那道裂缝的附近，2大圣地的顶级结阴境天骄正在针锋相对。除此之外，还有诸多闻名于太荒秘境的散修也在虎视眈眈。昆仑圣地的长子金手持一柄银枪，一身藏青色的衣袍鼓动，双眸锋利至极，凝视着造化圣地的丽妃。丽妃，此处太荒道金，你们造化圣地吞不下的，我们血液师兄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你应该知道，血液师兄若是赶到，结果会是如何？提及血液之名，丽妃的脸上挂着一抹凝重之色。太荒榜第一，血液几乎是结阴境的无敌之姿，太荒秘境之中，不少天骄都折在了这血液的手中。但对于丽妃而言，她距离王侯境也只差一步，这些极品太荒道金自然不可能放过，若能全部得到，她突破王侯境的几率将大大增加。何况极品太荒道金还能替她凝练出更为纯粹的大道之力。可除了他们之外，周围其他的散修也在等候时机。可以说，无论是丽妃还是长子金，都不打算现在就对对方出手，很有可能被人渔翁得利了。丽妃的排名要比长子金更高，自然实力更强一些，但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收拾得了长子金。先驱逐了这些杂鱼，你我之间再做争夺如何？丽妃眼神一眯，看向了其他的散修，血长老人、魅魂女等等都是神色微微一紧。不过在场的散修敢靠近此处的，都是一些成名已久的且达到了结阴境9重修为的散修。血长老人顿时不满道：操，此处见者有份，你们圣地也太不是人了，都想要独吞，我们这些散修就只配吃剩下的。长子金一枪在手，宛若惊雷般射出，洞穿了虚空，可怕的枪芒直接朝着血长老人刺去。要么滚，要么死，一群散修也想染指。血长老人当即一掌拍出，幻化出一道巨大的血掌，与枪芒硬焊在一起，登时被轰退了数步，气息有些紊乱。虽然都是结阴境9重，但一个是来自圣地真正耀眼的天骄，战斗力自然有所差距。而丽妃也在此时出手，盘坐下来，面前显现出一尊灵鹰，乃是金色天灵鹰，而其身下出现了一架古筝，随后手指撩动起来，朝着魅魂女等人音波肆虐而去。与此同时，谁也没注意到，一道身影借着他们出手，早已经摸到了近点。打吧，打得越激烈越好。秦影直接一跃而下，进入了裂缝之中。不久，一颗颗金色的晶石镶嵌在岩壁之中，而这赫然是极品太荒道金。极品太荒道金之内几乎没有任何的杂质，是纯粹至极的金色。秦影直接一抓，整整有着12颗极品太荒道金落入了他的掌心之中。而也就是这时，太荒道金的气息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是丽妃还是长子金都瞬间停下了进攻。两人对视一眼，瞬间明白了什么，有人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盗走了太荒道金。长子金眸光一眯，而丽妃也在此时神识瞬间扫荡开来，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一道模糊的气息。哪个混蛋居然敢抢我们的太荒道金，找死！丽妃神色一厉，撩动琴弦，一瞬间音波如同化作复式之潮，竟是朝着秦影的方向直接镇压而去。哪里跑！丽妃一喝，滚滚的浪潮排山倒海般呼啸而去，而秦影神识当即散开，一瞬间似有一道龙吟之音响起，随后竟是将那浪潮直接震碎。丽妃的神色一变，方才那股神识气息分明是一股极为古老恢宏的强大神识，竟然一瞬间便将她的神识攻击给震碎了。而与此同时，秦影野的身形也彻底显现出来。此时诸多眼珠子顿时狠狠一直，这不是天道书院不良善的秦影，是他。这几日他造成的轰动可不小啊，甚至传名秦悍匪。没想到他居然在2大圣地顶级天骄的眼皮子底下夺走了太荒道金，他娘的，这也太疯狂了吧！那可是2大顶级结阴境的天骄，他觉得自己能逃走吗？更何况还有其他的散修也都对于这太荒道金虎视眈眈呢。一瞬间，血长老人等等将目光全部落在了秦影的身上，充满着贪婪之色。相比较落入2大圣地的手中，落入秦影的手中，好像他们更有机会一些。秦影，你扫劫我们造化圣地，这个仇我还没去找你，你居然还敢主动现身，甚至抢走了我的太荒道金！丽妃怒笑一声，
你就是秦颖。常子京也回过神来，神色如刀。帝天圣子可是说过要秦颖的命，如今的秦颖可是献给帝天圣子最好的礼物。秦颖嘴角微微一掀，没错，我就是秦颖。这太荒道经，本大爷笑纳了。秦颖当即体内灵气爆开，随后化作一道血光，竟是朝着远处奔去，而且速度快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天阶下等身法武技，乾坤无极。这一刻，所有人都躁动了。草草草，这个老六抢走了太荒道经，不能放过他！追杀秦颖，抢回太荒道经。一时间，整个山脉之间陷入了暴动，几乎所有人结阴境9重的强者，全部朝着秦颖的方向追杀了过去。而范红一行人这才敢露头，不由会心一笑：这就是秦师兄吗？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抢走了太荒道经，太他妈的逆天了！悍匪之名，名不虚传。整个太荒秘境宛若暴乱一般，不只是血长老人这些散修，诸多结阴境9重的散修都盯上了秦颖身上的极品太荒道经。这可是极品太荒道经，足以凝练出强大的大道之力，跻身王侯境。哪怕是进入王侯境，凭借高等的大道之力，也能越阶一战。而秦颖施展乾坤无极，早就已经一溜烟逃走了。至于范红等人，立刻下令让天道书院的弟子集合，甚至让据点的弟子也全都离开据点。担心的就是秦颖这一次引发的动静会牵连到天道书院的身上。震惊震惊！秦颖当着丽妃、常子京的眼皮子底下盗走了极品太荒道经。卧槽，此子果然是一个悍匪。不过丽妃和常子京都是顶级结阴境的天骄，怎么被此子如此光明正大的盗走太荒道经的？此子似乎会一种隐身之术，再加上战场混乱，才让他有了可乘之机。现在整个太荒秘境都在追杀秦颖呢。一时间轰动无极，而秦颖早就找了一个隐秘之地，钻入了一座瀑布的山洞之内。如此光明正大的盗走了太荒道经，估计丽妃二人想将我千刀万剐的心都有了吧？秦颖冷冷一笑，心中极其痛快。反正2大圣地都已经得罪死了，他也没必要顾及什么后果。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炼化太荒道经，不知道这12枚极品太荒道经能否让我迈出那一步？秦颖眸光闪烁，颇为兴奋。他当然料想得到自己手中有着12枚极品太荒道经会引来的轰动，甚至可能整个太荒秘境之内都已经有大批的人正在追杀他。但他可不管这些，做事就要果决，犹犹豫豫，贪生怕死，这辈子都别想成为真正的强者。太古焚噬鼎！秦颖轻轻一喝，太古焚噬鼎出现在其面前。随后秦颖将太荒道经全部倒入太古焚噬鼎内。若是正常人见到这一幕，一定会觉得秦颖是一个疯子。极品太荒道经蕴含着极其磅礴的大道之力，未踏入王侯境，很有可能被大道之力反噬，绝对不敢一次性炼化这么庞大数量的极品太荒道经。但对于秦颖而言，拥有着太古焚噬鼎，可以将其中的大道之力全部炼化成最纯粹的大道之力，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而且根本不需要己身炼化，自然不会有任何的反噬之说。太古焚噬鼎内太荒道经全部熔炼，秦颖嘴巴一张，将精纯无比的金色道光全部吸入了体内。这一刻，秦颖的体内瞬间轰鸣，似有一道道万古雷霆在体内炸开。秦颖闷哼一声，继续消化大道之力。很快，秦颖感知到了自己的体内似有一颗血色的种子以及一颗剑形态的种子开始凝聚一般。这莫非是……此时婉歌女帝的声音响起，给秦颖直接泼了一盆冷水。你这本就是忤逆天理规则，虽然凝现出了大道之种，但依旧只是一颗种子而已。若种子无法绽放开来，你无论如何不可能动用大道之力。不过婉歌女帝的声音可以听到一丝震颤的声音。婉歌女帝，也就是说我这么不要命的抢夺太荒道经都白瞎了？秦颖有些失望，看着大道之种的确无法动用其中的大道之力，自然不是白瞎。似你这等境界，逆天而行，凝聚大道之种已经是不可思议、违背天理的事情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闻此，秦颖眼前一亮。婉歌女帝，吓死我了，下次一句话说完吗？我要怎么做才能让大道之种绽放？秦颖询问道。他想要在杀戮欲望彻底爆发之前，斩杀王侯境的强者，就必须拥有大道之力，至少开辟出一条大道。不过正如婉歌女帝所言，他这本就是逆天而行，违背了天理，很难实现。但不到最后一刻，谁能知道能不能成功？一场天大的机缘，一份足够强大的大道之力，强行给你劈开一条大道。
挽歌女帝的凝重之音响起，足够强大的大道之力，那得多强才行？秦颖问道。你这本就是逆世之力，若本帝能出来，自然可以给你展开一条大道出来。但本帝如今修为受损，还需要双修才能逐渐恢复。挽歌女帝继续说道。秦颖一惊，女帝你别告诉我，至少要有你们9位女帝巅峰时期那般强大的大道之力，才能给我展开一条大道出来。这我上哪去找去？堪比9大女帝的大道之力，在古天界真能寻到吗？算了，车到山前自有路。秦颖还能有什么办法？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随后，秦颖炼化了之前击杀的散修的死气，再加上太荒道经之中的气息，秦颖的境界再次突破，凝丹境5重了。秦颖浑身噼里啪啦作响，体内有着灵气轰鸣。不久，秦颖走出瀑布，一道道强悍的气息瞬间锁定了秦颖。秦颖抬眸望去，不远处正是一个穿着血袍的老者，血长老人。除此之外，还有几名结阴境9重的散修。哈哈，秦颖你果然在这里，我就说刚刚感知到了一股强横的突破气息波动，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逮到你了。血长老人森冷一笑，露出黄灿灿的牙齿。秦颖给你一个机会，现在交出极品太荒道经，然后跪下磕头，我可以饶你一命。血长老人目光贪婪，他当然不可能放过这个绝妙的机会，他被困在结阴境9重太久了，如今总算是有机会踏入王侯境了。他其实年纪并不大，只是他的修行方法需要消耗寿元，而今他的寿元不多了，必须突破王侯境才能增加寿命。秦颖抬眸望去，眼中有着森罗血芒爆炸而出。这句话说反了，应该是你跪下，然后交出身上值钱的东西，我可以让你死得舒服一点。众人一惊，反了天了，这个秦颖这么狂的吗？根本没将血长老人放在眼里，甚至反过来打劫血长老人。血长老人太荒榜排行第25，足以媲美一些圣地的顶级天骄了，这个秦颖这么狂的吗？居然要反过来打劫血长老人！血长老人精通一门邪术，能够将人一掌拍为血水，十分可怕。这秦颖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周围的一群散修目光看向秦颖，纷纷表示对于秦颖的怜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根本不清楚这太荒榜上的含金量。能够进入太荒榜的，都是在结阴境9重之内脱颖而出的杰出之辈，岂是一些普通的小杂鱼？就算是秦颖先前击杀了结阴境8重，但那些人岂能与太荒榜上的存在相比？血长老人愣了一下，随后截然一笑：小子，你很不错，你是现在还活着的唯一一个居然敢打劫我的。之前的坟头草都已经有10米高了。秦颖轻蔑笑道：是吗？说实话，敢打劫我的坟头草也都10米高了。血长老人冷哼一声：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这小子哪里来的狂妄底气，如此嚣张！寿元化血掌，咆哮之音响彻，血长老人朝着前方一掌拍出，肉眼可见的血长老人的皮肤开始变得更加的枯老起来。而与此同时，虚空之上出现一道巨大的血色掌印，掌印似血水凝聚，将秦颖的上空完全覆盖住了。天地动荡，掀起一股无与伦比的风暴，欲要将秦颖一掌拍死。秦颖瞄了一眼，用寿元来施展的武技吗？有点意思，但是不多。修罗变，血海冲天，将方圆笼罩成猩红之色，宛若地狱。一股令人绝望的死亡气息铺开八方。紧接着，秦颖持剑杀出，身形化作一道血光，速度宛若闪电。哈哈哈，被我的血掌笼罩，你速度再快也逃不出去的，被我镇压吧。血长老人面容再次枯老起来，这一次他可是使出了浑身的寿元，近乎8、9成的地步。这一掌之威，就算是太荒榜前20，也不可能轻易接下。秦颖必死无疑。等他获得太荒道经，便可离开此处，踏入王侯之境。唯有踏入王侯境，才算是真正跻身了未来成为强者的门槛，是吗？可惜我不用逃，一道血掌展开不就行了吗？一剑瞬杀，一道极致的血芒刺的所有人的眼珠子几乎闪瞎，血色的光泽犹如追天之矛，竟是定在了血掌之上。下一瞬，血掌自上而下的瞬间裂开一道裂痕，裂痕瞬间蔓延开来。血长老人的瞳孔死死睁大，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一道血影凌空而立，而其眉心之间直接射入了一道剑气。你怎么还未说完？血长老人的脑袋爆开，一片血雾炸开。秦颖将血长老人的死气完全吸收，所有人都狠狠一颤，瞬间倒吸一口凉气。什么？逆天！
此子居然一剑杀死了血长老人，那可是太荒榜第25的存在啊！这怎么可能呢？太恐怖了吧！一个个散修纷纷惊恐无比。就在这时，秦颖只感觉到一股足以迷魂的香气袭来，神识之内似要被这股香气控制。太古龙魂盘踞在神识之内，但秦颖并未让太古龙魂轻举妄动。身后一道紧紧披着几块碎布般的倩影浮现，一只手轻轻地勾在秦颖的下颚之处。诸多人瞬间反应过来，是魅魂女。魅魂女拥有着特殊的魅惑神识，据说能够操控人的心智。秦颖看样子是中招了，魅魂女在其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侵入了他的神识之内。一旦被魅魂女蛊惑神识，那可就意味着将被魅魂女彻底掌控，完全听从魅魂女的命令。众人纷纷一惊。神识与灵气不同的是，神识可以直接对敌人的神智造成影响，而魅魂女在太荒榜上虽然不如血长老人的排名，但其可是极其恐怖的神识魅惑，一旦中招，几乎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秦颖太大意了，居然完全没有注意到暗中还有魅魂女在虎视眈眈，乘其不备，直接神识控制了秦颖。魅魂女妖娆地来到秦颖的身前，双眸浮现出粉红之色，极其魅惑，倒是不错的姿色。可惜了，若不是你拥有极品太荒道经，让你做一个男宠也是极为不错的。你还是乖乖听话，交出太荒道经吧，我保证可以让你死得飘飘欲仙。秦颖的眼神空洞，似乎真的被魅魂女夺去了魂魄一般。秦颖如同机械般的取出一枚空间戒指，递到了魅魂女的面前。魅魂女弓唇掀起，极其兴奋，这太荒道经归我了！哈哈哈哈！魅魂女伸手就要拿走空间戒指，可却发现拿不动。魅魂女轻轻贴近秦颖，一道魅惑的神识继续钻入秦颖的神识之内，随后贴在秦颖的耳垂，轻轻呼出热气。别挣扎了，你已经被我控制了哟。你现在肯定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吧？来吧，给我吧，我可以让你死在我的裙下。此时，一道冰冷如渊的声音却让魅魂女突然娇躯一僵。啊，当然爱，所以才要掏心掏肺嘛。手握空间戒指的五指瞬间抓出，下一刻直接抓向了魅魂女的胸口，胸口如同豆腐一般裂开，穿透了胸膛，直接从其背后探出，一颗血红的心脏握在了秦颖的手中，轻轻一掐，直接捏爆。这众人见此宛若见鬼一般，秦颖不是被魅惑了吗？他怎么突然对魅魂女开始掏心掏肺起来了？掏心掏肺，这特么就是爱到掏心掏肺吗？秦颖一震，直接将魅魂女的尸体震开。魅魂女哪怕是死也死不瞑目，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死。秦颖将魅魂女和血长老人的东西全部收入囊中，清点了一下，太荒道经的数量倒是不少，两人的高等太荒道经足足加起来有50枚左右。不愧是太荒榜上之人，的确富得流油。就在此时，秦颖的眉心一皱，取出一块传音玉。这枚传音玉是每个天道书院弟子都会佩戴的，而传音玉内显然是韩子秋的声音。秦师兄，不好了，我们书院被昆仑圣地和造化圣地的人给包围了。天道书院遇袭。虽然秦颖才加入天道书院不久而已，但天道书院的凝聚力的确让他颇为受用。最重要的是，不良山上的师兄师姐都不错，对其宠爱有加。秦颖心中已经将不良山当做了自己的一个家。天道书院遇袭，秦颖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管。再者说，无论是昆仑圣地还是造化圣地，都是奔着他而来的。这件事与他有关。确定了大概的方位，秦颖直奔而去。与此同时，一座古林之间，周围的树木大多被拦腰而断，甚至连山头都被夷为平地。数百道身影林立其间，散发出雄浑不已的波动。丽妃一袭白袍，手持古琴，盘坐在虚空之中，如同谪仙一般飘然自若。其眸光落下，俯视着被围困在山谷之内的天道书院弟子。范红，道出秦颖的位置，我可以给你们放一条生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秦颖杀我造化圣地弟子，洗劫我造化圣地，他必死无疑，你们不该为他而死。丽妃朝着下方喝去，声音震荡苍穹，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笼罩下去。不错，让秦颖现身，否则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这里。长子金长枪一舞，有着惊人的枪威辐射四方，眼中蕴含着杀意。他们被秦颖在眼皮子底下抢走了极品太荒道经，蒙受了天大的耻辱。身为圣地之内小有名气的天骄，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的屈辱？更何况极品太荒道经可是他们晋升王侯的关键之物。再者说，秦颖乃是不良山弟子，又得罪了帝天，秦颖必须死。
范红身上有着几道血口，显然经历了一场大战。他虽然也是结阴境9重，但面对丽妃2人根本不可能是对手，更别说他的排名本就排在中游层次而已。但范红却仰着被鲜血浸满的血口，狂笑一声：“笑话，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天道书院的弟子怎么可能会背叛同门？今日你们休想找到秦影，就算我死也不可能。”范红的眼中浮现出死志。天道书院虽然如今在36大圣地之中影响力不如从前，但不良山一直都是天道书院每一个弟子心中的丰碑，而秦影是不良山的弟子，更是天道书院未来的希望，哪怕是死也绝不可能交出秦影。只要不良山不倒，天道书院便有崛起之日。丽妃眼神一沉，浮现出杀意，看来你们天道书院的弟子真是一群硬骨头，想死我自会成全你们。丽妃一喝，旋即古琴波动起来，刹那间天地间顿时色变，音波化作覆天之潮，遮盖住了书院弟子的上空。范红咆哮一声，所有弟子全部释放灵音对抗音波。与此同时，所有书院弟子全部释放出自身的灵音，欲要对抗丽妃的音波攻击。你们又能死撑多久？丽妃冷喝一声，造化圣地的弟子施展灵音震碎他们。浩荡的神石威压朝着山谷之下镇压而去，诸多看戏之人纷纷退到了远处。这天道书院真是不知道这样对抗下去必死无疑吗？2大圣地合围，他们没有活的可能，反倒是秦影真是狠心。难道看着天道书院的弟子为他去死也不现身？现身？他敢吗？现在2大圣地都要他死，他来了跟送死有什么区别？众人纷纷唏嘘不已。这样下去，天道书院根本撑不了多久。不少天道书院的弟子脸色苍白，勉强维持灵音，神识波动已经十分虚弱了。好！就在这时，双方神识对轰之处，一道震啸天地的吼声响彻诸天，一股足以害世的凶威让所有人都脸色哗然一变。诸多人眼珠子瞬间睁大。那是什么？好像是一条真龙。龙吟虎啸，所有人都神识一震，仿佛神识要裂开一般。却见一道金色的巨龙虚影直接冲击造化圣地所有人的神识攻击，紧紧一撞，所有神识全部轰碎。这一幕实在是太石破惊天，难以置信了。那是何等恐怖的神识之威！就连丽妃都闷哼一声，古琴的音波被完全震散。众人凝目望去，只见得在高空之上，一道萦绕着血气的身影落下，踏空而立。秦师兄，秦师兄快走，哪怕我等付出性命也不能让你出事。天道书院的弟子先是一惊，随后立刻让秦影离开此处。秦影却不为所动，浑身散发出一股惊人的血气，杀意弥漫。接下来交给我，你们全部退后。天道书院的弟子一惊，啥意思啊？秦师兄这是一个人要干2大圣地吗？这怎么可能呢？范红惊惶欲要出声，却被秦影再次呵斥，这是命令，全部退后。韩子秋连忙一喝，天道书院弟子全部后撤。范红的眼中忧色重重，韩子秋却道，范师兄要相信秦师兄，我亲眼见过秦师兄出手，千万别把秦师兄当人看待。范红这特么是不相信吗？而是一个人占2大圣地，根本就是疯子才会想得出来的吧？这特么太疯狂了。2大圣地的气息瞬间锁定在了秦影一人的身上，天地间无比压抑。秦影，你终于舍得出现了，我还以为你要眼睁睁地看着天道书院的人全部因你而死呢。交出太初道经，然后跪下，自废金丹，饶你不死。丽妃冷笑一声，似觉得秦影必死无疑。秦影一步迈出，血眸幽冷无比地盯着丽妃，让丽妃浑身一颤，毛骨悚然。杀意升腾，宛若一根毒刺，刺入她的魂底深处，不寒而栗，竟有一股死亡之意袭来。你想干什么？我数3息时间，你不交出太荒道经，要你死无葬身之地。丽妃一喝，秦影冷冷一笑，太荒道经，不好意思，被我炼化了。刚刚你弹琴不是很厉害吗？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神识攻击。一颗硕大无比的龙头出现在了秦影的身后，只见得龙头张开深渊巨口，一股骇世的龙威震动天地。秦影这一刻的气息俨然变了，宛若一尊至高无上的存在，威压四方。上方有着一颗高贵无比的虚幻龙头浮现，一双金色的龙眸俯瞰天地。这一刻，所有人都顿时狠狠心悸。
甚至宛若被巨山压住了胸口，竟有一股窒息之感。这是龙威？怎么可能？这世上有人可能驾驭龙威？真龙高贵无双，古天界内据说曾存在过真正的龙族，只是如今龙族早就已经销声匿迹，沦为传说一般的存在。但龙族生性高傲，即便真的有人得到了真龙之力，岂能被人族所驾驭？无数人惊骇欲绝，望着那一刻宛若真龙现世般的巨大龙头，仿佛已经消失无数年的真龙复苏，降临人间。范红乃至都是结结巴巴起来，这便是秦师兄的风采吗？我记得青衣师兄也是拥有一具青龙魂吧，曾见过青衣师兄施展过青龙魂，可我怎么感觉青衣师兄的青龙魂在秦师兄施展的这具龙头面前也就仅此而已。陆青衣，丽妃心魂震荡，但她哪里愿意相信秦颖能够驾驭真正的龙威？一颗假龙头也妄想破我道心，做梦！天灵鹰，下一刻，金色的灵鹰浮现出来，赫然是丽妃的天品灵鹰。上一次她以琴音攻击秦颖，却被秦颖体内的一股神秘力量震开。无论如何，丽妃都联想不到秦颖的体内有着一尊真正的太古龙魂。天品灵鹰，丽妃这是要动真格了。天品灵鹰之威非同小可，虽不比圣品灵鹰，但拥有圣品灵鹰之人，即便是在妙音仙宗那般专门修行神识的圣地之内，都足以坐上圣女之位。不错，以丽妃的天赋，虽然达不到各大圣地圣子圣女的那般地步，但也绝对是圣子之下的头一等的存在。天品灵鹰出现，乃是一具缩小版的丽妃灵体。出现的瞬间，一股强横的神识宛若洪潮一般倾泻四方。丽妃白袍鼓动，伴随着手中的古琴撩动，灵鹰之威全部灌入古琴之内，旋即间化作可怕的音波。在场即便是一些结音境9重的散修，都顿时推到极远处，这才免得遭到琴音波及。但秦颖却分外淡漠地望去，似是看着一个蝼蚁一般。灭世龙卷，丽妃疯狂撩动，天地变色，琴音动荡不已，眨眼间竟是化作一道巨大的音波龙卷，欲要摧毁一切。龙卷肆虐而出，朝着秦颖的方向直接轰去。丽妃可没有半点的留手，这是她如今的最强武技，没有之一，真正的地阶武技。秦颖一步迈出，上方的龙头巨口张开，一道纯粹的龙吟之音呼啸四方。这一刻，天地间似卷起狂乱无匹的风暴，音波肆虐，竟是直接朝着那道骇世龙卷冲击而去。可笑，假龙之影也想破我灭世龙卷！下一刻，丽妃自信满满的双瞳瞬间一怔，却见龙吟音波之下，那道灭世龙卷宛若薄纸一般轰然炸开，没有半点的反抗之能。秦颖此刻早已经化作一道血影，而此时的丽妃遭到龙吟冲击，整个脑海宛若被一柄震天鼓锤轰击，嗡鸣作响。这丽妃堂堂天品灵鹰，居然挡不住秦颖一击，怎会有人妖孽如此？不良山上的历代妖孽恐怕都没有这么恐怖吧？这让众人联想到了不良山那些威名赫赫的传奇人物，但放眼哪一个，好像都远远没有秦颖这般变态。秦颖的战力能够跃一大境界也就算了，就连神识之力都能够整整跃一大境，抗衡天灵鹰吗？须知秦颖可还未踏入结阴境，而只是凝丹境而已。这特么也太不是人了吧！世上怎会有人如此的全面？等等，丽妃的天灵鹰好像裂开了。就在这时，似有人注意到了什么，眼珠子忽然一瞪，如同惊魂噩梦，却见丽妃的天灵鹰居然是浮现出一道道裂痕，寸寸裂开。随后砰的一声，灵鹰直接炸裂。我的灵鹰，我的灵鹰！丽妃引以为傲的便是这具天灵鹰，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天灵鹰仅仅是与秦颖接触的一个照面，便是被秦颖直接震碎了。此时一道血影出现在丽妃的面前，丽妃惊恐无比的看去，如同看到了死神降临。下辈子记住，永远不要得罪我。一剑落下，一颗人头飞出，丽妃死了。造化圣地的弟子一个个全部僵直在原地，脸色惊骇。堂堂太荒榜前10，居然死在了秦颖的手中。那可是他们造化圣地仅次于圣子天赋的绝世天骄，就这么轻易的死了。天道书院的众人见到这一幕，先是震惊骇然，随后一个个振臂狂呼，还请秦师兄为我天道书院此次伤亡的弟子报仇雪恨。一双血眸此刻看向了昆仑圣地的方向，正是手持长枪的常子金。常子金的脸色一沉，丽妃的排名在他之上，却死在了秦颖的手中。虽然丽妃擅长的是神识，但足以可见秦颖的可怕之处。这一刻，
常子京居然有了一种退怯的想法，既然来了，就没必要走了。杀我天道书院弟子，必须以性命偿还。一道寒音肆虐，让常子京浑身一寒。常子京强装镇定下来，秦隐，太荒道经我可以不要，你当真要与我们昆仑圣地为敌？杀我便是死敌。秦隐冷冷嗤笑一声，你他妈是什么蠢货？地天我都要杀，还怕杀你吗？众人皆是惊得目瞪口呆。秦隐这句话意味着双方可就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了。而且秦隐居然想杀地天。地天是什么人？来自远古地族，更是昆仑圣地最强的圣子，没有之一，凌驾于无数天骄之上的绝世妖孽。方才那般神识攻击，我不信你能够施展出来第二次。刺啦一声，常子京手中的长枪刺出，面前惊现出一道黑痕，似是将虚空割裂。秦隐平淡望去，杀你不需要神识。九转杀神剑典第二转，双剑诛天。在众人的眼中，秦隐的身影如同裂开，出现了两道血影，浮空而立，每一道都充斥着一股惊人的煞气。这一刻，煞气冲霄，所有人都纷纷变色，凝望向虚空之上的两道血影。两道血影皆是秦隐身上爆发出来的杀伐之气，同样恐怖，令诸天荡动，似是战力无比。天哪，我没有眼花吧？居然出现了两道秦隐，而且这两道身影的气息似乎一样强大。这是何等的武技，绝对在地阶高等之上，否则怎有如此害世的凶威？这一刻，诸多人的眼中爆发出强烈的贪欲，但很快被理智压制了下去。秦隐太可怕了，连太荒榜上前10的丽妃都震碎了铃音，他们怎敢觊觎秦隐身上的宝物？常子京的神色也骤然凝重，强装镇定，咬牙一喝，装神弄鬼。黑月枪法。刹那间，常子京一枪刺出，虚空中凝现出一道黑月，那是一道黑月枪芒。枪芒浮现的瞬间，虚空有着诸多恐怖的黑痕裂开。一枪刺出，地面裂开一道足有数十米深的裂痕，伴随着一股足以刺穿一切的枪威之下，动射秦隐而去。两道血影一步踏出，气势同时爆发，血气爆开，机遇湮灭一切。滔天的血气遮蔽一切，整片虚空笼罩在一片血气风暴之中，这场面极为可怕。整个空间宛若化作了尸山血海的修罗地狱。两道剑芒同时展出，虚空炸开一道道的血痕，与黑月枪芒对撞，竟是直接将枪芒撕裂开来。诸多人狠狠倒吸了一口凉气，太恐怖了。不过宁丹镜却直接碾灭了结阴境巅峰的全力一枪，这还是人吗？常子京神色骇然，运转长枪，面前似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枪芒所化的罡风，欲要摧毁一切。但两道血影袭来，竟是直接撕开了枪芒罡风。常子京瞬间怔然住了，因为他的一前一后都出现了一道血影，而冰冷的大剑抵在了他胸口前后。这一刻，常子京手中的长枪落地，彻底握不住了，骇然地盯着面前的秦隐的血瞳。这一切不关我的事，是地天圣子下令，若见你，必要杀你，所以我才出此下策，借用天道书院逼你现身而已。你饶我一命，回去我绝对好好做人，再也不敢针对你。太荒榜第12，如今却如同一个丧魂之犬，开始求饶，浑身颤抖，有着不知名的黄色液体流出，太可怕了。秦隐身上的杀气太恐怖了，让他仿佛置身地狱。你错了，自你做出要杀我的决定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你是一个死人了。至于地天，我自会亲自杀他。不，常子京疯狂摇头，但在下一瞬，两道剑芒直接洞射了常子京的胸口，露出巨大的血洞。死了！太荒榜上的常子京也死了。无数人狠狠站立，瞳孔死死睁大。此时，造化圣地和昆仑圣地的弟子全部慌了，一个个毫无战意。战个毛线啊！太荒榜上的天骄都死了，他们是个锤子啊！于是两大圣地的弟子疯狂逃窜。范宏振臂一呼，斩杀两大圣地弟子，一个也别放过，欺我天道书院无人不成！哈哈哈哈！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而秦隐没有继续管其他人，将常子京和丽妃身上的东西扒了精光。土匪他是认真的，而且他还是赫赫有名的悍匪。当然了，这与他施展9转杀神剑典第2转和太古龙魂有关。这一次击杀丽妃和常子京二人消耗过度，无论是神识还是灵气，都有一股强烈的虚弱之感。太古龙魂本就十分强大，他强行动用一次，就差点将他的神识抽空了。一股强烈至极的疲累感袭来。不久，两大圣地
有着近乎100人惨死在天道书院的弟子之手，还有一部分人逃走了。哈哈，秦师兄真是太逆天了！今日太荒秘境短短半个月不到的时间，如今连太荒榜前10都葬身在了秦师兄之手。范宏对于秦颖的眼神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此一战，秦师兄足以惊动天下。天才，他娘的算个屁！在我们天道书院不良山的弟子面前，就是一根葱，不，连葱都算不上，顶多是一根鸡毛。天道书院的弟子纷纷恭维：离开此处，我杀死长子金，血液不会放过我，我需要恢复。秦颖淡淡道，并未表现出虚弱的状态。很快，一行人离开了此处。秦颖寻到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直接开始恢复起来，开始炼化长子金、血长老人等人的死气。而此时，整个太荒秘境却已经炸开了锅。不良山第49位弟子下山，仅仅10余天的时间，击杀了太荒榜第25的血长老人，对32名的魅魂女进行掏心掏肺。造化圣地和昆仑圣地围攻天道书院，秦颖及时救场，轰碎了丽妃的天品灵婴，一剑击杀了长子金。不良山弟子下山必是传奇，轰动世间。这句话果然名不虚传啊！恐怕不良山又要出现一个类似天道书院院长那般的万古妖孽了。一时间，太荒秘境震动不已，类似的消息在每个地方传播，如同飓风海啸一般。而秦颖之名彻底震颤众人，谁还敢追杀秦颖？除非是想死了。这秦颖简直就是一个恶魔杀神，不良山的威名相信很快就会再次响彻古天界。这一次的太荒秘境，秦颖所做之事足以轰动世间。而不久之后，长子金等人所葬身之处，一道提着血剑的血袍身影落下，其所过之处，血剑在地上划开一道数米的裂痕。血袍身影看着地上的尸体，脸上且浮现出一股浓烈的兴奋之色。秦颖，宁丹竟却有这般战力，击杀长子金等人，其身上的血水一定很美味。其露出牙齿，2颗獠牙，宛若吸血鬼一般，狰狞恐怖。而他正是太荒榜第1、昆仑圣地的弟子血野。一夜时间，秦颖走出山洞，体内的气息再次突破，来到了宁丹境6重，吞噬了血长老人这些顶级结阴境巅峰的死气，让他再突破1重。如今击杀长子金这些人，根本不需要再动用9转杀神剑典和龙魂之力了，便可轻易击杀他们。除此之外，修罗变的血气隐隐约约浮现出第7条，意味着修罗变即将可以达到7倍战力。当然了，秦颖之所以如此重视修罗变，不仅仅是因为修罗变的成长性，最重要的是修为越高，一个小境界便可能有着巨大的战力差距。唯有提升修罗变，他才能够不断弥补境界上带来的缺陷，才能够做到越境一战。与此同时，太荒秘境的虚空震荡，一股照耀诸天的金色璀璨光泽从天而降，诸多目光皆是仰视而去，一个个瞬间激动无比。却见一道金色的剑之虚影刺入云端，宛若展开天穹，有着开天之威，镇压天地。异象现世，剑威开天门，莫非是至宝要出世了？